10万年，10万年，你知道这10万年我是怎么过的吗？天元大陆白帝城前，一名身材佝偻，腰间别着一把木剑，打着赤脚穿的跟乞丐一样的老人，看着白帝城3个大字，泪流满面。老人名叫陆川，一个倒霉催的穿越者。当初陆川穿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激活了系统，本来以为可以走上人生巅峰，结果沙雕系统却搞错了位面。应该穿越到高5位面的陆川，被沙雕系统弄到了这个恐怖的修行位面。更坑爹的是，系统为了保证宿主的安全，硬是把陆川关在一个小天地中，整整10万年，10万年呀！狗日的系统匹配不了这个世界的修行体系，只能强迫陆川一直练习高5世界的剑术。整整1万年，陆川练成了有史以来最强的剑神，也练成一个精神病患者。当然还有一个最坑爹的事情，那就是陆川老了。系统只有高5世界的模板，能保证陆川寿命很长，可是却阻止不了衰老。现在陆川终于出山了，第一件事就是要去这个世界的修行宗门求取丹药，恢复曾经帅气的容颜。你已是9天10地最强剑神，即便是修行者也可暴打之！哭哭啼啼成何体统？陆川身边一头驴子口吐人言，严厉地呵斥起来。这驴子干瘪瘦小，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最惹人注目的是，驴子一只眼睛直视，一只眼睛却是朝着右边斜视，充满了智慧。这驴子不是别人，正是陆川那坑爹的系统幻化而出，小名阿福。当初为了防止陆川被关的精神错乱，系统很有人情味的变成了一头驴子，陪伴了陆川10万年。但是这陪伴似乎并没有什么卵用。至于这一人一驴的关系，呵呵，碎嘴的玩意。砰！陆川突然出手，一拳夯在了阿福的眼睛上。可怜的阿福还没有反应过来，直接被一拳打的来了个空中720度转体。老不死的东西，要不是我，你能有现在的成就？阿福骂骂咧咧的从地上爬了起来，眼睛似乎又智慧了一些。要不是你个坑爹玩意，你老子我会变成现在这样。陆川一伸手，一股恐怖的吸力从掌心发出，把阿福吸到了手心之中。咔嚓！阿福的脖子被扭了个360度，无力的耷拉下去。给老子爬！陆川又是一脚把阿福踢飞了出去。老不死的东西，你给我等着！远远的传来阿福的狠话。咔！啊！腰部传来一阵脆响，陆川捂着胯骨，龇牙咧嘴。因为年纪太大了，每次动手都有骨折的风险。等了好一会才缓过劲来，陆川这才颤颤巍巍地走进白帝城。这白帝城，依照那头蠢驴的说法，是天元大陆西部最繁华的城市，碰到修行者的几率也是最大的。陆川现在啥也不想，就想着能快点恢复到年轻时候。好香！进了城，被一阵香味吸引，陆川这才想起来，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世俗的食物了。在小天地中，一直都是靠着系统赠送的大力丸填肚子。小二，好吃的好喝的端上来。陆川走进了一家装修豪华的大酒楼，一副有钱大爷的模样，吆喝起来。小二一脸懵逼的看着面前气势十足的老乞丐，有些拿捏不准。愣着干嘛？老爷吃开心了，少不了你的。陆川晃了晃腰间那破烂的布袋子，里面传来阵阵好似金属碰撞的声音。小二脸色一喜，连忙把陆川迎了进去。老板哪来的乞丐？你这生意还做不做了？什么味儿啊？这是从茅坑里爬起来的吧？小二，把这老东西赶出去，让不让人吃饭了？陆川身上那股子让人上头的味儿，引起了众多顾客的不满。看着众人厌恶的眼鼻议论，陆川脖子一歪，神经质一般的抽了抽嘴角，一股子暴虐之气从苍老的身上喷涌而出。所有人不约而同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瞬间闭上了嘴。接着说啊，怎么不说了？呸，啥也不是。陆川狠狠啐了一口，晃晃悠悠的找到个靠窗的位置。嘿，小妞给笑一个。陆川发现隔壁桌坐着2个戴着面纱、身材窈窕的女子，忍不住耍起了流氓。嘿，不给面子，那也给你笑一个，嘿嘿嘿。陆川咧开去了门牙的嘴，沙比一样笑了起来。登徒子，其中那名身穿黄色长裙的女子忍不住翻了翻好看的眉眼。另一名女子轻轻的摇了摇头，示意不要多事。小二，给这2位美女一桌酒菜，算在我账上。见2个女子干喝茶，也不点吃的，陆川豪气的喊了起来。多谢老人家好意，我们姐妹坐一会就走，不劳您破费。另外一名身穿蓝裙的女子起身，对着陆川施施然行了一礼，气质优雅华贵。陆川老胳膊一挥，几个钱不用在意，小二上菜。好嘞。小二看着陆川腰间鼓鼓囊囊的布袋子，觉得今天是遇到了豪客，等一下赏钱肯定是少不了的。酒菜上来得很快，陆川直接上手，一顿狼吞虎咽。这副饿死鬼投胎的样子，看得其他人目瞪口呆。吃啊，为什么不吃？不给面子是吧？吃得开心，又见2个女子面对一桌子饭菜不动筷子，陆川那神经病又犯了。师姐，
这糟老头子是不是脑子有问题？黄裙女子眼皮子直跳，蓝裙女子却轻轻地笑了起来，没事，反正也很久没吃过世俗的食物了，尝一尝也不错。啥？陆川虽然年纪大的有些不像话，但是一身武力值已是巅峰。别看整天颤颤巍巍的，真实情况却是耳聪目明，吃嘛嘛香，就是老胳膊老腿的有些经不起折腾。两名女子的对话一字不漏的被陆川听了进去。陆川也顾不得吃饭了，直接窜到了两名女子的桌边。你们是神仙姐姐吗？走开！什么神仙姐姐？黄裙女子一脸厌恶的遮住了鼻子，一直很淡然的蓝裙女子也有些焦急起来，朝着楼上看了看。正巧此时，一名油头粉面的小年轻出现在楼梯口，听到陆川叫两名女子神仙姐姐，小年轻愣了一下，接着似乎意识到什么，直接破窗而去。哎，别走啊！眼见神仙姐姐跑了，陆川连忙拿起一只烧鸡，又把腰间的布袋子拍在了桌上。小二，饭钱在袋子里，多得打赏你了。接着陆川也瞬间没了影，只留下小二看着桌子上的布袋子，一脸窃喜。打开袋子，小二的脸上的窃喜瞬间变成了懵逼。袋子里哪有什么银子，全是一颗颗小拇指大小的银色丹药。小二一脸呆滞的坐在凳子上，脑瓜子嗡嗡作响。那老乞丐一顿吃掉了自己3个月的工钱，换来一袋子破丹丸。小二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这袋子丹丸会帮助他成为一个传奇。雅儿哟，怎么跑得这么快？陆川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皱着眉头，就耽搁了几秒钟的时间，神仙姐姐就没了踪影。奶奶的！陆川眼皮子跳了几下，左手拿着烧鸡，右手并指成剑，滑向天空。微风乍起，欢快地吹拂过整个白帝城。下雨了！下一刻，阳光明媚的天空居然落下了毛毛细雨。路人们看看天空之上的烈日，又看看不停飘落的小雨，一个个茫然无措。诡异的是，这雨穿透了遮挡的雨棚，穿透了高楼小屋，穿透了一切障碍物。这雨落在了所有人的肩头，却没有打湿一点衣裳。春风化雨，这雨是陆川的建议。白帝城城主府，今天的城主府很热闹，因为明月阁有人来了。城主当然没有这么大的面子，请来修行者做客。而明月阁之所以派人来到这里，是因为白帝城最近出现了很恶劣的案件，有上百名少女无故失踪，城主把头给挠烂了，都没有一点头绪，最终只能怀疑是有邪修作乱，上报给了明月阁。而先前陆川在酒馆碰到的2名女子，正是明月阁的修士，他们正在跟踪一名嫌疑人，结果被陆川给打草惊蛇。正在给明月阁修士汇报这起案件细节的城主，愣愣地看着那穿透房顶飘洒到自己肩头的小雨。这是旁边一名白裙飘飘，戴着面纱，光看身段就能让人想入非非的女子伸出了手，她想去接住那飘洒的小雨，然而一接触皮肤，那雨水就化为了清风。剑意！面纱遮住了女子的脸庞，看不清表情，但是那双美眸露出的震惊已经说明了一切。让所有人回来，事情有变，城中可能有恐怖的剑修，这种剑意从来没有见过，不是我们能处理得了的。师叔！这个时候，一名可爱的圆脸少女一脸焦急地闯进了议事厅。师叔，西云师姐跟洛洛师妹联系不上了，马上通知宗门，白帝城有未知剑修出没，你们召回其他人，不准随意行动，我出去找西云还有洛洛。陆川站在街道之上，闭着眼睛感受着每一滴剑雨反馈回来的信息。很快，陆川就追寻到了先前那2个女子的气息，不过剑雨传回来的气息紊乱不堪，两人似乎是遇到了什么麻烦。略，孽畜休伤我的神仙姐姐！陆川舌头一甩，活动了一下老胳膊老腿，炮弹一样冲了出去。西城一处占地极广的宅院中，一个油头粉面的少年正一脸得意地看着面前2个被捆成大闸蟹的女子。啧，明月阁仙子果然名不虚传，光是看这身段就让小生欲罢不能。少年一脸的淫荡，伸手扯下了蓝裙女子的面纱，面纱下那几近完美的脸庞让少年一阵目眩神迷。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有百鬼教的困魂绳？蓝裙女子虽然被擒，表现的却较为冷静。百鬼教是天元大陆这块地界上出了名的邪教，常干些血祭生魂、召唤魔物的勾当，这样的玩意自然是人人喊打。只是这帮子邪影居无定所，又藏得很好，不主动露面根本找不到人。你说我是什么人呢？少年嬉皮笑脸的掐了个法诀，捆住女子的绳子加紧了几分。2名女子露出痛苦的神色，少年看着2个女子被勒到凹凸有致的身体，两眼放光。这困魂绳是百鬼教的招牌法器，用枉死生灵的筋混合各种材料打造而成，不仅可以困住肉身，还会对魂魄造成伤害。师姐，对不起。黄裙少女此时忍不住哭了起来，要不是她贸然进入这个院子，就不会连累到蓝裙女子。啧，小美人不要哭啊，哥哥会好生疼爱你的。少年说着
就要伸手去摸黄裙女子的胸口。畜生，有什么事冲我来？蓝裙女子狠狠地挣扎起来，然而越是挣扎，困魂绳就勒得越紧。这么心急，那就你先来吧。少年转移目标，把手伸向蓝裙女子胸口。蓝裙女子咬着牙，满眼绝望，眼泪止不住的大颗大颗滚落下来。哟，孙子挺会玩啊，捆绑 Polly。就在少年的手快要摸到蓝裙女子胸口之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背后响起。这声音是如此的清晰，仿佛就在耳边响起。然而事实也是如此，一张满是褶子的老脸就那么诡异的探了过来，嬉皮笑脸，嘴边还满是油污，隔的是如此之近，那股子上头的味道差点没把少年熏得当场去世。少年全身汗毛根根竖起，鸡皮疙瘩爆起。他是什么时候到了自己身边？我为什么没有一点发觉？院中布置的阵法为什么没有被触发？现在的少年满脑子就这3个问题，甚至忘记了逃跑。可以啊，小伙子，有情趣的呀！啪！惊骇之时，少年的屁股上重重的挨了一巴掌，疼的眼泪差点没飙出来。这一巴掌也让少年回过神来，连忙闪了开去。少年定神看去，只见一个老乞丐举着巴掌，一脸暧昧的看着自己，似乎还在回味刚才那一巴掌的手感。除了陆川这神经病，还有谁能干出这么扯淡的事情？骚年，你要健身呀，这屁股不太翘，手感不行，数1数2的烧鸡，要不要来一口，补充一下营养？陆川笑眯眯的咬了一口从酒楼带出来的烧鸡。你是何人，敢坏我百鬼教的好事？少年嘴上厉声喝问起来，眼珠子却到处乱瞟，一副要开溜的样子。傻狗！陆川翻了翻浑浊的眼球，啃起了烧鸡。趁着陆川啃烧鸡的时候，少年突然拔地而起，落到了院墙之上。老不死的，坏小爷好事，你给我等着！呸！少年狠话还没有说完，一根鸡骨头猛地飞了过来。鸡骨头所过之处，空气被拉到扭曲起来，骨头上裹着一点剑气。这一点点的剑气虽然没有一息3万里的磅礴之气，但是却凝实至极。少年只听到一阵刺耳的呼啸之声，还没有反应过来，大腿就是一阵剧痛。低头一看，大腿根上出现一个前后贯穿的血洞。恐怖的是，那一点剑气留在了血洞中，这点剑气宛如复古之躯，贴着他的血肉疯狂地切割起来。愣了1秒钟之后，少年才感受到那撕心裂肺的疼痛，直接从院墙上栽了下来，汗水瞬间湿透了衣裳。感受到那一点剑气正在破坏身体，少年疯了一样朝嘴里塞着保命的丹药。然而平时那些效果极好，甚至能生死人肉白骨的丹药，此刻却像糖豆子一样，除了吃个味，啥效果也没有。老子最讨厌别人叫我老不死了。陆川笑眯眯地扔了鸡骨头，转头看向被绑起来的女子。一切发生的太快，从陆川出现到少年被打下来，总共不到10秒钟，两女子还处于脑壳宕机的状态。老人家！蓝裙女子有些结巴的喊一声了。至于黄裙女子，一脸呆滞的看着陆川，先前在酒馆，好像自己态度不怎么好。嘿嘿，陆川一脸贱笑，神仙姐姐不要慌哈，回答我2个问题，马上给你们松绑。老人家您问。蓝裙女子强忍着疼痛点了点头。哎，这就对了，尊老爱幼是传统美德。陆川很满意蓝裙女子的态度。师傅，救我，救我！此时那被剑气侵蚀的少年疯狂地咆哮起来，看样子是疼得遭不住了。聒噪！陆川随手一弹，一道剑气封住了少年的嘴巴。蓝裙女子眼眉撩起，眼睛睁得大大的，痴呆呆的看着地上如同泥鳅乱蹦的少年。让蓝裙少女震惊的并不是陆川那随心所欲对于剑气的操控，而是陆川身上没有一点点的真元波动。也就是说，面前这老头子根本不是一名修士，不是修士，却按着修士乱打，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第一个问题，你们是修行者吗？蓝裙女子愣了一下，有些错愕的点点头。哈哈，天助我也，得来全不费功夫。陆川乐得咧嘴大笑起来，这有些癫狂的模样，看得蓝裙女子浑身一哆嗦。不好意思，有点激动。陆川咳嗽一声，继续问道：第2个问题，你们有返老还童的丹药吗？蓝裙女子松了口气，轻轻点点头。我们明月阁就有幻颜丹，只是我要收你做好朋友。陆川话都没有听完，就差点激动的背过气去，一把握住了蓝裙女子的小手，感受着陆川那油腻的枯手，差点没让蓝裙女子把隔夜饭吐出来。马上给你松绑啊！陆川说着，并指成剑，轻轻的在困魂绳上一划，砰！一声裂响，困魂绳应声而断。蓝裙女子看得眼皮子直跳，有这么轻松？从今天起，你就是我陆川的好朋友，有人欺负你，我就把他肠子扯出来勒死丫的。啪！陆川说着不过瘾，还直接把手搭在了蓝裙女子的肩膀上，一副哥俩好的样子。可惜了你是女儿身，不然大爷一定与你结为异姓兄弟。呵呵，
蓝群尴尬一笑，也不敢乱动，有些怕这神经兮兮的老人给自己来一下子。刚才是这孙子欺负你是吧？陆川一伸手，直接把在地上乱滚的少年吸了过来。今天大爷就给你表演一个，怎么用肠子勒死一个人。说着，陆川就伸手滑向少年的肚皮。少年的嘴被封住，发不出声音，但是他的脸因为心脏的痉挛而变得苍白，甚至在这一刻，他的心脏暂停了跳动。老人家，手下留情！蓝群女子连忙助陆川。啥？陆川抬起浑浊的双眼，有些不解，看着那暗淡无光的眼神，蓝群少女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强自勾起一点笑容，解释起来：老人家是这样的，我们在调查白帝城最近的人口失踪案，这家伙可能是跟案子有关。陆川点点头。就在蓝群少女稍微松口气的时候，陆川的手却滑了下去，下一刻鲜血四溅。少年满眼的不可置信，接着瞳孔慢慢的放大，失去光泽。嘿嘿嘿，跟我有什么关系？陆川乐呵呵的笑了起来，扯出一大串肠子，将它缠绕在了少年的脖子上。噗！蓝群少女与黄群少女直接吐了出来。他们不是没见杀过人，但是手段这么凶残的，真没见过。起飞了！陆川扯着肠子甩动起来，少年逐渐冰冷的尸体被甩飞到了空中，像一个风筝。啪！肠子断了，少年的尸体飞了出去。两个女孩看得一阵恶寒，悄悄地离陆川远了一些。呸！小王八蛋，这么弱还这么嚣张，啥也不是。陆川在身上擦了擦满手的血污，换上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对着少女龇牙笑了起来。对了，你们刚才说在追查人口失踪案是吧？这院子……说着，陆川双手插进了地面。正在疑惑陆川要干什么的时候，地面突然疯狂地震动起来，接着一股锋锐至极的黑色剑气沿着院子边缘切割出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切！陆川微微用力，整块地皮直接被掀了起来。两个女孩看的是脊背发凉，连忙飞起。走你！陆川抓起这块地皮，直接给投掷了出去。一声呼啸，地皮瞬间被扔得没了踪影。这是……地表被掀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夹杂浓重的尸臭扑面而来。畜生！畜生！当看清楚，只能嘶哑着声音不停地喊着这两个字。第一眼看去，空洞的正中间是一个巨大的血池，血池已经被灌满，浓稠乌黑的血液仿佛烧开的水，不停地鼓起拳头大小的气泡。血池的边缘刻满了繁复诡异的符文，一名如同僵尸般的老人坐在血池之中，静静地闭着眼睛。而让两名女子崩溃的是空洞的洞壁，洞壁之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干瘪的尸体，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都是一些风华正茂的少女尸体。这些尸体的血已经被放干，呈现出一种瘆人的惨白。有些尸体已经腐烂，散发出的臭味让人作呕。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蓝群少女看到这人间地狱一般的场景，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畜生，给这些孩子偿命去！蓝群少女再也抑制不住，身形一闪，冲向血池中那闭着眼睛的老人。即将被攻击到的时候，那僵尸一般的老人突然睁开了眼睛，一股暴虐之气汹涌而起，血池中的鲜血狂暴地卷了起来，迎头砸向少女。少女眼中满是泪水，面对砸来的鲜血不躲不避，体内真元爆发，在身边形成一个蛋壳模样的护罩，狠狠地与卷来的鲜血撞到了一起。轰！一声巨响，少女身边的蛋壳破碎，口中鲜血狂喷，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飞了出去。至于陆川，这货居然把注意力放到了那些女孩的尸体之上，专业，非常的专业，血不是一次放干净，而是慢慢的流干。自言自语之际，少女迎面飞了过来。哎呦，小心点啦！陆川轻轻一点，卸去少女身上的冲击力，稳稳地将她接住。少女嘴角挂着鲜血，脸色惨白，满是泪水的眼睛祈求地看着陆川。呵呵呵。此时，血池中的那老人慢慢地站了起来，发出一阵阵如同夜宵般刺耳的笑声。明月阁的人啊，你们还是这么爱管闲事，正好老夫还缺点血，就用你们的凑一下吧。白鬼老人，你个老畜生！此时，一道流光从天顶坠落而下，直直地落在了陆川与少女面前。师叔，你要给他们做主啊！少女看着突然出现的女子，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白琳琳，好久不见！百鬼老人慢慢地从血池中走了出来，每走一步，百鬼老人干瘪的身材就饱满一分，面容年轻一些。走出血池的时候，百鬼老人已经从一个萎靡老者变成了一个30岁左右的壮年男子。孽畜，你居然用上百名处子的鲜血来滋养被天道侵蚀的身体！白琳琳怒火中烧，全身真元鼓荡不断。你想跟我火拼？呵呵，你可要想清楚了，要是你我打起来，这白帝城要死多少人？百鬼老人丝毫不在意白琳琳的怒火，轻轻掸了掸新衣服上的灰尘。白琳琳牙齿咬得咯吱作响，却也无可奈何。对了，
我徒儿被你们抓住了吧？老夫刚才听到他的喊声了，把人交出来，老夫马上就离开白帝城，不然……呵呵。此情此景，白玲玲一方居然成了被威胁的人。你休想！卧槽，有点东西啊！就在这剑弩拔张之际，一个惊喜的声音响起。陆川看到百鬼老人返老还童的一幕，口水差点没淌出来，直接一猛子扎进了血池之中，扑通一声溅起高高的血花。所有人的注意力成功转移到了陆川这里，而蓝裙少女却轻轻地拉了拉白玲玲，让她不要靠近陆川。杂毛，你怎么返老还童的？陆川在血池中一阵扑腾，却没感受到一点效果，有些恼火地问着百鬼老人：“老东西，你叫谁杂毛？”百鬼老人脸色阴沉的可怕。哈！陆川一脸憨批样的眯了眯眼睛，嗤笑一声：“叫你啊，刚才还有个小杂碎，因为不尊老爱幼，被老子把肠子扯了出来，然后把他压勒死了，死的那老惨了。哦，对了，那小杂碎死的时候还叫着师傅，师傅，你是不是他师傅啊？嘿嘿嘿。”百鬼老人听得血气上涌，好不容易找到个臭味相投的徒弟，居然被人用肠子勒死了。但是很快，百鬼老人就笑了起来，因为他在陆川身上感受不到一点真元波动，也就是说，这老家伙根本不是修士。老东西，道个歉，老夫给你留个全尸。你个小瘪三！陆川这暴脾气能忍，直接从血池里窜了起来，扑向百鬼老人。好快！百鬼老人瞳孔一缩，陆川的动作太快了，两人隔得又不远，他根本来不及施展术法。卡巴！暴起的陆川身上突然传来了一阵脆响，高高跃起的陆川一个倒栽葱掉到了地面之上。哎呦哎呦，我低老腰！因为用力过猛，陆川差点没把腰给闪断。老家伙，你是来搞笑的吗？百鬼老人一阵冷笑，祭出一面红色大幡。红色大幡一出现，整个空洞瞬间阴风呼号，鬼影重重，让人心神不宁。招魂幡，小心！白玲玲见状就要出手，却被蓝裙少女死死地拖住。蓝裙少女带着哭腔祈求道：“师叔，求求你了，别过去，别靠近那个老疯子。”哎呦，我的祖宗啊！这个时候，一头干瘪瘦小的驴子从天上落了下来。阿福，老子腰闪了！看到驴子，陆川龇牙咧嘴的呻吟起来：“你真的是个冤种！”阿福连忙窜到陆川身边：“看嘛呢？该干嘛干嘛去，在这好玩啊！”阿福那智慧的眼神扫了一圈众人，呲着嘴皮子，露出一副大板牙，要多嘲讽有多嘲讽。那老东西不能走，他会返老还童。陆川趴在地上，指了指百鬼老人：“人家可比你年轻多了，现在眼睛也看不清了是吧？”阿福说着，把陆川弄到自己背上：“你他妈说谁老眼昏花呢？”梆梆梆，陆川气得对着阿福的后脑勺来了几拳，直接把驴脑袋给打了，炸了开去。这是何等的残暴！一句话不对就把驴子头给爆了。这一幕看得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然而诡异的是，爆掉的驴脑袋没有想象中的脑花飙射，反而是很快的复原回来。出来之前说了，要低调，要低调。等我匹配了世界模板，给你把外挂一开，别说返老还童了，就是嘎嘎乱杀也不在话下。阿福早就习惯了陆川的暴力行为，不以为然的劝说起来：“老子负责嘎嘎，你负责乱杀，行不行啊？”陆川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你腰不好，脑子又不灵光，又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低调点对你没什么坏处。再说了，你这个身体，万一打架的时候突然暴毙了怎么办？老实点吧。”阿福苦口婆心的劝说起来：“你他妈说谁脑子不灵光？说谁呢？说谁呢？”陆川气急，对着阿福脑袋又是两拳。够了！百鬼老人终于忍不住厉声呵斥起来。这一人一驴完全没把自己放在眼里，作为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邪修，何曾受过如此轻视？是可忍孰不可忍？一起去死吧！百鬼老人手中大幡一扬，霎时间从大幡冲出滚滚黑雾，煞遮天蔽日。黑雾中裹着无数凄厉的鬼头，这些鬼头凄厉的嚎叫着，让人不寒而栗。这威势的确吓人，颇有种阴森鬼域的感觉。教练，我要学这个。这威风凛凛的场面让陆川满眼放光。滚，老子也不会。阿福打了个响鼻，撂蹶子就要开溜。想跑？呵呵呵，从来没有得罪了我百鬼老人，还能安然无恙的离开。百鬼老人笑了起来，大幡再次一挥，无数的鬼头朝着陆川涌去。贱货，非得找打？驾，给老子冲上去，砍了丫的！陆川抽出腰间木刀，狠狠拍了拍阿福的驴屁股。你他妈是个剑神，剑神！你有9天10地最强的剑，为什么非得像个莽夫一样近身搏杀？阿福不满地摇摇头，拒绝了陆川这丢人的要求。老子就要砍死丫的！眼看着那些鬼头就要冲到面前，驴子又嫌丢人不肯动弹。陆川没有办法，从驴背上翻了下去，哆哆嗦嗦地站起来，扶着老腰，举着木剑，
哆哆嗦嗦地走向百鬼老人。想死，老夫成全你！百鬼老人冷冷地笑了起来。小心！白玲玲再也按耐不住，就要出手。然而蓝裙少女一把抱住了白玲玲的小腰。师叔不要过去，不要出手，求你了！见识过陆川的残暴还有实力，蓝裙少女不想让白玲玲去插手。西云，你今天怎么了？白玲玲一脸疑惑。这么一耽搁，陆川那边又起了变化。黑雾笼罩，大量鬼头张开黑洞洞的大嘴，咬在了陆川身体各处。鬼头数量之多，没有留下一点空位。百鬼老人嘴角勾起一点残忍的笑意，这些鬼头可以直接撕咬魂魄，相比于肉体的痛苦，灵魂上的痛更甚千百倍。然而下一刻，百鬼老人得意的表情戛然而止，错愕爬上了脸庞，像一只突然被抓住脖子的鹅。陆川就这么顶着百鬼噬心，扶着老妖一步步挪到了他的面前。仔细看去，陆川身体表面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剑气，那些鬼头根本无法伤及分毫。看什么看，没见过这么帅的。陆川慢慢的举起了手中的木剑，一股奇异的波动从周围涌来，空间在这一刻肉眼可见的扭曲起来。百鬼老人脸上的表情定格在那错愕之间，仿佛空间已经被凝固。陆川的剑没有剑招，太过悠久的岁月中早就把剑招忘得一干二净。现在陆川的剑只剩下了最简单的动作，啪！陆川一剑扇在了百鬼老人的脸上。没错，就是扇，用木剑的剑身，这是何等的侮辱人！轰！扇完之后，空间又恢复了正常。百鬼老人脸上挨了一下，不光满嘴的牙齿蹦了出来，整个人也如同炮弹一般撞进了洞壁之中。发生了什么？这是百鬼老人清醒之后第一个问题。刚才挨了一下的他，现在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是那死老头子的木剑太快了。不，绝对不是，他的剑肉眼可见的慢。百鬼老人挣扎着从洞壁中爬出，脸上还有嘴巴中传来钻心的痛，整个人摇摇晃晃站立不稳，像喝多了的酒鬼。至于白玲玲几人，看到百鬼老人居然傻乎乎的站在原地挨了一下，现在脑子就有些不太够用了。怎么返老还童？说出来，给你个全尸！陆川之所以没有宰了百鬼老人，就是想问问怎么返老还童。没有返老还童。此时白玲玲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接过了话头。他本来就是这个模样。陆川满头的问号，他刚才那老人的样子是怎么回事？哼！白玲玲看着晕头转向的百鬼老人，嘲讽起来。他们干的都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身体会被天地浩然之气侵蚀，逐渐衰老，只有通过一些邪法，才能让身体恢复原来的样子。什么？陆川愣了一下，气的是直哆嗦，老子被这王八蛋给忽悠了。陆川暴怒，一剑对着百鬼老人挥下，一切的声音在此刻消失不见，一切的光芒都被一抹黑色的剑气吸收。这一刻，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那一抹半月的黑色剑气。百鬼老人惊骇至极，这抹黑色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来自灵魂的战力。他想逃，可是他却发现，只要自己一动，身体居然不由自主地朝着那抹剑气而去。这是何等的诡异！他不敢动，张开嘴想说一些求饶的话，可是却像离了水的鱼，只能无助地张着嘴巴，发不出一点声音。那抹黑色的剑气仿佛黑洞一般，吸收了一切。就这样，百鬼老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一抹并不快的剑气到了自己面前。他听到了鲜血从血管中飙射而出的声音。他以前很喜欢这种声音，像风一样。百鬼老人就这么死了，一个百鬼教的元老，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邪修，一生作恶多端，逃过数次清剿，一个武境的修士，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死了。百鬼老人的身体被劈成了两半，一身的血液流得一干二净。啪！好朋友，愣着干嘛？呆滞的白玲玲三人还没有从百鬼老人被劈成两半这件有点魔幻事情中回过神，一阵清脆的声音将几人拉回了现实。声音之后，蓝裙少女只觉得屁股上一阵火辣辣的疼，而陆川举着巴掌在一旁回味无穷。蓝裙少女又惊又怒，可是看着百鬼老人那两半的尸体，终究没敢发作。多谢前辈出手为民除害。白玲玲对着陆川深深鞠了一躬。哎，别客气。陆川摆了摆手，我是为了那什么幻颜丹，事情我给你们解决了，丹药给我吧。白玲玲一脸疑惑地看向蓝裙少女。蓝裙少女忍着屁股上的疼痛，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死丫头，没跟人家说清楚吗？白玲玲敲了敲蓝裙少女的脑袋。蓝裙少女一脸委屈，我话都没说完，就被他给打断了。白玲玲眉头微微皱起，对陆川又鞠了一躬。前辈，幻颜丹的事情恐怕有些……什么意思啊？陆川拔高声调，挥舞起手中的木剑。白玲玲咽了咽口水，连忙解释起来。前辈不要误会，西云答应您的事，我们明月阁不会食言。这还差不多。陆川满意的点点头，把那破木剑插回腰间。白玲玲松了口气。
前辈是这样的，幻颜丹是上品丹药，炼制极其复杂困难，明月阁现在并没有成品。陆川点点头，我能等，不要太久就行。前辈通情达理。白玲玲又行了一礼，如果可以的话，能否请前辈去明月阁住一些时间，等幻颜丹炼成？陆川舔着个老脸问道，包吃住不？我可没钱给伙食费，还有房租。自然。白玲玲点点头。陆川竖起大拇指，痛快，以后你们明月阁都是我的好朋友了，有事就报我的名字。白玲玲心中一喜，以陆川表现的实力来看，恐怕是6境以上。如果能坐镇明月阁，那以后就不用看别人脸色行事了。还没请教前辈大名。陆川，那傻驴子叫阿福。接着白玲玲做了自我介绍，顺便也知道了另外2名女孩的名字。蓝裙女子叫展希云，黄裙女子叫赵洛洛。明月阁坐落在老孤山脉之中，以最高峰天水峰为中心，辐射周围上万里地界，门下弟子总计不下万名。然而就是这等规模的明月阁，在天元大陆上整体实力也只是中等偏下而已，还得看其他大宗门的脸色行事。明月阁是个非常特殊的宗门，因为整个宗门只有女弟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跟明月阁的修行功法有关。明月阁以水属性功法为主，而且大部分都是辅助性质，不适合男子。久而久之，明月阁也就形成了不收男子的规定。这里是无数男修士梦寐以求的温柔乡，特别是明月阁还有3位胭脂榜上的角色，引得很多心术不正的人觊觎。好在明月阁依附着镇元宗这个庞然大物，虽然实力堪忧，但是这些年在镇元宗的庇护下，过得也还算是安稳。今天主峰天水峰议事大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而事情的起因就是白玲玲带回来陆川，而且她希望陆川成为明月阁的客卿。客卿是一些实力强大，但是又不愿意受宗门规矩约束的修士，以这种身份挂牌在一些宗门之中，平时领些供奉，有事就出面解决一下。其实客卿也就起个震慑作用，真要有事跑得比谁都快。当然客卿也不是谁都能当，必须要满足2个条件。第一，名气的大，能镇得住宵小之辈。第二，实力不能太弱，至少也是想要挂牌宗门的长老级别。当然明月阁还有个特殊条件，那就是客卿必须是女子。陆川他有个屁的名气，实力倒是毋庸置疑，把他阉了也算符合最后一个条件。不可能，明月阁绝不允许一名男子入住。议事厅中，一名身穿华丽长裙、相貌妖艳的女子神色激动地拒绝着白玲玲的提议。这女子名为郑之遥，身份是明月阁的一名客卿。她之所以这么激动，第一个跳出来原因很简单，明月阁就这么大点地方，资源有限，而且明月阁已经有了3名客卿，要是再加一个，每月分到手上的供奉会少很多。明月阁创建这么多年，从未有过让男子入住的先例，以白玲玲要破坏先辈的规矩。赵之遥越说越激动，就差对着白玲玲的脸喷了。白玲玲有些厌恶的皱了皱眉眼。这赵之遥靠着与上任阁主的关系，在明月阁赖了好几百年，捞的是脑满肠肥。关键是你捞点无所谓，但是赵之遥却不满足，经常对明月阁的内务指手画脚，门中弟子早就不满。赵长老，你要清楚，明月阁不是不收男弟子，只是功法不适合罢了。而且这是明月阁的内务，轮不到你一个客卿来指指点点吧。白玲玲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针锋相对的反驳起来。赵之遥气得脸色通红，指着白玲玲的鼻子咆哮起来。白玲玲，我跟你师祖相识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现在进了议事厅，反倒教训起我来了，你算哪根葱？大厅正位之上坐着一名宫装美人，撑着下巴，有些无聊地看着赵之遥闹腾。这宫装女子初看不觉得有多惊艳，但是多看上2眼就让人欲罢不能。她的样貌大气端庄，是极致的周正之美。这女子不仅是胭脂榜第2的美人，还是明月阁当代阁主南宫初雪。赵老息怒，小孩子嘛，不懂事。南宫初雪笑眯眯地挥挥手，打断2人的争吵。初雪，你可不能坏了规矩，要是让世人知道明月阁进了一名男子，恐怕会遭非议。赵之遥不称呼南宫初雪为阁主，反而叫人家名字，作为一名客卿，这已经是大不敬了。南宫初雪点点头，轻轻地笑了起来。理是这么个理，但是一名能杀掉百鬼老人的剑修，还是很让人心动。赵之遥冷笑一声，呵，百鬼老人行踪诡秘，上3宗抓了他上百年都没有得手，仅凭白玲玲3言2语就断定百鬼老人被击杀，怕是有些草率了吧？有道理。南宫初雪换了只手撑下巴，看向白玲玲问道：白长老，有没有证据证明百鬼老人已死呢？白玲玲轻轻点点头，从储物戒指中拿出了百鬼老人那被从中劈开的尸体。离开白帝城前，白玲玲就把百鬼老人的尸体收了起来。她早就预料到赵之遥会闹，看着地上死相惨烈的尸体，赵之遥吓得退了几步，愣愣的说不出话来。
怎么，很害怕吗？赵长老可要看清楚，尸体是不是百鬼老人的，免得到时候又给我挑刺。白玲玲也是牙尖嘴利，无情的嘲讽起来。你，赵之遥气得咬牙切齿。南宫初雪一见到尸体，也是被吓了一跳。可以看见百鬼老人身上没有其他伤痕，也就是说，百鬼老人是在没有伤的前提下被人一剑劈开的。没有6境往上的实力，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天元大陆的修行体系总共有9个境界，当然9境往上还有虚无缥缈的神道3境，只是神道3境早已经超脱物外，很少在世间行走，而6境界往上就已经可以被称作大修士了。南宫初雪也不过是6境千伐境而已，也是整个明月阁唯一的6境。赵长老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南宫初雪看到尸体的那一刻起，心中已经下了决定，语气也不再那么温和。赵之遥深呼吸一口气，看了看另外2名客卿，结果另外2名客卿头一扭，装作什么也没看到。琳琳，你说的那位老人家在哪里？我们一起去迎接。南宫初雪起身走向门口，在一色风、西云在暂时照料陆前辈，白玲玲连忙跟了上去。出门之时还不忘对赵之遥扯了扯嘴角，满眼的不屑。小丫头片子，气死我了！赵之遥气得跳脚，连忙跟了上去。他要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能一剑杀了百鬼老人。一色峰紧挨着主峰，全峰被一种名为天青爬山虎的植物爬满，整座山体呈现碧绿之色，故而得名。丫头，我告诉你们啊，女人可不能光保养样貌，身材也是重中之重。你们看，这个叫小小的姑娘屁股就不够翘，戳不到一些人的 XP。这个叫小玲的丫头就有些溜肩，影响了整体美感。今天聚在一起就是有缘，大爷传你们一套塑形的功夫，瑜伽大法，好好看，好好学啊！一色峰上不大的小院中，一群少女围着陆川，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好不热闹。原来白玲玲几人一回到明月阁，赵洛洛就把陆川的神勇事迹传遍了整个一色峰。一色峰的弟子闻讯而来，刚开始见到陆川一副糟老头子的模样，女孩们有些失望，但是经不住陆川那破嘴能叭叭呀，很快就跟一群小丫头打成一片。阁主来了，还不快跑！展西云端着给陆川洗好的衣服迈进了小院，吼了一嗓子。听到这话之后，女孩们瞬间跑了个干净。陆前辈，我们晚些时候再来找您，一定要传我们瑜伽大法。远远传来女孩们的声音。啊，少女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真是让人身心愉悦。陆川吸溜着女孩们留在空气中的香味，一脸的陶醉。而这陶醉的一幕正好被南宫初雪一行人看到，特别是赵之遥看到陆川之后更是一脸的厌恶。白玲玲，这就是你推荐的人？这年头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明月阁了。赵之遥冷笑起来，他的胆子突然又大了起来，因为他在陆川身上感受不到一点真元波动，就算是神道3境的至强者也做不到这点，也就是说眼前这糟老头子根本不是修行者。然而陆川直接忽略了赵之遥的冷嘲热讽，因为这货看到了南宫初雪。陆川不顾老胳膊老腿，风一般的冲到了南宫初雪面前，一双浑浊的眼球盯着南宫初雪，就差没直接瞪出来了。极致的周正，大气之美，姑娘有母仪天下之姿，好看，真好看。南宫初雪轻轻的行了一礼，面带微笑，多谢前辈夸奖，小女子是明月阁阁主。接着又为陆川介绍起同行的人，这位是一色峰峰主白玲玲，这位是赵之遥客卿，这位是……赵之遥冷哼一声，对于南宫初雪把自己放在白玲玲之后介绍，非常的不满。好，得体大方，我要是年轻些，非得死命追求你不可。陆川有些心痛的摇摇头，对于自己这副老胳膊老腿愈发的不满。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可真敢想，也不看看自己那副德行。初雪这人一定不能进我明月阁，要是被传出去，明月阁招了个登徒子做客卿，会成为天下笑柄。赵之遥忍不住一边嘲讽一边劝说起来：你他妈谁啊？我跟你们阁主说话，你插什么嘴？有没有教养？有没有素质？陆川可不是什么和善的主，眼睛一斜瞟向赵之遥。赵之遥气得浑身发抖，一张美艳的脸气得铁青，整个明目阁都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噗！旁边的白玲玲一口喷了出来，看着赵之遥那便秘的模样，真是身心都愉悦起来。初雪，你要是敢让这老东西进来，我就离开明月阁。赵之遥怒火中烧，居然开口威胁起来。好啊，去秋水峰领了这个月俸禄再走。让赵之遥没有想到的是，南宫初雪居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气氛一时间极度尴尬。赵之遥怎么舍得离开明月阁？这里有得吃有的穿，有资源拿，更重要的是不用去拼命，脑子有问题才会想着离开。初雪，我也是为你好，让这么个色胚进入明月阁，要是出了什么丑事……赵之遥试图转移话题。尼玛的，死三八！陆川听得火起，
这八婆3句话不忘抹黑自己一下。啪！陆川伸手对着赵之瑶脸上就来了一巴掌，清脆的声音响起，这一巴掌扇懵了所有人。这赵之瑶虽然刻薄歹毒，但怎么也是一个武劲选手，这一个朴实无华又极具侮辱的巴掌是怎么扇到他的？给你脸了，死八婆，让你滚没听见吗？陆川翻了个白眼，嫌弃的在衣服上擦了擦手。老不死的，你敢打我？赵之瑶像被激怒的公鸡，整个人都跳了起来，一口一个老东西，一口一个老不死，老子今天不把你打出屎，算你拉得干净。陆川撩起袖子就要冲上去，结果刚踏出一步，老腰又是卡吧一声，砰！陆川重重的倒在地上，一脸黑线的捂着老腰，龇牙咧嘴。众人看得一脸懵逼，只有白玲玲拉了拉其他人，让他们不要靠近陆川。陆川这拉胯的表现，更让赵之瑶确定这老家伙不是个修行者。至于刚才怎么挨的巴掌，赵之瑶只能心里暗示自己只是疏于防备而已。老不死的东西，路都走不稳，还想进明月阁？我看你是老糊涂了。赵之瑶嘲讽完，全身真元鼓荡而起，一步踏前，用尽全力一巴掌扇向陆川。这一巴掌要是扇实了，恐怕境界低一些的修士会被直接扇爆头。眼见赵之瑶起了杀心，陆川还在地上龇牙，南宫初雪不禁有些怀疑起来，白玲玲带回来的尸体是不是被眼前这路都走不稳的老人劈的？你他妈一直这么勇的吗？陆川看着扇来的巴掌，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从来都只有自己扇别人，哪轮到别人扇自己？剑一，老子捅死你！陆川当场编了个剑招，右手狠狠地按在地面之上，空气中突然传来玻璃破碎般的声音。赵之瑶只觉得后背一疼，最终自己的巴掌停留在了陆川的脸边，再也不能寸进分毫。他低头愣愣看向自己的胸口，眼中的不可置信仿佛晴天霹雳当头一击，一把无色的冰剑居然突破了他的护体罡气，插入后背，准确地穿透了心脏。鲜血顺着剑尖滴落而下，在阳光中反射起耀眼的光芒。砰！赵之瑶重重地倒了下去，到死他都不明白这把冰剑从哪里来的。只有旁边的南宫初雪看出了一些门道，这把冰剑是陆川利用了空气中的水凝聚而来。只是南宫初雪没有料到这把冰剑威力会这么大，大到直接杀了一名武境修士。南宫初雪脸色难看至极，赵之瑶死不足惜，他死了对整个明月阁来说都是一件可以放鞭炮庆祝的事情。但是赵之瑶并不是无亲无故的孤儿，他还有个哥哥叫赵无极，是天龙门的长老。天龙门虽然也只是中等实力的宗门，但是比明月阁强了不少。这也是为什么赵之瑶几百年来肆无忌惮地掠夺明月阁资源，导致门下怨声载道，南宫初雪也不敢将他强行赶出明目阁原因。虽然明月阁有镇元宗庇护，但是这个庇护也是用其他东西换来的。要是真因为这事跟天龙门杠上，恐怕会让明月阁元气大伤。哎呦呦，我这个老腰！陆川用木剑撑着，慢慢爬了起来，看着地上赵之瑶的尸体，狠狠地翻了几个白眼。又弱又作，谁他娘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啊，呸！陆川一脚踢飞了尸体，还不忘啐上一口。小丫头放心，人是我杀的，有什么事我兜着，别挎着个脸来笑一个。陆川何等精明，看南宫初雪几人脸色，就知道这事还没完。但是陆川也不在乎，因为这些修士比想象中的要弱，或许是没遇到真正的强者吧。人都已经死了，怨谁都没用。南宫初雪恢复冷静，安排起来。玲玲，去把尸体处理好，不要留一点痕迹，要严加保密，能瞒一时是一时。接着又看向另外2名客卿，两位，往后明月阁给你们的俸禄翻倍，今天这事您2位就当没看见。阁主放心，我们是一条船上的。另外2名客卿狠狠地点点头，这种涨工资的好事，多少年才能遇见一次。你们先回去吧，我有事情跟前辈商量。众人走后，南宫初雪一咬牙上前扶住陆川，甚至将陆川的胳膊有意地顶向自己的胸口。前辈，我们商量一下炼制幻颜丹的事情。刚才陆川的表现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看不出陆川的境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陆川一定是6境往上的大修士。只要陆川肯坐镇明月阁，那么很多事情就能得到解决，甚至是镇元宗那边。现在南宫初雪铁了心要留下陆川，无论用什么代价。感受到胳膊上传来的柔软，陆川对这个女人有些刮目相看。南宫初雪处理事情有条不紊，而且还看到了解决问题最根本方法，就是要留下自己。不用。陆川轻轻地抽出胳膊。南宫初雪愣了一下，咬着嘴唇，有些眼眶有些发涩。要是有办法，他又怎么会用这么羞耻的方式？然而这种方式却被对方给拒绝了。不用这么糟践自己。陆川笑着摆摆手，正好最近没什么事，我可以住在这里，山清水秀，还有那么多可爱的丫头，养老再适合不过了。南宫初雪愣了一下，
眼泪却不争气的在眼眶中打转。世人只看到明月阁的风光，却看不到这背后的艰难。要知道，一个女人，还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人，要撑起偌大的明月阁，这其中受了多少欺辱与无奈，世人又怎么能看得到？而眼前这个看上去口花花的老人，却给了南宫初雪应有的尊重。谢谢。南宫初雪轻声呢喃，上前扶住陆川，这次没有了刚才的小动作。阿福，来给爷踩踩背。陆川趴在躺椅上，对着房顶上的阿福吆喝了一声。旁边的南宫初雪想给陆川按摩一下，却被嫌弃的拒绝了，因为这是驴子做起来可要轻车熟路的多。活该，老不死的，你自己什么情况不知道吗？阿福抱怨着从房顶跳了下来。嘿，狗日的，一天不捶你，你丫就皮痒是吧？幻颜丹属于上品丹药，炼制需要的材料很多，大部分的材料我们明月阁都能凑齐，但是有2样东西必须要到枫叶秘境中才能得到。阿福给陆川按着腰，南宫初雪站在一边，有些紧张地说着关于幻颜丹的事情。秘境。陆川一脚踢飞了阿福，从躺椅上翻了起来。看到如同炮弹一般飞出去的驴子，南宫初雪眼皮子直跳，心中愈发的紧张。是的，秘境，一个很特殊的空间，里面有大量的天材地宝，可供修士采摘。是不是这秘境有什么问题？陆川何等的精明，一眼就看出南宫初雪有些为难。南宫初雪叹了口气，无奈的点点头。枫叶秘境每100年开启一次，这些年明月阁示威，没有竞争力，已经很久没进去过了。嗨，我还以为啥事呢。陆川摇摇头，没关系，我亲自跑一趟就行了。哎，对了。陆川脑袋一歪，100年开启一次，你不是在开玩笑的吧？小女子怎么敢拿前辈开玩笑？南宫初雪心中涌起一股寒意，连忙解释起来。前辈不用着急，再过几天就是枫叶秘境的开启时间，只是秘境中有古怪的结界限制，4境以上的修士无法进入。那就没问题了。陆川松了口气，运气还不错，不用等上个好几年了。南宫初雪愣了一下，以为陆川没有听清楚，又强调了一遍。前辈，枫叶秘境4境往上的修士是无法进入的。关我什么事？陆川嗤笑一声，我又不是修士。什么？南宫初雪有些结巴。虽然陆川身上没有阵怨波动，但是南宫初雪依然认为陆川是一名修行者，不然怎么可能轻松杀掉赵之遥？这事就不用过问了，反正到时间叫我一声就好。这事也说不清楚，体系都不一样，陆川也懒得跟南宫初雪解释。虽然一肚子疑问，但南宫初雪也知道进退，不再纠结这个问题。前辈，关于您的俸禄，您看多少合适？现在陆川已经明确入住了明月阁，南宫初雪最关心的就是每月的俸禄问题。明月阁家底子薄，要是陆川开个自己承受不起的数目，那该如何是好？俸禄？陆川有些奇怪的看了南宫初雪一眼，突然恍然大悟，你说工资啊？南宫初雪点点头，整个心都提了起来，只希望陆川不要狮子大开口。有纸笔没有？看着南宫初雪那紧张兮兮的模样，陆川差点没笑出声来。有。南宫初雪连忙从戒指中拿出纸笔，陆川接过纸笔，趴在躺椅上写了起来。南宫初雪紧张的直揉衣角，脑海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因为无法满足要求陆川愤而离开的画面。要是真出现这种结果，南宫初雪不知道要怎么解决往后明月阁的问题。包吃包住，另外找2个好看点的小丫头给我铺床叠被，端茶倒水，叫人去城里给我把这些东西买回来。陆川终于写完，把纸笔递还过去。南宫初雪擦了擦手心中的汗水，小心翼翼地接了过来。只是当看到纸上写的东西，南宫初雪的美眸慢慢睁大，最后是一脸的茫然与不可置信。因为纸上没有写什么苛刻的要求，而是写满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类生活物资。前辈，您真的只有这点要求？南宫初雪不知所措道，有些结巴起来。陆川摆摆手，这要求不低了，肉要上好的，菜要新鲜的，辣椒一定要辣，快让人买去，晚上我还等着吃火锅呢。吃了10万年的大力丸，早就吃得老肠寡肚，陆川现在就想这一口。好，我马上差人去办。南宫初雪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南宫初雪走后不久，阿福一脸怒火地跑了回来，这一脚把他踢飞了上千里，要不是绑定在陆川这货身上，不知道要多久才跑回来。你要是敢逼一句，老子是给你打出来！还没开口，陆川反而先凶巴巴地来了一句。阿福瞬间没了脾气，想想又释然，反正都习惯了，哪天不被锤一顿？老东西，跟你商量点事情。阿福屁颠颠地凑了过去，双眼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切！陆川不屑地撇撇嘴，我跟你有什么好商量的？你坑的老子还不够惨吗？话不能这样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想的吗？阿福有些尴尬地笑了起来，露出一口大板牙。再说了，这10万年你不也练得举世无敌了吗？
嘿嘿，说起这事，陆川倒是一肚子疑惑。蠢驴，不是说这个世界的修行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个个都猛得没变，怎么我遇到的都这么拉胯？阿福瞬间来了精神，解释起来。很简单，第一是你本身太厉害了，你的实力早就到了超脱的境界。第二，这个世界很大很大，有14块大陆，这天元大陆整体实力是垫底的那种，没什么顶级战力。你说什么？陆川突然出手，一把掐住阿福的脖子。你是不是匹配到这个世界的模板了？可，松手，松手！阿福脖子差点没被掐断。没，有匹配完全，只是了解个大概。这个世界的天道很强大，我入侵不了。我就说嘛。陆川翻了翻眼皮子，松开了手。阿福甩着脖子，怒气冲冲：你他奶奶的，不要这么暴力行不行？你这是病得治，治你奶奶个腿！没什么事给老子滚，看到你就烦。陆川舒服的眯着眼睛，享受起日光浴。嘿嘿嘿，大帅哥，别这样嘛，商量点事情好不好？好事，绝对的好事。阿福舔着张驴脸，不要命的又凑了上去。好事？老子遇到你那天起就没有好事。陆川不耐烦的睁开眼睛，活动起手臂。看这样子，阿福再不知好歹，估计又是一通好打。阿福连忙跳开，讪笑一声：咱们商量一下，怎么匹配这个世界的修行模板，到时候成功了，我也好把外挂给你续上，岂不美哉？陆川不屑的笑了起来，看你这样子是有办法了。当然。阿福一看有戏，情绪瞬间高涨。这么给你解释吧，你能听得懂，也简单一些。假设整个世界是一台电脑，我呢就是一个病毒，而这个天道就是防火墙。现在的情况是，这个防火墙太厉害了，我进入不了，而且有概率被防火墙的杀毒软件给抹掉。哎，嘿嘿，这说法有点意思啊。陆川忍不住来了兴趣。过奖。阿福得意的抬了抬头，那双眼睛智慧极了。瞅你那傻逼啊！陆川翻了个白眼。你说说，咱们要怎么才能冲破防火墙？不是要冲破，而是要瞒天过海。阿福呲着大板牙，贱兮兮的笑了起来。你来吸引天道的注意，而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去掏天道的后门，只要成功，外挂一开，在这个世界里就能嘎嘎乱杀。好主意啊，驴子，平时看不出你还有这等智慧。陆川一脸和善的夸奖起来。我最喜欢的就是你原来那个世界的36计，真是集你们人类智慧之大成。我这次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不足道哉。驴子得意的抬着头看向天空，一副要起飞的模样。陆川挑起眉眼问道：那我怎么去吸引天道的注意呢？这就很简单了。阿福把驴头凑到陆川耳边：你给这天元大陆全力来上那么几剑，灭他几百上千个大城，到时候哀鸿遍野，血流成河，死人堆成山，天道就自然会出手灭杀你。嘿嘿嘿，就乘着天道集中力量灭你的时候，我悄悄的入侵进去，怎么样？这个想法是不是毫无破绽？你当我什么杀人魔王啊？陆川声音拔高了一些。哈？阿福一脸茫然。难道你不是吗？陆川有严重的暴力倾向，说白了就是精神病，杀人对于他来说简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这也不怪阿福一脸懵逼。那你猜老子信不信你个蠢驴？陆川突然起身，一把按住阿福，抡起拳头对着那智慧的眼球就砸了下去。不合作，你就等着被雷劈吧。10分钟后，阿福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一张驴脸被打成了饼状。你的力量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出手次数多了，一定会引起天道的注意，到时候劈死你个老东西。哎呀，我好怕呀！陆川抬起一脚，把阿福踢飞了出去。啊，退，啥也不是，傻狗！天快黑的时候，展希云跟赵洛洛来到了小院，他们两个就是南宫初雪安排过来照顾陆川的人员。两个小姑娘踏进小院子的时候，非常的害怕，因为南宫初雪特意强调过，让他们满足陆川的一切要求，无论多么无理。他们没有能力拒绝南宫初雪的安排，只能硬着头皮进入了小院。菜呢？看到是熟人，陆川也没有一点客气。哟，带来了。展希云干愣了一下，猛然惊醒，慌忙的从戒指中拿出新鲜的蔬菜，还有各种肉食。砰！因为太过于紧张，一块肉没有拿稳掉在了地上。前辈，对不起，我马上清理干净。展希云吓得一哆嗦，连忙蹲了下去。嘿，我又不是小孩，你们两个怕什么？陆川翻了翻眼皮子，上去接过展希云手中的东西。接下来架锅生火炒料，不多时，阵阵香味从小院中飘了出去。不容易啊，嘴都淡出个鸟来了，来一起吃点。陆川把东西摆满了一桌，开心的招呼起两个女孩。两个女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放心吧，我他娘的都这么大年纪。这话虽然说的粗鄙露骨，
但是也让两个女孩松了口气。前辈，我来帮你。我也来。气氛渐渐缓和，只有刚跑回来的驴子趴在房顶上满眼的幽怨。至于这变态辣的火锅，两个女孩只是尝了一口，就打死也不愿意再动一下筷子。最后一大桌子肉菜全进了陆川的肚子。接下来的几天过得很是平静，或许是因为南宫初雪叮嘱过，一色风那些小丫头也没再来打扰陆川。展希云与赵洛洛也跟陆川熟络起来，渐渐摸清楚陆川的一些脾性。陆川的脾气就是不容忤逆的暴君，见不得一点反抗，但凡反抗一下，就可能引起陆川暴走杀人。但是同时，只要顺着他来，他对人也是相当的不错。前辈，阁主让我通知您，今天要去龙吟谷集合，再过2天就是枫叶秘境开启的日子了。一大早上，展希云给陆川带来了不错的消息。哈呀，终于到时间了，小丫头，把锅碗瓢盆带上，还有菜呀、肉的都别忘了。陆川一边舒展着身体，一边叮嘱起来。前辈，我们是要去秘境，您确定带这些东西吗？赵洛洛可爱的小圆脸上满是茫然。枫叶秘境危机四伏，凶兽遍地，稍不注意就是死翘翘的下场。带上这些是要去野炊吗？不用吃饭啊。陆川翻了个白眼。赵洛洛吓得连忙低头，飞快地收拾起来。琳琳这次去枫叶秘境，由你带队全权负责，不要跟其他宗门起冲突，务必照顾好陆前辈衣食住行。天水峰的演武场上，此时聚集大概20多人，这是南宫初雪挑选出来的门下弟子。这些弟子会跟随陆川一起进入秘境。明月阁因为实力不够的原因，已经快1000年没有进入枫叶秘境了。没有实力就无法争夺资源。其实这算是一种恶性循环，长此以往下去，明月阁会一天比一天弱，最终消亡。这次南宫初雪下了很大决心，挑选出一部分精英弟子，准备跟陆川一起进入枫叶秘境，也算是一次试炼。如果这些弟子能够安全回来，他们将会成为明月的下代支柱。陆前辈来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声，现场瞬间变得鸦雀无声。被选中的弟子一个个伸起修长的脖颈，张望过去。明月阁来了一个男性客卿，这可是一个大新闻，1000年以来还是第一次。这些天明月阁都在讨论这个事情，但南宫初雪下了死命令，不准任何人去一色峰打扰陆川。要是没有这道命令，估计那小院的门槛都会被踏烂。众人翘首以盼，结果却大失所望。一个糟老头子就那么背着手晃晃悠悠地走进了演武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雕样。怎么是个老头子？一色的风的姐妹不是说新来的客卿是个英武不凡的高手吗？是有些奇怪，这走路跟个螃蟹一样，出去不会被人打死吧？嘘，小点声，我听说新来的客卿脾气很差，还吃小孩子1顿3个的那种。女孩们窃窃私语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一阵寒意，原来是南宫初雪的眼神瞟了过来，一个个吓得立马噤声。陆前辈！南宫初雪连忙迎了上去，施然行了一礼。陆川大大咧咧地挥了挥手，不用这么客气，什么时候出发？随时可以。南宫初雪松了口气，因为陆川看上去心情不错。这次小女子斗胆挑了20名弟子，希望跟随前辈一起进入枫叶秘境。无所谓。陆川当然知道南宫初雪的意思，是想让自己照顾一下这些小丫头，这也就是顺手的事情，陆川并没有拒绝。多谢前辈。南宫初雪大喜，以陆川的本事，肯定能保住这些丫头。接着南宫初雪又叮嘱了几句，这才朝着白玲玲点点头。白玲玲拿出一根竹笛，轻轻地吹了一下。很快，远方的大山中响起一声清脆的啼鸣，一只如同小山般的青色大鸟展翅而起，快速地来到了天水峰。前辈，这是明月阁喂养的天行雀，速度极快，只需要1日，我们就能到达龙吟谷。白玲玲一边说着，一边狠狠瞪了瞪又在交头接耳的小丫头们。这鸟够肥，涮火锅估计够劲。陆川看着天行雀的腿，擦了擦口水。展希云与赵洛洛吓得一哆嗦，其他人不知道什么是火锅，他们2个照顾陆川这么多天，能不知道吗？明月阁就这么一直有远程飞行能力的灵兽，要是真被涮了火锅，以后有啥事就只能靠自身飞行了，距离过远的话，估计能把人给累死。开个玩笑，瞧把你2下得。陆川乐呵呵地摇摇头，脚尖轻点落到了天行雀的头上。所有人吓了一跳，这天行雀脾气可不太好，是不允许头上有人的。天行雀也不负众望，准备开始摇头，要把这无礼的老头子甩下来。孽畜你敢！南宫初雪急了，狠狠地呵斥起来。然而这天行却可算得上明月阁的元老级人物，根本没听南宫初雪的。扁毛畜生，你这脑瓜子要是敢动一下，老子就拿你去涮火锅，不信你试一下。陆川虽然说的风轻云淡，听着还有3分玩笑的意味，但是天行却作为灵兽，对于危险感知非常的敏锐。在这糟老头子说出那番话的同时，他感受到了一股杀意，接着整个灵魂都像过电一般，忍不住哆嗦起来。
天行却明白，要是自己真敢甩一下头，绝对会被这老头子拿去涮火锅。虽然天行却不知道什么是火锅，但明白肯定不是什么好事。看着突然安静下来的天行却，丫头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惊得呆了。这刺儿头什么时候这么乖过？突然感觉这老人家帅了一些呢，肯定是有真本事的，不然阁主怎么会让一个男子进入明月阁？嘻嘻嘻，要是前辈能指导一下我们的修行就好了。陆川的形象很快在众人的眼中高大起来。有眼光，有空大爷教你们剑法。陆川听着一群花枝招展的小丫头叽叽喳喳，心中是舒坦的不行。这明月阁真是个不错的地方，光是每天看看这些女孩，估计都能多活好些年。天行却开始启程，一个大脑袋僵硬的不行，硬是不敢动一下。前辈，这是枫叶秘境的地形图，你要看一下吗？白玲玲拿着一张地图来到了天行却的脑袋上。陆川随意扫了一眼，瞬间将整个地形图给刻印到了脑子里。不是记住，而是刻印，相当于一个复印机复制了一张地图。只要陆川需要，随时可以把这张图从脑子里弄出来研究，随便说说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就行。陆川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开始欣赏起沿途的风景。南宫初雪点点头，开始说了起来。炼制幻颜丹需要枫叶秘境中的3味药材，分别是天香灵果、玄冰花、血凤木。这3种药材在3个不同的区域需要费点功夫。进入秘境之后会被随机传送，为了保证安全，我们要在第一时间汇合。枫叶秘境每次开启的时间只有7天，如果时间超过还待在秘境，就只能等100年，下次秘境开启才能出来。白玲玲正说着的时候，一道巨大的流光从不远处掠过，这流光带起汹涌的狂风，吹得天行却偏离了方向。什么素质啊！陆川看着远去的流光，翻了翻白眼。老东西，你变了。阿福突然出现在陆川身边，智慧的双眼看着陆川，一副见鬼的表情。以陆川那暴君般的性子来说，刚才那道无理的流光会被直接撕碎，但是现在陆川只是骂了一句就没了下文。阿福能不一副见鬼的表情吗？把你那破嘴给老子闭上，看到你就烦，滚！陆川抬起一脚把阿福踢了下去，吓得一群小丫头阵阵尖叫。就在众人还处于驴子被踢飞的惊吓中没有缓过来的时候，先前那道流光居然跑了回来。这流光挡在了面前，直接逼停了天行却。流光逐渐散去，显露出真容，居然是一只长了翅膀的大鱼。体型上跟天行却不相上下，但是气势却要强上太多，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海棠青鱼是万寿门的人。白玲玲脸色有些难看的跟陆川说了起来。万寿门以御兽为主，整体实力要比明月阁强上不少，门下弟子也多霸道不讲理，他们是枫叶秘境的常客。哟，这不是明月阁的白长老吗？看这样子是要去龙吟谷呀。此时一个站在大鱼脑袋上的中年男子似笑非笑的看着白玲玲，阴阳怪气的打起了招呼。白玲玲冷冷的看了男子一眼，小声的跟陆川解释起来。钱守玉，万寿门长老，灵兽是一头3尾金钱豹，他跟明月阁有些过节。说完，白玲玲抬头看向钱守玉，冷冷道：怎么，你们万寿门去得，我们明月去不得？钱守玉听完不屑的笑了笑。白长老误会了，枫叶秘境是无主秘境，人人都可以去，只是你们这帮女人是去白给的吗？钱守玉的话引起其他人的哄堂大笑。天元大陆的修行者几乎都知道明月阁不善征伐，这帮女人打打辅助可以，但是去争夺资源那就是纯纯送人头。曾经明月阁也派人去过枫叶秘境，但基本都是全灭的下场，这也是明月阁这1000年来不进枫叶秘境的根本原因。白玲玲气得小脸通红，有些无可奈何，毕竟人家说的是事实。见白玲玲语塞，钱守玉愈发的得意起来。前些年你们明月阁在无相城的拍卖会上弄走了我一样东西，是不是该还给我了？无耻！白玲玲秀眉毛高挑，怒目而视。那本来就是我们明月阁通过正规叫价拍卖得来的，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东西？前些年在无相城的拍卖会上，明月阁与万寿门同时看中了一样东西，但是万寿门因为拍了其他天才地宝，没有足够的资金，最后这件东西被明月阁拍下。其实是就是这么个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万寿门霸道惯了，非认为明月阁针对他们。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万寿门就会来找茬。钱守玉怪笑一声，一件御兽法器，你们明月阁拍来干嘛？拿回去供着。明月阁拍什么？还要经过你万寿门同意？白玲玲咬牙反驳。这个时候，陆川看戏也看完了，有些无聊的打了个哈欠。你跟他逼逼什么呀？这就是故意来找茬的，打死丫的，不就完了？钱守玉这才注意到躺在天行却脑袋上的陆川。天行却羽毛蓬松，陆川躺在上面，整个人都陷了下去，角度不对的话根本看不到人。
看到陆川那半死不活的糟老头模样，钱守玉忍不住笑了起来。哟，真是个稀奇事，你们明月阁什么时候还养男人了？还是个糟老头子，缺男人跟我们万寿门说一声啊！我们万寿门可多的是精壮小伙子，不至于饥不择食的到这种地步啊！钱守玉的话又引起一阵哄堂大笑，这话对于一群女孩子来说，实在是有些恶毒的过分了。明月阁弟子一个个义愤填膺，但是实力又打不过对面，气得就差抹眼泪了。钱守玉，你不要欺人太甚！白玲玲身边空气一阵炸响，一股杀意冲天起，要打就打，啰嗦个什么劲儿？上去撕烂压破嘴！陆川在一边煽风点火，老东西，你觉得他敢吗？哈哈哈！钱守玉笑得差点没岔气，你他妈个小烂屎，喜欢笑是吧？陆川突然暴起，这次陆川的老腰争了口气，居然没有闪着。钱守玉的笑声还没有落下，那个佝偻的糟老头子就到了自己面前。好快！钱守玉心下一惊，刚想催动真元，然而下一刻，一只干巴巴的老手就伸到了自己嘴边，接着钱守玉就感受到了什么叫做野蛮。那只老手一把捏住他的下巴，力气大的直接把下颚骨给捏碎。来不及感受疼痛，更残暴的事情发生了。陆川另外一只枯瘦的手插进他的嘴里，用中指勾住嘴角，狠狠那么一拉，半张脸就那么被拉开了一条豁口，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半边身体。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太快，半张嘴被撕烂。直到此时，钱守玉都还没有感受到疼痛。说话是用沟通的，不是让你满嘴喷粪的小烂屎，没教养的东西。话音未落，钱守玉另外半张嘴也被撕烂。啊！疼痛如同潮水般涌来，钱守玉终于凄厉地嚎了起来。陆川嗤笑一声，顺手又提住了钱守玉的倒头发，将他转了个圈，转向万寿门的那些弟子。而钱守玉身体中此时已经被一股剑气入侵，所有经脉在瞬间被搅得稀巴烂，别说求饶，就连呼吸都开始费劲起来。看着自己长老一张嘴被彻底撕开，耷拉在脸上，活脱脱一副恶鬼的恐怖模样。万寿门那些弟子吓得一个个腿肚子打颤。笑啊，怎么不笑了？刚才不是笑得挺开心吗？陆川此时开心的呲牙笑了起来。一群废物啊，又弱又爱拉仇恨，你们这样的蛆虫是怎么活到今天的？前辈，您高抬贵手，是我们没长眼，您大人不计小人过。终于有人鼓起勇气向陆川求饶起来。哟！陆川阴阳怪气道，刚才叫人家老不死，老东西，现在就是前辈了。一群不长眼的狗东西，活着浪费空气。陆川说着说着，突然变脸，老脸瞬间垮了下去，一股暴虐之气喷涌而起。说完，脚下重重一踏，砰！海棠大鱼哼都没有哼一声，就被爆掉了整个脑壳，整个鱼尸朝着下方坠落而去。见此情景，万寿门弟子想也没想，一个个脚底抹油，开溜。喜欢跑，那就跑快点。陆川轻轻地挥了挥起手，海棠大鱼喷出的鲜血诡异全部升起，鲜血融合成一个血球，来到陆川面前。一股股剑意从陆川身上游曳而出，附着到了鲜血之上，并指成剑，往前方一指，血球化为数十把长剑，呼啸而出，直追那些逃跑的万寿门弟子而去。通知宗门，我们遭到明月阁攻击，钱长老已经战死。逃出去的万寿门弟子见陆川没有追来，稍微的松了口气，连忙将事情汇报给了宗门。然而手中的传讯符刚刚熄灭，他们就感受到空气中传来一道道连绵不绝的震颤。这震颤并不是很明显，甚至不仔细一些都会忽略掉。噗嗤，还未来得及庆幸，还未来得及寻找这震颤的来源，一把红色的长剑就穿透了一人的胸口，准确地刺穿了心脏。接着更多的利剑透肌肉的声音此起彼伏。万寿门前往枫叶秘境的38人，一个没有跑掉，几乎是瞬间全灭。陆川挑了一块海棠青鱼身上最嫩的肉，乐呵呵地扛着回到了天行雀的头上，像个夏天回来的老农，一副无事发生的模样。丫头们早就被这凶残的手段给吓住了，直到陆川架起了锅，众人才回过神来。白玲玲脸色煞白，因为她很清楚修士的手段，这帮人一定通知到了万寿门。能被挑选去往枫叶秘境的，基本都是宗门的精英弟子，现在却一下子被陆川杀了个干净。本来就有旧怨，现在又添新仇，恐怕镇元宗这次也保不住明月阁了。别愣着呀，过来烫火锅啊！陆川跟个没事人一样，笑眯眯地跟姑娘们招了招手。前辈，这次明月阁恐怕麻烦大了。白玲玲带着哭腔。出发前，南宫初雪再三叮嘱不要起冲突。这倒好，还没到龙吟谷呢，就惹下这天大祸事。天能塌下来咋地？陆川笑了笑，举起了筷子。放心吧，你大爷在呢，天塌不下来。这鱼肉很嫩，确定不来点尝尝？人也杀了，鱼肉也割了，事情都发生了，还能怎么样？白玲玲一咬牙，
反正都到这个地步，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前辈，海棠青鱼的尸体，您还要吗？陆川摆摆手，不要了，你们想要自己去处理。谢谢前辈。白玲玲鞠了一躬，转头看向惊魂未定的弟子，小小，你带人下去，把大鱼的尸体处理好。海棠青鱼有微弱的上古鲲鹏血脉，一身是宝，千万不要浪费。一名娇俏可爱的少女站了起来，看神情却是兴奋更多一些。少女点点头，放心吧，长老，谁叫他们以前常欺负咱们，死了活该。听到这话，姑娘们如梦初醒，一个个由恐惧变成了兴奋，她们叽叽喳喳起来，看向陆川的眼睛也满是小星星。白玲玲无奈地笑了笑，这是怎么收场才是个大问题。最后众人收拾完毕，又吃了一顿鱼火锅，天行却也吞了海棠大鱼的那单，大家都很开心，只有万寿门受伤的世界完成了。第二天清晨，终于到达龙吟谷。传说这地方是一条真龙的埋骨之地，一到下雨天就会有高亢的龙吟传出，这也是龙吟谷名字的由来。陆川他们到达的时候，整个龙吟谷已经聚集不下1000人，大大小小不下30个宗门，一副菜市场赶集的场景。百年一开的枫叶秘境，对于这些中小型宗门来说，是一个获得资源重要途径。一下子聚集这么多宗门，其实也说得过去。明月阁的出现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最近1000年以来，明月阁没有派人来过，一时间突然出现，自然是让人惊讶。当然，该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月阁的女弟子个个都青春靓丽，谁看了不迷惑？在男多女少的修行界，自然会格外引人注目。哎，那不是明月阁一色峰主白玲玲吗？真是她，据说才修行100多年就进了5境，100多年也好意思说。昊天宗有个天骄，据说10年就进了5境。跟你说前门楼子，你跟我扯胯骨轴子，拿上3宗的天骄来比，你咋不拿神道3境的战神来比呢？据说明月阁有3绝色，这次怎么一个没看到？你他妈傻呀！明月阁3绝色，一个是阁主，一个是不问世事的太上长老，还有一个据说在外历练，怎么来？哼，吹什么3绝色，不过是镇元宗的后花园罢了。兄台，你这话就不对了，人家明月阁不容易，肯定要背靠镇元宗这样的大宗门才能生存下去。哎，不是说明月阁没有男人吗？那小老头是怎么回事？欣赏美女的吃瓜群众看到了走在最后，背着手一副二大爷模样的陆川，不是明月阁的人吧？应该不是，明月阁品味不至于差到这种地步，弄个老人家进去，肯定不是。别想了，要是明月阁收男人，老子第一个叛出师门，加入明月阁。吹吧你，明月阁根本没有适合男子修炼的功法，就算有，你敢吗？你师傅头不给你拧下来？哎，不对劲，白玲玲在向那小老头行礼。卧槽，快抽我一巴掌！白玲玲是明月阁第2大峰的峰主，地位仅在阁主之下，怎么会给一遭老头子行礼？你们没发现吗？那小老头身上没有真元波动，好像不是修行者。卧槽，好像是真的。白玲玲对一个普通人行礼，这有些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这老头难道是他世俗的爹？不然没理由啊。可能性很大，可是来枫叶秘境带着自己的爹，这是什么操作？此时吃瓜群众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陆川身上。当然好奇归好奇，现在这种敏感时期，还是没人不识相的上去问东问西。白长老，好久不见，别来无恙。白玲玲刚带人安顿下来，就有人上门拜访。赵长老。看到来人，白玲玲脸色不自觉地变了。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赵之遥的亲哥哥，天龙门的执法长老赵无极。赵之遥死在陆川手中，这是白玲玲是知情者。现在人家亲哥上门，白玲玲能不紧张吗？赵无极中年男子样貌，身材高大，满脸横肉，穿着一身黑色铠甲，往那一站极具压迫感。白长老，你们明月阁怎么也来了？赵无极处在帐篷前问着，声音大到震得整个帐篷都在抖。看着赵无极，白玲玲定了定心神，嘴角强自勾起一抹笑意。阁主让门下弟子来历练一番，一直待在宗门之中也不是办法。赵无极点点头，是该出来历练一下，不见点血是没办法成长的。赵长老说的对。白玲玲暗暗松了口气。赵无极突然问道，对了，瑶瑶最近没跟我联系，她怎么回事？白玲玲语气故作轻松地解释道，赵长老最近突然有所误，在闭关中。这样啊。赵无极满是欣慰地笑了起来。那就这样吧，进了枫叶秘境，到处看看就行，不要去争夺天才地宝。你们明月阁实战太弱了。谢谢赵长老提醒。白玲玲脸色有些难看，这赵无极怕不是专门来提醒自己这事的。至于赵之遥，恐怕也不过是顺嘴问问。看来实力靠前的宗门已经分配好了，进入秘境以后各自的区域，这也正常，拳头大自然可以多拿多占，没实力就没有话语权，谁跟你讲交情？天真。进入枫叶秘境之后，一定要隐藏好自己，不要轻易暴露，最快速度去飞雪谷集合。夜半时分，
白玲玲组织众人开会，因为秘境之中有结界，4境往上就不能进入，白玲玲5境是进不去的。进入枫叶秘境之后，生死只能靠他们个人了。这次有小小指挥，不用你们弄到多少天才地宝，只要安全出来就行。白玲玲说完，看向一名古灵精怪的少女，少女名为林小小，是一色峰首席，也是白玲玲的亲传弟子，向来以胆大包天而出名。先前陆川宰杀万兽门时，就属这丫头胆子最大。林小小拍拍没有怎么发育的胸脯，露出一对小虎牙，郑重的点点头：“师尊，您放心，我肯定把师妹们安全带出来。”白玲玲摇摇头，还是满眼的担心。明月阁已经上千年没有进入过枫叶秘境了，里面的残酷程度完全不是这些小年轻能想象的。白玲玲看向在一旁烫火锅吃得满嘴流油的陆川，其实白玲玲一直有个疑问，那就是陆川为什么这么喜欢吃世俗的食物？修行者通常都是辟谷的，世俗的食物会让身体充满杂质。前辈，你有什么要叮嘱的吗？为了这些丫头的安全，白玲玲厚着脸皮跟陆川套起了近乎。陆川放下筷子，用手擦了擦嘴巴，环视一眼众人，淡淡的说了起来：“既然答应你们阁主照顾一下，我肯定不会食言的。”说着，陆川平轻轻的弹了弹手指，一股股若有若无的透明剑气从指尖散开。这些剑气以极快的速度附着到了众人身上，每人一道剑气，遇到危险会自动触发，可以保命一次。就这样吧，进了秘境找到我就安全了。众人心中大喜过望，先前杀万兽门一行人如杀猪宰狗，他们已经见识过了陆川通天的手段。当然，众人还有个最大疑惑，那就是陆川怎么进枫叶秘境？这事也没人敢问，只能等明天再看了。或许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这一夜过得还算安稳。前辈，该起床了，再有半个时辰，秘境就要开了。陆川有些不情愿地从床上爬了起来。不知道何时，龙吟谷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伴随着小雨，整个山谷安静的可怕，只有一股股肃杀之气在来回荡漾。展西云为陆川撑起伞，由白玲玲带着众人前往枫叶秘境开启的地方龙嘴崖。或许是感受着压抑的气氛，平时可爱活泼的少女们此时一个个安静的跟在白玲玲身后。龙嘴崖之上几乎已经站满了人，这里是进入枫叶秘境的唯一通道，先进去1秒就能多占1分先机。这种地方自然早早的就被实力前几的宗门把持，陆川他们只能排在最后。明月阁的出现倒是引来不少目光，特别是陆川这个奇葩居然还要撑伞，自然成了聚焦点，但是却没有了议论之声，整体气氛压抑的可怕。所有人都明白，枫叶秘境不仅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也是一个残酷的试炼场，更是各大宗门较量的一个地点。每次能够从枫叶秘境走出的人不会超过3成，也就是说，这次1000人进入，只有不到300人能够活着出来。虽然残酷，但是能从里面活着出来，以后在宗门之中必定可以平步青云。陆川倒是不在意排队，拿出肉包子吧唧吧唧的啃了起来。秘境开！就在陆川等得有些不耐烦时，一个浑厚的声音在龙嘴崖之上响了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声音传来的地方。只见崖边的空气中出现一个小小的黑点，这个小小的黑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放大，同时一股奇异的波动在空气中扩散开来，最终这个小黑点放大到能通过1人之时才堪堪停下。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各位道友，请！那个浑厚的男声再次响起。声音落下，依照排队顺序，众人开始鱼贯进入那个黑色的点。陆川看得有趣，对旁边的空气问道：“驴子，这个是什么空间？属于异空间，还是破碎的小天地？”问话刚落，阿福的身影突兀出现在陆川的身边。阿福智慧的眼神扫了黑点一眼，咧着大嘴露出板牙，不屑地笑了起来：“小天地喽，还称不上异空间，估计是哪个修行者遗留下来的。”看着前面长长的人群，阿福有些不耐烦地继续道：“这要排到什么时候？你不是有专门切割结界的剑招吗？把那破结界斩了吧。”剑招？什么剑招？陆川一脸茫然地看了看驴子。阿福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怎么摊上陆川这么不靠谱的宿主，自己学过的东西居然全给忘了。得，你老年痴呆太严重了，这话当我没说过。嘿，你他妈说谁老年痴呆呢？陆川抬起一脚把阿福踢飞了出去。这小小的插曲倒是让气氛缓和了一些。龙嘴崖上等了足足快20分钟，终于轮到最后的明月阁进入通道。然而领头的林小小刚想跨过那个黑点，一只胳膊却伸了过来，一个生得颇为妖媚的女子拦住了明月阁众人。女子看向白玲玲，阴阳怪气道：“白玲玲，您可要想清楚，明月阁本来弟子就少，有上好资质的更是凤毛麟角，要是全折在秘境之中，你们怕是承受不起。不劳您费心。”白玲玲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女子笑了笑，也不在意白玲玲的态度，继续道：“
你们小师叔下山历练有些年头了吧？为什么一直没有消息呢？白玲玲脸色愈发的阴沉。这女子名为百里蝶，是海沙门的长老。不过这百里蝶曾经还有个身份，那就是明月阁一色峰上任峰主。因为各种原因，百里蝶于100年前叛出明月阁，而且还带走了好几份明月阁本就为数不多的攻击性功法，这导致明月阁功法外流，让很多宗门都有了应对的方法。本来就处于弱势的明月阁，从100年前功法外流开始就一蹶不振。本来背叛宗门是修行界最不能容忍的重罪，叛出师门的修士通常会成为邪修。然而百里蝶却不知道用什么手段进入了海沙门，获得了庇护，甚至于30年前晋升为海沙门长老。明月阁与百里蝶可以说是有深仇大恨的，奈何行事没人强，这口气只能憋着，一憋就憋了上百年。白玲玲见百里蝶挡着通道东拉西扯，不让明月阁弟子过去，气的是咬牙切齿。白玲玲清楚百里蝶的目的就是想拖延一会时间，让明月阁弟子进入秘境之后完全处于被动，心思是歹毒至极。百里蝶，你有完没完？明月阁与你有养育之恩，甚至没有追究你叛出宗门的重罪，现在还要来找茬，白眼狼也不过如此。为了让弟子尽快进入秘境，白玲玲也是豁出去了，当众跟百里蝶吵了起来。百里蝶冷笑一声，好大的口气，南宫初雪倒是想追究，只不过没那个实力罢了。让开！白玲玲懒得做口舌之争，一挥手，一条白色丝带卷向百里蝶。百里蝶毫不在意地扯了扯嘴角，轻轻一弹手指，一把红色的小剑飞出，直接将白玲玲的丝带卷得粉碎。飞剑！白玲玲心中一惊，连忙后退，让身边气劲鼓荡，形成一道看不见的气墙。红色的小剑卷碎了白玲玲的丝带，也不追击，只是静静地悬浮在百里蝶面前。怎么样？百里蝶得意地笑了起来，用明月阁4门功法换来的一把飞剑。无耻！白玲玲气得小脸通红，却也无可奈何。虽然百里蝶不是剑修，但是一把飞剑的杀伤力也不是白玲玲这种半吊子能抗衡的。无耻！百里蝶有些无趣的耸耸肩。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离开明月阁，守着那么一个破地方，哪天死了都没人知道。让开！你到底想怎么样？现在是打也打不过，无耻也比不过。白玲玲急得抓狂。要是再耽搁下去，先进去的人都已经集合好了，明月阁弟子恐怕会陷入被围杀的境地。周围30-40个各大宗门的长老对百里蝶的恶劣行径不仅没有阻止，反而是乐呵呵的看起了戏。哈！咕噜噜噜！呸！此时排在最后蹲在远处的陆川终于结束了自己丰盛的早餐，接过洛洛递过来的漱口水，一阵咕噜。哎，那八婆挡着干嘛？收过路费啊！陆川背着手晃悠悠的走了过来，一眼就看到百里蝶直愣愣的挡在通道之前。老不死的，你是什么东西？被骂成八婆的百里蝶瞬间脸都黑了。前辈，他想拖延明月阁进入秘境的时间。白玲玲心中着急，直接告起了状。要是拖得太久，丫头们进去会被围杀，前辈您想想办法。七，陆川翻了个白眼，嘲讽道：明月阁还真是个软柿子，谁都能来捏一下啊。白玲玲听到这话，心中是又气又恼，委屈的眼泪在眼眶中直打转。嘿，你这小妮子怎么还哭上了呢？陆川有些哭笑不得。我才没有。白玲玲恼羞成怒，擦了擦眼睛，冲向百里蝶：死八婆，你给我让开！嘴巴不干不净的东西，南宫初雪真是没教好你。那就我来帮帮他。百里蝶一挥手，那把红色的小飞剑直冲白玲玲喉咙而去。白玲玲也是被气得失去理智，正面硬刚飞剑，这一下要是被击中，不死也是个半残。感受到那锋锐的剑气，白玲玲此时也反应过来自己太莽撞了，但是想要抽身却已经来不及了，只能调动全身力量硬抗了。眼见白玲玲要遭，此时却响起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过来，让我康康。诡异的一幕发生，那直冲白玲玲喉咙的飞剑居然硬生生的转了个弯，飞向陆川。这一幕看得所有人呆若木鸡。飞剑可以算是这片大陆上杀力最强的法器了，说是沾之即死也不为过。而且飞剑一般都与主人心灵相通，从未听说过有飞剑临阵叛变的，这简直太魔幻了。百里蝶惊骇之余，连忙催动那半生不熟的剑诀，想要控制飞剑。然而让他更恐惧的是，他与飞剑的联系居然被完全切断了。更让众人不可思议的是，那红色的小剑停在陆川面前3尺，轻轻地震颤起来，接着在陆川身边欢快地游曳起来，像是投入母亲怀抱的孩子。有点意思啊，蠢驴，这小东西剑气很强，但是没什么剑意。陆川饶有兴趣地看着小剑，什么垃圾玩意，你他娘蹦个屁，也比这玩意的剑气强吧，能不能有点出息？阿福出现在陆川身边，满眼的智慧与不屑。去你妈的，老子怎么这么不爱听你说话呢？陆川抬起一脚，
把阿福踢下了悬崖。老不死的，还我飞剑！陆川与蠢驴这旁若无人的打闹，把失去飞剑的百里蝶刺激到差点精神错乱。百里蝶整个人扑向陆川，想要抢回自己的飞剑。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那把红色的小飞剑在没有人指挥的情况下，掉头直冲向百里蝶。这是飞剑自动护主，怎么可能？这老人家是什么来头？为什么能控制别人的飞剑？这不可思议的一幕让周围看戏的群众一个个倒吸起了凉气。砰！红色小剑直愣愣地撞到了百里蝶的护身罡气之上，让人惊颤的红色剑气迸发开来，百里蝶的护身罡气被搅碎，整个人被撞得飞了出去。这么菜的吗？陆川翻了个白眼，背着手走向通道。红色小剑见陆川要走，连忙飞了回来，在身边不停地盘旋着，发出嗡嗡的震颤之声，像撒娇一般。干什么呀？你这么菜，跟着我干嘛？看着小剑，陆川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小剑似乎听懂了陆川的话，整个剑身突然暗淡下去。行了，跟个小女孩一样，说两句就要哭鼻子。陆川撇撇嘴，指了指白玲玲，啊，给你个任务，保护好这小妞，等老子出来，给你复个灵啥的。复灵？没人知道什么是复灵，就连陆川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是陆川当场瞎编的。红色小剑暗淡的剑身突然又燃起了光芒，仿佛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小剑飞到白玲玲身边，剑气恶狠狠地散发开来。走了。有些无聊的陆川摆摆手，一步踏进了通道。林小小等人连忙跟上。见陆川这个糟老头子毫无阻碍地通过了结界，众人又泛起了嘀咕：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当然，陆川毫无阻碍地通过结界，也让众人松了口气。至少在众人的认知中，陆川绝对是不会超过4境的修士。至于刚才飞剑的事情怎么解释，鬼才晓得。陆川走后，被轰飞的百里蝶也终于回来的，看到自己的飞剑居然在守护白玲玲，当场差点气到爆炸。不过这次百里蝶倒是学乖了，没有硬来，毕竟跟小命比起来，一把飞剑也没有那么重要。只是这梁子结的也是更深了，以后再碰到，恐怕就是你死我亡了。通道之后的风光让陆川有些意外，这里应该是一个草原，入眼处皆是郁郁葱葱，放眼望去看不到边际。明明没有太阳，却视野充足，甚至能感受到光的温暖。一阵风拂过，在草原上荡起一阵阵波浪，让人惬意至极。此时正是微风不燥，阳光正好，有点意思啊。陆川乐呵呵的点点头，将心神沉入识海，翻看起先前映入脑海的地图。很快就有了结果，这里应该就是地图上标注的百春草原，算是整个枫叶秘境最安全的地方了。这地方不光安全，而且天材地宝也不少。啊，时来运转了。陆川倒了8辈子血霉，摊上个脑瘫系统。如今来到这个世界，好像有时来运转的趋势。蠢驴，匹配一下这个小天地，先去把那些小丫头集合起来。陆川这人虽然嗜杀、暴躁、蛮不讲理，而且还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甚至是老年痴呆也说不准。毕竟能把学过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很难不让人怀疑。但是人不可能全是缺点，总会有1、2个优点的。而陆川唯一的优点就是说话算话，一诺千金。既然答应了南宫初雪照顾这群小丫头，那么陆川就一定会把所有人安全的带回去。你可真会使唤人。驴子杵在买陆川身边，呲着大大板牙，智慧的眼睛中全是不满。因为是绑定在陆川身上，无论把他踢多远，阿福都能第一时间回到陆川身边。所以陆川闲的没事，喜欢踢驴子玩来解压。搞清楚，你不是人，你只是一个脑瘫的驴子罢了。陆川翻着白眼强调起来，老子是倒了8辈子血霉，摊上你这么个宿主。阿福一边吐槽着，一边闭上了那智慧的眼睛。一股股奇异的波动从阿福身上扩散开去，将整个小世界笼罩。等了几分钟，阿福才睁开眼睛，满是嫌弃地说道：匹配完了，这里是个修行者遗留下来的小世界，没有完整的大道规则，整个小世界的面积差不多是你以前生活那个星球的大小。陆川听得眼皮子直跳，一个小世界就有地球的面积，是有些吓人了。有点意思，这个小世界好像潜伏着什么东西，我把信息传输给你。阿福说着，眼睛突然翻白，那惨白的眼球之上很快地出现了大量的神秘符文，这些符文闪烁起诡异的绿光，明灭不定。随着驴子的一通操作，陆川的脑海中多出了大量的信息，全都是关于这个小世界的。要是一般人突然脑子里多出这么多信息，估计脑子会当场被撑爆。也就陆川这变态，识海广阔无边，能够接收这种体量的信息。接着一张极其详细的地图在陆川识海中铺开，地图整体被分割为5个大区域，陆川的位置处于中心地带。这张地图之上还明确地标识出了所有天材地宝的位置。所谓开挂也不过如此。
不仅如此，地图之上有大量的红点在移动着，这些红点正是生命体的特征。但是在整张地图的最北边，却有一块漆黑的阴影地。阿福的匹配信息中没有做出任何标识，看来这个位置就是阿福说的有什么东西潜伏在这里。陆川倒是不怎么在意，管他什么玩意，惹到自己就夯死丫的。你他妈能不能详细一点？全都是红点，老子怎么知道哪个是丫头们？陆川不满地嘀咕起来。阿福听着这话，眼睛都鼓了起来，嚷嚷道：“你当我什么啊？能给个大概就不错了，还要详细到样貌、性别，这事我干不了，干不了就给老子滚！”陆川抬起一脚，把阿福踢飞了出去。踢飞阿福之后，陆川在石海的地图中找到那个叫做飞雪谷的地方。先前听白玲玲说过，好像是要到这个地方去集合。看了看飞雪谷的地点，居然离那北方那片阴影不远，这还真是选了个好地方。其实也不能怪白玲玲选的位置不好，她毕竟没有阿福的本事，能够察觉出来这个小世界的异常。确定好方向，陆川开始朝着飞雪谷进发。陆川走得并不快，一边溜达一边欣赏风景。这个小世界的风光可比那蠢驴关自己的小世界漂亮多了。一路溜达了大概2个小时，风景也看够了，陆川准备起飞，直接到飞雪谷去。不经意地瞟了左前方一眼，那不远处居然出现了一地的尸体。陆川有些好奇，远远看去，这些尸体排在草地上，整整齐齐的古怪至极。慢慢的溜达过去，尸体大概有20多具，死相极其诡异，全都成了干尸，一身的鲜血都没了踪影。然而空气中却没有鲜血的味道，而且这些尸体绝对是新鲜的，因为这些人陆川昨天还见过，好像是一个叫做海沙门的弟子。从尸体的完好程度来看，应该是没有任何反抗就被抽空了全身的血液。有点奇怪，进入这里的修士实力都差不太多，如果是修士之间互殴，应该不至于死得这么随便。难道是有其他什么玩意在作祟？陆川一边思索着，一边嫌弃用脚踢着尸体，想了一下，有些怕那些丫头出什么意外。陆川一步踏出，整个人如同流星一般冲向远方。飞雪谷位于枫叶秘境的北方，与春日暖阳的中部地区不同，北方这边完全就是寒冬腊月的天气，整个地界一眼看去都是光秃秃的一片，异常的荒凉。陆川依照地图的方位找到了飞雪谷的入口。前辈，陆川刚到入口处，一个脆生生的声音就响了起来。转头看去，居然是林小小这丫头。嘿，你倒是挺快。陆川笑着点点头。林小小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我只是运气好，直接随机到飞雪谷了。陆川看了看阴暗的天空，皱眉问道：其他人大概要多久能赶过来？林小小连忙拿出一张传讯符，在手中点燃。大家都在朝这边赶，最快的话天黑之前就会有人到这里。说着说着，林小小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起来。前辈，师妹们有人发现奇怪的事情，是不是被抽干鲜血的尸体？陆川脱口而出。林小小瞪了瞪漂亮的大眼睛，狠狠点点头。前辈，你也遇到了吗？你把丫头们的方位指给我，我们去找他们，别待在这个方向了。陆川说着，随意的在面前划了一下。很快，周围的空气发出阵阵爆响，20几把水箭从空气中浮现。本来就干燥冰冷的空气，此时又加重了几分。林小小看到这一幕，眼中满是羡慕。因为在天元大陆上，剑修是公认的杀力最强，同时也是地位最高的修士。前辈，您是剑修吗？林小小忍不住问了起来。陆川想了想，回道：不准确，我应该算是一个剑客。不懂，有什么区别吗？林小小可爱的吐了吐小舌头。应该差不多吧。其实陆川也不知道，因为来到这个世界还没有碰到过剑修。但是陆川下意识的还是认为自己与这帮修士有本质上的区别。跳上来，我们走。陆川挥了挥手，一把水箭从上方落下，来到林小小面前。看着面前的水箭，林小小兴奋的小脸通红。虽然修士第4境就能够飞行了，但是哪有御剑飞行来的潇洒。林小小小心翼翼地站到水箭之上，水箭比想象中的要结实许多，整个人站上去完全没有一点问题。最近的是哪个丫头？陆川问道。东边700里。林小小指了一个方向。站稳了呀，掉下去摔死我可不负责呀。说完，水箭猛然升空，吓得林小小一哆嗦，不敢再想其他，注意力全部集中到脚下。反观陆川就潇洒多了，居然一屁股坐在水箭之上，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20几把水箭带起惊人的流光，冲向东边。700多里转瞬即至，很快陆川就发现了地面上的明月阁弟子。不过这丫头似乎在被人追杀，全身都是鲜血，跑的是跌跌撞撞。看到这一幕，林小小急得直接从水箭上跳了下去。这丫头这么虎的吗？陆川哭笑不得，连忙指挥着水箭落到地面。陆川刚到地面，就被几个修士围了起来，看穿着应该是天龙门的人。
林小小抱着受伤的师妹，杀气腾腾地看着这些人，一点也不带怕的。陆川看得好笑，这小妮子真有意思，虎头虎脑，挺可爱的。看到老态龙钟的陆川，还有那些悬浮在空中的水剑，天龙门弟子虽然有些疑惑，但是也没有太放在心上。毕竟这里只有4境或者4境以下的修士才能进来，就算眼前这糟老头子是个4境剑修，人数上却处于绝对劣势，不足为惧。明月阁的师妹，让那小妮子交出乱心草，可以放你们一马。然而这话还没有说完，就戛然而止。乍然之间，一把水剑直接穿透了他的嘴巴，鲜血咕噜噜的涌了出来，刺鼻的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这一幕来得太过于突然，导致天龙门其他人还是一脸懵逼的状态。没空跟你们瞎咧咧。陆川轻轻的挥了挥手，空余的其他水剑突然发难，这些小菜鸡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水剑捅成了马蜂窝。下一个在哪边？一下子杀了这么多人，陆川却毫无波澜，跟才死了几只蚂蚁一般。那边1200里。林小小终究是个小女孩，哪看过这么残暴的人，一时间吓得有些不知所措。走，下一个。陆川笑着摇摇头，指挥起水剑飞向林小小所指的方向。救命！救命！刚到达林小小所指的地方，陆川就看到下方10几个人正在玩命一样的奔逃着。明月阁的一个丫头也在奔逃的人群之中。这些人一边飞一边惊恐的大喊着，好像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屁股后面追着他们。下一刻，奔逃的人群突然停了下来，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因为他们前方的大片土地突然掀起，瞬间是天摇地动，乱石飞溅，大量的碎石朝着众人击射而去，带起惊人的呼啸之声。众人刚开始还能应付一下，然而这些石头太多，冲击力太强，很快就突破了防御，几乎所有人都被乱石击中，一个个惨叫着落向地面。眼看着人群中明月阁那个小丫头就要遭殃，陆川右手狠狠地挥下，水剑带着呼啸直冲而下，砰砰砰，水剑一把把插在了狂乱的地面之上，形成一个奇异的剑阵，一股股森然的剑气从剑阵中喷涌而出，将狂暴的大地镇压下去。而陆川看着下方的剑阵，却是一脸的茫然。老子什么时候学过这玩意吗？原来陆川并没有不见阵的意思，就想着用剑气强行把暴乱的大地镇压下去。不过这些水剑下去之后，居然成了一个剑阵，这是陆川没有想到的。这叫震天剑阵，主要用于封印镇压。你很早之前学过的，我就说你老年痴呆，你还不信，学的东西全给忘了。阿福很合时宜的出现，给陆川解说起来。放你妈的屁，老子早就人剑合一，俗称剑人，天地万物皆可为剑，还需要这些什么破剑招？陆川是死不承认自己老年痴呆。呵呵，老年痴呆就老年痴呆，说的这么冠冕堂皇。阿福忍不住嘲讽起来。妈的，老子屎给你打出来！陆川气急败坏，一拳头夯在阿福头上。阿福像颗流星般朝着下方坠落而去。就在阿福要跟大地来个亲密接触之时，一张血盆大口突然从地面冲了出来，直接把阿福给吞了进去。一股股腐烂的尸体气味伴随着冲天的血腥气，瞬间将空气污染。天，您的驴被什么吞了？看到这一幕的林小小吓得脸色惨白。那蠢驴死了最好。陆川翻了翻眼皮子，你去接小丫头，我去看看是什么东西。招呼了一声，陆川降到地面，窜到了那片被撕裂的地界之上。师姐，被吓得不轻的小丫头一看到林小小，哭着就钻进了林小小的怀里。其他人也围了上来，全都看向老道颤颤巍巍的陆川。刚才陆川用水剑镇压大地，他们可是看得一清二楚。众人明白，想要活命，恐怕要靠那糟老头子了。林小小把师妹拉到身后，警惕地看着其他人。看着这些人一脸的谄媚，林小小就觉得恶心。要是没出事，师妹还指不定被这些人怎么欺负呢。小小师妹，那位老前辈是你们明月阁的人吧？有人认识林小小，热络地打起了招呼。不是，不认识，别装得很熟的样子。林小小一个否认3连，拉着师妹坐到了水剑之上。很明显，智商正常的人都看得出林小小是在说谎。眼看救命稻草要走，众人连忙将林小小围了起来。小小仙子，您看咱们都是修行中人，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是啊，我们天龙门跟明月阁还是有些香火情的。小小仙子，您只要肯在那老前辈面前美言几句，大恩大德我们没齿难忘。众人一边说着，一边朝着后方张望，一个个神情惊恐，好像有什么恐怖的东西要来了。林小小眼皮子直跳，这回算是见识到了人能够无耻到什么地步。这里有一个算一个，哪个没占过明月阁的便宜，哪个没强取豪夺过明月阁的资源，现在居然好意思厚着脸皮上来攀交情。不知道，不认识，有胆子你们自己去说。林小小咬定不松口，接着跑啊诸位，怎么不跑了？
此时，一个阴阳怪气的女声突然在后方响起，伴随而来的还有一阵阵令人作呕的腥风。声音落下，一个穿着血色长袍的女子从风中缓缓而出，一双修长笔直的大长腿，行走间在宽松的长袍下摆中若隐若现，让人无限遐想。妖媚的面孔，令人喷火的身材，配上红色的长袍，说不尽的风情万种。百鬼教护法，红叶真人。看到这名女子，林小小的瞳孔猛然收缩。这女子号红叶真人，具体名字没有人知道。这红叶真人是百鬼教中地位仅次于教主的护法，为人阴险毒辣，最是擅长媚术，死在他裙下的修士不知道有多少。玄天宗兴师动众的捉拿了他好几次，却都是无功而返。林小小震惊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大的疑惑。据说这红叶真人是6境的大修士，他是怎么进到枫叶秘境的？小小仙子，快让那老前辈出手，不然咱们都得死在这里。见红叶真人款款行来，吓得众人心惊肉跳。林小小根本没有开口的意思，不是不想，而是不敢。红叶真人越来越近，那嘴角勾起销魂夺魄的笑意，带着点猫捉老鼠一般的戏谑。众人根本没有对抗的勇气，因为不在一个档次，上去再多人都是送人头的下场。红叶真人身上散发的巨大压力，让众人腿肚子打颤，冷汗早就湿透了衣衫。女魔头，今日即使身死，也不会落了我天龙门的威风。突然有一少年站了出来，祭出法宝与红叶真人对峙起来。周师兄威武，周师兄尽管上，我们为你略阵。眼看有人荡出头鸟，众人为其加油打气。天龙门，那个欺软怕硬的宗门。红叶真人满眼调笑，看了看站出来的人，捂着小嘴娇笑起来。女魔头休得胡言，我天龙门向来锄强扶弱，行侠仗义，何来欺软怕硬？少年满身正气的呵斥着，眼睛却斜斜瞥了旁边同门一眼。我最喜欢硬骨头了。红叶真人捂着小嘴甜甜的笑了起来，既然这样，就先拿你开刀吧。说着，红叶真人举起了纤纤玉手，一点猩红的寒芒在指尖凝聚而起。就在此时，那铁骨铮铮的年轻人突然发难。然而他的出手对象不是红叶真人，反而是旁边的林小小。与少年一起动手的还有另外2名天龙门的弟子。林小小注意力全部都放在红叶真人身上，根本没有防备周围的人。砰砰2声闷响，偷袭之人得手，将林小小打得飞了出去，直直的落到了红叶真人面前。看着离自己不远的红叶真人，林小小又急又怒，加上被偷袭受伤不轻，一时间经脉中气血翻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无耻的畜生！另外2名明月阁弟子呆愣了一下，气急败坏的骂了起来。然而众人根本不以为然。那少年冷笑道：林小小，你既然不愿意开口，让那老东西帮我们，那只好委屈你一下了。师兄好手段！其他人对少年竖起了大拇指。那老东西很明显跟明月阁有关系，现在林小小有难，就不怕他不出手。这手损人利己，玩的是炉火纯青。你看看，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浩然正气，修行正统。红叶真人看着林小小嗤笑起来。林小小神色晦暗至极，这些年明月阁把他们这一代新生弟子保护得太好，导致没有足够的历练，现在被人算计，也只能怪自己不懂人心险恶。林小小艰难地撑着身体站了起来，神色渐渐复归平静。林小小忍着身体的剧痛，调动起全身真元，正面与红叶真人对峙起来。他们无耻下流，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不信这世道没有正气。红叶真人看着一脸倔强的林小小，一时间有些出神，仿佛在这个小丫头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红叶真人笑着摇了摇头：小姑娘，你太天真了，这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所谓的正义，只有拳头够大，才有资格谈一谈。林小小擦了擦嘴角的鲜血，冷冷地看着红叶真人，不再多言。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同的价值观在这辩论何为正义，无异于鸡同鸭讲。算了。红叶真人摇摇头，笑道：现在很少有你这种人了，我就不为难你了。话音刚落，林小小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抹红色就从眼前掠过，红叶真人直接绕过林小小，冲向其他人。众人一脸懵逼，这红叶真人的行为完全不符合暴虐嗜杀的邪教人士。跑！众人吓得鸡飞狗跳，一哄而散，各自逃命去了。轰！众人刚跑没2步，周围的大地突然猛烈地颤动起来。下一刻，方圆数里的地皮居然全被掀了起来，一个巨大生物从地下冒了出来。这生物长得极为奇特，是一个巨大的圆形肉球，全身光滑，覆满了湿滑的粘液，一张红色大嘴几乎占据了身体的一半，极为夸张。畜生，谁让你出来的？滚回去！红叶真人见到这个巨兽，厉声呵斥起来。这巨兽名为空明兽，通常为6境实力，是一种极其贪吃的妖兽。这畜生一张大嘴，什么都吃，来者不拒。
而红叶真人正是这巨兽的主人。这些年玄天宗一直抓不到他，也跟这妖兽有一定原因。红叶真人厉声呵斥，然而空明兽不为所动。仔细看去，红叶真人脸色巨变，因为空明兽并不是不想回去，而是不能回去，因为他被人单手举了起来。与空明兽体型相比，这举起空明兽的人实在太过于渺小。第一时间，红叶真人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人除了陆川还能是谁？刚才陆川顺着空明兽钻出来的大洞而下，把这玩意给揪了出来。陆川这货别看老胳膊老腿的，但是一身力气搬山填海不在话下。毕竟吃了足足10万年的大力丸，就是头猪也能吃成大力神。砰砰砰，地面还未平静下去，不远处的水剑此时却有了动作。20级拔水剑突然发难，呼啸着将除了明月阁3人以外的其他人全部钉到了碎裂的地面之上。其中几个倒霉蛋被钉到了脑袋上，直接当场暴毙。就连6境的大修士红叶真人也不例外，被一把水剑穿透了他的腹部，将他钉在破碎的大地之上。恐怖的剑气入体，直接碾碎他的经脉。就算不死，红叶真人也成了一个废人。前辈，林小小看到陆川，委屈的小嘴一瘪，差点没哭出来。莫哭，看大爷杀猪给你看。陆川乐呵呵地撑了撑手，将举着的空明兽先飞了出去。可怜的空明兽还来不及挣扎，在空中就被一道道无形的剑气给切割成了肉末。天上下起了血雨与碎肉。陆川背着手慢悠悠地晃了过来。老人家，老人家，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您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先前那算计林小小的少年被钉穿了大腿，爆裂的剑气搅动着他的肉身，让他疼得止不住大吼了起来。嘿，你可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一条船，您配吗？陆川翻了翻白眼，接着少年身体中的剑气突然暴动，直接把整个人搅成了碎片，血雾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啊，鲜血的芬芳！陆川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满脸的陶醉。这变态的模样，差点把所有人给吓得尿出来。再也没人敢吭声，只能默默地承受着剑气侵蚀。陆川溜达到已经奄奄一息的红叶真人面前。嘿，大美妞！陆川伸出枯瘦的老手，抬起了红叶真人的下巴。但是此刻受伤太重的红叶真人瞳孔已经开始涣散，一副要驾鹤西去的模样。面对陆川的轻薄，根本无力反抗，只有2滴清泪从眼角划过。看着红叶真人的模样，陆川有些不好意思地收回手，在衣服上擦了擦。我这手是有点脏，但是也不至于这么嫌弃，别哭了呀。这是嫌弃手脏的事吗？明月阁3个小丫头脑壳有些懵逼，觉得陆川是不是脑回路有什么问题。看着红叶真人痛苦万分，陆川很贴心的把刺穿他腹部的水剑给粗暴的拔了出来。我这人做事呢，向来不谈对错，只谈恩怨。你刚才可以杀小小那丫头，但是却没有杀，既然这样，那么我也放你一马。陆川一边说着，一边将侵入红叶真人体内的剑气收了回来。红叶真人的状况有了些许好转，但是那双眼睛却再也没了一点光彩，满是灰暗。你杀了我吧！红叶真人惨然一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哀莫大于心死，他体内的经脉几乎被陆川的剑气搅碎，就算这条命保下来，今后也是废人一个。从一个高高在上的修行者沦落成为一个凡人，要经历凡人的生老病死，红叶真人接受不了，他宁愿死在这里。嘿，这是什么奇怪的要求？陆川看了看红叶真人，接着一把掐住他的脉门。不要碰我，滚开！红叶真人猛然睁开眼睛，用尽力气歇斯底里地吼了起来。本来是以猎手的身份进入枫叶秘境的，现在却被一个糟老头子给秒杀，而且经脉全废，这如何能不让他发疯？他妈的，懂不懂礼貌？不知道尊老爱幼吗？陆川一拳头砸在了红叶真人的鼻子上，高挺的鼻梁瞬间被打得塌了下去，鲜血从鼻子里喷涌出。这一拳头下去，红叶真人是真没力气跟陆川叫板了，破罐子破摔的躺在地上等死。哎，这就对了嘛，都这鸟样了，干嘛不老实点呢？陆川满意的点点头，再次将手指按在红叶真人的脉门之上。身材皮肤都保养的不错嘛，比那些小丫头可好多了。这胸这屁股，啧啧啧。感受到手腕上那粗糙的触碰，听着这轻佻的话语，又想到陆川那一脸褶子的老脸，红叶真人心中恶心到想吐，现在只想一死了之。就在红叶真人心里问候陆川18代的时候，一股温和的剑气突然从脉门进入了身体之中。这剑气没有狂野的杀意，有的只是润泽万物的温和。剑气顺着经脉在身体中游动起来，那些被搅碎的经脉在此刻居然全部开始复原。什么是神级？这就是神迹。修士的经脉损坏之后再想要修复，向来都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情，即便能够修复，也会留下后遗症。然而此刻
这股温和的剑气不光急速地修复了破碎的经脉，甚至还让经脉壮大了不少。红叶真人猛地一下坐了起来，震惊到无以复加地看着陆川。失而复得，可以算是人生一大喜。陆川呢，却是一脸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的枯手，喃喃自语起来：“就说嘛，老子会杀人，也肯定会救人，果然不出我所见。”这个时候，阿福是时候出现在陆川身边。至于刚才被空明兽吞了，那完全无伤大雅，毕竟跟陆川锤自己的手段比起来，被妖兽吞一口，简直不痛不痒。你的剑气早就通神，生死两极随意翻转，轻轻松松。不过，你能想起来这生死两极的翻转方法，倒是挺让我意外的。看来你的老年痴呆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你踏马不说话，没人当你哑巴。听到驴子又说自己老年痴呆，陆川是怒从心头起，直接反手一巴掌把阿福抽得飞了出去。哎呀，舒坦！抽飞阿福，陆川心情立马好了起来。走了走了，轻轻的挥挥手，那些定住众人的水箭突然发力，一阵阵惨叫响起，很快又寂静下去。众人还以为陆川能放过一个邪修，肯定不会太过于为难他们这些人。然而他们根本不知道陆川这个人做事从来不分对错，只认恩怨。先前天龙门那弟子把林小小推向红叶真人，而红叶真人没有对林小小出手，却在无意间救了他自己一命。这种结果没人能想到，真是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杀猪一般宰掉其他人，陆川指挥着水箭准备离开这里。前辈。此时红叶真人却叫住了陆川。干嘛？陆川眼睛一斜，是不是看上老夫的美貌，想要以身相许？噗！红叶真人差点一口老血没喷出来。就算是眼瞎，也不至于看上一个糟老头子。这种话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红叶真人尴尬的笑了一声，立马又神情严肃道：“前辈，您要是没什么事，就别在枫叶秘境逗留了。”干什么？你在叫我做事啊？红叶真人话还没有说完，脸上就挨了一巴掌，整个人直接被扇得飞了出去，在空中鲜血狂喷。这一巴掌要了红叶真人半条小命。傻狗，唧唧歪歪的。陆川翻着白眼，带着3个小丫头离开。过了好一会，红叶真人才艰难险地从地上爬起来，左边脸被抽得已经变形，塞了一大把丹药，才让那变形的脸慢慢恢复正常。看着陆川离开的方向，红叶真人除了惊骇之外，眼神变得复杂起来。或许这老人家可以结束。接下来，陆川满世界寻找明月阁散落的弟子，运气还算不错，除了最开始那2倒霉蛋，其他人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一直到天黑，终于把所有人聚齐，一个不少。夜晚升起了篝火，陆川开始晚饭。众人围在篝火边上，听着林小小添油加醋地说着白天的事情。听到御剑飞行，小丫头们的脸上满是艳羡。听到红叶真人的名字时，所有人右下的小心肝扑通扑通乱跳。他们不明白红叶真人这种级别的修士是怎么进到这里的。当听到陆川一巴掌抽飞女魔头，一群小丫头的眼睛都变成了小星星。很快在林小小添油加醋的描述下，陆川成功的成了举世无敌、打爆一切的神秘老头。看着叽叽喳喳的这群小丫头，陆川笑的老脸都成了菊花。轻松的氛围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一股诡异的波动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刮过整个枫叶秘境。不知道什么时候，夜色浓重到仿佛刀也切不开，针也刺不透的地步。那升起的篝火居然照不亮周围1米的距离，这死寂一般的黑，如同尸体之上流出来的暗黑冰凉的血，蜿蜒覆盖了天与地。远方的大山被黑暗模糊掉了棱角，远远看去仿佛血肉模糊的脸。所有东西仿佛都变得潮湿起来，好像树木与泥土的皮肤开始溃烂一般，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味道。前辈，林小小颤抖的声音在浓重的黑夜之下响起。在呢。陆川轻轻地答应了一声，简简单单的3个字，却让丫头们吃了定心丸一般，不再惊慌。有东西出来了。陆川起身看向北方，慢慢的举手枯手，一点寒芒在指尖萦绕而起。这指尖白色的剑气居然穿透了浓重的黑夜，将周围照得透亮。没事啊，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陆川轻轻地弹了弹手指，那指尖的一点白色扩散出去，白色剑气形成一个蛋壳模样，将所有小丫头笼罩其中。那股子让人战栗的窒息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明天采完药就出去吧，这里不太平。陆川笑着揉了揉身边惊魂未定小丫头的脑袋。前辈。林小小凑了过来，露出可爱的小虎牙，甜甜的笑了起来。这丫头古灵精怪的，陆川很是喜欢。当然这个喜欢并不夹带男女之情，就是单纯的长辈喜欢晚辈而已。有什么事说吧。陆川点点头。嘿嘿，前辈真是慧眼如炬，天下无敌。林小小吐了吐舌头，拍了一通马屁。
陆川看得好笑，敲了敲林小小的额头，有事说事，没事就去休息。有事，有事。林小小捂着额头，有些扭捏道：“前辈，您能不能明天带我们去采药啊？其他宗门的人死了好多，秘境里的天材地宝肯定还在。枫叶秘境中资源丰富，要是能全部采摘到，对于明月阁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有了这些资源，师妹们修炼用的丹药就有了着落，而且多出来的还能够拿去换购灵石跟其他物资。明月阁至少20年不用担心资源的问题。我当啥事呢？”陆川摆摆手：“没问题，不是啥大事，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动身。”嘻嘻，前辈最好了。林小小喜上眉梢，乐呵呵的坐在陆川身边，闭目养神起来。然而这一晚上注定是不会太平的。陆川刚闭上眼睛没多久，整个枫叶秘境如同地震一般疯狂的震动起来。死寂的天空之上，偶尔有几道亮光划过，似乎是修行者的身影。陆川有些神经衰弱，睡觉的时候是不能有一点响动的，不然根本无法入眠。被吵得火大，陆川腾的一下爬了起来，看向远方的黑夜：“丫头，你们在这好好待着，不要走出剑气笼罩的范围，我去解决一下那吵闹的玩意。”陆川说着，有些神经质的扭了扭脖子，满眼的暴虐。丫头们被陆川这副模样吓得不轻，一个个把头点得跟小鸡啄似的。其实陆川也不太担心这些丫头的安全，毕竟她们身上还有自己赋予的剑气，这剑气在她们受到生命威胁到时候会自动触发。陆川活动了一下老腰，接着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拔地而起。枫叶秘境北方藏心高原，这里荒芜一片，看不见一点生机，到处都是黑色斑驳的泥土，一点点镶嵌在大地之上，仿佛皮肤病患者。这个鬼地方没有天材地宝生长，就算是进入秘境采药的修行者也不会来到这里。然而今夜，在这高原的中心，数十个身影静静地处在这里，空气中荡漾着令人窒息的肃杀之气。红叶呢？怎么还没有到？看上去似乎是领头的一人，此时淡淡地问了一句：“教主大人，左护法先前去收集修士鲜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失去了联系，直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为首之人沉吟片刻，开始布阵。为了今天，我们百鬼教已经布置了数千年，容不得一点意外。只要成功复活血祖，这天元大陆之上再也没人敢对我们百鬼教横眉冷对。如果有年纪稍微大一些的修士在场，听到血祖这2个字，恐怕会被吓得肝胆俱裂。10000年前，有个名为血祖的老魔横空出世，没人知道这货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出现的非常突然。起初那些所谓的名门正统没有重视，然而不过短短3-5年，这血祖居然达到了恐怖的8境实力，甚至直冲9境。不仅如此，血祖还创立血魔宗，短时间内吸收了半个天元大陆上的邪修。血魔宗的实力一度膨胀到能够与上3宗抗衡的地步，等到修士们发觉，却已经是为时已晚。血魔宗发动了恐怖的血色3月。那一年的3月，血魔宗从天元大陆南方开始，一路屠杀清理各大宗门，加上血魔宗功法诡异，靠鲜血提升实力，死的人越多，鲜血就越多。血魔宗愈战愈强，短短1个月时间，屠掉了天元大陆南部几百个宗门。那个3月可谓是尸堆如山，血流成河。后来上3宗摒弃成见连起手来，跟血魔宗决战于黑月险滩。虽然最后把血魔宗灭杀在黑月险滩，但是上3宗也损失惨重。那一代的天骄人杰几乎全部战死，导致传承出现断代。直到过去了上万年，直到今天才慢慢恢复过来。血魔可以说是屠杀了整整一代修士的超级魔头，任谁听到这2个字，恐怕都要抖上一抖。而且血魔宗覆灭之后，并不是全员战死，而是还有一些邪修苟延残喘下来。百鬼教就是曾经血魔宗的一个分支。布阵！领头之人厉喝一声，正式开启了血魔复活。周围几十人听到命令，马上散开，找到属于自己的方位。随着众人的就位，荒芜的大地之上快速浮现出一张巨大的阵图。这张阵图范围几乎笼罩了方圆10里的地界，而百鬼教那几十人站在阵图的关键位置。随着领头之人一声令下，这些人拿出准备好的鲜血倒了下去，刺鼻的血腥味冲天起，鲜血大量的被注入。这些鲜血顺着阵图的纹路汇聚到阵图中心的阵眼之中，鲜血源源不断，汇聚成一条条小溪。这么多的鲜血，不知道多少人的生命来填充。教主，此时红叶真人出现在了领头人身边，恭敬地行了一礼。看好这里。领头人看了看红叶真人，没有多言。红叶真人眼神晦暗地看了看那巨大的阵图，不知道在想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概10分钟之后，鲜血的注入终于停止了下来。阵眼之中猛然爆起冲天的红光，这红光直冲云霄，居然把浓重的黑夜染成了鲜血的颜色。不够，不够，血，更多的血！一道道虚无缥缈的怒吼
在阵眼中响起，嘶哑的声音宛如3天饿了9顿的野兽，疯狂中充满了暴力。领头之人听到这个声音，眼神中透露出一股炽烈的狂热，仿佛忠实的信徒看见了真神的降临。死寂！领头之人嘴中淡淡的吐出2个字，接着让人惊惧的画面出现，一把黑色的小剑从他的袖口飞出，这小剑借着黑暗的隐藏，飞快地冲向那些站在阵图中的人。噗嗤！一声淡淡的闷响之后，一人被割断了颈动脉，鲜血飙射而出，仿佛风起的声音。杀了一人，小剑不做停留，又冲向下一个。等到阵图中的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小剑屠杀了接近2/3。幸存者想要逃跑，然而根本来不及了，他们根本逃不过小剑的速度。眨眼之间，又被小剑屠去几人，最后只剩下1人。最后的幸存者倒在地上，知道自己逃不过毒手，歇斯底里地吼了起来：“无声，你说过只要有足够的鲜血，就不用死寂的，鲜血已经够多了，你为什么还要拿我们死寂？”被叫做无声的领头人嗤笑一声：“防人之心不可无，生生死死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天真，能怪谁呢？你这个畜生！”随着最后一名幸存者的惨叫声落下，死寂开始了。新鲜冒着热气的鲜血被疯狂地吸入了阵眼之中，连带着他们的幽魂也没有幸免于难。这就是死寂的恐怖之处，不仅毁灭肉体，连魂魄也要被献祭。死寂是真正的灰飞烟灭，不留下一点点的痕迹。鲜血的支配者，让众生站立的伟大人物，您的信徒在这里迎接您的回归。无声看着阵眼的红光愈发的璀璨，整个人陷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砰！一声巨响，阵眼周围的大地宛如蛛网一般急速的皲裂开去，冲天的血光在此刻愈发的浓烈，将整个天穹映照的通红一片。砰！又是一道巨响，一只干枯宛如僵尸的手从阵眼中狠狠地探出。血魔复活了！这个曾经让整个天元大陆陷入巨大恐慌，这个曾经造下无尽杀孽的魔头，今夜在枫叶秘境中再次归来。轰！一道炸裂的声音再次紧跟着响起，以阵眼为中心，以阵图笼罩的范围为界限。这10里大地被一股恐怖的力量震荡崩碎，大地陷落，山河失色。漫天血光之下，一个干枯如同僵尸的老者在破碎中缓缓走出，整个秘境都在他的脚步下颤抖不已。老者每踏出一步，山河颤抖一下。恭迎老祖归来！百鬼教仅剩的3人面对着通天的压力，不得不跪了下去。呼！突然疾风劲响，百鬼教的右护法被一股恐怖的力量卷起，这股力量带着他来到了老者面前。老祖饶命！老祖饶命！出去秘境会有无尽的鲜血奉上。老者那毫无感情的眼眸，右护法惊恐的求饶起来。老者深灰色的眼眸轻轻的转动一下，裂开干瘪的嘴，桀桀怪笑起来。老祖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嘶哑的声音落下，右护法的身体整个炸开，满身鲜血化成血雾弥漫开去。沐浴在血雾之下，老者贪婪的呼吸着，陶醉的闭上了眼睛。无声与红叶真人吓得大气也不敢喘一下，跪在地上不敢动弹分毫，只能在心中祈求这老魔头能手下留情。今夕何年？吸够了鲜血，老者看着跪在地上的2人，淡淡的问了起来。无声大大的松了口气，看来这条命算是保住了。回老祖，如今是天元138年，距离您被封印已经过去上万年了。上万年了吗？老者抬头看着漆黑的天空，有些感慨。年号天元。老者突然想起了什么，深灰的瞳孔猛然收缩了一下。无声被吓了一跳，不知道老祖为什么这么大反应，只能硬着头皮道：回老祖，的确是天元年号，100多年前上三宗突然将年号改为天。呵呵呵呵，老者那如龙夜宵一般的怪笑响起。你可知道什么情况下才能用天元这个年号吗？无声有些茫然，年号就是年号，难道有什么讲究？属下愚钝，不知为何。老者看向远方，有些怀念的说道：只有当公认的天骄诞生，才能够更改年号，这是天元大陆的规矩。不过这年号怕是2、3万年都没有出现过了。无声听闻，心中愈发的茫然，可是属下并未听说有神天资妖孽的人诞生。哼，你有什么资格知道？老者冷笑一声，瞟了一眼无声旁边的红叶真人。看到红叶真人那妖媚的容貌，还有魔鬼般的身材，老者伸出猩红的舌头舔了舔嘴唇。老者一挥手，红叶真人不受控制的飞到面前。老者一把掐住红叶真人的脖子，仔细的看了看。不错，媚骨天成，还是处子之身，是个上好的顶炉。今夜就你来侍寝吧。说出去恐怕没人会信，精通媚术，最是擅长勾引男人的红叶真人，居然还是处子之身。红叶真人被掐住脖子，无力的挣扎起来。然而在老者那鸡爪一般的大手下，这挣扎显得太过于无力。噗！
挣扎之中，红叶真人突然摸出一把匕首，刺进了老者的脖子之中。孽畜！剧烈的疼痛让老者几欲发狂，狠狠地将红叶真人按在了地上。本就破碎的大地又被狠狠地震荡了一下，红叶真人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整个人差点直接去世。疯魔匕首，呵呵呵！老者拔下脖子上的匕首，再次怪笑起来。那被刺穿的脖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起来，很有意思。老者把玩着手里的匕首，这东西虽然有匕首2个字，但是却不是炼制出来的，而是天地生成的一种奇物，对于邪魔外道有极强的杀伤力。只是这玩意很少见，一般又生长在绝地之中，想要获得难度非常大。看来这女人是有预谋的，想要杀了自己。老者笑着摇摇头，一脚踩断了红叶真人的小腿。看在你上好顶炉的份上，老祖我多留你几天。红叶真人疼得脸孔扭曲，扭头看向一旁默不作声的无声，疯狂地吼了起来：无声，你到底放了个什么玩意出来？趁他没有恢复，快点杀了他，让他出去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红叶无声轻轻地摇摇头，眼中闪过一丝不忍。我已经过够了东躲西藏的日子，想要以后站在阳光下，必须要让老祖出来主持局面。老祖！无声又对着老者拜了拜，请老祖饶红叶一命。没出息的东西！老者嗤笑一声，等老祖我玩完了再说吧。无声听闻，拳头紧紧地握起，但是又很快地松开。全凭老祖处置。无声狠狠地低下头。懦夫！红叶真人惨然一笑。无声，你我虽然是世人眼中的邪修，但是我们一直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着。我们一生只求一个心安。你放出这个魔头，弄到天下生灵涂炭，你的心会得到安宁吗？够了！无声突然爆发，满眼疯狂地咆哮起来。去他妈的逍遥自在，去他妈的心安！你去问问那些正统，他们答应吗？红叶真人苦笑着，绝望地摇摇头。他知道这个曾经并肩作战的好友已经入魔了。你很在乎他？老者看着爆发的无声，眼睛微微地眯了起来。有牵挂可不是什么好事。老者脸色一沉，狠狠一挥手。下一刻，红叶真人身上的衣物全部碎裂开去，让人喷血的雪白身体暴露在空气之中。得到他，然后杀了他，告诉我，你做不做得到？老者冷冷地看向无声。无声的嘴唇有些哆嗦，最终眼中的疯狂压下了理智，狠狠地点点头。好！老者很高兴，这个顶炉就送给你了。呵呵。此时红叶真人抬眼看着漆黑的夜空，突然笑了起来，因为他看见天边有一抹白色的流光正在急速地接近这里。红叶真人想起了那个口花花老不正经的糟老头子，他的剑气似乎也是这样的白色。告诉你们一个秘密。红叶真人开心地笑着，仿佛遇到了这世间最好笑的事情。秘境中有一位剑修，一位能够让剑气生死翻转的剑修。胡言乱语！老者不屑地笑了起来。生死两极翻转，那是只有神道3境的修士才能做到的事情，而整个天元大陆之上，只有极北的昆仑之巅才有这么一位不问世事的神。吴川走向红叶真人，双眼的欲望已经喷涌而出。哟，玩得挺花呀！诡异的、苍老的、不可思议的调侃就这么在众人耳边响了起来。接着陆川的身影出现在几人不远的地方。老者与无声两人脸色大变，因为他们居然没有发现这糟老头子是怎么接近到如此近距离的。你是什么人？老者冷冷地看向陆川。然而此刻陆川的注意力全部放到了红叶真人的这边。陆川抬眼看向红叶真人那不着寸缕的身体，鼻血当场就喷了出来。大美妞，那么会玩，求求你不要看，不要看！看着陆川鼻血狂喷，红叶真人又羞又怒，奈何又动弹不了，眼泪刷刷的往下掉。我不是有意的呀，你大咧咧的摆在这，不看白不看，对不对？陆川耸耸肩，轻轻的动了动手指，一股喷涌的黑色剑气狂啸而去，在红叶真人身上形成了一副黑色的剑气铠甲。这一幕看得老者与吴冲瞳孔猛地一缩，对剑气掌控达到这种随心所欲的地步，着实是有些吓人了。但是让两人不解的是，这老头子身上却没有任何的真元波动，就算是神道3境的神也不可能做到这样。你是何人？老者眯起眼睛又问了一遍。我是你爹。陆川擦掉鼻血，歪眉斜眼的瞟向老者。刚才那动静是不是你们弄出来的？妈的，大晚上的搞得天摇地动，让不让人睡觉？有没有公德心？呵呵。听到陆川这毫无素质的话语，老者低低的冷笑起来。砰！下一刻，毫无征兆的，陆川脚下升起一条红色的触手。触手来得极快，又是从地下升起极为突然，要是一般人恐怕就中招了。然而这触手在接触到陆川那一瞬间，却被一道道看不见的剑气切割成了粉末。有意思，有意思！老者看到这一幕，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身上没有真元波动，却能用出这等力量的剑气，着实让老夫惊讶。王八蛋，不讲武德，偷袭我这个老人家是吧？陆川说着摸向腰间，然而下一刻却愣住了。那把破烂木剑，睡觉的时候好像放到了休息的地方。刚才走得火急火燎，把这茬给忘了，是不是没带剑？老者忍不住嘲讽起来。剑是一个用剑之人的第二生命，一个忘记带剑的人能强到哪里去？即便看不穿陆川的路子，但是在老者心中已经为他宣判了死刑。你的剑呢？老者眼睛微微眯起，全身的真元鼓荡而起。即便在心中已经给陆川判了死刑，但是他依然调动起全部力量，准备对陆川来个一击必杀。狮子搏兔，亦用全力。轻视与傲慢向来都是步入死亡深渊最便捷的台阶。血祖这种活了这么久的老怪物，焉能不知道这其中道理？随着真元的疯狂调动，老者身体中喷涌起浓重的血雾，这血雾的范围急速的扩大，眨眼之间笼罩了方圆数十里。血雾所过之处，万物凋零，腐败溃烂。此时这片地界已经陷入了毫无生机的地狱。面对这有着强大腐蚀能力的血雾，陆川岿然不动，慢慢的举起了枯瘦的老手。剑。陆川嘴里轻轻吐出一个字，但是下一刻又像泄了气的皮球，手臂狠狠的垂下。哎，算了，对付你个死菜鸡就不见来了。即便老者被封印了上万年，实力有损，但是也有七境巅峰的实力。对一个七境巅峰的修士说出这样的话，是何等的傲慢与自大。无知者在劫难逃。呵呵，血棺葬天。老者怪笑一声，对着陆川狠狠握紧了自己拳头。下一刻，一声震天巨响，一副血色棺材从陆川头顶急速落下。轰！血色棺材猛然掀开，炽烈的血光从棺材中喷薄而出，天地再次被染成让人窒息的血红色。无声看到这血色棺材，冷汗瞬间湿透了衣衫。在百鬼教的古籍中记载过血祖这一得意神通，血棺乃污秽之物聚集形成，被关在其中，不仅能够污染修士的真元与识海，甚至还能直将其接炼化。当初血祖就是凭着这一手宰杀了大量的高手。面对血棺，陆川站在原地，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老者表演，像是在看猴戏一般，甚至最后任凭血色大棺将自己关了进去。这风轻云淡的模样彻底激怒了老者。老者一挥手，棺材狠狠盖上。今日必让你神魂俱灭，方消我心头之恨。老者手中法诀急掐，与此同时，血色大棺之上开始浮现出一个个诡异玄奥的符文。这些符文随着老者法诀掐动的速度，跟着闪烁起剧烈的红光。破！老者一声急喝，轰！整个血色大棺轰然炸裂，炽烈的热浪伴随着这声巨响喷薄而出，滚滚血雾犹如沙尘暴一般腾空而起，在空中绽放出妖艳的血花。一股肉眼可见的冲击波随着这妖艳的血花划过天空，整个世界都被惊醒了。这是何等的恐怖！看到这让人神魂皆惧的一幕，无声弯了弯腰，愈发的恭敬起来。哼，虽然有些生疏了，但是杀一条老狗绰绰有余。老者看着爆炸中心，咧开干瘪的嘴，得意的笑了起来。浓烈的血雾逐渐散去，然而当看到那个苍老佝偻的身影静静地立在那爆炸中心时，老者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在血棺之下，这个死老头完好无损。菜狗就是菜狗，动静大威力小，你玩你妈比呢！陆川扭了扭脖子，接着动了起来。咻！空气中突然传来一声炸响，陆川带起道道幻影，瞬息之间就到了老者面前。快，太快了，快到让人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老者脸上的惊骇还没有落下，他的脖子就被陆川狠狠地掐住。又菜又爱玩，压屎了！陆川不屑地扯了扯干瘪的嘴角，手上狠狠地发力。撕啦！一声让人鸡皮疙瘩爆起的撕裂声响起，老者的半个脖子直接被陆川给撕烂，鲜血喷涌而出，沾染鲜血的气管无力地暴露在空气之中，让人作呕。老者连退数步，狠狠地捂着脖子。然而鲜血根本止不住，他引以为傲的修复能力在此刻居然失效了。一股剑气摧枯拉朽地从伤口中冲入身体，开始疯狂地搅动经脉。老者的眼神中再也没了刚才的不可一世，只剩下战栗与惊恐。做人要有素质，知道吧？别他娘的大晚上搞得噼里哐啷的。陆川教训了一句，背起手，再也没兴趣看老者一眼。很快老者重重地倒在了地上，一身的鲜血流得一干二净，皮肤变成了渗人的惨白。陆川对红叶真人的兴趣明显大过血祖这糟老头子，对着发呆的红叶真人吹了个流氓哨。大美妞，再让大爷看一眼，大爷给你唱个歌怎么样？被震惊到失神的红叶真人在这尖锐的口哨中回过神来，听到这个无理的要求，红叶真人拒绝得很干脆。
小气鬼！陆川翻了个白眼，就在准备离开的时候，老妖突然咔嚓一声响。啊！卧槽！陆川扶着老妖，小心翼翼地坐在地上，疼得老脸皱成了菊花。红叶真人看到这一幕，眼皮子直跳。一个刚刚杀了血族的人，居然会因为腰疼而走不了路。红叶真人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来到陆川身边，看到陆川疼得龇牙咧嘴，不像是装的。红叶真人恭敬地问道：“前辈，您要去哪里？我送您过去。”人美心善，大美妞，你会活到死的。陆川夸了一句，指明了方向。红叶真人忍不住翻了翻眼皮子，哪有这么夸人的？调动起不多的真元，带着陆川离开了这里。离开之前，红叶真人看了看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无声，眼中的失望与厌恶没有一点掩饰。陆川没有找无声的麻烦，甚至没有看他一眼，仿佛他就是空气一样。对于心高气傲的无声来说，这是何等的侮辱！但是他又能怎么样呢？一切复归平静。无声看着血族的尸体，觉得一切有些不太真实，仿佛刚才的事情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但是空气中弥漫的浓烈血腥却告诉他，这是真的，这不是梦。在无声愣神之际，一点鲜血从地下突然冲出，这滴鲜血顺着无声的鼻孔直接钻进了他的身体之中。老祖饶命！老祖饶命！无声倒在地上疯狂地翻滚起来，渐渐地挣扎平息下去。获悉，伏羲。良久，无声才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而眼睛的颜色已经变成了死人一般的深灰色。轻轻地掐了一个法诀，几滴鲜血从破碎的大地中被提取了出来。这是刚才陆川留下的鼻血。呵呵呵，老人家，我们还会再见的。看着陆川远去的方向，无声阴恻恻地笑了起来。哎呦喂，我滴个老妖啊！陆川回到了刚才休息的地方，躺在地铺上叫得跟个鬼一样。林小小让几个小丫头为陆川按摩老腰，自己则带着其他人紧张的戒备起来，盯防着红叶真人。女魔头，这里不欢迎你，快走！林小小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但是这丫头生的实在太可爱，这鼓着腮帮子的模样倒是像在卖萌。你这小丫头，不谢我先前不杀之恩，反倒凶巴巴的。红叶真人看着可爱的林小小，忍不住调侃起来。其实红叶真人有所不知，陆川在这些小丫头身上留了剑气，先前要是他出手危及到林小小的生命安全，恐怕死翘翘的反而会是自己。我们跟你不是一路人，不要再待在这里了。林小小很生气，自己发起飙来，这么没有杀伤力吗？小妹妹，我们商量的事情怎么样？红叶真人漂亮的眼睛转了转，不知道要打什么主意。我跟你商量什么？没什么好商量的。被叫成小妹妹，林小小气的腮帮子直鼓。红叶真人看了看躺着的陆川，笑着对林小小问道：“老前辈是你们明月阁的人吗？”当然。林小小骄傲地抬了抬小脑瓜，前辈是我们明月阁的客卿。红叶真人心中一喜，小妹妹，我加入你们明月阁怎么样？我可是6境修士哦。什么？林小小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个女魔头要加入明月阁，这不是开玩笑呢吗？要是被上三宗知道，估计连明月阁的骨灰都给扬了。小妹妹，先不要急着拒绝。红叶真人笑嘻嘻地为林小小列举起来。第一，我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魔头，最多就是吸了几个好色之徒罢了。第二，我加入明月阁肯定会换个容貌，不用担心被发现。第三，一个6境对于你们明月阁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这么多说吧。林小小听闻犹豫起来，居然有些心动。这红叶真人口碑虽然不好，但是好像也没有滥杀的事情。不知道，我就是个小虾米，我做不了主。林小小摇摇头，拒绝了红叶真人。没关系，我跟着你们回老孤山，让南宫初雪来做决定。红叶真人笑得愈发开心。林小小故作深沉地考虑了一会，有陆川在，这女魔头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好吧，但是你不准靠近前辈，看看你那风骚的样，眼睛都快贴到前辈身上去了。没问题。红叶真人笑眯眯地点点头，又看向陆川。前辈，能把这副剑气铠甲下了吗？我好换衣服。陆川腰疼此时有些好转，轻轻地打了个响指。红叶真人身上的黑色铠甲突然脱落，那完美无瑕、不着寸缕的娇躯就这么出现在了众人眼前。呸！要不要脸？为什么你的那么大？腿为什么这么长？林小小红着小脸了一口，嘀咕着，有些不舍得转过头去。这里全都是女人，除了陆川一个老头子。反正刚才又被陆川看光了，现在多看2眼也无所谓了。现在红叶真人是没有一点心理负担，拿出红色长裙，慢悠悠地换了起来。前辈，您怎么喷鼻血了？上火，上火，呵呵，不要在意这些细节。这一夜总算是能睡一个安稳觉了。直到天大亮，陆川才从地铺上慢悠悠地爬了起来。吃过早饭，
陆川带着这些小丫头们开始扫荡整个枫叶秘境的天才地宝。以陆川的速度，这个过程都足足持续了2天之久。这次可以说是大丰收了，而且陆川需要的幻颜丹药材也没有什么意外的采摘到。在这2天接触下来，红叶真人倒是成功融入了小丫头的团体。毕竟是个老妖婆了，修行这么多年，对付一帮乳臭未干的多小丫头还是绰绰有余的。2天接触下来，也了解到一些血祖复活的内情。根据红叶真人所说，血祖来历神秘，当初黑拳险滩血战都没有杀死他，血魔教余孽将濒临死亡的血祖封印在这个秘境里面，之后利用进入秘境中的人互相残杀，收集大量鲜血，为血祖复活做准备。至于他们百鬼教怎么进来的，其实很简单，整个秘境都是万年前血魔教布的局，这个结界也是他们布下的。他们百鬼教作为血魔教的分支，自然有通过结界的方法。第4天早晨，陆川领着众人美滋滋的准备踏出枫叶秘境。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幻颜丹炼成，就能恢复到年轻模样。陆川是受够了这副苍老的身体，此时在龙嘴崖之上却是剑弩拔张，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百兽门在半路上被陆川宰了个精光，能来秘境历练的都是年轻一辈的佼佼者，这是不可谓不大。百兽门震怒之下，几乎出动了半个宗门的力量，来到秘境之处，要捉拿凶手。百兽门的打算是在这里缉拿凶手，人证物证垂实以后，再去明月阁的老孤山找南宫初雪要个说法。这次百兽门带队的是6境的大长老王月明。一般百兽门这样中下规模的宗门，最多也就2个6境修士，像明月阁就只有1个。这次百兽门派出1名6境修士，可见对此事的重视程度。要是不能拿出让百兽门满意的说法，恐怕明月阁大本营都会被掀翻。王月明带着上百名精英弟子赶到龙嘴崖，将整个山谷控制起来，顺便将白玲玲堵在了秘境通道之前。王月明是个看上去3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一身素雅长袍，看上去颇有几分仙风道骨之姿。只是此刻，王月明眼中怒火却是机遇喷薄而出，因为百兽门被灭一事，白玲玲直接来了个死无对证，打死也不承认。就算王月明拿出了当时百兽门弟子利用传讯符传回去的信息，白玲玲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一口咬定这是跟明月阁没有关系。王月明，你休要在这里血口喷人。面对比自己高一个境界的王月明，白玲玲表现得非常冷静。大家都知道我们明月阁这些年示威，做事从来都是谨小慎微，与人为善。先不说我们能不能屠掉你们万兽门那么多人，就是有这个能力，我们也要有个理由吧。白玲玲越说越激动，声调拔高了不少。王月明，你们万兽门出了意外，找不到凶手，是不是就想在我们明月阁身上扒点东西？真是柿子挑软的捏。30几个宗门的长老都在这里看着，如果你敢用强，此事必会上报给镇元宗。白玲玲便被动为主动，直接拉出了上3宗之一的镇元宗。上3宗的地位在天元大陆之上，除了几个不问世事的古老家族之外，有着绝对的统治力。听到这话，王月明却是冷笑起来。好个伶牙俐齿的小丫头，我王月明办事向来公允，绝不会信口开河。王月明说着，对着周围看热闹的各大宗门长老拱了拱手。我万兽门已经派人到事发地，准备用镜花水月还原现场凶杀情况，烦请诸位道友做个见证，免得说我仗势欺人。假如这事与明月阁无关，我自会道歉并且赔偿。如果这是真是明月阁所为，那也别怪我万兽门心狠手辣了。听到镜花水月这死名字，白玲玲脸色唰的一下白了。镜花水月是一种非常玄奥的阵法，可以还原出一个地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这种阵法虽然神妙，但是消耗却异常恐怖。启动一次镜花水月至少需要消耗10万颗上品灵石价值的天才地宝，而整个明月阁1年的收入也就这个数。万兽门这么大手笔，看来是要铁了心要揪出凶手。王长老所言极是，此事非同小可，必须要查清楚。白长老委屈一下，反正也要等弟子出来，配合一下吧。没错，要是有邪修作乱，咱们也好提早防范。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全都支持万兽门。白玲玲不敢触众人眉头，只能点头答应下来。外表看似平静，其实内心已经掀起滔天巨浪。白玲玲千算万算没有算到，万兽门会这么下血本布置镜花水月。要是现场被还原出来，恐怕不止自己，整个明月阁都要跟着遭殃。嘴硬果然解决不了事情，还是得拳头大。白玲玲看向秘境通道，现在恐怕只有陆川才能解决这事了。只是陆川杀了这么多人，他又是明月阁的客卿，在镇元宗那边也说不过去。白玲玲一时间心乱如麻。时间一点点过去，巨大的心理压力已经快要将白玲玲压垮。启禀长老，镜花水月已经完成，凶案现场已经由传讯符带回。万兽门弟子的这个通报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白灵灵晶的嘴唇毫无血色，再次看了看秘境通道。然而今天才是第4天，陆川也不可能从秘境中出来。看着王月明与弟子交头接耳，白灵灵心中长叹口气，真没有办法，只能把罪责揽到自己身上，到时候以死谢罪，不要将明月阁拖累得太深就好。想到这里，白灵灵反而看开了一些，心中长长的出了口气。哼！此时王月明与门下弟子交谈完毕，眼神毒辣的扫向白灵灵。本来他就高出众人一个境界，在盛怒之下气机外放，直接把白灵灵压得半跪在地上，动弹不得。诸位道友请看，莫要说我以大欺小。王月明咬着牙齿，冷冷地蹦出几个字，接着大袖一挥，面前的空气中出现一阵水纹般的波动，一面水镜出现在众人面前。水镜中倒映出一片山清水秀的地方，正是陆川宰掉万寿门的地点。很快水镜之上有了画面，正是万寿门与明月阁冲突开始。众人看热闹不嫌事大，一个个看得直乐呵。但是很快众人就笑不出来了。陆川那个糟老头子凶残的杀人手段，还有那恐怖的剑气，即便隔着水镜也让众人毛骨悚然。手段如此凶残，怕不是邪修？好你个明月阁，对待同道中人居然如此残忍，没有缘由的劫杀万寿门道友，就算是镇元宗也没有理由保着你明月阁了吧？此事绝不能姑息，一定要让明月阁血债血偿。王长老，那行凶的老东西进了秘境，看实力不会超过4境，可能手上有飞剑之类的宝贝，才能这样逞凶。众人一致的将枪口对准明月阁，个个义愤填膺。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些货都是什么正义之士呢。面对铁证如山，白灵灵连反驳都没办法反驳。白灵灵顶着王月明散发出来的巨大压力，一点一点的站了起来。此时他眼神平静的可怕，环视一圈众人，白灵灵冷冷的笑了起来。这些年你们欺辱我明月阁，欺辱的还不够吗？万寿门无事生非，自寻死路，你们看不见？也是。白灵灵自嘲的摇摇头，你们都是睁眼瞎罢了。白灵灵虽是一介女流，但是话语却是掷地有声，铿锵有力。众人被白灵灵说的心虚，不敢再吭声。其实这事也是万寿门先找茬，杀了你也没有错。但是万寿门强势，众人就选择性的失明。白灵灵再看向王月明，已然恢复了平静。王月明，冤有头债有主，此事由我白灵灵指挥，我自当以死谢罪。加上秘境中20位明月阁弟子，为万寿门众人陪葬，此事可了。为了不把整个明月阁牵扯进去，白灵灵甚至拉上了进入秘境的弟子。现在白灵灵只希望用自己的命把万寿门拖在这里，不让他们直接去明月阁。只要万寿门在这里等待明月阁弟子，那么陆川出来就大概率能解决这件事。王月明看着求死的白灵灵，有些动容，最终轻轻的点点头。此事虽然不是你以命相抵就能解决的，但是我王月明可以保证，绝对不会太为难南宫初雪与明月阁。白灵灵咬了咬嘴唇，轻轻的说了声谢谢。深呼吸一口，白灵灵从怀中拿出一把银色匕首，抬头看向远方，那边是老孤山的方向。对不起了初雪姐姐，对不起了师尊，灵灵辜负了你们的期望。白灵灵抽出匕首，闭上眼睛，匕首反射着清晨的日光，带起令人炫目的颜色。然而这颜色在此刻却要夺走一名女孩的生命。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啊！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这一刻突兀的响了起来，空气中起了一股诡异的波动，肉眼可见的涟漪荡漾开来。空间在这一刻似乎被凝固，所有的事物都被无限的放慢。白灵灵手中的匕首停在了心脏的位置，再也无法寸进分毫。下一刻，众人看到一个糟老头子背着手，慢悠悠地从秘境通道中走了出来。苍老的身躯看上去摇摇欲坠，仿佛下一刻就会被风吹倒。然而众人却在这老人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无法言喻的气，这股气如同高坐云端的神降临人间那般，让人不敢直视，不敢触碰，更不敢亵渎。陆川慢悠悠地走到白灵灵面前，蹲下身看着眼泪朦胧的白灵灵，轻轻地说道：丫头，你可不能死，南宫初雪可是托付我照顾你们，要是少了一个，我回去怎么交代呢？陆川说着，伸出枯瘦的老手为白灵灵擦干了眼泪。然而刚刚擦掉的眼泪却止不住的又流了下来。陆川轻轻揉了揉白灵灵的脑袋，温和的笑了起来，接着轻轻的拿下白灵灵手中的匕首。丫头不哭了，大爷给你讨个说法。哇！听到这话，白灵灵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要是陆川再晚1秒出来，他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看着哭得伤心的白灵灵，陆川慢慢的起身，不问对错，我们只谈恩怨。看着愣神的众人，陆川咧开干瘪的嘴巴笑了起来，那一直懒懒散散的眼神在此刻锐利起来，冷冽的目光锋利的如同一把长剑。陆川对王月明淡淡的问道：看你穿着应该是万寿门的吧？
不等王月明回答，陆川继续道：“那你就是来找茬的，看情况，也是你想逼死我家丫头，该死的东西！”陆川轻轻地弹了弹手指，一股淡淡的黑色剑气从指尖飞跃而起。这股黑色的剑气没有惊天动地的炸裂，这剑气悄悄的、静静的、无声无息，却是隐藏在黑夜中最致命的杀手。剑气一闪而逝，等到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剑气已经消弭在空气之中。你是什么人？王月明惊愕地看着陆川，然而他却永远等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一点嫣红在王月明的额头中心慢慢出现，然后逐渐放大，最后这点嫣红成了一朵妖艳的血色玫瑰。死了，死了！王月明就这么死了，一个6境修士就这么死了，死的不明所以，死的随随便便。就算是条狗，他也应该挣扎一下，哀嚎一下吧。看着倒下的王月明，巨大的恐惧如同瘟疫一样蔓延开来，潮水一般拍打在众人身上。陆川闭上了眼睛，似乎在回味刚才那道剑气的味道。陆川太老了，他忘掉的东西太多了，现在唯一记得的就是自己是一个剑客。剑客怎么可能没有酷炫的剑术呢？广阔的识海之中，陈封德记忆大门此时缓缓地打开一条缝隙。透过这条缝隙，陆川看到了记忆大门中有一把悬浮的剑，一把漆黑的长剑。长剑孤独地悬浮在记忆之门中，等待着主人再次将它提起。陆川伸出手，黑剑轻轻地颤鸣起来，一股巨大的喜悦爆发而起。黑剑带着这份相逢的喜悦飞到了陆川手中。在这一刻，一股黑色的充满暴虐的剑气从陆川身上爆发而出。这剑气冲天而上，穿透苍穹，仿佛要割裂掉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剑意天伤，一个招式的名字在陆川嘴中脱口而出。随着天伤二字出口，冲天的黑色剑气在天穹之上炸裂开去。滚滚黑色剑气分割成无数把只有手指指长度的黑色小剑，小剑铺天盖地而下，将整个山谷笼罩在其中。尖叫、咒骂、求饶、撕裂的惊恐声在整个山谷响起，但是很快这些声音又落了下去，再也没了一点响动。一切都结束了，所有的生命都被收割掉了。这杀生的效率比死神的镰刀还要来得高效。唯一幸免的白玲玲此刻再也哭不出来了，因为与其他人比起来，自己好像非常的幸运。老东西，想起来了，是不是想起来了？此时阿福出现在陆川身边，智慧的眼睛中冒出亮光。黑色剑气，黑色的长剑，剑名杀生。杀生之剑有配套的12件事，你自己创的，是不是想起来了？另外，有没有看到一把白色的剑？你他妈说啥呢？陆川从记忆中回过神来，一巴掌抽在驴子脸上。这一巴掌直接把阿福抽了个空中转体720度。阿福不在乎，反正都被揍得习惯了，一个大逼斗算什么？阿福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不怕死的凑到陆川面前，继续引导起来。生死两极，死亡的尽头是重生。你应该有2把剑的，再回想一下，找到那把白色的代表生的剑。你他妈故意找茬是不是？记忆之门已经关上，陆川哪还能想起什么？老年痴呆，这是病得治。阿福翻了翻了智慧的白眼，满是嘲讽。你他妈全家老年痴呆！陆川抬起一脚，把阿福给踢飞了出去。一定要想起来，白色长剑可是你领悟到的终极，可以破开。阿福的声音远远的传来。傻屌！陆川不屑的撇撇嘴，上去把白玲玲扶了起来。怎么样，丫头，大爷给你讨的说法还满意吗？这他娘的能不满意吗？全给宰了个精光，杀猪都没有这么快。回到明月阁已经是2天之后了。陆川把这群小丫头一个不少的交给了南宫初雪。至于红叶真人还有那些资源怎么处理，就是他南宫初雪的事情了。陆川现在只需要等着幻颜丹到手就行了。雅致的小院中，阿福正在跟陆川谈着对于这个修行大世界的情报。难得的是，这次驴子没有挨揍。从你宰掉那个玩血的老家伙来对比分析，修行者的实力每晋升一个境界都会呈指数级增加，不是简单的1+1。陆川躺在椅子上晒太阳，听着这话，有些不耐烦地翻了个身。那以你聪明的脑瓜分析来看，我应该在这个力量体系中处于什么水平？见陆川如此的有耐心，阿福呲着大板牙，笑得一阵抽搐。这个世界的修行体系总共分为12个境界，前面9个就不谈了。我跟你说一说最上面的3个。陆川点点头，既然被驴子坑到这个世界来了，有些基本情况还是要了解清楚的。阿福见陆川点头，心中大喜过望，就差放挂鞭炮，唱一首今天是个好日子了。系统当到他这个份上，每天看宿主脸色，估计也是头一份了。阿福乐呵呵地凑了过去。这个世界的最高3个境界被称为神道3境，分别是道一境、境神境，还有最后一个湮灭境。道生1，1生2，2生3，3生万物。
这个境界其实就相当于世人眼中神了，一念生，一念灭，皆在一念之间。境神境这个境界就已经触碰到大道规则了。从分析来看，想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要掌握大道中的一条规则之理。最后就是湮灭境，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道，不再受大道规则约束，就是这个境界的本质了。2个字可以概括逍遥。至于这其中的关联了，我就不细说了，估计你也不爱听。跟你说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想入这3个境界，只能靠悟。有可能一念通达，一步入神，也可能就卡在9境巅峰，一辈子也上不去。驴子唧唧歪歪的说了一大堆，差点没给陆川催眠了。等到驴子说完，陆川才抬起眼皮子，我整体实力应该在什么境界？这不太好比较，但是从你独有的生死2剑来看，你的实力应该处于最顶级的湮灭境界。那不就得了，老子都天下无敌了，那还说个球？以后这个话题就不要再讨论了。陆川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别介。阿福抬起前腿，指了指天穹，你于人间真无敌，可是上面还有个天道呢。七陆川不屑地撇撇嘴，老子又不去招惹他，他还能来干老子不成？嘿嘿嘿，阿福贱兮兮地笑了起来。你招惹的可不少了，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杀了这么多修士，估计天道已经锁定你了。我估计你再出1、2次手，绝对会引来灭神雷劫。滚滚滚！你他妈说这么多，到底想打什么主意？陆川手有些痒，又想抽这货了。嘿嘿嘿，驴子有些扭捏起来。你也知道，我是个系统，既然是系统，肯定是有任务的，对吧？这10万年来，阿福没有给陆川发布过一次任务，而且还供养了陆川整整10万年，各种资源没少消耗，光出不进，就是地主老财也承受不起啊！嘿嘿，我就说你个蠢驴，今天怎么不太对劲，在这等着我呢？陆川嗤笑一声，又从椅子上翻了过来。说说什么任务？能帮我肯定帮一下。别看陆川整天给驴子大逼斗，但是10万年的交情也不是说着玩的。嘿嘿，您老人家真是英明神武。驴子乐得直抽抽。我呢这2天匹配这个世界有了些进展，相应的任务也开始出现。现在开启的暂时有一个任务，史诗级副本幽泉灭却。每隔一些时间，这个大世界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灾难，幽泉现世。幽泉为无尽魔域中一处通往外界的通道，每万年震荡一次。幽泉震荡时会出现空间裂缝，你要做的就是封掉幽泉泉眼，怎么样？任务简单吧？驴子说完，一脸期待地看着陆川。你他妈当我什么大善人啊？陆川说着，一把掐住阿福的脖子，左手上去就是2个大逼斗。光说任务，不说奖励，你把老子当免费劳工是吧？有奖励，进入青铜神殿一次。驴子被抽得直哆嗦。哦，有意思，什么青铜神殿？陆川开始有些兴趣了。这驴子不知道藏了多少秘密，要是能挖出来，好像也挺不错的。青铜神殿吗？阿福得意地打了个响鼻。啊，那里是记载着关于终极的地方，是无数人梦寐以求，想要寻找到神秘之地。你他妈给老子装神弄鬼，终极什么终极啊？狗日的盗墓笔记看多了是吧？陆川一把将驴头按进了地里。隔了好一会，阿福才把挤扁的驴头抬了起来，哭丧着说道：任务就是这样描述的，我他妈哪知道什么是终极啊？有可能跟消失的大地有关，反正我就只能推测出这些。大地什么玩意？陆川有些茫然。阿福一脸看傻逼一样看着陆川。你不会以为湮灭之境就是顶点了吧？力量的最顶点是大地，不过很多个时代都没有出现过大地了，具体资料我还没有找到。有点意思。陆川点点头，这个任务我接了。好，痛快。驴子乐得脑壳直甩，哈喇子满天飞。而与此同时，陆川脑海中响起了一个机械的声音：叮，浩然大世界5大副本激活，史诗级副本幽泉灭却。3日之后，血月降临，幽泉现世，宿主可以选择2条路线。第一，联合各路高手一起封印幽泉，积攒声望。奖励：进入青铜神殿1个时辰，同时获得天元大陆至尊的称号。第二，消灭所有会喘气的东西，积攒恶值。奖励：进入青铜神殿1个时辰，同时获得大魔头的称号。噗，啥玩意啊？你他妈打游戏呢，还2条路线？陆川不屑地扯扯嘴皮子，又踢了踢阿福。总感觉不是啥好事，要不还是算了吧。老子反正天下无敌，在这躺着不好吗？追求，你要有追求知道吗？阿福一听陆川要躺平，瞬间急了。咱们要有危机感，宇宙茫茫，大世界何其之多，何人敢称无敌？何人敢言不败？欺傻狗！陆川翻了个身，继续躺尸。哎，咱们千万不能躺啊，我们还有很多大事要做。砰！
阿福话没有说完，直接被陆川一脚踢在屁股上飞了出去。接下来2天过得很是舒服，看看小妞，睡睡觉，保持良好的心情。而明月这2天讨论也出了结果，红叶真人的去留也定了下来，红叶真人成了明月阁的新客卿。这次明月阁收获丰富，再养个客卿完全没有问题，但前提是红叶真人必须隐姓埋名，改变容貌。红叶真人自然是一口答应，他定居在一色峰，与陆川做起了邻居。幻颜丹的炼制也被提上了日程，但是幻颜丹属于上品丹药，需要去百花教专门炼制。百花教是一个丹道宗门，在天元大陆上有着很好的口碑，实力也处于中上游，仅次于上三宗。其实百花教最出名的不是丹道，而是他们的当代教主百花仙子。南宫初雪是胭脂榜第2美人，而百花仙子却能力压南宫初雪一头，常年占据榜首。百花仙子是整个天元大陆公认的第1美人，毫无争议的那种。许多前往百花教炼丹的修士，其实最终目的都是想一睹百花仙子的容貌，但是百花仙子深居简出，已经有许多年没有人见过了。幻颜丹一事关乎陆川返老还童的事情，南宫初雪非常重视，安排落霞峰峰主带着门下弟子数十人保驾护航去了百花宗。而且南宫初雪还利用这次的收获，重新巩固了护山大阵，又马不停蹄地派人去无相城交易回了大量资源，并且同时命令明月阁弟子不得外出。南宫初雪很清楚，这次枫叶秘境开启，前往的宗门几乎全灭，只有明月阁完好无损。这件事还没完，迟早这些宗门会找上门来问个究竟。现在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如果真的发生冲突，也好有个应对。就这么平静的过了几天，没有等到那些小宗门前来兴师问罪，却等来了一个庞然大物——镇元宗。镇元宗，天元大陆3大流氓之一，在中西部地区有着绝对话语权。中西部大大小小200多个宗门都要看镇元宗脸色行事，而且镇元宗门下弟子10万往上，天骄辈出，香火连绵，昌盛之极，可不是明月阁这种小菜鸡能比的。这次镇元宗来了3个人，然而倒霉的是，他们正好遇到了带着蠢驴在山里溜达的陆川。陆川最近发现一个好地方，离一色峰100里左右的地方有一座灵气充沛的小山。当然，吸引陆川不可能是什么灵气，而是山里的红粉佳人。经过这2天的观察，陆川发现这座小山中住着大概100来名风华正茂的少女，个个长得那叫一个水灵，狗看了都说好。而且他们的修行方式也颇为奇特，跟白玲玲那些丫头比起来有很大出入。陆川喜欢看美女，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为了保持良好的心情，免得精神病间歇性发作。陆川今天准备去认识一下这些美女，甚至还有心的洗了个澡，换了身新衣服。陆川溜达着，刚到山脚之下，就碰到了镇元宗那3个掉毛。让陆川觉得奇怪的是，这3个掉毛似乎是直接进来的，身边没有人陪同。这是个很反常的现象，明月阁有护山大阵，有陌生人进来一定会触发警报，这3个掉毛却跟进自家后院一样，一溜烟的跑到了这里。作为一个男人，一名雄性动物，怎么能容忍明月阁这样的地方出现其他的雄性生物？在明月阁，除了陆川，就连蚊子都必须是母的。那3个掉毛哪来的？陆川骑着阿福晃悠悠的来到镇元宗3人面前。镇元宗3人看到明月阁居然出现了男人，也是很明显的愣了一下。但是很快，这3人就开始生气了。陆川不明白，自己都还没有生气，这3个屌毛为什么敢先生气？老头儿，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赶快滚！为首一名少年趾高气扬的对着陆川挥了挥手。陆川有些懵，更有些生气，上去一巴掌呼在了少年的脸上。少年没有料到眼前这老头子动作快到这种地步，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在空中了。看着在空中自由翻转、牙齿乱飞的画面，剩下的2人也懵逼了。我们是镇元宗的人，奉命来明月阁领取鼎炉，你敢阻拦？联系南宫初雪，让他过来给个说法。这事儿没完，我叼你妈的！这么嚣张，老子今天屎不给你们打出来，算你们拉得干净！陆川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抽出腰间的破木剑，骑着阿福发起了冲锋。本来阿福以前是不愿意干这么掉价的事情，但是最近陆川接了任务，还有躺平的趋势。阿福为了让陆川心情愉悦，重视任务，现在对陆川是百依百顺。别说冲锋了，只要陆川对任务上点心，就他娘去吃屎他也干。阿福别看一副营养不良、瘦骨嶙峋的模样，但是真动起来，那也跟个疯兔一样。剩下的2个人刚想反击，下一刻呲着大板牙的阿福已经到了2人面前。啪啪，2声脆响，木剑的剑身招呼到了2人脸上。他们遭遇了与那少年同等的遭遇。驾！痛打落水狗，给老子冲！陆川骑着阿福，威风凛凛地冲向3人的落点。老东西，你敢！
我可是镇元宗的人，你再敢辱我，别踩了，别踩了，屎要出来了！救命啊！救命啊！妈妈，妈妈，我要回家！山林中响起了凄厉的惨叫，山下这3个掉毛的惨叫很快引来了小山里的少女们。当看到被打出屎的3人居然是镇元宗的人，少女们脸色齐刷刷的变得惨白一片。老人家别打了，别打了！看到陆川踩得起劲，一名领头的少女慌张的上前，快去通知阁主，这要是出了人命，镇元宗不会善罢甘休。然而陆川根本不搭理少女，踩着3人的肚皮是愈发的起劲。等到南宫初雪赶来的时候，3个掉毛已经是进气少，出气多，一副要魂归天国的样子。前辈，前辈手下留情！看到这一幕，南宫初雪急的差点没当场晕厥过去。啊，退，啥也不是，又菜又爱装。陆川捂着鼻子，一脸嫌弃的喷出一口老痰，总算是停了手。南宫初雪连忙让人把3个倒霉蛋给扶了起来，大把的丹药朝着3人嘴里塞去。在丹药的作用下，过了几分钟，这3人总算把命给救了回来。那领头的少年看着南宫初雪，怒火滔天。这次挨揍，肉体上的痛苦还是小事，主要是这当面喷粪的事情，怕是要成为天大笑柄。少年越想越气，越气越想，最后看着南宫初雪，狠狠地威胁起来：“南宫初雪，此事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定当上报宗门，拆了你们明月阁的山门。”南宫初雪脸色一阵白一阵青，最终却只能陪笑道：“放心，这件事一定会给你一个结果，明月阁会赔偿，直到你满意为止。”南宫初雪说出这番话，心都在滴血，一脸幽怨地看向陆川。而陆川这货，这个时候居然凑到了那些少女身边，风骚地做起了自我介绍，根本没在意那3个被打出屎的掉毛。这座小山似乎是与世隔绝的，这些少女居然不知道明月阁什么时候多出了陆川这样一个人。看到陆川风骚的模样，一个个都有些懵逼。前辈，前辈，要不您先回去休息吧，这里我来处理。南宫初雪有些忐忑地来到陆川身边。干嘛？陆川眼睛一斜，我玩我的，你处理你的，咱们又不相干。对了，陆川抬眼看向那3个倒霉蛋，这3个沙雕哪来的？为什么能直接越过大阵进入明月阁？被陆川瞪了一眼，镇元宗3人浑身触电一样抖了一下，只有那少年是一脸的不服，大声嚷嚷起来：“南宫初雪，这死老头子必须交给我们，带回镇元宗发落。现在天元大陆上还有敢不把镇元宗放在眼里的人？”完了！南宫初雪心里一咯噔，镇元宗这些年怎么竟教出这种傻逼，目中无人，骄横自大？我叼你妈的！陆川听到这话，骑着阿福就冲了过去。南宫初雪可是清楚陆川的脾气，根本是拦也不敢拦。驾！陆川骑着阿福卷起一阵狂风，一头瘦驴居然被骑出了千军万马奔腾的气势。你敢！南宫初雪，救我！少年还指望着南宫初雪这个阁主给自己做主，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陆川这掉毛现在在明月阁的地位相当于太上皇，南宫初雪根本无法约束陆川这个客卿。况且南宫初雪也从未想过约束陆川。陆川这人虽然脾气暴躁，性格乖戾，但是有一点很好，他从来不主动惹事。当然，要是有谁不长眼，惹到陆川身上，基本就没什么活路了。平时陆川对丫头们也很好，没有一点点前辈的架子，而且从来不插手明月阁的内务。这样一个实力通天又善解人意的客卿，除非南宫初雪脑子有坑，才会想着去约束他。啪！陆川的木剑直接拍在少年的脸上，把少年抽的又在空中做起了自由转体。然而这次他没了刚才的好运，这次陆川明显是要杀人了。少年被抽到空中，还未落地，直接被骑着驴子的陆川堵在空中。啪啪啪！空中响起了鞭炮一样的抽打声，少年的惨叫也逐渐平息下去。至于另外2个镇元宗的人，很明显就比较聪明了，除了在原地瑟瑟发抖之外，把嘴巴闭的是紧紧的。砰！少年的尸体从空中落下，重重的砸到镇元宗2人面前。看着血肉模糊，被打他亲妈都认不出来的少年尸体，2个掉毛腿一软，直接跪了下去。完了，完了，完了！南宫初雪看着这一幕，脑袋里嗡嗡作响。老子在这养老，你们来这搞事！戚陆川不屑的翻了个白眼。你们回去吧。这个时候，南宫初雪的神情突然坚毅起来，似乎是下了某种决心。南宫初雪看着剩下的2个镇元宗弟子，一字一顿道：“从现在开始，明月阁不再依附镇元宗，所有协议作废，包括每3年的100名鼎炉。”这话不仅惊呆了镇元宗2人，其他明月阁的弟子也被惊得不知所措。镇元是什么地位？协议岂能是说废就废？以镇元宗霸道的尿性，南宫初雪说出这话，
已经预示着明月阁的覆灭。南宫阁主，您可要想清楚。镇元宗其中一人有些结巴地说道。南宫初雪看了看陆川，咬了咬牙，点点头。我想得很清楚了，这些年依附你们镇元宗，虽然获得名义上的庇护，但是并未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你们镇元宗就是把我明月阁当成自家的后花园而已。说着，南宫初雪看向那些从小山中走出的少女，一脸的愧疚。我身为阁主，不仅无法保护好门下弟子，甚至还要为你们镇元宗提供修炼鼎炉。我已经受够了，无论后果怎么样，我明月阁一律承担。阁主，不可！山中出来的一名少女带着哭腔喊：“起来！”因为少女知道脱离镇元宗是什么后果。接着少女跪了下去，其他少女也跟着跪了下去。少女带着哭腔，泪眼朦胧：“阁主，您不用担心我们，为了明月阁的存续，我们愿意成为鼎炉。”听到这话，南宫初雪再也忍不住，眼中的热泪落了下来。这些年，为了明月阁的存续，南宫初雪做了很多违背内心的事情。最让南宫初雪过不去的一道坎，就是那些成为鼎炉的孩子。这件事已经折磨的南宫初雪有了走火入魔的迹象。现在南宫初雪要把宝压在陆川身上，脱离镇元的剥削，让明月阁真正的独立起来。哎呀，我一个老人家怎么看的这个啊？看着少女们一个个流泪不止，陆川心都在滴血。初雪丫头，鼎炉是什么东西？陆川来到南宫初雪身边，决定管一管这事。这明月阁可是自己养老的地方，要是整天哭哭啼啼，成何体统？南宫初雪擦掉眼泪，虽然有些难于启齿，但是既然选择把宝压在陆川身上，南宫初雪明白要让陆川知道前因后果。前辈，您坐，我慢慢跟你说。等陆川坐定，南宫初雪才慢慢说了起来。因为明月阁失落的原因，很多年前我们与镇元宗达成协议，镇元宗庇护我们明月阁，而我们定期给镇元宗上供各种资源。哈！陆川听得一脸懵逼，明月阁都这样了，还要给人资源，那不是恶性循环，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吗？南宫初雪无奈的苦笑一声，话是这样，但是对于明月阁来说别无选择。陆川想了想，点点头。明月阁这群女人活着就挺不容易了，哪还顾忌得了那么多？在这些上供中，有一样就是每3年为镇元宗提供100名鼎炉。说到这里，南宫初雪的拳头狠狠握起，因为太过于用力，指节开始泛白。所谓鼎炉，就是挑选有特殊体质的少男少女，从小用特殊方法培养，待到成年之时，与人双修，将储存多年的精华过渡给双修之人。我特法克！陆川听得一脸懵逼，接着看向那些跪在地上的少女。陆川现在算是明白，这些孩子为什么修行方式与别人不同，而且一个个清灵干净，原来都是为了成为鼎炉而专门做的修行。那么，成为鼎炉之后，这些孩子的去处呢？陆川已经有些开始生气了。少女是世间最美好的一道风景，怎能如此对待？南宫初雪也是豁出去了，咬着牙道：“运气好的鼎炉，在被吸收掉以后，会成为普通人，碌碌的过完一生；运气不好的，会被囚禁起来，成为发泄欲望的工具，等到容颜不在，会被直接杀掉。”听到这里，陆川绷不住了。这些少女一个个可人至极，她们最后的下场，不用想也知道会是什么。砰！南宫初雪说完，给陆川跪了下去，狠狠地磕了3个响头。南宫初雪没有用真元护体，直接用脑袋砸在了地上，鲜血顺着他的额头流了下来，鲜血夹杂着泪水，带着无声的哽咽。前辈，我不敢奢望什么，只求您救救这些孩子，救救这些孩子，我愿意为您做牛做马。为了弟子，一名身份尊贵的阁主愿意为别人下跪，无论他是怎么想的，这份担当与责任都是无法否认的。陆川面无表情地瞟了镇元宗2人一眼，没有了先前的暴虐，然而这份平静却让他们灵魂开始止不住的颤抖。我不需要你做牛做马，你已经给我磕了3个头，够了。陆川轻轻地扶起南宫初雪，为他擦掉额头的鲜血。看着陆川那满脸褶子的脸，南宫初雪恍惚间似乎又看到了自己的爷爷，刚刚止住的泪水又忍不住地涌了出来。陆川看向镇元宗2人，淡淡道：“回去通知你们宗门，10日后带着人，带着诚意来明月阁解决这件事情。如果你们赶不来，我就去镇元宗杀个干净。”这是何等的嚣张，何等的猖狂！天元大陆之上，从来没有任何人敢对镇元宗说这样的话。但是，任何事情都要有第一次，这个第一次就由陆川来做。我不是开玩笑，记住，带着诚意。陆川说完，看向那些跪着的少女：“从现在起，你们开始正常修行，没有人再敢觊觎你们一眼，如果有，只会是死人。”声音不大，但是却像重鼓一般，一声声地敲响在少女的们心头。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但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现在无尽的命运黑幕被撕开了一个裂口，一点阳光透了进来。没有希望的时候，他们或许会沉沦在命运之中，但是看见了希望，沉沦要怎么才能继续做到？琳琅山百名弟子，愿与前辈共进退，共生死。少女们有些稚嫩的声音在重山中响起。陆川点点头，他当然不需要这些少女去拼杀，去送死。有了这一点反抗的精神，就已经是质变。现在回去报信，10天，老子只等你们镇元宗10天。陆川看向两人，声音冰冷的如同寒潮过境。早就被吓得失魂的两人哪敢多说一句，起身就要走。等等！陆川斜眉歪眼的看着两人，两人吓得心脏骤停，不知道这老头子又要干什么。前辈，您的话我们一定带回宗门，一字不漏。嘿嘿，陆川一阵怪笑，送信嘛，一个人就够了，你们两个单挑，活下来的那个回去报信。陆川恶劣的性格在此时暴露出来，玩弄人心，这死老头子也是一把好手。数3声不打的话，我宰了你们，然后亲自去镇元宗一趟。陆川乐呵呵的举手3根手指头，镇元宗两人冷汗是止不住的往外冒，冷汗湿透了衣衫，看上去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3，催命的声音响起，二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绝望。1，陆川没有数2，直接跳到了1。两人愣了一下，接着活下去的念头吞噬了一切理性，两人同时扑向对方，如同野兽一样撕咬在一起。镇元宗坐落在天元大陆中部的天荡山脉中，整个天荡山脉是天元大陆的龙脉所在，不仅灵气充沛，润泽着整个大陆，山脉之中更是有大量的灵石资源。整个天荡山脉几乎被3大流氓霸占，其他宗门只能看着干流口水。天戟峰是镇元宗的主峰，巍峨雄壮，直插天穹。天戟峰上的寒章殿是最为修士津津乐道的地方。作为议事厅的寒章殿，从镇元宗建宗以来，议定过很多影响天元大陆的决案。万年之前，血魔作乱，讨伐血魔的战役决案也是在这里发出的。可以这么说，寒章殿的每次开启都意味着即将有大事发生。今天的寒章殿开了，镇元宗9大峰主，外加执法长老与宗主，11位实权人物齐聚于此。这种盛况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了。以镇元宗如今的实力还有地位，很少有什么大事需要这些大佬聚在一起商议。镇元宗当代宗主百里羽泽看上去30岁左右，相貌堂堂，一身书卷气。然而这位大佬可是整个天元大陆之上为数不多的9境之一，他跺一跺脚，整个天元大陆都要抖上几抖。最近天象诡异，天元大陆或许会陷入乱局之中。前段时间未眠海之上有诡谲波动，深埋在海底的幽泉之眼似乎有复苏的征兆。百里羽则端坐主位，慢慢的说着这次议事的主题。幽泉之眼已经沉寂数万年，为何会突然之间出现动静？搭话的是一名长得5大3粗的黑脸汉子，他是镇元宗执法长老罗然，一个外表与内在极其不符合的人物。外表看上去是个黑粗的傻大个，但是内里却是心思缜密，掌控全局，有着战略性眼光的人物。整个镇元宗有2位9境修士，罗然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百里羽则撑着下巴，手指轻轻地扣着脸颊，想了一会道：不知道是天象异常引起的幽泉震荡，还是幽泉震荡引起天象异常。大家都是聪明人，明白这话的意思。如果是天象异常引起的幽泉震荡，那么以后可能造成天元大陆动荡的主要因素不会是幽泉，而是别的东西。如果是幽泉震荡引起天象异常，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只要防备好幽泉之眼就行。众人又讨论一会，却没什么结果。散会吧，通知各大宗门留意最近有没有奇怪的人或者事情出现。这次天象为3大妖星齐聚，恐怕会有天大的魔头出世。百里羽则起身长长的呼了口气，这次妖星聚首，不知道会整出什么乱子。镇元宗这种庞然大物，在乱世中会首当其冲的受到波及。宗主，还有一事禀报。就在百里羽则要离开议事厅之时，罗然却突然出声。百里羽则皱了皱眉头，何事？关于3天前在明月阁发生的事情。罗然说着，对着议事厅大门淡淡的喊了一声：进来吧。众人将目光移向门口。很快，一名神情恍惚，行走间身体还不断颤抖的人从门口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这人正是先前去往明月阁的3人之一。周六一将前几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一遍。罗然皱着眉头：是。周六一疑神疑鬼地看了看周围，确定安全之后，狠狠咽了口唾沫，才说起了被陆川修理的过程。3天前，奉峰主之命前往明月阁接取鼎炉。直到周六一说完，整个议事厅鸦雀无声。他们已经不知道多少年都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了，一时间居然没有反应过来。最搞笑的是，
周六义口中那老东西居然给镇元宗定了个期限，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耄耋老人没有真元波动，性格乖张暴戾。百里羽则沉吟片刻，看向罗然：“这事你去处理。如果明月阁跟这老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尽快抹掉。多事之秋，不能再添变数。”清淡描写之间，决定了明月阁上万人的命运。对了，派人去为绵海轮守幽泉之眼，有风吹草动，一定要及时汇报。散会之后，罗然提着走不了路的周六一出了议事厅。没出息的东西！又回忆了一遍那天的发生事情，这已经成了周六一的梦魇，每次回想起来都是身心俱疲。周六一抬起无神的双眼，神情恍惚的呢喃起来：“长老，还有7日，定下的时间就到了，快点去吧。要是惹怒了他，恐怕整个镇元宗都会覆灭。”罗然听得直皱眉头，甚至怀疑这周六一是不是中了邪道的摄魂大法。来人，将周六一押入寒冰狱。长老，快点去吧，时间快到了。周六一被守卫拖向大牢，然而他却毫不在意，嘴里还在不停地喊着那几句话：“让龙元卫集合，随我去一趟明月阁。”听到这话，身边的守卫有些绷不住了。龙元卫是镇元宗的王牌，全部由精英弟子组成，而且龙元卫擅长冲杀，极其讲究战阵配合，甚至有传言龙元卫已经修行出战灵。如果真的是这样，整个天元大陆都没有几个人能与之对抗。龙元卫是大型宗门之间争斗才会出动的杀手锏，一个小小的明月阁何德何能，能让镇元宗出动龙元卫？面对守卫的愕然，罗然笑道：“小心驶得万年船，不要等到死在阴沟里才想着后悔。”长老说的是。这一日，镇元宗200名龙元卫浩浩荡荡地开往明月阁，不知道的还以为要对同为上3宗之一的玄天宗开战了。与此同时，有另外一批人也正在赶往明月阁。这些人是前些日子前往枫叶秘境被全灭那批倒霉蛋的宗门，在万寿门的联合之下，30几个宗门总共出动不下2000人，浩浩荡荡地奔赴明月阁。平静了数百年的天元大陆在今日风云再起。前辈，不好了，有很多修士朝着咱们明月阁来了。明月阁这些天是积极备战，准备与宗门共生死。而陆川呢，天天吃火锅看美女，没当回事。现在正好是午饭时间，听到这个消息，陆川看着桌子上切好上等食材，心中恼怒不已。这群狗杂碎，早不来晚不来，他妈的吃饭时间来，故意找茬是不是？看到陆川有精神病发作的前兆，阿福悄咪咪的溜之大吉：“小洛洛，小西云，把东西给我搬到山门前去。民以食为天，不吃饭怎么行？”陆川当即决定去山门开饭，顺便宰点不长眼的东西助助兴。啊！赵洛洛与展西云这2个小丫鬟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还想问清楚，结果陆川已经背着手溜达了出去。无奈2人只能把切好的食材打包，但是东西实在太多，最后还是红叶真人过来，3个人一起才把东西拿完。阁主，大概2000多人，已经越过长柳沟，再有200里就会到山门了。有人给南宫初雪禀报着情况。南宫初雪脸色阴郁，还没等到镇元宗来，却先等到了这帮小丑。南宫初雪心下一横，虱子多了不怕咬，反正都得罪了镇元宗，再得罪一些也无所谓了。这次要么明月阁全军覆灭，要么以后就跟着陆川吃香的喝辣的，让所有弟子去山门准备迎战。阁主。此时一个小丫头跑了过来，因为跑得太急，小脸蛋憋得通红，毛毛躁躁的。什么事慢慢说。南宫初雪一边责怪着，一边递上一杯茶水。小丫头一口干完，抹了抹嘴巴，才有些结巴的说了起来：“前辈，他在山门口涮火锅，还非得让人给他弹小曲，说要听什么18摸，咱们哪会这个啊？”噗！南宫初雪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这都是啥时候了，陆川还有心情涮火锅听小曲？你还在山门前？关键是18摸是什么曲子？想了一下，南宫初雪也释然了。陆川平时好像都是这么不靠谱的。去九泉谷，让太上长老来给前辈弹曲子吧。啊！小丫头一脸懵逼的看着南宫初雪。明月阁有3角色，分别是极致的周正大气之美，有母仪天下之姿的南宫初雪，一个是太上长老，颜值榜第3，色艺双绝的屈悠然。屈悠然早就不问世事，一直待在九泉谷养花弄草，就是明月阁的弟子，也有很多没见过的。还有一角色就是众多丫头口中的小师叔，不过这小师叔多年前下山历练，至今未归，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去吧。南宫初雪笑了笑，屈长老不善征伐，但弹曲可是世间一绝。明月阁的山门谈不上多么奢华壮阔，但是胜在精致典雅。然而在这精致典雅的山门之前，陆川这个糟老头子却架起了柴火，开始今天的午饭。此时山门之后，
已经聚集了大量的明月阁弟子，一个个好奇地看着陆川。平时陆川吃饭也就洛洛跟西云2个小丫头伺候，今天却是多了一人。红叶真人这女人看热闹不嫌事大，也掺和了进来，找到一个倒酒的活。我喜欢你原来的样子，那才够味。陆川调笑着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红叶真人眼神灼灼地看着泰然自若的陆川，媚笑起来，就像出狱时那股子风骚劲显露无遗。您老要是喜欢看，那小女子以后单独给您可好？就喜欢这风骚劲。陆川咂巴着嘴，不知道是酒太烈还是美人太勾魂。太上长老来了，不知道哪个丫头喊了一声，所有人都朝着后方扭过了头。屈悠然是出了名的性子淡，天塌不惊，心若冰清的那种。小丫头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屈悠然会出现在这里。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通道，一名看上去不过20来岁的女子不紧不慢地出现在众人视野之中，一身洁白的长裙不沾染一点烟火气，肩若削成，腰若约素，肌若凝脂，气若幽兰，娇媚五谷入艳3分，怀中抱着一张古琴，带着淡淡的笑意走向陆川，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红叶真人酸溜溜地提醒了一句，话一出口，红叶真人自己都惊了，自己这是在吃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红叶真人看向陆川淌着哈喇子的老脸，吃醋这2个字瞬间被消灭得无影无踪。悠然见过前辈。屈悠然款款来到陆川面前，施施然行了一礼。口水，口水，前辈。一旁的小洛洛看到陆川盯着屈悠然发呆，小声的提醒起来，嘿嘿，姑娘之美实在惨绝人寰，见笑见笑。看见美女淌哈喇子，这么丢脸的事情，也就是只有陆川这没皮没脸的老家伙才能一言带过，当成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屈悠然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惨绝人寰这个词用来形容女子相貌，好像有些特别。听前辈说想要听18摸，小女子愚钝，从未听过这首曲子。别！陆川连忙摆摆手，随便弹，拿手的就行。让这种可人儿弹18摸这种小黄曲，简直是不当人。小女子献丑了。屈悠然轻轻行了一礼，坐到了一旁。琴声徐徐响起，渐渐如潮水般肆意开去，充盈着山门前的每一处空间。琴声委婉连绵，犹如山泉从幽谷中蜿蜒而来，缓缓流淌。就连陆川这种大老粗也听得一时间入了神。美人如画，倾国倾城，嫣然一笑动人心，秋波一转摄人魂。琴声袅袅，沉醉其间不可自拔。陆川一时间有些理解那些昏君的快乐了。南宫初雪滚出来！就在陆川听得入神之时，一声如同震雷般的暴喝响起。然而琴声并未中断，屈悠然依旧弹着，外界的一切在琴声中似乎都与他没了关系。所有人抬起头，看向不远处烟尘四起的地方。30多个宗门，足足2000往上的修士，兴师问罪的来到了明月阁山门之前。您礼貌吗？陆川听曲被打断，面无表情的回身坐到了饭桌前，抬眼看了看即将逼近到山门之前的大军。大军浩浩荡荡而来，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热闹至极，比过年的菜市场也不遑多让。陆川慢慢的拿起筷子，轻轻沾了一滴蘸水中的辣椒油，接着手腕轻轻翻动，红色的辣椒油从筷子之上激射而出。辣椒油朝着那发声之人而去，所过之处，空气被拉到肉眼可见的扭曲起来。南宫初雪，不要当缩头乌龟，出来给我们一个解释，为什么我们的人会全部死在枫叶秘境，你们明月阁却毫发？那领头之人的话还没有说完，一抹红色直接穿透了他的嘴巴，接着从他的后脑勺冲了出来，白色的脑浆混合着鲜血从那个小洞中喷了出来，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砰！领头之人从胯下的妖兽背上狠狠摔了下来，瞳孔开始涣散。到死他也没想明白，为什么自己嘴巴里会有一股子辣椒油的味道。领头之人突然暴毙，前进的大军被惊得停下了脚步，看着死不瞑目的尸体，众人遍体生寒。这领头之人是万寿门的高手，怎么会突然死得这么不明不白？众人抬眼看向明月阁的山门，一个糟老头子正在听曲、喝酒、涮火锅。然而他们还来不及多想，那个糟老头子就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朝着嘴里塞了片肉，接着慢慢的起了身。在他起身的那一刻，天地忽然暗了下去。明明烈日当空，阳光普照，然而整个天色就是这么诡异的暗了下去，仿佛整个世界被披上了一层黑色的薄纱，朦胧的诡异感扑面而来，一股无形的压力犹如天塌一般狠狠地压了下来，仿佛整个天穹在这一刻垮塌而下。这一刻，所有人只感觉肩上多了一些很重很重的东西，大军被整个被压到了地面上，紧紧地贴着大地，再也动弹不得。任凭他们如何挣扎，回应他们的只有无尽的绝望。最恐怖的是，他们张开嘴想要说点什么，
然而嘴巴张开了，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整个世界现在就只剩下那袅袅的琴音。他们在此刻意识到了什么？他们想逃，可是为时已晚。众人只能看着那个老头子慢慢的走来，不紧不慢，悠闲的像是吃饱了遛弯的老农。在我的家乡有个说法。陆川溜达到了众人不远处，停了下来，三分调侃三分不屑的声音响了起来：投降输一半。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出来混，有错就要认，挨打要立正。陆川说到这，突然笑了起来，抬眼看向远方天地相连的尽头，眼神中突然有了些落寞。家乡，多么熟悉而又陌生的两个字。陆川慢悠悠的盘腿坐在了地上，撑着下巴，思绪飘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然而对于故乡的人与物，已经很模糊了。10万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实在太久太久了。良久，陆川才回过了神，看着眼前那些惊恐的眼神，陆川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世上可是没有后悔药卖的。陆川起身抽出腰间的木剑，接着将木剑狠狠地插进地面之中。做完这些，陆川回身走向自己的饭桌，行走间举起干枯的老手，轻轻地挥了挥，算是与众人最后道别。剑二地痛。远远的阿福看见这一幕，激动地喊了出来：我就知道你个老家伙在那小世界中想起了12剑招。驴子前辈，什么是12剑招？有小丫头好奇地问了一句。阿福平时是不会搭理这些黄毛丫头的，但是现在他的心情非常好。阿福甩着大舌头，瞪着智慧的双眼，跟小丫头们解释起来：12剑招为杀生之极致，为陆川早年所创。剑招12分为天地人三才，神鬼魔三界，风花雪月四情。不对啊，驴子前辈，这只有10样呀。小丫头们有些不解。阿福看着慢慢走来的陆川，淡淡的笑了起来。呵呵，活着的生灵没有谁想见到杀生12剑招的最后2式。小丫头们一脸的茫然，说的这么唬人，可是好像没什么动静呢。然而接下来所有人看到了让他们会在梦中惊醒的画面。以木剑为中心，黑色的剑气在此刻缭绕而起，地表开始如同海浪一般轻轻地翻涌起来。砰！一道闷声响起，地表的翻涌开始加速，整个地面开始狂暴裂开。砰砰砰！整个地表在翻涌中猛然炸裂开去，黑色的剑气弥漫了整个视野，将炸裂的地面卷向了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龙卷。被压在地面之上的乌合之众无人幸免，也全被卷到了空中。黑色龙卷宛如一条咆哮的黑龙，卷着2000多条生命在半空中肆意飞舞。接着所有人看到这一生都无法释怀的恐怖画面。被卷入龙卷的人，他们的身体在那锋锐的黑色剑气切割之下开始破碎，他们好像被千刀万剐一样，肢体崩裂着，躯干支离破碎。在这被剑气吞噬的时刻，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痛苦。更为诡异的是，这些人只有身体被切碎，脑袋却都还保留完整。直到失去生命，那些脑袋的面部表情也停留在了那极度痛苦之下的扭曲中。这一切都在无声中进行，只有屈悠然已经跑掉的琴声为他们送别。黑色龙卷散去的那一刻，所有被搅碎的血肉汇聚到了一起，被残留的黑色剑气打磨成了一颗巨大的肉球，而那些没有被碾碎的头颅就镶嵌在这颗肉球的表面。张开的大嘴，扭曲的表情，惊恐之后无尽绝望的眼神。这些死人头在无声地述说着一场惨绝人寰的杀戮。在那颗肉球从天空坠落而下之时，插在地面的木剑轻轻颤鸣而起，木剑拖着一点黑光，准确地来到了肉球的落点。木剑用剑柄撑住了它，这颗有2000多人尸体汇聚的肉球安静了下去。从这一刻起，明月阁的山门之前多了一个地标，后来人给它起了一个直观又响亮的名字——尸丸。许多年之后，有无数人前来这里悟道，因为尸丸还有那把撑着尸丸的木剑中残留着那个禁忌之人的无上剑气，这东西就让它立在这，吓吓人也好，免得以后什么阿猫阿狗都来找麻烦。哎，你们怎么都吐了？陆川看着吐得稀里哗啦的众人，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唯一还算正常的就是南宫初雪了，但是他在看向陆川的眼神已经多了几分恐惧。南宫初雪不是没有杀过人，但是这样高效率的杀人，而且杀完人之后还恶趣味的做成肉球，作为一个人一个生物，他的本能是极度抵触的，这已经超出正常人能够承受的范畴。但是南宫初雪这个女人有一点非常好，那就是有自知之明。强忍着生理上的不适，南宫初雪陆川身边轻轻的行了一礼，一切事物全凭前辈做主。我喜欢你这样的女人。陆川满意的点点头。这个女人很好，知进退，明得失，懂取舍，识大体。只要有足够的条件，
明月阁将来必会在他手中发扬光大。而这个条件现在已经出现，就是陆川。听到陆川的话，南宫初雪小脸一红。如果前辈不嫌弃小女子，得，你想哪去了？陆川哭笑不得，我那玩意都快报废了，就不想这些事儿了。南宫初雪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自己是误会了陆川，但同时心中却升起一些失望。如果能够以这种方式将陆川牢牢绑定在明月阁，南宫初雪会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身体，即便陆川又老又难看。很明显，陆川对自己不感兴趣。陆川对着小丫头们挥了挥手，大家都散了吧，好好修行，以后碰到这种事情要试着自己解决。陆川的话让南宫初雪心头一震，看着陆川佝偻的身子，想要说些什么，却最终没有开口。因为南宫初雪明白，陆川迟早有一天会离开明月阁的。因为明月阁太小了，天元大陆也太小了，这方天地怎么容得下这尊大神？南宫初雪也在此刻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在陆川离开这里之前，不择一切手段壮大明月阁。在陆川离开之时，一个能够自立自强的明月阁才是最好的送别礼物。谢谢前辈。南宫初雪对着陆川深深的行了一礼貌。陆川点点头，接受了南宫初雪的谢意，同时也在他的眼神中看出了他的决断。我会帮你一把，至于能走多远，看你自己。陆川说着，坐回了饭桌之前，继续没有吃完的午饭。听到陆川的话语，南宫初雪鼻子有些发酸，一定不会辜负前辈的期望。众人散去之后，陆川慢悠悠地涮着火锅，屈悠然跑掉的琴声此时也终于纠正了过来。红叶真人算是最先恢复正常的，毕竟也算是邪道中人，刚才的画面渐渐地适应过来。前辈，晚上一个人睡冷吗？红叶真人为陆川倒了一杯酒，整个身子都贴了上来。狐狸精，骚东西，不要脸！小洛洛与小西云看到这一幕，气得咬牙切齿。当初明月阁收留这女魔头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不需要暖床，我家驴子就挺暖和的。陆川有些哭笑不得，狠狠拍了拍红叶真人的屁股。这一巴掌疼得红叶真人眼泪花差点没飙出来，这老东西是真拍啊！一旁的阿福听到这话，感动得差点泪流满面。这么多年了，这老东西总算有一件事认可自己了，虽然没什么卵用。娇娇女，你也回去吧。陆川对屈悠然点点头，以后别一个人憋在山里，没事多出来走走，晒晒太阳。屈悠然没有过多回应，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你们也回去缓缓吧，东西我吃完了自己收拾。陆川之走了几人之后，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回忆着以前的事情。驴子，我想回家。良久，陆川蹦出这么一句。哈！阿福有些懵逼，发烧了呀？老子一巴掌呼死你丫的，信不信？陆川提起巴掌就要给驴子来个大逼斗。嗨，有话好说吗？阿福连忙跳开。你要回去要有破戒的能力，你的家乡跟这个世界根本不在一个位面，你在想屁吃？你他妈说话一套一套的，老子想屁吃？老子先让你吃个饱！陆川抓住阿福，一屁股坐在了他的头上。噗噗，几个连环大闷屁，差点没把阿福当场送走。呼呼呼，老东西，你是不是消化不良？放屁怎么臭成这样？噗噗，哥哥，爸爸，爷爷，我错了。噗噗，能回去，或许青铜神殿中就有能破戒的方法。傻狗！陆川翻了个白眼，这才停止了夺命连环屁。青铜神殿恒古存在，或许里面就有破戒的方法。阿福一脸正经地说道。呵呵，崽种，想诱导老子？陆川嗤笑起来。阿福无奈地咧开大嘴。那不然呢？或许你修到大地境界也能破戒回家。哎，再说吧。陆川摇摇头，看向远方。人老了，总是想着落叶归根。这一顿火锅吃得有些无味，或许是真的年纪大了。回家这个念头一旦在心间升起，就像春日里的小草，一点点的茁壮起来。砰砰砰！吃完饭，陆川收拾碗筷的时候，整个饭桌在此时抖了起来。不仅饭桌在抖，整个大地也在有节奏的颤动，仿佛有千军万马在冲锋一般。空气中弥漫起硝烟的味道。一条整齐的黑线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仿佛涨潮的海水。这条黑线从远方汹涌逼近，散发出来的压力也随着距离的拉近愈来愈大。这正是罗然带领的200龙元卫。其实镇元宗才是正主，先前的那些乌合之众最多只能算是开胃小菜罢了。但是陆川此时有些意兴阑珊，没有太大的兴趣宰人，更没有兴趣跟镇元宗交涉。随意的挥了挥手，2个大字出现在地面之上。做完这些，陆川让阿福驮着锅碗瓢盆、桌椅板凳，自己背着手溜达着回异色峰去了。罗然带领的龙元卫虽然只有200人，但是这股气势
却要比先前那2000多人的杂牌军强的不是一点半点。统一的黑色战甲，统一的黑色神驹，行走间带来的压力宛如山崩。当罗然来到明月阁山门时，只看到了一颗巨大的肉球。至于山门之前，却是空荡荡一片，只有护山大阵的流光在空中偶尔反射着奇异的色彩。什么东西？罗然闻着空气中还未散尽的血腥味，看着那巨大的肉球，眉头狠狠地皱了起来。罗然对身后的一名龙元卫点点头，吩咐道：“去看看。”龙元卫翻身下马，走向那颗巨大的肉球。当看到那颗肉球表面镶嵌的密密麻麻的头颅，那些扭曲的神情，空洞的眼神，黑洞般张开的大嘴，龙元卫的精神世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脑海瞬间一片空白，整个人发疯一样，疯狂地拍打起自己的头盔。罗然见情况不对，连忙上前，用自己的真元隔绝了龙元卫的视野。然而，当罗然看到那颗肉球的时候，整个人也有些懵逼。好在实力强横的他，并未受到什么影响。罗长老，我怎么会？那名差点发疯的龙元卫此时回过了神。罗然摇摇头，这里留存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剑气，非常的暴虐，会影响到心智。龙元卫有些后怕的松了口气，还好只是一些残留的剑气而已。这个东西是用活人弄成的吗？龙元卫看向肉球，生理上有些不太适应。罗然点点的头，还很新鲜，时间不会超过1个时辰。长老，那颗头颅好像是巨阙门无涯峰的峰主，那颗头颅好像是万寿门的弟子。很快，身边的龙元卫就认出了镶嵌在肉球表面头颅的身份。罗然轻轻地敲了敲额头，看来是多家宗门联手来明月阁的，让人去这些宗门调查一下，问清楚他们为什么来明月阁。长老，那边有字。此时有人出声提醒了一句。罗然抬眼看向山门之前，果然在靠近山门的地面上有2个歪歪斜斜的大字：等着。等着？让谁等着？马上罗然反应过来，这2个字就是留给镇元宗的。呵呵，看着这2个歪歪扭扭的大字，罗然气得忍不住笑了起来。多少年了？多少年了？镇元宗都没有遇到这种事情了。很快，罗然就察觉翻了不对劲，皱了皱眉头。以明月阁的实力来说，就算是鬼迷心窍了，也不可能做出这样嘲讽的事情。但是这种事情，现在的确是发生了。那么是什么让明月阁有这种底气呢？还有那颗肉球又是怎么弄出来的？这附近并没有很明显的破坏痕迹，应该没有发生大规模出手事件。也就是说，这些修士死得很突然。罗然想了想，并没有贸然行动，看着那2个字，略微带着点调侃道：“既然让我们等着，那就等等吧。”龙元卫虽然不解罗然的命令，但是良好纪律并没有让他们多话。那把木剑你就不要了，你也没把趁手的剑。回异色峰的路上，阿福没话找话的跟陆川聊了起来。那破木剑，你也用了上万年了吧？沾染了你大量的剑气，以你的能力，再多些时日，应该可以养出一个上好的剑灵。我发现你最近活跃的很啊，刀逼刀，刀逼刀的。陆川听得不耐烦，折了一根树枝，顺手插进了腰间。别整天跟个老妈子一样，啥事都管。驴子听闻不满的翻了翻智慧的眼睛，妻，你以为我愿意管啊？换个人死在面前，老子都不带眨眼的。傻狗！陆川撇撇嘴，却是少见的没有修理驴子。今天你杀的人太多了，会引来天罚的。阿福换了个话题，干什么啊？陆川不耐烦地指了指天空，天道就这么闲得慌，杀了几只猪狗也要来管一下。阿福摇摇头，死几个人当然不会引起天道注意，但是你的力量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么跟你解释吧，把这个世界比作电脑，而你在这个世界的情况相当于电脑系统里的病毒。你家电脑中病毒了，会不会用杀毒软件杀毒？呸，你他妈才是病毒！陆川翻了个白眼，老子怕他呀，惹急了老子砍了丫的。莽夫！驴子不屑地笑了一声，继续道：虽然你于人间真无敌，但是要跟一个大世界的天道正面刚，输赢不好说。再说了，天道也不会正面跟你刚，每天就用雷劈你，劈不死你，烦也烦死你。你个狗东西，绕来绕去，想说啥？陆川一个大逼斗呼在驴子脸上，驴子的脸直接被扇得变了形，但是他不在乎，无所谓，毕竟早就习惯了。要是陆川不给他来一下子，他反而有些不习惯。我就直说了吧。阿福甩甩脑袋，让变形的脸恢复正常。你要学习这个世界的修行体系，这样才不会引起天道的针对。你有病吧？陆川声音抬高了8度，你确定2种体系力量不会在老子身体里冲突？阿福摇摇头，不晓得，看着办喽，反正我只负责开挂，具体怎么操作你自己解决。陆川想了一会，却是没个头绪，最终还是决定回去先试试看。夜晚的老孤山脉下起了瓢泼大雨，山门之前的罗然领着龙元卫静静地站在大雨之中。
即便在大雨冲刷之下，龙元卫依旧是岿然不动，保持着阵型的完整。那地面等着2个字早就被大雨冲走。一匹黑色战马从远方急速而来，正是白天派出去打探情报的一名龙元卫。启禀长老，事情缘由已经查清。半月之前，枫叶秘境开启，所有参加的宗门除了明月阁弟子外，全军覆灭。这次就是由万寿门联合各大宗门来明月阁闹事，全部覆灭，只有明月阁的人活下来了吗？罗然沉吟一下，愈发觉得明月阁的转变有些诡异。既然来都来了，先在这里等等吧。罗然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小心驶得万年船，放在哪里都是不变的真理。当然，如果确定明月阁没有变数，那么等待明月阁的将会是一场屠杀。前辈，镇元宗的人已经在山下等了1夜。陆川刚刚起床，南宫初雪就进了小院。南宫初雪神态有些憔悴，看来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龙元卫的到来给了他极大的压力。南宫初雪怎么也不会想到，镇元宗会派出龙元卫这个大杀器。没心情搭理他们，再晾几天吧。陆川说完，在院子中做起了广播体操。南宫初雪眼皮子直跳，对方可是镇元宗，而且来人还是罗然这个大阴逼，这么晾着真的好吗？但是现在把一切都压在了陆川身上，南宫初雪也只能听陆川的。陆川活动完身体，总算是舒服了一些。这老胳膊老腿的，真怕哪天身体上零件就用不了了。对了，给我弄一些修行入门的书籍，另外找个口齿清楚、逻辑清晰的丫头来给我上课。南宫初雪有些愕然，不明白陆川这是要干什么。在他的认知里，陆川应该是一个修行者，只是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掩去了身上的真元波动。去呀，傻乎乎的呢！陆川一巴掌拍在南宫初雪的屁股上，火辣辣的疼痛让南宫初雪回过神来，红着小脸跑了出去。很快，白玲玲就带着一些书籍，还有一块白色的石头来到小院。很明显，南宫初雪给陆川找的师傅就是白玲玲。前辈，这是明月阁的入门功法清泉诀，这是天星石，用来测试资质的东西。白玲玲跟陆川算是挺熟的，没有多大紧张，把东西放在桌子，一样样给陆川介绍起来。修行这事是要讲究天赋的，这点道理陆川还是懂的。等到白玲玲介绍完，陆川拿起那块透明的石头，将注意力集中在上面。嘿，以大爷的本事，至少也是绝顶天赋的不是？陆川得意洋洋地握住石头，很快天星石就有了反应，一点彩色的雾气在石头之上缭绕而起。很快，这雾气越来越多，越来凝实。这些彩色雾气旋转起来，最终凝聚成一点拇指大小，如同黑洞一般的玩意。啪！下一刻，天星石直接碎了开去。这可把陆川牛逼坏了，动静这么大，怎么也是天资卓绝了吧？然而再看白玲玲，还有一旁看热闹的小洛洛、小溪云，还有红叶真人的反应，陆川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了。4个女人都是一脸的懵逼，似乎是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是这个结果。怎么，大爷这天资不牛逼？陆川有些不确定地问了一句。噗！一旁的红叶真人此时终于忍不住一口喷了出来。红叶真人捂着小嘴笑了起来：“大爷，您这天赋何止卓绝，说是整个天元大陆独一份也不过分。”陆川搞不懂了，既然这牛逼，为啥还这副表情？白玲玲挠挠头，苦着一张精致的小脸，解释起来：“前辈，从天星石的反应来看，您的体质应该是传说中的五行霸体。”哦，哈，牛逼哈，这名字一听就不简单。陆川乐了，自己果然是天选。噗，哈哈哈！一旁的红叶真人大笑起来：“大爷，这五行霸体也就名字听着霸气，从古至今有记载的修行成功的也仅此一人而已。”陆川听了倒是不以为意，好的天赋嘛，修行起来有难度，那不是应该的吗？你闭嘴吧！白玲玲狠狠瞪了幸灾乐祸的红叶真人一眼，然后满眼抱歉地看着陆川，解释起来：“前辈，这五行霸体是一种很特殊的体质，平常修行者一般也就1、2个主要属性，多的也就3个。我们修行只需要按照自身属性一直走下去就行，需要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太多。但是五行霸体是五行齐全，修行不仅需要恐怖的资源数量，而且还要兼顾五行平衡。根据记载，上古时期资源丰富的时候是有人修炼成功过，但是以现在的资源量来说，根本无法修行霸体。”啊！陆川听得一脸懵逼，自己的体质是很牛逼，但是无法修行，好像是这么个结果吧？大爷，您无法修行，那您这一身无敌的力量哪里来的？一旁的红叶真打趣道：“关你屁事！”陆川怒气冲冲的一巴掌拍在红叶真人屁股上，疼的是红叶真人眼泪花直飙。散了，散了，该干嘛干嘛去！陆川翻了个白眼。几人走后，陆川找到阿福：“驴子，刚才的事情你也看到了，
无法修行，没办法。你慌个球！阿福乐呵呵的看向陆川，一点红光从智慧的眼睛中射出，把陆川从头到尾都扫了个遍。五行霸体不是不能修行，只是资源限制而已，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俗称性价比不高。你踏马一套一套的，说点老子能听懂的。陆川又想给这驴子来一下。驴子收回红光，乐呵呵道：很简单，养一个五行霸体的资源可以供养上百万的普通修行者，而且五行霸体修行很难，如果找不到平衡，随时有解体的风险。就这个性价比，只要脑子没坑，都不会想着投资五行霸体。正好，老子也懒得修行。陆川倒是无所谓，干嘛那么累？直接躺平不好吗？嘿嘿，别人不行，不代表你不行啊。驴子贱兮兮的凑到陆川面前，只要能匹配到这个世界的信息，我就能给你找到足够的资源。现在，你去找几个大城，杀他个血流成河，让天道出手灭杀你。我趁着天道把注意力放到你身上的时候，入侵这个大世界，只要成功，用整个世界的资源来供养你一人，还怕不成功？给老子滚！陆川抬起一脚，把驴子踢飞了出去。考虑一下，这是唯一的方法。驴子不死心的声音远远传来。陆川才没有那么无聊，既然不能修行，就不修行吧。在这躺着看美女，他不香吗？等返老还童成功，家伙是能用了，到时候娶上100个婆娘，岂不美哉？前辈不好了，前往百花教炼丹的弟子出事了。陆川幻想美好未来的时候，白玲玲小脸煞白的冲进了小院。卧槽！陆川腾的一下从椅子上立了起来。幻颜丹是陆川返老还童的唯一希望，要是出点什么差池，这精神病患者不得把天给捅个窟窿。走，去看看。陆川跟着白玲玲前往主峰天水峰。此时天水峰议事大厅，上百名弟子静静地站在厅中，没有人说话，气氛安静的可怕。偶尔的啜泣声让压抑的悲伤更添几分凄凉。大厅中间躺着一个满身是血的丫头，因为全身被鲜血浸湿，脸上也被覆盖，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面貌。南宫初雪紧紧地抱着丫头，眼泪止不住的大颗大颗的滴落而下。前辈，血人一样的丫头艰难地睁开眼睛，昔日明亮的瞳孔已经成了毫无生机的灰色。丫头轻轻地摊开手掌，一个戒指从手心滑落而下，这戒指里装着为陆川炼制幻颜丹的材料。看到那被鲜血染红的戒指，南宫初雪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小小，前辈马上就来了，马上就来了，你不要睡，你不要睡，睡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然而生命的流逝从来不会因为情感的多寡而放慢脚步。林小小最后艰难地抬起头，看向议事厅的门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看到那个苍老的身影。我叫林小小，大小的小，嘿嘿。前辈，带我们去采药好不好？嘿嘿。前辈，你的腰为什么老是扭伤呀？嘿嘿。前辈，回去之后你能不能教我练剑呀？陆川来到议事厅的时候，林小小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陆川认出了那个被鲜血包裹的人儿，那个整天笑嘻嘻，如果不开心了会抬着下巴，一脸倔强的小丫头。陆川记性不好，但是却一直记得这个笑起来像只小猫一样丫头的名字。她叫林小小，她死了，死得很突然，突然到让陆川没有任何防备。陆川轻贱敌人的生命，却也珍重身边人的生命。林小小的死让陆川猝不及防，让陆川呆愣在门口。这世间最廉价的是生命，最珍贵的也是生命。廉价的是敌人的生命，珍贵的是身边人的生命。前辈，南宫初雪捡起林小小掉落戒指，举在了眼前，哽咽起来。小小他们没有放弃任务，幻颜丹的材料保护得很好。陆川轻轻地叹了口气，走进大厅，看着林小小死不瞑目的双眼，陆川轻轻地为她合上。会有人为你们陪葬的。陆川清冷的声音在大厅中响起。事情经过是怎么样？南宫初雪知道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默默地擦掉眼泪。这次前往百花教炼丹，总共有11人担任护卫任务，负责人为5长老。为了不引起注意，并没有乘坐灵兽，而是用法器飞行前往百花教。小小最后带回来的消息，他们在黑月滩遭遇了邪道修士，5长老带着其他弟子战死，只有小小拼死突围了出来。陆川点点头，看来应该是遇到半路抢劫的了。南宫初雪神情悲伤而无奈，这些年明月阁示弱，我一直都限制门下弟子外出，就是害怕遇到这种事情。带我去黑月滩。陆川起身，什么事情都得有个结果，血债血偿，天经地义。南宫初雪点点头，抱起林小小的尸体，眼神中充满怒火。玲玲去准备镜花水月的材料，跟前辈去黑月滩。其他弟子做好备战，守好山门。前辈未回来之前，任何外人不得踏入明月阁一步。红叶，你也跟着前辈去黑月滩一趟，邪修的事情你比较清楚。南宫初雪有条不紊地安排好一切。
黑月滩是通往百花教的必经之地，如果不经过黑月滩去百花教，就要绕过庞大的百泽湖，时间会耗费很多。而且百泽湖周围时常有妖兽出没，随时有被吞噬的危险，故而黑月滩几乎成了一条毒道。因为这个原因，黑月滩也成了邪道拦路抢劫的最佳地点。因为前往百花教的必定是去炼制丹药的修士，通常身上都携带大量的天材地宝，这种无本的买卖谁都喜欢做，久而久之，黑月滩成了强盗土匪窝。加上这里地势诡谲险峻，又紧邻着百泽湖，就算上三宗组织围剿，这些邪修朝百泽湖一钻，屁事没有。等到围剿的风声过去，幸运活下来的邪修又跑出来继续从事老本行。而且这些强盗也聪明，从不惹大宗大派的弟子，只抢那些势单力薄的宗门。很明显，明月阁就属于势单力薄的那种。陆川来到黑月滩的时候，只剩下满地的尸体，鲜血已经发黑，大量的苍蝇落在尸体上面，食腐动物在周围虎视眈眈，准备饱餐一顿。看到同门那些支离破碎的尸体，白玲玲一行人忍不住红了眼眶。先给丫头们收尸吧。陆川表情平淡，声音也听不出一点的情绪波动。众人依言在河滩上拼凑起尸体来。前辈，有些不对劲。很快红叶真人就觉察出不对劲，说。陆川面无表情的点点头。红叶真人咽了咽口水，有些害怕陆川这副模样。盘踞在黑月滩的邪修一般都不会把事情做绝，就算是抢劫也很少杀人，更别提把尸体打到支离破碎了。他们是求财，并不会杀人。红叶真人看了眼陆川，见陆川没有搭话，只能继续说道：从这种赶尽杀绝的手段来看，可能抢劫杀人是另一批人。说着，红叶真人一挥手，一只断臂飞到手中，断臂呈现一种诡异的惨绿色，很明显是中了剧毒。修士中用毒的不多，而且毒修是罪大恶极的一种，就算是一般邪修也不会去碰。一口气说完，陆川皱了皱眉头。红叶真人吓了一跳，连忙点点头。这种绿色的毒我曾经见过，叫做绿琉璃，只在72神仙岛上才有。72神仙岛，听到这个名字，白玲玲等人心头皆是一颤。如果说百鬼教是天元大陆中西部的邪道魁首，那72神仙洞就是整个天元大陆的邪道执牛耳者。72神仙洞在未冕海之上，远离大陆。据说聚集在72神仙洞的邪修有上万人之多，这些邪修个个心狠手辣，而且都有绝门独活。这些人聚在一起，形成的势力已经快赶上三宗了。就算是挨着未冕海的上三宗之一云梦泽，也拿72神仙洞没有办法。等红叶真人说完，陆川抬眼看向白玲玲：丫头，用镜花水月把现场还原出来，一个个的我去诛了他们9族。好。陆川的话让白玲玲有着莫大的安全感。很快，镜花水月阵法布置完全，现场画面出现在水镜子之中。看到惨烈的战斗，还有五长老带着丫头们帮林小小断后，为他争取逃跑的时间，明月阁弟子们早就泣不成声。最后以五长老自爆结束了这场战斗。也就是说，现场不可能找到五长老的残躯了。沉默伴随着低低的哭声，气氛压抑到了极致。前辈，这人我认得，是72神仙洞的人。最后还是红叶真人打破了沉默，指着画面中最后出现的一名老者。陆川点点头，现在可以确定，这次劫杀事件是72神仙洞所为。红叶真人看着画面，有些疑惑：前辈，有一点我不明白，72神仙洞一般都在沿海活动，怎么会深入到百泽湖附近来？这里离未冕海恐怕有数十万里之遥，他们没理由舍近求远来这里抢劫杀人。我会弄清楚的。说着，陆川抬眼看向周围环绕的大山，问道：这山中是不是有邪修？红叶真人点点头，如果没有大规模围剿，盘踞在黑月滩的邪修一般都躲在周围的大山中。陆川听闻，抽出腰间的树枝，狠狠地插在了地里。剑三人祸，黑色的剑气如同蛛网一般蔓延开去。很快，这黑色的蛛网剑气就铺满了整个地面，一直延伸到周围的大山之中。在蛛网蔓延的那一刻开始，虫鸣鸟叫消失了，微风停止了吹拂，不远处的小河也停止了流淌，一切的声音在此刻都归于寂然。10分钟之后，众人看到一个身影从正前方的大山中走了出来。这人神情呆滞，走得摇摇晃晃，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仔细看去，一条黑色的蛛丝连接在他的脚下。随着第一个人的出现，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不过10分钟的时间，周围的大山中走出了上百个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被黑色剑气化成的蛛丝控制，成了行尸走肉。这是何等诡邪的手段！这一幕看得其他人遍体生寒。第一个来到陆川面前的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中年人，并太岁吴大江。红叶真人看着中年人，一脸的吃惊。这吴大江在邪道圈子里
也算是鼎鼎大名了。据说是因为身上有病，一直治不好，整个人被病痛折磨得又高又瘦，跟个骷髅一样，所以才得了病太岁这么个外号。然而这病太岁却是实打实的6境修士，在邪道上也算是威名赫赫。然而现在这吴大江却像个提线木偶一样，傻痴痴地看着陆川。先前黑月滩的战斗是怎么回事？陆川开口问了起来。吴大江神情呆滞地点点头。72神仙洞的人前日来到这里，跟我们商议劫杀明月阁的人，条件是明月阁的人必须死完，获得的财物他们分文不取。明月阁势单力薄，我们就答应下来。说完之后，吴大江又呆滞下去，不再吭声。不为财，只杀人。陆川轻轻地敲敲额头，这事看来还得去一趟72神仙洞才能搞清楚，可能有人买凶杀人。陆川一边思索着，一边抽出地面的树枝扔了出去，树枝稳稳地落在了小河的中心。既然你们参与了这事，可以去死了。所有被控制的修士此刻都转变了方向，木然地朝着小河中心位置走去。上百人聚集在一起，里3层外3层的围成了大圈小圈。我要去一趟那狗屁神仙洞，谁认识路？说完，陆川用黑色剑气护住所有丫头。红叶真人想了想道：72神仙洞很神秘，在茫茫大海之上，据说有天然阵法保护，很难找到。前辈，我可以带您去未眠海，但是具体位置我不知道，到时候可以去云梦泽。轰！红叶真人话还没有说完，不远处那些围成圈的修士全部轰然炸开。众人只看见眼前黑光一闪，然后耳朵失去听觉，眼睛也差点被闪瞎。上百名修士的爆炸引起的动静简直骇人听闻。一颗巨大的黑色蘑菇云升起，恐怖的冲击波几乎掀翻了方圆10里一切可以看见的东西。这就是陆川12剑招中人祸这个名字的由来。用剑气侵蚀活人，再用剑气刺激活人自爆，活脱脱的人肉炸弹制造机。这一招最是适合大范围屠杀。如果陆川愿意用人祸屠掉一座大城，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而且被剑气控制的人实力越强，爆炸的威力也就越大。这上百人都是修行者，而且还不乏吴大江这种6境的强力修士。这爆炸的威力妥妥的一颗小型核弹的威力。最恐怖的是，爆炸之后散落而去的黑色剑气，在没有彻底消散之前，还会控制活着的人进行自爆。这12剑招是陆川精神最为不正常那段时间创造的，反人类、反社会的属性拉满。众人被剑气护住，虽然没有被冲击波影响到，但是这恐怖的一幕也让所有人腿肚子发软。爆炸之后，陆川收回了所有散落的黑色剑气。如今的陆川虽然精神病也间歇性发作，但是出来之后已经好了不少，不至于管杀不管埋。丫头，你们先回去，我跟小红叶去一趟未眠海。陆川把轻轻的一挥手，小河中心的那根树枝飞到白玲玲面前。刚才那种程度的爆炸，居然都没有损坏这树枝分毫，实在不可思议。这树枝你拿着，遇到找麻烦不长眼的东西，抽死丫的！白风渡口是未眠海的出海口，这里形成了一个以航贸为主的巨大城市白风城，由上3宗之一的云梦泽管理。云梦泽在上3宗里算是最为低调、存在感最弱的一个大宗门，平时很少能看见云梦泽的弟子行走世间。但是云梦泽却是天元大陆上公认的最富有的一个宗门，因为云梦泽掌管着出海贸易，有3艘能够跨越大陆的飞云商船。这3艘商船负责与其他大陆通商，3-5年往返一次，每次往返都会为云梦泽带来巨大的利益。云梦泽最近几年的海商贸易并不顺利，未眠海上的72神仙洞这些年活动频繁，他们虽然不敢打劫云梦泽的飞云商船，但是却频频登岸劫掠白风城。整个白风城最近几年被弄得是鸡飞狗跳，极大的影响了云梦泽的贸易活动。但是云梦泽却拿这一颗耗子屎没什么办法，因为72神仙洞在茫茫大海之中有天然阵法庇护，加上这些邪修个个都是人中龙凤，真要想彻底铲除，恐怕云梦泽也会元气大伤。到时候平白让玄天宗与镇元宗捡了便宜，这是云梦泽最不想看到的。陆川来到白风城已经是2天之后了，以陆川的速度也足足赶了2天的路，对于这个世界的庞大也有了一个新的认知。跟在身边的红叶真人看着繁华的街道，前辈，我们去城主府问问吧，云梦泽肯定知道72神仙洞的具体位置。陆川没有拒绝，这茫茫大海要找几个小岛确实有些困难，要是驴子匹配了这个世界的信息，也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城主府又发新通告了，又是招募人手，这个月都第几次了？现在72神仙洞那帮子畜生猖獗至极，据说把主意打到了飞云船上，云梦泽肯定要有所行动了。咱们也就看看热闹，给再多佣金，那也得有命花不是？城主府奢华的大门前围了一大堆修士，讨论着墙上新发的布告。陆川看了看，是一份招募护卫的通告，
要求还挺高，必须是5进以上，见修优先，而且还是个长期合同，最低5年。当然，开出的条件也很诱人，每年最低1万颗上品灵石的工资，还有各种天才地宝。陆川记得明月阁1年的收入也就10万颗上品灵石左右，这云梦泽招个护卫就能开出1万上品灵石的年薪，说是财大气粗也没有什么问题。云梦泽这些年看来不好过，价格都开到这么高了。红叶真人看完布告，有些唏嘘的叹了口气。陆川想了想，心中有了个主意，去找他们领头的谈谈，我灭了72神仙洞，他们能给多少？明月阁太穷了，既然决定帮他们一把，陆川还是稍微上了点心。反正都要灭了72神仙洞，如果能顺便给明月阁的丫头们赚一笔，也是不错的。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红叶真人一拍脑袋，哎，干什么的？应聘护卫，去那边，这边是城主府。红叶真人拉着陆川，冒冒失失的闯进了大门，毫无意外的被守卫拦了下来。陆川没有心情跟护卫在这费口舌，直接用剑气控制住护卫，让他把自己的目的通报了上去。很快，城主就亲自出来迎接二人，表现得很是热情。毕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都没有出现过要去灭了72神仙洞的猛人了。城主是个看上去50来岁，胖胖的小老头，有些发福，长得和和气气，像个富家翁。二位，里面请。城主看到陆川与红叶真人之后，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但是既然能坐到这个位置，这小胖子待人接物还是有一手的。城主并没有因为二人的外形而有一丝的怠慢。不用，派个认识路的来，马上出海。陆川不喜欢人情世故，表现得很生硬。城主有些尴尬，无奈笑道：老人家，出海不是不可以，但是您可要想清楚，这不是闹着玩的。剿灭了72神仙洞，你们云梦泽给多少？陆川不想跟他废话，直接切入主题。看到陆川这么有自信，城主有些拿捏不准，这老头是真有本事，还是得了失心疯？而且他感受不到陆川身上有真元波动，这让他有些怀疑。200万上品灵石，思虑再三，城主还是报出了价格。200万上品灵石，差不多是明月的20年的收入。一口价400万。陆川也是坐地起价，直接翻了一番。你疯了！城主被吓了一跳。400万上品灵石，可是云梦泽整整3年的收入，就400万，能不能谈？陆川很强势，直直的盯着城主府眼睛，看着陆川那毫无情绪波动眼神，城主觉得自己灵魂都莫名的抖了一下。300万，让陆川没有想到的是，这小胖一居然顶住了压力，还了个价。云梦泽家大业大，虽然赚得多，但是支出也多，您报的价太高了。每次出海都会有意外，货物出了问题倒是没什么，要是人出了问题，那可得赔上一大笔。上次飞云船撞到了冰山上，光修船就花了100万上品灵石。城主巴拉巴拉开始倒起了苦水。就400万，少一个子儿我就捏死你！马上派人去渡口，现在出海。陆川霸道的性格展露无遗，说完就背着手离开了城主府。看着陆川离开的背影，城主长长呼出口气。这老头子带给他的压力实在太大了，特别是那双眼睛盯着自己的时候，仿佛要把魂魄都给吸走。400万灭了72神仙洞，不算太贵。城主估算了一下，觉得400万还是可以接受。当然前提是72神仙洞必须全灭，不要到时候整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些400万不就白花了？城主思索了好一阵，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赌一把。反正也没有什么损失，要是成功了，以后云梦泽就除掉一块心病，对外航行，白风城的安全也能得到保证。要是失败了，那老头子也回不来，不用担心来找麻烦。前辈，您可真敢要400万上品灵石，那得是多大一堆？渡口的小面馆中，陆川在吃面，红叶真人在一旁陪着。要少了。陆川摇摇头，如果能全灭72神仙洞，云梦泽可以接受更高的价格。航路的安全是影响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云梦泽是不会省这笔钱的。砰！正聊着天，有4个人推门进了面馆。环视一周之后，径直朝着陆川的座位走来。领头那5大3粗的黑汉子重重的把手中一个罗盘拍在桌子上。你个小老头，躲在这鸟地方吃面，让我一顿好找，就是你要出海是吧？汉子声音大得吓人，震得整个小面馆都在抖。城主是吃错药了吗？就这2人也想出海找神仙洞，这年头真是什么阿猫阿狗。啪！汉子话还没有说完，脸上就挨了一巴掌，整个人撞穿小面馆，飞到了马路牙子上。有请下一位会说话的嘉宾。陆川说着，端起脑袋大的碗，咕噜噜的喝起了面汤。剩下的2男1女看着陆川咽了咽唾沫，他们根本没有看清楚人是怎么飞出去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是这吃面的老头出的手。我叫王守玉，这是我二哥王守玉，这是我小弟王守仁，被您扇飞的那个是我们大哥
王守义。最终还是那女子率先开了口。哈！王守义13香。陆川看了看躺在马路牙子上不知死活的王守义，忍不住吐槽一句：什么？王守月一时间没有听懂。陆川摆摆手，任务你们清楚了吧？带我找到那什么狗屁神仙洞就行。王守月点点头，城主已经交代过了。好，不想搭理你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陆川的心情不好，撂下一句，径直走出面馆。这13香就别跟着了，影响老子心情。出了门，陆川又一脚踢飞了王守义，撂下这么一句：你二哥王守玉看不下去，刚想说2句，结果被王守月一把捂住了嘴巴。想死挑个别的地儿，这老头咱们惹不起。王守玉无奈的点点头。出海很顺利，上船的时倒是引起不小的轰动。毕竟这种找死的活，这年头可不多见了。混迹于白风渡口的老油条，他们都知道一个事情，那就是一旦王家4兄妹出海，就一定是去找神仙洞的。也只有这4兄妹能够准确的定位到72神仙洞的位置。上次4兄妹出海好像是20年前了吧，差不多，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我记得那次是由上千人组成的剿匪队伍，还有几个7境界大修士。你们记错了，上次是32年前云梦泽自己组织的出海队伍，去了3000多人，只回来了100多人。太久了，没什么印象了。哎，现在云梦泽越来越不靠谱了，居然让个老人家出海。要是把王家4兄妹搭进去，云梦泽到时候哭都来不及。据说啊，这72神仙洞其实跟另外2个大宗有关。哥们儿，这话可不能乱说。乱说？你们也不想想，这72神仙洞凭什么在云梦泽眼皮子底下活得这么滋润？要是没有另外2个宗门支持，打死老子都不信的。是有些道理的，毕竟云梦泽的生意太赚钱了，还是独一份，其他人能不眼馋吗？打住，这些不是咱们该讨论的。载着陆川一行人的金色小船出海而去，引得岸边人讨论不休。老人家，这是我们王家特有的冲锋船，比普通船要快上许多。如果想要回去，我们随时可以掉头。船上，王守月忐忑地跟陆川说着话。陆川没有搭理他，独自坐在船头，欣赏着大海的风景。王守义这倒霉蛋也在船上，因为要找到被天然阵法隐藏起来的72神仙洞，必须要4兄妹合力才能完成。虽然不喜欢这汉子，陆川还是让他上了船。王守义又脸颊高高的肿起，一脸委屈地缩在小船尾部，尽量离陆川远一些。让你那破嘴没个把门的，这下踢到铁板了吧？王守月一边给王守义上着药，一边狠狠地教训起来。听到这话，王守义更是委屈的直掉眼泪。这大男人吧嗒吧嗒的掉眼泪，实在有些搞笑。其后2天，小船在茫茫大海中一路飞驰，直到第3天半夜，来到一片黑色的海域，小船才停了下来。老人家，我们要开始定位神仙岛的位置了。王守月紧张地看向陆川，心中还是希望他能回去。毕竟这些年来找神仙洞麻烦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看得出来，这个女孩是个心善孩子，她并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陆川与红叶真人的安危。陆川摆摆手，没事，要是觉得不安全，你们定好位置自行离去就行。我不是这个意思。王守月无奈的苦笑一声。既然劝不动，王守月只能开始自己的工作。4兄妹定住小船，一人拿出一个罗盘，看向天空之上的星辰。72神仙洞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因为天然阵法的影响，岛群的位置会不停的变动，但是总体不会移动出这片黑色海域。王守月为陆川解释起来。我们可以依照星象定位到现在72神仙洞的具体位置。天顶之上有几束月光落了下来，准确地照射到4人罗盘的中心位置。罗盘爆发出强烈的金色光芒，接着这金色光芒返回天穹，4人的罗盘开始转动起来。随着4人不停的掐诀，那古老的罗盘出现了惊人的变化。罗盘中心慢慢散开，每个中心呈1/4莲花的模样。紧接着4人将罗盘聚在一起，中心莲花部分脱离罗盘升到空中，组成一个完整的莲花。莲花在月光之下缓缓盛开，最终在盛开的莲花之上出现一张海图。找到了。王守月看着海图，心中一喜。然而王守月还未来得及说出具体方位，平静的海面居然翻涌起来，滔天巨浪汹涌而起，小船在巨浪中剧烈的摇晃起来，仿佛随时都会被拍散。一个巨大的黑影在巨浪中若隐若现，急速的接近小船。是海兽，这里怎么会出现8境妖兽？看到那个黑影，王守月吓得声音都变了。快加速离开这里！然而为时已晚，那个黑影乘着巨浪而来，在海浪中张开大嘴，暴风般开始吸入。小船在这恐怖的吸力之下不停地打着圈圈。是海兽为8境妖兽，王家4兄妹境界最高的也就是王守义，也不过5境巅峰而已。这样的实力，想从是海兽嘴下逃脱，
简直痴人说梦。翻涌的海浪中，几人陷入深深的绝望。滚！就在小船即将失去控制的那一刻，陆川清冷的声音淡淡响起，声音并不大，然而却清晰传进了所有人的耳朵之中。这声音仿佛直接撞击到了灵魂之上，让所有人皆是一颤。更不可思议的是，乘着海浪，携着大自然威势而来的是海兽，在一声滚字之后，居然狠狠地落了下去，砸进了大海之中。众人看到是海兽那巨大的身躯在海面之下跟躲瘟神一样急速的远去。死里逃生的众人瘫在小船之上，再看向陆川的眼神已经完全变了。谢谢前辈救命之恩。王守月带头跟陆川道谢，其余3人连忙跟着起身。位置定好了吗？陆川无聊的摆摆手。王守月点点头，定好了，东南方向3500里。72神仙洞有天然阵法庇护，想要进入不是那么容易。王守月话还没有说完，陆川已经消失在船头。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皆是一脸懵逼。只有红叶真人习惯了，慵懒的靠在船边，看着黑色的大海出神。姑娘，这老人家什么来头？王守义实在绷不住了，先前得罪了陆川，现在只能探探口风。不知道。红叶真人笑着耸耸肩，反正别去惹他老人家就对了。众人一时间沉默下去，就陆川那看上去风都能吹倒的模样，谁不想去惹一下？三姐，八境妖兽出现在这里，有些不太对劲。一直话很少的王守仁此刻担心的说了起来。王守月点点头，应该跟幽泉之眼震荡有关，未免海中心的强大妖兽可能被赶到了别的区域。唉，王守仁叹了口气，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2年海上一直都不太平。王守月揉了揉王守仁的头，笑道：这些事情哪轮得到我们来操心，上3宗都派人去了幽泉之眼那里，放心吧，不会有事的。72神仙洞这颗毒瘤为什么难以被清除？原因很简单，就是这片群岛有天然阵法的庇护，这阵法神奇异常，能够带着群岛不停地变换位置。要是没有星象定位的本事，根本不可能在茫茫大海中准确地找到。陆川来到王守月指引的方位，整个人行走在半空之中，下方的大片海面被浓雾笼罩，浓雾中有大量的生人气息。看来位置没错了，这里应该就是72神仙洞位置所在。陆川轻轻地抬起手，黑色的剑气开始在指尖缭绕。陆川保持这个动作足足有10分钟之久，指尖的剑气也被压缩成了一个小小的黑洞模样的东西。剑4风起，屈指一弹，指尖的小黑洞从高空落下，陆川也随着小黑洞一起落向浓雾之中。小黑洞最终停留在了浓雾上方10米左右，而陆川继续往下，刚一接触浓雾，一股极大的抗拒之力反弹到了身上。看来这就是阵法的庇护了。这股力量说不上多大，但是对于一般修士来说，也算是一个不可跨越的天堑了。陆川随手一划，破开着这股力量，安稳地落到了地面。没有什么心情去观察什么狗屁环境，这次来就是为了杀人的，只要留几个活口，到时候拷问一下就行。切！陆川轻轻地打了一个响指，下一刻，停留在浓雾上方的小黑洞突然黑光爆闪了一下，接着一股巨大的吸力从黑洞中爆发出来。在巨大的吸力下，下方的浓雾犹如鲸吞一般涌入黑洞之中，极夜开始笼罩大地，天上看不见星辰，看不见明月，何处还残留着生的希望？终于在这股恐怖的力量下，整个72神仙洞开始沸腾起来，大量的修士骂骂咧咧地升上天空。当他们发现极夜降临，庇护群岛的浓雾消失，恐惧如同瘟疫一般在人群中蔓延开来。哪位朋友造访神仙洞，可否出来一叙？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在岛上响了起来。陆川根本没心情搭理，这次来这里有且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杀光这里的人。眼见浓雾被吸收的差不多，视野也开阔了起来，陆川又打了一个响指，散！那小小的黑洞停止了暴风般的吸入，砰！一声闷响，乍然而起。接着，一道不过10来寸的黑色锋刃从黑洞中冲了出来，锋刃速度之快，如流星赶月，直冲半空中那些修士而去。天空之上停留的修士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这道锋刃就拉出一条长长的黑色流光，切断了他们的脖子。被切断的头颅如同下饺子一样从天空之上落下。驴子！陆川轻轻地喊了一声，阿福很是识相地出现在陆川身边。艾大爷，有啥事您尽管吩咐。知道陆川心情不好，阿福也没有去撩拨虎须的想法。陆川点点头，那些脑袋你给我收集起来，我要带回去祭奠死者。放心，小事一桩。阿福乐呵呵地打了一个响鼻，消失在黑夜之中。陆川闭着眼睛感受了一下，接着背起手，不紧不慢地走向生人气息最多的地方。每走一步，天上小黑洞就发出一道无情收割生命的黑色锋刃。黑色的锋刃在极夜之下拉出了五彩斑斓的炫光。
这光交织成了一张大网，无情地收割着群岛之上的生命。终于有人发出了惊恐的吼叫，他想逃跑，然而脚步刚刚踏出，锋刃就拉着光划过了他的脖子。当锋刃划过脖子，胸口的温暖顷刻冰凉。这是梦，对，这一定是梦，因为他没有感受到疼痛。可是岛上此起彼伏着生命最后的吼叫，却告诉他这不是梦。时与梦怎得思量？他看到了自己的身体，看到了自己脚尖，最后沉寂在无尽的黑暗之中。生命如此的轻贱，只需要轻轻的动动手指就能夺走很多。陆川背着手一步一步的走着。1235，这是陆川走的步数，也是此刻笼罩在群岛之上那死亡锋刃的数量。今夜将无人生还。走完这1235步，陆川看到了第一个活人，不对，应该是一堆。这群人躲在一个山洞之中，歇斯底里的咒骂些，发泄着心中的恐惧。当他们看到陆川的时候，仿佛看到了救世主。他们并不认识陆川，但是他们第一眼看到这个老头子，就认定了他是这场无情屠杀的主导者。这是一种很怪的感觉，仿佛是心有灵犀那般奇妙。你是谁？你是谁？为何要屠戮我神仙洞？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鼓起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对着陆川咆哮起来。重要吗？陆川笑着摇摇头，找到一块石头坐了上去。告诉我，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中年男子发狂一般的再次咆哮起来。重要吗？这个问题对于陆川来说，这个问题不重要，但是对于这群将死之人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要是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眼睛能闭上吗？陆川摆摆手笑道，换个话题，前几日你们神仙洞在黑月滩劫杀明月阁弟子，是受谁指使？中年男子愣了一下，很明显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搞错了，搞错了，我们不会深入内陆，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中年男子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吼叫着解释起来。陆川撑着下巴，用食指轻轻地敲着脸颊，慢慢道，给你个提示，绿琉璃。听到这3个字，中年男子身体一阵摇晃。屠百里，狗杂种，给老子滚过来！中年男子对着后方的人群嘶哑地咆哮起来。很快，一人被扔到了最前面。陆川看了看，满意的点点头，正是镜花水月中最后出现的那个老者。陆川淡淡的笑了起来，略带调侃道，说吧，你应该有话要跟我说。屠百里看着陆川，整个人如同筛子一样抖了起来。我不该劫杀明月阁弟子，我鬼迷心窍，您大人大量。不是这句。陆川有些意兴阑珊，摆摆手。我接了万寿门的任务，杀一个明月阁弟子，100颗上品灵石。陆川点点头，看来事情还是很简单嘛，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不？对。屠百里连忙点头，但是立马觉得不对，又连忙摇头。行吧，为钱杀人是个很好的理由。陆川起身拍了拍灰尘。前辈，凶手已经找到，可否放了我神仙洞？无论什么赔偿，我都愿意接受。中年男子求生欲很强，想为自己搏一线生机。陆川耸了耸肩，快乐地笑了起来。我都说了，为钱杀人是个不错的理由。正好我也接了个任务，400万上品灵石，灭了你们神仙洞，还有什么要问的吗？中年男子听到这话，脑袋一阵晕眩。我可以出更高的价格，只求前辈留一线生机。噗！陆川再也忍不住笑出了声，接着神经质一般的拧了拧脖子。你真觉得我是为了钱来这里的？哈哈，错了，我只是想找些人给丫头们陪葬罢了。当然陪葬的人多多益善，赚钱不过是顺便而已。说完，陆川背着手溜达了出去。这几日心中的阴霾总算被驱散一些，心情好了不少。哈哈，想找我们陪葬，你也不要想离开这里。中年男子极度绝望之中，却是反常笑了起来。知道这里为什么连神仙洞吗？因为这里住着真正的神。哈哈哈，你破坏了阵法，你在这里屠杀，鲜血会将他惊醒，阵法将无法困住他，天元大陆会迎来浩劫。哈哈！在中年男子绝望的咆哮下，整个群岛开始剧烈的颤动起来，一道道炸裂的长鸣在天地之间响了起来。浓重的夜色此刻似乎又加重了几分，浓稠的刀也割不破，针也刺不穿。狂风乍起，卷起漫天的灰石，一个修长的身影在狂风中若隐若现。这身影好像很远，又好像触手可及。此时，遥远的极北昆仑之巅，一名中年男子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在男子睁开眼睛那一刹那，这双眼睛中似乎又有星辰在明灭不定。他遥望着未眠海的方向，轻轻地摇了摇头。风灵被唤醒，看来要下山一趟了。有点意思啊，这应该是一种天生地养的风属性神灵，可以抓来研究一下。这种神灵极具参考价值，可以推演出这个世界的演变过程。阿福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陆川身边，看着狂风中若隐若现的身影，阿福乐呵呵地提出了建议。
这驴子屁股后面拖着一个巨大的网兜，网兜里面全是一颗颗新鲜的头颅。陆川一拳砸扁了阿福的头，给老子收人头去，哪来这么多事？嘿嘿，一个小小的建议。对了，给你发布个支线任务，想做就做，不做也无所谓，莫要生气，莫要生气。阿福陪着笑，拖着网兜一溜烟的跑了。陆川看了看那个身影，对这种狗屁神灵没什么兴趣，只要不来惹自己，什么都好说。丁，特殊支线任务开启，风灵苏醒。此时脑海中响起了机械的任务提示音，被天道镇压了数万年的风之灵被宿主解放，天元大陆将迎来一次浩劫，宿主可以将风灵收服，帮助修炼五行霸体。你他妈在教我做事啊！陆川翻了翻眼皮子，对着狂风中的身影扬了扬下巴。那黑丝，别玩疯了，给老子滚过来！剧烈的狂风在此时戛然而止，那黑色的身影愣愣地待在原地。很明显，他被陆川的话给震惊了。看什么看？没见过帅哥呀！让你滚过来，没听见吗？陆川有些不耐烦。你找死！一个恼羞成怒、分清男女的声音响起，接着那个黑影猛然消失在原地，在出现时已经到了陆川面前，一双黑色的大手对着陆川的胸口就抓了过来。黑色大手带起无名之风，这风割裂了周围的空间，空气犹如破碎的镜面一般布满了裂痕。干你娘！给脸不要脸！陆川有些恼火的伸出了大巴掌。啪！陆川后发先至，先一巴掌扇在了黑影的脸上。清脆的巴掌声之后，黑影举着手又愣在了当场。啪啪啪啪！陆川又是几个正反大逼斗，扇在了黑影脸上，直接把这货给打懵逼了。我是风灵，我是天生地养的神灵，你是怎么碰到我的？黑影举着手，带着哭腔问了起来。哭？敢哭，老子抽死你丫的！陆川又举起了大巴掌，黑影吓得立马捂住了嘴巴。老子缺了打手，看你骨骼清奇，就你了。陆川是有些懒的，很多时候不想动手，找个打手也符合现在的需要。黑影听到这个要求，瞬间炸了毛。我风之灵，天生地养的神灵，你算什么东西？给脸不要脸的东西！陆川举起巴掌，对着黑影一阵劈头盖脸的抽。呜，别打了，别打了！黑影被抽的身上黑色雾气都淡了不少，抽噎着让陆川停手。想好了没？陆川狠狠地瞪了黑影一眼。黑影脖子一缩，弱弱的点了点头，想好了。然而下一刻，黑影突然暴起，直冲天空而去。呸！阵法都破了，这世间再也没有东西能困住我了。你个老不死的东西，还想让我当打手，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黑影话还没有说完，突然惨叫着从天上一头栽了下来。原来是一道锋刃划过了他的脖子。让陆川有些意外的是，这货居然没啥大事，被锋刃切开的脖梗很快就恢复了原样。算了，这么麻烦。陆川摇摇头，轻轻地打了个响指。悬浮在上空那个小小黑洞轻轻一颤，数十道锋刃直扑而下，朝着黑影而去。你当我是什么？我可是天生的养的风之神灵，区区锋刃能奈我何？黑影面对冲来的锋刃，硬气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然而下一刻，黑影扑通一声就跪在了陆川面前。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我愿意为好汉排忧解难。噗！陆川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这货这么没节操的吗？这真是一个神灵，这么弱鸡，这么没节操的神灵。陆川挥了挥手，冲来的风刃散了开去。刚才你已经骗过我一次了，再有一次，我就把你淹死在厕所里。好汉您放心，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黑影举起手，对着天空赌咒发誓起来。噗！苍天啊，大地啊，这是哪里来的妖孽？岛上的那群人看到这最终结果，一个个差点没当场升天。当然，他们虽然没被吓死，但升天也是迟早的事情。黑丝，去帮我家驴子收人头。陆川吩咐了一句，背着手晃晃悠悠的走了。陆川在岛上溜达了一圈，确定不会有什么漏网之鱼后，就返回了小船。众人见陆川回来的这么快，都以为这老头搞不定，要赶着跑路了。在这等一会，陆川看着要开动小船的王守月，摆了摆手。啊！王守月有些茫然。前辈，咱们不是要跑路吗？跑什么路？陆川也有些懵逼。等一下神仙洞那些邪修追出来，再想跑就来不及了。王守月看了看远方的海面，有些着急。啊！陆川笑了笑，没事，解决了，不会有人追来的。众人当然不信，这才过去一个时辰而已。72神仙洞有上万名邪修盘踞，就是上万头猪，你一个时辰也杀不完吧？陆川懒得解释，抬头看向天空。从10分钟之前，陆川就察觉到了天穹之上似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不仅如此，还有一股庞大的能量在疯狂汇聚，要变天了。王守月发现天顶之上不知道何时居然有了一层浓云，
更加诡异的是，这些云层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四面八方汇聚了过来。不过眨眼之间，云层就彻底遮蔽了天空。云层越积越厚，到最后仿佛从头顶之上直接压了下来一般，让人喘不过气来。轰隆！云层中碰撞下响起惊雷之声，红色的雷电犹如巨龙一般在云层中若隐若现。这是什么？为什么会是红色的雷电？天地之威，何其壮哉！几人被吓得全身汗毛直立，特别是在惊雷响起的那一刻，仿佛神魂都要被震散一般。雷劫！红叶真人吞了吞口水，看向陆川，从嘴中蹦出这么个词：雷劫。四兄妹听到这两个字，吓得是魂飞魄散。其实只要是个修士，听到这两个字都会抖上一抖。这玩意就是天道专门针对他们这些窃天地气运的修士。但是通常来说，只有进入神道三境的时候才会引来雷劫。整个天元大陆已知的神道三境，也就是昆仑神宫的主人。至于还没有其他神道三境，还真没有听说过。或许那些传承了上百万年的古老家族会有，但是这里又没有人要跨入神道三境，怎么会引来雷劫？看着将整个天空染成红色的血云，红叶真人声音颤抖道：“古籍上记载，渡劫神雷为青色，这种红色的是灭神雷劫。100万年前，域外天魔降临的时候引发过一次。此时，在岛上捡人头的阿福注意到了远方天顶的变化。哇哈哈，来了！阿福乐的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被陆川派来收人头的黑影，此时感受到了那股恐怖的天地之威，吓得蹲在地上，不停地抹着眼泪。我也没干啥呀，用不着灭神雷劫劈我吧？我何德何能啊？你还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阿福不屑地翻了翻眼皮子，解下身上拖着的网兜，又对着一旁早就被吓得失了魂的黑影来了一蹄子：“小兔崽子，好好的把人头捡完，少一颗皮给你扒了。”接着，阿福化成一抹红光，消失在岛上。黑影呆愣愣地看着一网兜的人头，最终确定这灭神雷劫不是冲着自己来的。既然不是冲自己来的，那么只能是刚才那个死老头子了。呸！从古至今还没有在灭神雷劫活下来的人，死了活该，糟老头子！黑影狠狠啐了一口，站了起来，化成一抹流光，消失在天边。你们先走，小红叶你在白风渡口等我就行。陆川活动了一下身体，对红叶真人叮嘱了一句。红叶真人立马意识到，这灭神雷劫是冲着陆川来的。意识到这个问题，红叶真人心脏骤停，眼睛瞪得如同铜铃一般。因为根据记载，从古至今似乎没有人在灭神雷劫之下活着。红叶真人呆滞地看着陆川，想说点什么，却又无从说起。这种情况，他明白自己渺小的如同尘埃，发出声音激不起一点浪花。走吧。陆川脚下轻轻一点，黑色剑气包裹住小船，飞驰而去。看着越来越远的陆川，红叶真人觉得眼睛有些发酸。虽然跟陆川相处了没多久，但是这些日子却是他一生中最安稳的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已经把陆川看成了一个依靠，好像只要他在，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红叶真人趴在船头，用尽全部力气吼了起来：“前辈，一定要安全回来！”红叶真人喊出这句话，整个人如同脱力一般，靠在船舷边上。只是还能回来吗？极南的补天峰之上，一名身材高大的老人看着遥远的天际，神色复杂。灭神雷劫，老夫不过1000年未出，这天元大陆上又出了什么逆天型的妖孽吗？看来要出去走走了。极东的蓬莱岛之上，一名相貌堂堂的白衣男子负手而立。男子同样看着远方的天际，满眼担忧。这些年，天元大陆并未有什么灾祸，也没有大魔诞生，怎么会突然降下灭神雷劫？幽泉虽然震荡，但是却没有打开，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极西的茫茫戈壁之中，据说这里隐藏着一个古老的家族。一名少女背着一座大山，如同苦行僧一般，赤脚行走在坚硬的戈壁滩上，清冷的面容没有一丝的波澜。很快，少女似乎感受到了什么，轻轻一震，身上的大山瞬间化为齑粉。她抬头看向远方的天空，喃喃自语起来：“灭神雷劫，有意思，趁着幽泉震荡，出去走走吧。”极北之地，那眼中有星辰明灭的男子走下了昆仑山。开始了，老东西干他，我去偷鸭老家。陆川脑海中响起阿福兴高采烈的声音：“狗东西，下次再突然说话，老子一把掐死你！”陆川说着，抬眼看向天空，血色的云层又压低了几分，低的仿佛伸手就能碰到。下意识的伸手摸向腰间，然而却愣住了。原来腰间已经没有剑了。此时阿福的声音又在陆川脑海中响起：“有剑，你的记忆之门中封印了2把剑，一把黑色的杀生，一把白色的囚人，拿出来干丫的。”陆川不想搭理这货，轻轻地对着脚下的大海勾了勾手指。
本来还算平静的大海，在陆川勾起手指的那一刻，疯狂地翻涌起来。砰砰砰！炸裂的声响在天地之间响起。翻涌的大海中卷起数十条宛如巨龙的水柱，一个浪头从下方卷起，托起陆川，朝着天空之上冲去。老疯子，老疯子！阿福有些气急的声音响起：“不要去主动迎战，你的身体太苍老了，承受不住的。”在陆川没有搭理阿福，只是看着天空之上的血云。此时的血云开始疯狂的旋转起来，在天穹之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中心有红色雷龙游曳其中，威势之盛，尽显天地之威。然而陆川面对着天地之威，只是扯着嘴角，无所谓的笑了笑，似乎感受到了陆川那轻蔑的笑容。轰！灭神雷劫在下一刻带着无尽怒火启动，天地之间一道红色闪过，划亮了漆黑的夜。雷声轰隆而起，一条红色雷龙裹挟着毁天灭地的能量，从漩涡中心直冲陆川而去。陆川在此时却闭上了眼睛。近了，1000米、100米、10米。在雷龙即将轰到陆川头顶之时，那双浑浊的眼睛猛然睁开，黑色的剑气从身体上喷涌而起，直冲霄汉。黑色的剑气如同滴落在清水中的油污，急速地污染着天空。整个天空被陆川的黑色剑气还有红色的灭神之雷分割成了两种颜色。砰！陆川双手在剑气的萦绕之下变成了漆黑的颜色。陆川用这双枯瘦的老手狠狠地抵住了雷龙的嘴皮子。尘埃一样渺小的陆川用手抵住了庞大的红色雷龙。如果有人能够有幸看见这一幕，一定会被震撼到无法言语。哼，你当老子10万年大力丸白吃的吗？陆川冷哼一声，全身瘦巴巴的肌肉在此刻居然鼓胀了一下。下一刻，陆川将力量集中在手上，狠狠地撕了下去。一股宛如魔神灭世般裂天撼地的力量从佝偻的身体中爆发开来。雷龙庞大的头颅被撕开，然后是躯干，最后是尾巴。一道灭神之雷居然被陆川这么活生生的撕烂！不要乱来啊，你的身体承受不住的。爷爷，祖宗，我求您了，用剑，用剑！阿福吉的声音带起了哭腔。然而陆川根本就懒得搭理他。在撕碎了第一道神雷之后，脚下的海浪拔高了一些。阿福叹了口气，知道劝不住这老家伙，干脆闭上了嘴巴。紧跟着第二道灭神之雷轰了下来。陆川举起拳头，激发出肉体全部的力量，狠狠地轰了上去。红色雷龙再次被轰碎。第3道、第4道、15道，陆川整整轰碎整整15道灭神雷。此时的陆川脸上已经布满了裂痕，仿佛下一刻就会破碎开去。然而天上的雷劫却完全没有平息的意思，甚至威力还在增大。嗨嗨，不服老不行啊！陆川咳出一口血水，自嘲地笑了起来。轰！又一条红色雷龙砸了下来。陆川轻轻地打了一个响指，被留在下方的一根滔天水柱此时活了过来。黑色剑气将水柱包裹，幻化成一条黑色的巨龙。黑色水龙咆哮着冲了上来，与那红色雷龙撞到了一起。水与雷两种属性碰撞在一起，擦出了绚烂的火花。整个天空在这一刻被照亮，四那盛放的花火绚烂至极。每击碎一条雷龙，陆川就让海浪抬着自己上升一些，直到最后一条水柱用完，陆川已经离那红色的漩涡很近了。而此时灭神之雷足足轰下了80道。陆川的情况并不乐观，苍老的身体承受不住这种力量，已经开始崩坏，脸上的皮肤也如同碎裂的镜面一般，一块块开始脱落。然而陆川却无所谓的笑了起来，或许他一直都是这样，什么都无所谓。血色雷云的漩涡中心此时疯狂的咆哮起来，无数猩红的雷电在其中明灭不定。陆川知道这应该是最后一道灭神雷了，同时也是最强的一道。下意识的摸了摸腰间，空荡荡的一片。陆川笑着敲了敲额头，这记性越来越差了，自己身上没带剑。而此时雷云的漩涡中心已经暴动起来，最后一条红色巨龙正在急速的生成。或许是因为红色太过浓重，这最后的雷龙已经变成了黑色。陆川轻轻地划开手掌，鲜血涌了出来，并指成剑，在面前一抹，鲜血聚而不散，拉成了一把血色长剑。陆川深呼吸一口，轻轻地握住剑柄。今日以血为剑，斩破苍穹。剑11，大灭。死！没有华丽的剑光，没有绚烂的色彩。陆川用这把血剑狠狠地挥了出去，一道黑色的剑气在面前被拉出。这黑色剑气飞跃而上，直冲漩涡中心而去。剑气迎风而长，10米、100米、1000米，一直到最后，这条黑色的剑气横亘在天穹之上。这撕裂苍穹的剑气斩到了红色的雷云漩涡之上，一道冷冽的黑光在天穹之上爆闪而过。没有激烈的碰撞，
没有绚烂的花火，一切那么的安静。那锋锐的剑气就那么从漩涡的中心斩了过去，没有带起一点涟漪。时间在此刻停摆，黑色的雷电巨龙停了下来，红色的漩涡也停止了旋转。砰！雷云漩涡在下一刻轰然碎裂开去，整个天空变得如同被清泉洗涤过一般干净。别人的天劫都是用来渡的，只有陆川的天劫是用来斩的。我有一剑，可斩天威。嗨嗨！陆川剧烈的咳嗽起来，失血过多，加上身体负荷过大，让陆川的头有些晕，强撑着才没有栽落进大海之中。大爷牛逼，大爷天下无敌！此时阿福出现在陆川身边，驮着他落向那早已经被屠杀干净的群岛之上。阿福的脑袋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撑得很大，这让他看上去愈发的像个憨批。嘿嘿，阿福落地，开心的像个傻子。大爷，成功了，我匹配到这个世界的信息了。这个世界着实出乎意料，信息太多太爆炸，我需要一些时间整理一下。陆川全身疼得厉害，没心情搭理这货，翻了个白眼道：快点给老子把人头收起来，回明月阁去，烦死了这一天天的。得嘞，您坐着，小的这就去干活。驴子低眉顺眼的点点头，恭敬道：就差给陆川弄个牌位，把人给供起来了。陆川靠着石头，因为太累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睡了过去。大爷，大爷，您怎么了？你不能死啊！你死了我怎么活啊？驴子哭天抢地的干嚎，把路给川吵醒了。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天空很蓝很干净，微风不燥，阳光正好。陆川一巴掌抽在阿福的驴脸上，恶狠狠道：你他妈嚎丧呢，是办完了吗？挨了一巴掌，阿福却高兴起来，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大逼斗。嘿嘿，干完了，人头总共是12318克。阿福得意的转头看向身后的巨大网兜，里面装满了人头，鲜血浸湿了网兜。对了，风铃好像跑了，他妈的，再让老子遇见他，是给丫打出来。陆川摆摆手，拉倒吧，一个小菜鸡由他去吧，快点回明月阁，要是再不能返老还童，这副身体真要崩坏了。哎，得嘞，您坐稳了。阿福拖着网兜，驮着陆川升上了天空。一头驴子拖着上万颗头颅在天空中奔跑起来，背上还坐着一个皮肤脱落了一些，还满是裂痕的老人。这恐怖的一幕，要是被胆子小一点看见，估计能被当场吓得尿出来。红叶真人伸着修长白皙的脖颈，看了大海整整一夜。天上的动静早就落下，然而直到现在，陆川还没有回来。红叶真人的心情已经跌到了谷底。要是没有陆川的庇护，这份安稳还能持续多久？那是什么？突然有人喊了一句，指向远方的天空。很快渡口上的人全都注意到了远方天边的一个黑点。随着距离的拉近，所有人脑袋开始宕机。一头驴拖着这网兜，网兜里有很多很多的脑袋。众人被这突然来临的驴子给震动了，以致就像受到电击一般，精神处于半痴半呆的状态之中。所有人完全惊呆了，好像失音了一般，好像麻木了一般，既说不出话，也没有力量。去城主府。陆川没有让阿福着陆，只是在空中对红叶喊了一声。红叶真人听到陆川的声音，整个人在此时又活了过来。他起身擦了擦眼睛，开心地奔向城主府。红叶真人的奔跑带起了连锁反应，渡口上的人全都跟在他身后一起奔向了城主府。发生什么了？72神仙洞那帮畜生又来了！哎，哥们怎么了？路上的行人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好奇地问了起来。去城主府，有大事发生了。什么大事啊？不知道，去就对了，绝对是大事。这样的对话在路途之上不停地上演，一传十，十传百，有大事发生。这个消息如同春风一样，快速地传遍了整个白风城。奔向城主府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整条大街都被占满，人山人海，接踵摩肩。就算是飞云传启航，云梦泽宗主亲临，也没有这等盛况。城中的巨大动静让城主以为72神仙洞对白风城发起了总攻。城主带着人手准备去支援渡口。他刚踏出城主府时，天空之上落下来一头瘦驴，瘦驴背上坐着一个人，驴子拖着一个网兜，网兜里全是一颗颗的人头。城主的脸在一瞬间变得煞白，眼珠子瞪得溜圆，嘴巴张得很大，脑中一片空白。小胖子，给钱！坐在驴子背上的陆川吼了一嗓子，这一声吼把城主给拉回了现实。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什么，连忙下令封住大门，不准让任何人进来。守卫们也终于回过了神，行动起来，封住了通往城主府的大门。城主颤抖着跑到装满人头的网兜前，百毒洞洞主，灵蛇洞洞主，大有洞洞主。城主看着这些头颅，声音颤抖的喃喃自语起来。他念出的这些名字都是72神仙洞的洞主，都是鼎鼎有名的邪道大修士。
然而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家伙，现在却被人摘了头颅，装在了网兜里面。最终，城主在网兜中找到了一个中年人的头颅，他的心在此刻彻底的放了下来，因为这颗头颅的主人就是72神仙洞最大的头儿。直到此时，城主可以确定72神仙洞被彻底抹除。城主激动的浑身颤抖，这颗毒瘤终于被拔除了。老人家，受我一拜！城主激动之下，对着陆川狠狠的鞠了一躬。给钱，少在这跟我啰嗦！陆川不耐烦的挥了挥手。城主不敢怠慢，连忙掉头。老人家您稍等，马上让人从宗门调灵石过来，给老娘死开！这个时候，门口的守卫突然被人踹飞了出去，一抹红色如同欢快的百灵鸟一样冲到了陆川面前，被堵在门口的人流也跟着冲了进来。红叶真人冲到陆川面前，小脸因为剧烈的奔跑而涨得通红。他看着陆川，傻傻的笑了起来，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嘿嘿嘿嘿，傻乎乎的。陆川有些哭笑不得，这娘们真是够虎的，这是白眼真君的头颅，这可是5境修士啊！这是太阴上人，上次袭击渡口就是这畜生屠杀平民，死得好，死得好！大家来看，这是毒瘤离屠百里，这畜生曾经毒杀过一座数万人的小镇，死得好，死得好！师傅您在天有灵，呜呜呜！人们围在网兜前，有人如数家珍般的说着这些头颅主人的生前恶迹，有人嚎啕大哭，为曾经死去的人呐喊起来。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城主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把人给撵出去。大家伙，大家伙，听我一言，听我一言！城主大声地吼了起来。终于，所有目光都聚集到了城主身上。清了清嗓子，城主深呼吸一口，接着用全身的力量吼了出来：我，白风城第38代城主，钱多多宣布72神仙洞全灭。从今往后，大家不用再提心吊胆，修士可以放心出海，去往各大岛屿寻找天材地宝；平民可以放心耕种，不会再有人来骚扰我们了。这声音从城主府而起，刮过整个白风城。白风城数百万人在此刻都看着大海的方向，好像是一场梦，又好像不是。诸位，诸位，让我来隆重的介绍剿灭72神仙洞的高人。城主意气风发，转身准备为大家介绍一下陆川。然而此时陆川已经被红叶真人扶着走到了城主府的门口。前辈，前辈！城主大声的喊了起来。陆川举起手，轻轻的摆了摆，一言不发的进了城主府。众人看到陆川苍老而佝偻的背影，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城主有些尴尬，很明显，陆川对于名利似乎没什么兴趣。诸位，散了，去准备出海，大海上的岛屿在等着你们。众人这才反应过来，因为72神仙洞的原因，他们这些人已经很多年没有出海了。未免海何其之大，资源丰富，根本不是陆地能够相比。现在可以出海了，也就是说，海上有大把的天材地宝在等着他们。兄弟们，起航！这一日，白风渡口迎来了千年未有之繁华。这一日，72神仙洞被灭的消息从白风城传了出去，震动整个大陆。这一日，一名老人的画像出现在各大宗门，还有各个古老家族之中。前辈，您的身体。城主府中，红叶真人看着陆川布满裂痕的身体，眼泪吧嗒吧嗒直掉。陆川看得好笑，这娘们平时彪悍的像个爷们，这时候却像个小女人。没事，好人不长命，祸害1000年，我这种彻头彻尾的大魔头可不会轻易嗝屁的。什么大魔头？您可是真英雄！死在72神仙洞手下的修士还有平民，少说也上百万，您铲除了他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感激呢。红叶真人鼓了鼓腮帮子，拿出玉瓶想要给陆川上药。陆川摇摇头，没用，现在这副德行，只有回到年轻才能好转。红叶真人无奈只得收起玉瓶，又开始出神的看着陆川。说实话，陆川又老又丑，脸上皮肤起的褶子都能夹死苍蝇，真没啥好看的。但就是这副样子，红叶真人却越看越顺眼，开始期待陆川回到年轻是怎么一副模样。去帮我找点吃的，饿了。被这么盯着，陆川脸皮再厚也有些顶不住，只能找个理由把这小妞给支开。嘿嘿嘿！红叶真人走后，阿福贱兮兮的跑了出来，他的脑袋已经恢复正常，智慧的眼睛放着亮光。大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匹配完成了。这个世界叫浩然大世界，总共13块大陆，天元大陆是最小最菜的一个。这个世界的面积大到超乎想象，甚至有些地区还没有被发现。而且这个世界还是最后一名大帝诞生的地方，这里可能有成帝的契机。这里还处在一个神奇的位置，有前往无尽魔域，还有冥部的通道。陆川一脚踢在驴子脸上，不耐烦道：说点有用的。阿福狠狠地甩甩脑袋，好，那就说点有用的。我给你开个全图卦，咱们去挖灵石矿，你5行霸体需要大量的资源填充，
这个有用吧？陆川轻轻地敲起了额头，思索起来。现在自己被天道锁定，要是不修行，一直用剑气，可能会被天道追着劈。虽然不用担心被劈死，但是隔几天来一次也是烦人的。而且想要回家，也得有破戒的力量。现在破戒的力量来源应该只有2个，一个就是成帝，一个就是前往青铜神殿。为了保险起见，陆川最终决定开始修行。现在有驴子的外挂，快速的修到神道3境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接着，陆川又在城主府待了1天，等到了400万上品灵石，云梦泽的宗主亲自送来的，极力想要拉拢陆川，让陆川去云梦泽做客卿，甚至把价钱开到了80万上品灵石1年。然而最终云梦泽宗主只得到了陆川一个大大的白眼。明月阁山清水秀，关键全是好看的妹子，脑子有坑才会想着去云梦泽。在5天之后，驴子拖着网兜，驮着陆川还有红叶真人，终于回到了明月阁。让陆川有些意外的是，镇元宗那帮人居然还守在山门之前，耐心也是足足的。其实罗然的耐心早就被耗光了，但是5天前他突然收到了宗门传来的情报，一份关于陆川的情报。结合各方势力的揣测，这次灭了72神仙洞的人可能住在明月阁，这也就能解释得通为什么明月会突然有这么大的转变。罗然自那天起就又有了充足的耐心，当看到那一网兜人头的时候，即便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罗然还是被吓了一大跳。前辈，我是镇元宗执法长老，前来明月阁赔罪。罗然上前跟陆川对话，姿态放得很低。陆川嗤笑一声，要是自己拳头不够大，估计明月阁的丫头们早就被挫骨扬灰了。畏威而不畏德，世间常态罢了。既然有诚意，那我会让初雪那丫头来跟你谈，到时候你只需要点头就行。罗然嘴皮子一阵颤抖，只需要点头就行，这是谈判还是签订不平等条约？但是现在局势不明，不知道陆川的底细，罗然只能压着性子陪着笑点头同意下来。交代完了，陆川拖着一网兜人头进了山门。南宫初雪带着明月阁弟子早就等候在这边。陆川看着一脸憔悴的南宫初雪问道：小小他们下葬了吗？南宫初雪点点头，神情也放松了下来。葬在晴雪谷，去祭奠一下吧。陆川拖着网兜走向大山。初春的雪已经化了一些，汇聚成小溪，从山上流了下来。晴雪谷立着12个崭新的墓碑，12个女孩长眠于此。陆川用溪水洗了一把脸，打开网兜，一颗颗的将人头给拿了出来，整齐的码放在墓前。我说过会有人给你们陪葬，也不知道这些数量你们还满意不满意？如果不满意，你们晚上就托梦给我。当然还有万寿门的人，丫头们稍微等2天。陆川整整花了3个小时，将所有脑袋码放整齐，又用剑气削掉头颅上的血肉，防止这些脑袋发臭污染环境。最终1万多颗头颅变成了骷髅，白花花的一片，甚是刺眼。祭奠完丫头们，陆川撑着残破的身体回到了小院。刚躺下没多久，南宫初雪就来了。看着陆川那似要崩坏的身体，南宫初雪忍不住潸然泪下。前辈，幻颜丹已经炼制好了。陆川听到这个消息，疼的一下就从椅子上立了起来。什么？这么快吗？南宫初雪被吓了一跳，点点头解释道：黑月滩事情了结之后，玲玲并未直接返回明月阁，而是去了百花教。前辈离开的这几日，百花教已经把幻颜丹炼制好了。说完，南宫初雪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递到陆川面前。陆川深呼吸一口接过盒子，看着里面翠绿色的丹药，又忍不住自嘲的笑了笑。谢谢前辈，您说这话折煞小女子了。南宫初雪连忙摇头，要不是您，明月阁恐怕已经灰飞烟灭了。为了缓和气氛，南宫初雪语气轻松地问道：不知道前辈年轻时候是什么样子？陆川笑了起来，风骚地撩了撩头发。大爷我年轻时候帅的那叫一个惨绝人寰。南宫初雪也跟着笑了起来，这样的陆川才是他们熟悉的那个人。前辈，我在门口等您，一定要让咱们先看哦，不能便宜了别人。南宫初雪笑着走出了小院。放心，肥水不流外人田。陆川拿起丹药准备塞进口中。等一下。这个时候阿福突然冒了出来。阿福少见的眼神严肃，看着陆川道：如果回到年轻时候，势必会激活你封存起来的记忆，一定要小心，不要在记忆之门中逗留，不要去触碰最深处的那一点封印。陆川一脸懵逼，怎么着，自己的记忆还能吃了老子不成？让陆川没有想到的是，阿福居然认真的点点头。没错，你封印记忆这事其实牵扯很大，如果贸然解封，发生什么事情我也说不准。现在最好不要去解封，你把封存起来的杀生跟求人2把剑拿出来就行。陆川想了想，最终点点头。这驴子虽然整天不着调，但是从来没有害自己的意思。见陆川点头，阿福提着心总算放了下来。老东西，你精神正常的时候还是比较好说话的嘛。
滚！陆川一脚踢飞了阿福，拿起丹药，陆川缓缓送进嘴里，一点白色的雾气从陆川身上缓缓流动而起，很快将整个人包裹。温暖的雾气让陆川觉得很舒服，松弛之下进入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无边无际的识海之中，一扇巨大的记忆之门立在其中。这里是陆川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就是唯一的主宰。如果被人知道有人的识海庞大到无边无际，不知道会不会被吓死。本来应该平静的识海，此刻却掀起了滔天巨浪，这意味着陆川的精神正在剧烈的震荡。陆川一步跨出，下一刻就出现在了大门之前，伸出手轻轻地按在门上，以往根本无法撼动的记忆之门，此刻却缓缓地打开。陆川没有任何犹豫，一步踏了进去。无数被封存的记忆纷至沓来，填充起空白的记忆碎片。这些记忆大都充斥着狂暴的情绪。陆川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封存这些记忆了。要是不封存这些记忆，自己现在恐怕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批。陆川在记忆之门中慢慢的行走着，不知道过了多久，一把黑色的长剑静静悬浮在了眼前。看着黑剑，一股血脉相连的亲切感油然而生。黑剑此时轻轻的颤鸣起来，开心的晃动着剑身。陆川上前，一把握住剑柄。关于黑剑失去的记忆也在此刻补全。剑名杀生，通体漆黑，无杂色，为陆川3万岁之时用精血所铸，其后悟出杀生12剑，可斩尽一切生灵。老朋友，好久不见。陆川笑着将杀生插在腰间，继续前行。又不知道过了多久，黑色的空间变成了白色，一把白色长剑静静地悬浮在眼前。对于杀生，陆川还有一些印象，但是对于这把白色长剑却没有任何的回忆。陆川上前，一把握住长剑，然而白剑却毫无反应，相关的记忆也没有出现。陆川无奈地摇摇头，求人也一起跟着出去吧。陆川将白色长剑插进腰间，继续前行，然而记忆却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陆川估算了一下，只有前6万年的记忆，还有4万年的记忆是缺失的，也不知道最后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需要将记忆彻底封存起来。有些不死心，试着继续前行。终于陆川看到了一条静止的黑色长河，黑色长河蜿蜒而去，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也不知道在哪里结束。一股奇怪的感觉涌上心间，黑色长河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呼唤自己。陆川走向长河，就在要跨入长河的那瞬间，阿福焦急的声音响了起来：醒来，醒来！所有的一切在阿福的声音中消散不见。陆川缓缓睁开了眼睛，第一时间就感觉全身凉飕飕的，特别是裤裆部位。陆川低头一看，嘴角逐渐勾了起来，神情也开始变态。哈哈哈！看着精神的小兄弟，陆川忍不住大笑了起来。抬起手臂，这才发现先前苍老如树皮的肌肤，此时已经有了光泽，白皙透红，仿佛嫩得能掐出水来。摸摸下巴，连胡子不见了，脸上能够夹死苍蝇的皱纹也没了，白发已经成了青丝，如瀑布一般披在脑后。阿福，给爷爷拿面镜子来！陆川乐呵呵喊了一声。小院的门此时被推开，进来却不是阿福，而是南宫初雪、白玲玲，还有一大堆丫头。众人抬着一面镜子，似乎是早已经准备好的。然而当看到陆川光着屁股的模样，小丫头们一个个尖叫起来，不是被吓的，而是兴奋的。丫头们连忙捂住眼睛，却张开手缝，偷偷地看向陆川。此时的陆川已经没了苍老的模样，看上去也就17、18岁的样子，嫩得仿佛能闻到身上的奶香味。匀称的肌肉，高大的身材，还有那小模样，真是让人流口水。陆川并没有说假话，他年轻的时候的确是帅得惨绝人寰，虽然男生女相，却并不显得突兀，整体上除了一点阴柔，没有一点的娘炮气质。呵呵呵，怎么样，帅吧？论起不要脸这事，陆川可真是太擅长了。这货光着屁股，不仅没有穿衣服的想法，反而是风骚的做出了各种健美动作，这引得小丫头又是一阵尖叫。出去，出去，成何体统！南宫初雪放下镜子，把小丫头们全给撵了出去。自己关门的时候，却又朝着陆川狠狠弯了一眼，一脸的意犹未尽。你他娘可真是不要脸！啧啧。阿福溜达着跑了过来，看着陆川的身体，啧啧称奇。这要不错，还有美颜的效果，哪天驴爷也整点尝尝。陆川一脚踢在了阿福屁股上，去你奶奶的！老子这是天生丽质，就你那模样，吃多少都没得救。剑一，陆川并指成剑，在面前轻轻地划了一下，光溜溜的身体之上穿上了一套完整的长袍，白底黑纹的长袍勾勒出陆川完美的体型。拿起旁边地上一黑一白的2把长剑，插在了腰间，将头发简单的竖起，左手小臂有些慵懒地搭在剑柄之上。
配合上那带着3分无神、3分玩味的眼睛，一个慵懒的贵公子模样展露出来。啧，要不咱们换个职业吧，去吃软饭如何？一旁的驴子看驴脑袋直摇，一个男人美成这样是不太符合常理的。物极必反，反常为妖。陆川那恶劣的性格配上这副面容，那就是妖。吃软饭，陆川是不拒绝的，挑了挑眉眼，认真的点点头。好啊，驴子，你给我介绍一个小妞。你可拉倒吧。阿福翻了个白眼，没出息，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怎么能在温香软玉中踟蹰不前？傻狗，滚！陆川一脚踢飞了阿福。轻盈的身体，充足的力量，终于不用再为自己的老腰而担心了。这种感觉实在太棒了。陆川走向门口，既然答应了肥水不流外人田，那么还得让丫头们看看自己穿上衣服的模样。门被推开，陆川笑盈盈地站在门口。你是谁？看着眼前的陆川，丫头们头顶上出现一个大大的问号。白衣胜雪，长发简单的竖起，腰间2把长剑，一白一黑，增添了一些肃杀之意。而他的胳膊耷拉在剑柄之上，整个人又散发出一些慵懒的感觉。他言笑盈盈站在门口，好似翩翩着实白衣家公子，风姿特秀，爽朗轻举，笑起来额头上还有好看的美人尖，是那种忽略了性别的美，好似谪仙下凡。他的美并不仅在于那张看了会令人吃醉的脸，而是他整个人散发的那一点点神秘的阴柔气质。前辈，是您吗？南宫初雪有些结巴，虽然刚才看过了陆川光屁股的样子，但是这穿上衣服之后却又有些不敢确定了。什么前辈叫 gay？ 陆川开口就是一股子意味，瞬间击破了那着实贵公子的气质。丫头们差点没被呛死，特别是那一声拉长的 gay， 瞬间把美好的幻想无情的碾碎。前辈，您能不说话吗？南宫初雪哭丧着小脸。陆川风骚的甩了甩头发，不要在意这些细节。这熟悉的甩发，这熟悉风骚动作，看得丫头们哭笑不得，是陆川没错了。陆川突然想起一事，对了，镇元宗还在外面等着，你去跟他们谈，条件随便提，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南宫初雪点点头，看着陆川的眼神充满了自信。不要打扰前辈，玩一会就走啊。南宫初雪叮嘱一声，就拉着白玲玲去商议事情了。南宫初雪一走，一大群丫头活跃起来，围着陆川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有胆子大的甚至还上手摸摸衣服，摸摸长剑，最后甚至摸到了脸上。毕竟陆川现在看上去太年轻了，也就17、18岁的模样，长得又一副男生女相，全身都透着一股子小奶狗的香味。陆川也不生气，他这人就是这点好，一点没有身为长辈架子。逗逗这个，逗逗那个，乐的是肝颤。这里完全就是天堂嘛。夜半时分，陆川一个人坐在院子，一边赏月一边喝酒。不得不说，陆川这货是个地道的酒鬼，毕竟被关了10万年，要是再没点爱好，那真就是麻瓜了。陆川喝酒也不挑，什么都能往嘴里灌。阿福很不合时宜的出现，打破了这难得的花好月圆夜。大帅逼，我整理了一下天元大陆的地图，有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你他妈催命啊，让老子放松几天不行吗？陆川真想给这货淹死在厕所里。要有危机感，危机感，懂？驴子没好气咕囔着，翻了翻智慧的眼睛。天元大陆上总共有4个高品质灵石矿藏，基本都把持在上3宗手里。咱们今天晚上去杀他个措手不及，把矿藏给夺了如何？陆川无聊的掏掏耳朵，没兴趣。再说了，我把灵石搬空了，丫头们以后用什么？驴子不满地打了个响鼻，妇人之仁，而且灵石是可再生资源，只要灵气浓度足够，就会一直结晶。你说出个大天来，老子也不去，懒得动弹。陆川嗤笑一声，朝嘴里扔了颗花生米。那行。驴子气得咬牙切齿，去位眠海，准备开始幽泉之战。这你不应该拒绝了吧？等任务完成，咱们就离开这鸟不拉屎的大陆，去资源丰富的地方，抢他个昏天暗地如何？好主意。陆川点点头。其实陆川心里也明白，自己不可能在明月阁养老，毕竟身上还有个系统，还有个回家的梦。咱们即刻启程，去炸了那幽泉之眼，加速任务进程。见陆川点头，驴子兴奋的满眼放光。好主意，你先去，我随后就到。陆川说着翻了个身，继续喝酒。噗，油盐不进的货。阿福气的没办法，不愿意加速任务进程也行，但是从明天起开始修行。你他妈给你脸了是吧？刀逼刀，刀逼刀个没完。陆川一巴掌抽飞了驴子。驴子被抽飞没多久，红叶真人来到了小院。他似乎听到了刚才的对话，精致的小脸上满是惶恐与不安。前辈，您要离开明月阁吗？红叶真人声音有些颤抖，眼中含着泪光。陆川没有隐瞒，点了点的头。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我迟早会离开这里，但是你们放心，我这个人做事向来有始有终，我会让明月阁成长到能够自立自强的地步，才会离开。红叶真人动了动嘴唇，然而那句想说的话却终究没有说出口。红叶真人明白，陆川与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像天上飘荡的云，而自己不过是地上的尘埃。这朵云不过是在此年此月恰好飘到了自己头顶而已，能够仰望就已经满足，怎么还敢奢求更多？第一境为聚气境，主要就是感受天地灵气，同时也要锻炼体魄，为后面打基础。根据属性不同，每个人感受的天地灵气不一样，我是谁属性，就只能够感受到谁属性的灵气。第二天一大早，白玲玲就担任起一个师傅的责任，找到陆川开始教导修行。这还不简单？陆川一边翻看手中入门功法，一边试着运行感受起来。很快，陆川眼前的空气就起了变化，空气中莫名多出很多五颜六色的小人儿，一个个在眼前蹦蹦跳跳的，一副憨批样。陆川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白玲玲，白玲玲一口气没喘上来，差点当场去世。陆川看到的不是什么憨批小人，而是实打实的五行之灵。这玩意只有自身极度亲和的时候才会感受到，而且天赋要求极高，像白玲玲就只能看到水属性的线条，根本无法亲近水灵。关键陆川看到的是一群五颜六色的憨批，也就是说不是单一的灵，而是五行齐全，人比人气死人。白玲玲记得当初自己入门整整花了3个月才勉强的感受到，陆川一上手入门功法还没看完就看到了五行之灵。嘿嘿，前辈厉害，第一境差不多就是这样，您只要突破就能顺利的进入2境了。白玲玲倒是个大气的孩子，衷心的为陆川感到高兴。但是很快白玲玲又想到了一件事情，前辈，您是五行霸体，但是五行霸体的功法好像已经失传了。嗨嗨，陆川差点没把昨夜的酒给吐出来，功法都没有，这还修个鸟形？没事，等一下我找驴子问问，没有就算求。陆川倒是想得开。白玲玲走后，陆川开始试着将那些憨批模样的五行之灵引导进入经脉，然而这些小家伙一进入身体，直接被剑气给震了出来。小憨批们一个个跳到陆川头上，脸上咿咿呀呀叫了起来，不知道在说什么鸟语。陆川皱了皱眉头，最大的问题出现了，就是2种修行体系不相融合。自己已经把剑气压制到最轻的限度，可是这些小家伙还是被弹了出来，根本进不去。唯一的好消息是2种力量没有出现冲突，只是互相排斥而已。能解决，能解决。阿福很合时宜的出现了，摇头晃脑的说了起来，你的剑气属于混沌，从本质上来说是可以随意变换属性，包容五行的。咱们可以一样一样的来，先改变剑气的属性，然后让对应的五行之灵进入身体，这样那些五行之灵就能在你体内安家。怎么样，老子是不是个天才？说完，阿福得意的摇头晃脑，你他娘还真是个天才。陆川露出一口白牙，开心的笑了起来。然而下一刻，阿福的脖子就被陆川的手死死掐住。没点大病是想不出这种办法的，2种力量共用一条经脉，你他妈是不是想老子死？现在五行之力薄弱还好说，等到五行之力壮大起来，势必会跟剑气争抢地盘。要是老子哪天一个平衡没做好，整个人是不是要炸成肉末？阿福被掐的舌头耷拉的老长，翻着白眼，一副要见上帝的样子。有办法，有办法。你的剑气不是在丹田形成了一个小宇宙吗？你把温养经脉的剑气全部调走，让给五行之力就行了。陆川听得眼皮子直跳，这样做就意味着自己将暂时放弃剑道的修行，转而专心修炼霸体。陆川是个很执拗的人，这个办法其实他自己已经想到，但是想到要暂停剑道修行，心中是100个不愿意的。而且以后霸体修成，五行之力彻底占据经脉，就意味着剑道将不会再前进一步。虽然陆川的剑道现在已经到了极致，但是执拗的性格让他还想更进一步。阿福发挥自己的特长，循循善诱起来。办法以后再想，大活人总不能让尿给憋死，你不想让天道天天追着你劈吧？再说了，你的经脉已经强大到了极致，再用剑气温养也没有太大的作用。你的剑道也已经走到了极致，前无古人，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自己开悟，走出一条独属于自己的剑道。要不说驴子善解人意呢，这嘴炮的功力居然真的把陆川给说动了。陆川点点头，现在只能这样了，等霸体大成再说吧。嘿嘿，你不犯病的时候真的是蛮可爱的，你看这白里透红的小脸蛋，啧啧。驴子说着，居然伸出大舌头，想要去舔陆川的脸。老子抽死你丫的！陆川差点没被恶心死，一拳头砸烂了阿福的脑袋。嗨嗨，情到深处自然舔，情不自禁，情不自禁。阿福把脑袋恢复过来，有些尴尬的解释起来。对了，
告诉你一个事，昨天晚上我去把幽泉之眼给炸开了。啧，那场面之壮观，海水倒灌，天顶碎裂，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爱你不在现场，可惜了。噗！陆川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你个小瘪三，没事找事是吧？前辈，不好了，不好了！这个时候，白玲玲焦急地跑进了小院。魏绵海昨晚出了事情，幽泉之眼开了。现在上三宗已经发出死令，要所有宗门4境以上的修士前往魏绵海，准备抵御魔域大军。噗！陆川狠狠瞪了阿福一眼，都是这货干的好事。嘘！阿福把头扭到一边，吹起了口哨，做出一副跟老子不相干的模样。明月阁能不去吗？陆川皱眉问道。白玲玲哭丧着脸，摇摇头，不能。要是不去，恐怕以后整个天元大陆都没有明月阁立足之地。还以后，阿福嗤笑起来，能不能挡住魔域大军再说吧。闭上你那狗嘴！陆川是真想掐死这货。我是一头小毛驴，只能闭上驴嘴，嘿嘿嘿。阿福呲着大板牙嘲讽2句，然后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同志们点个催更吧，感激不尽。陆川想了想，还是让丫头们去一趟吧，见见世面也。什么时候出发？全听前辈安排。白玲玲点点头，马上就要出发。现在未免海风云诡谲，随时有开战的可能。行，那你们先去准备，我有点事。对于这事，陆川是一点没上心，要不是明月阁的丫头们要去，自己都懒得动弹。白玲玲走后，陆川将经脉中的所有剑气全部调动起来，归拢到了丹田位置，这样经脉就空了出来。又用了几分钟，把5行之灵引导进入身体。让陆川觉得有意思的是，5行之灵进入经脉之后，居然互不侵犯。5种颜色的小人在经脉中排好队伍，将灵气运送到身体的各个位置。但是经脉中灵气太少，这些小憨批们好像有点闲。陆川又拿出一些还没来得及交给南宫初雪的灵石，也不知道怎么吸收这玩意，干脆直接捏爆开去。爆开的灵石化成一蓬蓬的白雾，要是被人看见陆川这么糟蹋上品灵石，估计能当场气得喷出血来。上品灵石中蕴含的灵气极为精纯与庞大，需要慢慢的吸收引导，而且灵石一旦碎裂，灵石就会化成灵气，消散在天地之间。然而诡异的是，陆川身边的灵气不仅没有消散，反而开始进入身体之中。原来是有大量的5行之灵开始搬运灵气进入陆川的身体。不消片刻，上百颗上品灵石的灵气就被小憨批们搬运一空。这么多上品灵石足够一名5境修士吸收1年。陆川倒好，10分钟不到就给吸收完了，就这效率，估计能把人给吓死。而且一次性吸收了这么多灵气，居然完全没有任何不适。陆川倒是没有继续，这些灵石都是留给明月阁的，都被自己糟蹋了也不妥。从现在起，陆川就是一个地道修行者了，一个聚气境的小菜鸡。忙活完这事，陆川才慢悠悠地前往主峰。见到陆川，南宫初雪愣了一下，他还是有些不习惯陆川这美到冒泡的模样。前辈反应过来之后，连忙迎了上去，汇报起了情况。明月阁弟子总共有450名4境以上修士，我们将会在5天之后到达白风城。现在白风城已经被征用，作为后方大本营，我们不会作为主力参战人员加入战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救治伤员。另外，克卿与2名长老会留守山门，防止出现意外。明月阁大大小小总共上万名弟子，4境以上修士才这么点，实在是太寒酸了。说完，南宫初雪看着陆川，希望他拿个主意。你别看我呀，我又不是阁主，自己拿主意。陆川笑着摇摇头。那咱们现在出发吧。南宫初雪也不啰嗦，直接让众人前往天行雀所在的地方。陆川这次还是坐在天行雀的头上，这扁毛畜生上次得了好处，修为精进了不少，对陆川是毕恭毕敬。临走之前，陆川用剑气将整个明月阁笼罩起来，免得等哪天回来家被人偷了，那才真的闹心。5天之后，白风城，天行雀降落在城外。作为未免海的出海口，白风城这次要担任后方大本营的作用。此时的白风城早就没了先前繁华的烟火气，城中的平民已经被迁移到外地，城主府也被征用，成了临时指挥部。城门口有重兵把守，境界最低的守门士兵居然都是5境修士。明月阁这些小菜鸡真的是不够看，整个白风城都笼罩着一股肃杀之气，让人忍不住脊背发凉。让开，让开，别挡着路！一声咆哮响起，一只巨大的蜘蛛从天而降，让人作呕的血腥味弥漫开来。砰砰砰，数十名修士被人从蜘蛛背上扔了下来。这些被扔下来的修士，要么缺胳膊少腿，要么就全身是血，一个个气若游丝，要死的样。很快，城门口冲出来一群普通人，一个个抬着担架，
手脚麻利的把这些伤者给运进了城中。看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些平民都表现得很平静。道友，前线怎么样了？守城的一名士兵对着蜘蛛背上的人喊了一嗓子。现在只有少量的魔物出现，魔域大军还没有进入，暂时还能稳得住。回应了一句以后，蜘蛛飞天而起，很快消失在视野之中。你们是哪个宗门的？宗门信物拿出来。一名守卫来到明月阁众人面前，态度很是恶劣。南宫初雪明白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连忙拿出宗门信物递给守卫。守卫仔仔细细查看了一番，才大大的松了口气，语气也缓和不少。原来是明月阁的道友，刚才多有得罪，这2天出现一种会化形的魔物，很难分辨。他们经常伪装成我们的人，进入白风城搞事，非常时期，应该的。南宫初雪点点头。守卫也不啰嗦，诸位直接去南城报道，那边会有人安排你们该做什么。看来情况是不怎么乐观的。南宫初雪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女人站在面前，守卫都没有心思多看上一眼。进的城中比想象中的要戒备森严，几乎算得上是3步1哨5步1岗了。来到南城，这里被推出一块巨大的空地，看布置应该就是一个大型战时医院。空地之上被布置了阵法，绿色的荧光将整个空地笼罩。被阵法笼罩的空地之上躺满了伤员，偶尔传出几声痛苦的呻吟。这是神农阵，一种大型的治疗法阵。布置这种阵法消耗的资源非常恐怖，需要很多宗门联手布置。里面的绿色荧光可以不间断的恢复伤员伤势。南宫初雪为陆川解释起来。你跟我说这些我也听不懂。陆川笑着摆摆手，你们忙你们自己的去吧，这里看上去还算安全。南宫初雪带着丫头们去报道后，陆川就到处溜达了起来。怎么样，不错吧？这任务进程绝对快。阿福出现在陆川身边，骄傲地扬起下巴。等过几天，魔域大军集结完毕，穿过幽泉之眼，你就可以去大杀四方，全给他杀光光，到时候弄个大魔头的称号，岂不美哉？你丫的，给老子找事干！陆川一个上勾拳打飞了阿福，骑你奶奶个腿儿！打飞阿福之后了，陆川在城里溜达了一阵，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最后只能回去临时医院那边，至少那里还有美女可以看。快点杀了他，要是让他传染下去，整个白风城都要遭殃。南宫初雪，你要是下不了决心，那老身来帮你。还没到地方，陆川就远远的看到一大堆人在神农阵法之外，这些人围在一起，乌泱泱一片。凭什么？我们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猪狗，让你们杀的。南宫初雪清冷的声音响起，满是怒气。陆川有些无语，自己这才离开多久一会，怎么又扯上皮了？这帮丫头真就是来受气的。让一让，诸位。陆川乐呵呵的打了个招呼，声音虽然不大，却清晰的传到所有人耳中。这些吃瓜群众挡着路，陆川也只是叫2声而已，并没有多不讲理的冲进去，从来不会去主动找麻烦。陆川这一点实在招人喜欢。众人回头只看见一名腰间挂着一黑一白2把长剑，一副贵公子模样的少年笑盈盈站在后方。这少见的男生女相已经让众人够惊讶了，那凝气境的修为配上那副老子天下第一的调样，更是让人是大跌眼镜。众人一时间看得有些发呆。看什么看？不服啊？来单挑啊！被众人直勾勾的盯着，陆川很是不爽。然而就是这个一进的小菜鸡一声吼，却震得众人神魂震荡，仿佛灵魂都要离体而出，去神游天外。呸，啥也不是。陆川啐了一口，扒开人群来到中心位置，抬眼望去，只见明月阁的一个丫头躺在地上，眼睛紧闭，嘴唇乌黑，汗水湿透了全身，情况看上去很是不妙。而南宫初雪护在丫头身边，梗着脖子跟一名老妪对峙着，像一只为了保护孩子而浑身炸毛的老母鸡。见到陆川，他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前辈。听到前辈这个称呼，周围的人有些懵逼，不可思议的看着陆川。陆川皱了皱眉头，南宫初雪是个很坚强的孩子，要不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是不会轻易流泪的。陆川问道：怎么回事？南宫初雪擦了擦眼泪，说了起来。前辈您走了之后，我们被安排负责治疗伤员。先前不久，新运送进来一批伤员，但是这丫头在治疗的时候，不小心被伤员抓到，变成这副模样。南宫初雪越说越激动，指着那老妪的鼻子骂了起来。这死老太婆见到丫头被抓伤，什么也不说，直接把人给扔出阵法，还要杀了丫头。被南宫初雪指着鼻子骂，老妪眼皮子直跳。她看着南宫初雪冷笑起来。南宫初雪，你给我放尊重一些，你算什么东西？你明月阁又是什么东西？这种魔毒有极强的传染性，不杀了他，让他感染其他人吗？我是你奶奶！南宫初雪真的是气极了。平常温谦恭良的他，此时也忍不住爆起了粗口。死老太婆，感染魔毒的其他人可以救，
就我们明月阁的人不能救，你为什么要这么针对我明月阁？贱人，还敢对老身出口不逊！老玉气的眼珠子都差点鼓出来，一巴掌扇向南宫初雪的脸。这老太婆是玄天宗的长老，实打实的七境修士。这一巴掌下去，南宫初雪不死也是半残。嘿，喜欢动手是吧？陆川乐了，老玉的巴掌还没扇到南宫初雪脸上，自己脸上却先挨了一下。老玉一口老血当场喷了出来，整个人直接撞翻人群飞了出去。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差点没被惊得心肌梗塞。那老玉可是实打实的七境修士，你一个一境的小菜鸡，凭什么能一巴掌扇飞他？推，又菜又爱装。陆川翻着白眼啐了一口，接着蹲下身查看起那丫头的伤势。小公子小心，感染魔毒的人会暴起伤人。旁边有人好心提醒起来。此时一直昏迷的丫头突然睁开眼睛，此时她的眼睛完全成了漆黑一片，整个面容扭曲的仿佛恶鬼一般。丫头一张嘴，直直的朝着陆川手臂咬去。哥，崩！陆川躲都懒得躲，任由这丫头一嘴咬在自己手臂上。结果这丫头差点没把自己的牙齿给崩掉。没事了，没事了，让我康康。陆川笑眯眯的揉了揉她的脑袋。神志不清女孩此时不合常理的安静了下来，眼中流下黑色的泪水。陆川将一道剑气送进丫头体内，很快就找到了问题的原因。丫头并不是中毒，而是被一些奇怪的东西给控制了。这是一种很小很小的虫子，正在侵蚀丫头的脑袋，看上去应该是能够控制他人行为的东西。陆川用剑气搅碎了这些玩意，很快丫头漆黑的眼珠恢复正常，面容也平静下来。女孩发现嘴巴咬在陆川手臂上，羞红的小脸连忙松开了嘴。前辈，对不起，疼不疼？这就好了。众人心脏骤停。这魔毒是最棘手的一种伤势，传染性极强，而且非常的难以拔出。治疗一名感染魔毒的人耗费的丹药非常的恐怖。众人在看向陆川的眼神全都变了，跟看怪物一样。何人敢在白风城行凶伤人？此时一个低沉的中年男声响起。众人听到这个声音，自动让开一条路，同时又都一脸同情看向陆川。一个身穿华服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半边脸都被抽烂的老妇人。啊，没抽死你丫的！陆川看到这老太婆有些愕然。刚才那一巴掌虽然没动用剑气，但这一身力气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陆川足足吃了10万年的大力丸，一身力气，手撕天劫，裂天开地不在话下，妥妥的一人形怪物。陆川有些想不通，为何没抽死这老太婆。老妪见到陆川看向自己，吓得朝那中年男子靠近了一些。刚才那一巴掌属实给他抽出了心理阴影，要不是秘宝护身，恐怕会被抽的当场头颅炸裂。这条命虽然保了下来，可是想到自己耗费心血的秘宝就这么没了，老妪心中是恨不得把陆川给剥皮抽筋，以解心头之恨。南宫初雪看到这中年男子，脸色瞬间变得晦暗起来。他对陆川小声耳语道：玄天宗太上长老郑南辰，8境巅峰修士，现在负责处理白风城各种事务。南宫初雪话还没有说完，郑南辰就已经到了二人面前。郑南辰扫了一眼陆川，察觉到居然只是个聚气境小修士，便没有太过在意。他看向南宫初雪，语气严厉地问道：刚才是谁出的手？难道没人跟你说明白，现在白风城严禁争斗？郑南辰说着，身上气息外放而出，压得南宫初雪动弹不得。南宫初雪被压得全身骨头都在咯吱作响，但是他抬着头，狠狠地瞪着郑南辰背后的老妪。郑长老，你不问事情经过，就来问责于我，是不是有些不辨是非了？吃瓜群众听到南宫初雪的回答，一个个头皮发麻。这郑南辰出了名的护短，这么直愣愣的顶撞他，怕是没有好果子吃。呵，本座行事还需要你来过问？郑南辰冷笑一声，到底是谁把人打成这样的？你要是不回本座，这件事就算在你明月阁头上。南宫初雪气得差点裂开，这就是上三宗的德行吗？你问问那死老太婆，她做了什么？听到这生死老太婆，老妪气得头顶生烟。仗着有郑南辰在场，他硬气地回答道：哼，你明月阁一个4境的小修士，有什么资格浪费丹药？死了就只能怪他命不好。你……南宫初雪万万没想到，居然听到这种理直气壮的答案，简直无耻到了极点。周围的吃瓜群众也听的是火气上涌，但是有什么办法？人家说了算，你只能干瞪眼。好了，没事了。看热闹的陆川此时慢悠悠地站了起来。其实对于南宫初雪这上头的处理方式，陆川是很不满意的。南宫初雪这丫头哪都好，但是涉及到门下弟子安危的时候，就容易失去理智。不是说这种性情不好，只是不太适合领导一个宗门。要是今天自己不在这，以南宫初雪这种姿态，估计要被玄天宗扒下一层皮来。陆川风骚地甩了甩头发，乐呵呵道：人嘛，
是我打的，大爷我有些奇怪，怎么没抽死丫的？什么叫做嚣张啊？这就是嚣张！战术后仰。郑南辰看着眼前美到冒泡的公子哥，眼皮子直跳，长得人模狗样，怎么一开口就是天王大？你王二的语气，很好。郑南辰气急反笑，这么一会功夫，居然被2个小辈蔑视了，完全没把玄天宗这3个字当回事。好，你妈隔壁！本来还笑盈盈的陆川，整张脸突然扭曲起来，像一只恶鬼，一字一顿地问候着郑南辰母亲。人堆里看热闹的阿福看到陆川这副模样，立马脚底抹油，因为这是陆川犯病的征兆。小贱种，你敢骂我！郑南辰气得七窍生烟。根据白风城战士管理规定，我现在可以当场处决你。啊！郑南辰还没有宣告完毕，突然惨叫起来。陆川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到了他的面前，直接薅住了他的头发。郑南辰只觉得有一股如同山岳坠落般的庞大力量扯住了自己。郑南辰慌忙应对，全身真元喷薄而出，刹那间在身边形成一个肉眼可见的气墙。轰！然而这似乎没什么卵用。陆川薅住郑南辰的头发，狠狠地将他的脑袋按在了地面之上。恐怖的冲击波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激荡出去，周围的吃瓜众瞬间遭了殃，被这股冲击波掀得人仰马翻。有些离得太近，被震的是鲜血狂喷，小命直接去了半条。吃瓜有风险，看热闹需谨慎。郑南辰脑袋与地面接触的点，地面犹如蛛网一般裂开，这裂痕一直蔓延至方圆数百米。不难想象，陆川这一撞用了多大的力气。死老太婆喜欢区别对待，是吧？陆川空着的左手对着一旁吓得屎尿俱下老妪一伸，老妪直接被吸到了陆川手中。陆川右手郑南辰，左手老妪，薅着2人的头发，对着地面就撞了下去。他妈的，喜欢仗势欺人，是吧？轰！陆川说着，把2人的脑袋提起，又狠狠地撞了下去。喜欢装大尾巴狼，是吧？轰！喜欢分命贵贱，是吧？轰！陆川就这么一下一下的撞着，郑南辰与老妪脑袋中迸裂的鲜血喷了陆川一脸。然而陆川根本不在乎，就这么一下一下的撞着，直到把2人的脑袋撞成浆糊，陆川才停下了手。至于郑南辰与老妪2人，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啊，退！陆川对着2人的尸体狠狠啐了一口，惹老子生气，不长眼的东西！跑得很远，吃瓜大队伍远远的看到这一幕，直接傻了。死了，一个8进，一个7进，就这么活生生被一个小公子哥给这么磕死了。关键这2人还是玄天宗的人。众人的大脑已经失去指挥自己行动的能力，木头一般的站在那里不动，瞪着2只眼睛发痴的看着2具体尸体。等一下把这2具尸体给我挂到城主府门口去，让那些自诩命贵的贱人长点记性。陆川的神色终于恢复正常，对南宫初雪吩咐了一句：好，我亲自去。南宫初雪估计气还没消完，狠狠的点点头。哎嘿嘿嘿，丫头们不要怕，忙自己的去，来都来了，也长点见识，增长一下业务能力。陆川转向明月阁的弟子，一张小脸乐得快开了花。丫头们刚才被陆川那恐怖的行为吓得不轻，现在总算是回过神来。谢谢前辈，谢谢前辈。丫头们礼貌地跟陆川道谢之后，继续去救治伤员。小洛洛、小西云，把做饭的家伙拿过来，午饭还没吃呢。陆川乐呵呵地吩咐起自己2个贴身丫头，2个小丫头连忙小跑着过来，熟练地拿出桌子板凳，架锅生火。不多时，饭菜的香味弥漫开来。好家伙，现在能吃得下饭的，估计也就陆川这货了。前辈，等一下！陆川刚拿起筷子，一旁的小洛洛连忙叫住，接着递上一块手帕。原来陆川满脸的鲜血，这样吃饭看上去实在太吓人，有些像是在吃小孩。放开那个少年，让我来！陆川刚接过手帕，结果驴子从不远处飞奔来。阿福甩着大舌头，口水满天乱飞，看这模样是要给陆川把脸上的鲜血舔干净。噗！傻狗！陆川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在阿福那大舌头快要甩到自己脸上的时候，一把给压扯了出来，然后用舌头缠在他脖子上，用力那么一拉，世界终于清静了。香！陆川用手帕擦掉脸上的鲜血，然后放在鼻尖深深的嗅了一下，满脸变态般的陶醉，看得旁边2个小丫鬟吓得退了一步。此时城主府前，南宫初雪在一众守卫的注视下，将郑南辰与老妪的尸体挂在了奢华的大门之上。守卫认出这2人的尸体之后，直接吓傻了。很快，一个高大黑汉子来到了的门前，不是别人，正是老熟人罗然。郑南辰负责处理白风城具体事务，而罗然负责总体统筹。事实上，罗然才是整个白风城的最高长官。看到2人的尸体，罗然神情微变。
当看到一边余怒未消的南宫初雪后，他又释然了。南宫阁主，这是发生了什么？罗然上前乐呵呵地问道。南宫初雪礼貌地行了一礼，将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罗然听完，一脸愤懑不平。哼，玄天宗的这帮畜生平时霸道惯了，这种情况下还想搞特殊区别对待，死得好。南宫初雪心中冷笑，要不是你知道有陆川这么个人在，你们镇元宗不也是一个德行？罗长老深明大义，吾辈楷模也。南宫初雪也不是省油的灯，面带笑容地夸了一通。罗然点点头，南宫姑娘放心，此事我定会如实禀报，不会有人追究后续责任，也不会有人敢去找明月的麻烦。多谢罗长老主持正义。两人又在这心照不宣地聊了一会。等到南宫初雪离开，罗然看着两具尸体，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玄天宗，你们是打碎牙往肚子里咽，还是要把这口气出了呢？长老，这尸体要不要取下来？一旁的守卫问道。罗然摆摆手，挂着，就这么挂着。大战在即，玄天宗想独揽大权，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警告，去找点防臭材料。另外，传令下去，镇元宗弟子不得去招惹明月阁的人，如果要接触，必须以礼相待，违者斩立决。斩立决这三个字都用上了，守卫听的是头皮发麻。罗然身心舒畅地伸了个懒腰，喃喃自语起来，要是云梦泽也去招惹一下就更好了。当然，罗然是不会去挑拨离间的，他可是个很聪明的人，而且他前些日子跟陆川接触过，明白那人有多恐怖。陆川吃了饭，就地打起盹来。这期间，罗然下达了命令，南城这边事务由明月阁全权负责，这可是给足了面子。南宫初雪也知道是因为陆川的原因，明月阁才有这样的待遇。为了不给陆川丢人，明月阁弟子行动起来，不搞区别对待，用尽最大努力救治着每个伤员。先前乌烟瘴气的神农镇，此时好了许多。一直到晚上，突然运来了数百名伤员，这是最近几天以来伤员最多的一次。道友，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伤员会暴增这么多？南宫初雪指一边挥着众人搬运伤员，一边问着运送伤员的修士。傍晚时分，幽泉之眼突然出现一支魔域骑兵，冲杀之下造成大量的伤亡。南宫初雪脸色有些难看，不明白这么多修士为什么挡不住一支骑兵。那人叹了口气，继续道：除了咱们上了主力，四大古族根本没来几个人，要是这么下去，恐怕要放弃白风城，退守内陆了。哦，对了，你们也小心一些，那支魔域骑兵突破封锁之后上了岸，有可能会来攻击白风城。南宫初雪脸色一变，下意识地看了看不远处喝着小酒的陆川。见南宫初雪脸色不好，那人安慰道：道友也不必太过于担忧，白风城有上三宗的王牌军驻守，应该没有问题。谈话结束，运送伤员的人离开之后不久，大队开始有节奏地颤动起来，这是骑兵冲锋之时特有的威势。很快，一支红色的亮剑直冲云霄，将黑夜照亮。一个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白风城。魔域骑兵来袭，所有修士进入备战状态，5境以上修士前往东城城门准备作战。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既然的白风城热闹起来，大量的阵法亮了起来，将整个白风照得如同白昼。前辈，我们去东城了。南宫初雪带着明月阁可怜兮兮的20几个5境修士来跟陆川汇报。陆川点点头，让孩子上战场，见见血也好。说着，陆川弹了弹手指，一股股黑色的剑气涌入丫头们都身体之中。剑气给你们护着，你们身体太弱，承受不了太强的剑气，但是保命够了。去吧，孩子们，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陆川手一挥，给众人加油打气起来。南宫初雪深深鞠了一躬，眼神中满是坚毅。他明白明月阁不可能永远在陆川的庇护下前行，现在是时候让门下的弟子们见血了。东城城门之前，3支骑兵已经整装待发。这3支骑兵队伍分别是镇元宗的龙元卫、云梦泽的天机卫、玄天宗的雷银卫。这3支骑兵是上3宗实打实的王牌，就是用来打大型战役的军队。虽然3支骑兵加起来也不过1000来人，可是气势远超骑兵后方的上万名修士。罗然作为总指挥，在战阵最前方。当他看到南宫初雪带着明月阁的弟子也来到了东城，提着的心总算放了下去。他明白，只要明月阁参战，就算3支骑兵部队全部战死，白风城也不会失守。那个人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罗然是个很奸猾的人，不然他也做不到今天这个位置。但是有一点，他非常的清楚，那就是这片土地给了他一切。如果天元大陆被魔域占领，那么他会失去现有的一切。罗然整理好精心打造的盔甲，看向大地震动传来的方向。一条黑线缓缓地出现在视野之中，一支骑着黑色梦魇的骑兵队伍出现在了视野之中，数量500左右。黑色的铠甲，黑色的长枪，黑色的坐骑，仿佛融入了黑夜之中。只有马蹄践踏大地的声音，
让所有人的心脏也跟着不安地跳动着。冰冷的肃杀之气如大潮拍岸一般压了过来。魔域骑兵做下梦魇，脚下升起的蓝色火焰犹如悠悠鬼域中的灵魂之火。战马感受到了恐惧，不安地嘶鸣起来。罗然的视野逐渐清晰起来，这意味着魔域骑兵已经隔得足够近了。准备！罗然举起了手中的长枪，为胯下的战马蒙上了眼睛。他知道这是一场正面的碰撞，一切的战术与布置都阻挡不了这支骑兵的前行。他们能做的只有在正面杀掉他们。如果失败，将失去一个后方大营，前线得不到补充，他们将退守内陆，战火将蔓延整个天元大陆。杀！罗然激荡起全身的真元，吼出了这个字。白风城3支铁血骑兵开始冲锋，与此同时，魔域那500骑兵也开始加速。整个大地在铁骑的震荡之下疯狂地震动起来，窒息的杀意弥漫开来，人们似乎能闻到武器上散发出来血混合着铁锈的味道。3个庞大的野兽虚影冲锋中出现在3支骑兵上方，这就是阵灵，只有配合极度默契、精通战阵冲锋的大军，才有几率召唤出这种战阵之灵。战阵之灵的出现，极大鼓舞了后方的修士。一个战争之灵的战斗力与一名9境修士相当，在这些普通修士的眼中，9境就已经是那云端之神了。轰！黑色的火焰在魔域骑兵冲锋下爆发出来，一个高达100米的庞然大物出现在他们头顶。那是一个身穿铠甲、手提战刀的战场死神。这支魔域骑兵也有自己的战阵之灵，这意味着这支骑兵并不是什么小虾米，而是魔域重要力量。轰！骑兵们撞到了一起，开启了惨烈的近身搏杀，而4个战阵之灵也同时进入了战斗。鲜血开始浸染大地，撕裂的碰撞声与怒吼交织成一首死神来了的旋律。那身披铠甲的人形战灵面对上3宗的兽形战灵，以1敌3，居然毫不落下风，甚至还有压制的倾向。2个种族之间的战斗是最残酷的一种，只有生与死，没有第3种选择。轰！一声巨响，人形战灵一刀击碎了玄天宗战灵的头颅。玄天宗的冲阵骑兵瞬间溃散，顷刻之间就被黑色铁骑淹没。接着是云梦泽的战灵被一刀斩去头颅，冲阵骑兵下场跟玄天宗一样，瞬间被屠杀干净。人形战灵很明显比兽形战灵战斗力高一个档次，剩下的镇元宗被屠掉也不过是时间问题。罗然浑身浴血，他的手在颤抖。他从未料到是这种结果，自己引以为傲的铁骑在对面冲锋之下居然如此不堪一击。罗然作为领军，他的决心动摇，直接影响到了战灵的存续状态。这最后一个战灵身形开始模糊起来，仿佛在下一刻就将溃散。明月阁弟子，跟我冲！南宫初雪知道不能再等了，要是等最后一个战灵被冲碎，他们将再无一点反抗之力，整个白风城都会陷落。一群丫头面对这种血腥的战场，他们不怕吗？他们当然怕，但是他们明白苟且无法偷生，只有生或者死。南宫初雪一马当先，身后跟着明月阁仅有的20几名5境弟子，他们是明月阁的中坚力量，要是他们全部战死，明月阁将永无翻身之地。但是南宫初雪依旧义无反顾，因为这是他们的土地，这片土地给了他们一切，失去这片土地，他们将失去一切。看到一群女子的冲锋，后方的修士愣了一下，冲！干他妈的！有人喊了一声，上万名修士浩浩荡荡地冲向战场。陆川的身影出现在空荡荡的城门之前，有些羡慕地看着这群冲锋的修士。他们或许不是同路人，但是他们此时却有同一个目标，为自己脚下的土地而战。我的家乡，我站立的土地呢？陆川轻轻地晃了晃空了的酒坛，深深地叹了口气。一旁跟着的阿福没有说话，他知道他又想家了。勇气是很宝贵的品质，但是这品质通常也决定不了什么。事情的结果是要用实力来决定的。上万名的修士面对一支500左右的铁骑，没有想象中的激烈碰撞，只有一面倒的屠杀。战阵的配合让魔域骑兵犹如一铁桶，泼水不进。战阵的每一次冲锋都会带走上百条人命。热血有时候并不能填补实力上的差距。太他妈菜了，怎么能菜成这样？陆川看得直摇头。砰！扔了手中的酒坛，陆川一步踏出，地面的灰尘荡漾开去，一股杀尽众生的暴虐之气如秋风扫落叶一般，瞬间席卷过整个战场。拼死搏杀的修士停了下来，魔域骑兵也停了下来，天地在此刻安静的可怕。撤！看到陆川，还活着的罗然反应过来，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还活着的修士跟着镇元宗仅存的几十铁骑奔向城门。面对众人的撤退，魔域骑兵没有追击，而是整理队伍，重新列阵。撤退的大队伍自然地为陆川让开了一条道路。他们看着这有些慵懒的贵公子，
不知道如何表达心中的感激。一阵悠扬的马蹄声响起，列阵的魔域骑兵此时也让开了一条通道。一名腰间佩刀、头发高高扎起、英姿飒爽的女子慢慢地走向陆川。黑夜为她蒙上了一层面纱，看不清模样，但是想来不会太难看，因为那贴身的黑甲掩饰不住她那魔鬼般的身材。一进修士，女子清冽的声音响起，满是失望。陆川看着不远处的女子，摇了摇头，很认真地说道：“其实我是一名剑客。”剑客？女子似乎皱了皱眉眼。对，剑客。陆川轻轻笑了起来，接着右手轻轻地抬起，放到了杀生的剑柄之上。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那种剑客，有意思。女子也笑了起来。无尽魔域，左先锋副官子夏。女子抽出了自己腰间的长刀，一股极致的杀伐之气铺天盖地而下，红色的雾气从她身上蔓延而下，将周围天地笼罩。领域。城门口观战的修士声音颤抖地喊出了这两个字。领域是神道三境大能特有的招式，将悟得的无形大道以领域这种有形的方式释放出来。领域是神道三境修士最大的杀手锏，是最可怕的一种攻击手段。能够与领域抗衡的只有另一个领域。眼前这个魔域女子实力至少与神道三境的修士不相上下。众人看着陆川，见他只是把手放在那黑色的剑柄之上，没有展现出任何的应对之法。绝望如同瘟疫一般蔓延开去。他们明白，在能开出领域的敌人面前，逃跑都是一种奢望。断罪。女子轻轻地弹了弹手中长刀，阵悠扬颤鸣从刀身之上传来，刀身渐渐地变成了血一般的颜色。女子身上的铠甲也转变成了红色，诡秘的符文在她脸上生成。她的气势一提再提，最后停留在了那个最高点。此时的女子仿佛杀神真身降临世间，要收割一切生命。没了吗？陆川问了一句。还不够吗？女子笑了起来，声音中充满了自信。当然不够。陆川摇了摇头，慢慢地拔出了杀生。在杀生出鞘的那瞬间，一股诡谲的波动从剑身上爆裂开去，一股暴虐的杀意在所有人心中升起。这杀意剧烈地刺激着他们，仿佛下一刻就会失去理智，发癫发狂。剑舞花落，陆川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一朵缓缓飘落的黑色剑花。好快，捕捉不到。女子看着陆川消失的位置，瞳孔猛然一缩，手中长刀横切而下。然而下一刻，她的表情凝固了，手中的刀也定格在了原地。一朵黑色的剑花从她的眼前飘落，她想伸出手去接住，然而身体却不受控制。陆川的身影出现在她的后方10步，不多也不少。杀声已经归鞘，陆川没有回头，慢悠悠地朝着骑兵走去。好快的剑！女子颤抖的双唇吐出4个字。下一刻，她的领域轰然碎裂，她的头颅高高的飞起，鲜血飙射而出，带起风一样的声音。她到死也不明白，这个没有领域的少年为什么能够在自己的领域中自由活动。城门口的众人直到领域碎裂，女子头颅飞起，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一切超出了常识与认知，他们无法想象那个贵公子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魔域骑兵开始冲锋，他们并没有因为将领的死亡而自乱阵脚。巨大的战灵挥舞起长刀，狠狠地朝着陆川劈下，带起的威势崩山裂地。骑兵也冲锋到面前，准备近身肉搏。花开了，陆川轻轻地举起手，那由剑气幻化而成的花漫天飘落下。剑舞花落，陆川12剑招中最浪漫的一式。然而这种浪漫却要由生命来买单。下一刻，盛开的剑花猛烈地炸开，魔域骑兵被瞬间淹没。大战落幕，白风城保住了。然而除了陆川该吃该喝之外，所有人都很焦虑很恐慌，整个白风城都愁云惨淡。这次魔域骑兵突袭白风城，上3宗的骑兵几乎全灭，留守的修士死了接近3000人。最恐怖的是，对方仅仅只有500铁骑而已。而且要是没有陆川斩杀掉那能够开出领域的魔域女子，白风城什么下场无需多言。众人经历过这次大战，开始逐渐意识到天元大陆与魔域的差距。要是幽泉之眼无法在短时间内重新封印，就算有陆川这个猛人在，天元大陆陷落也不过是时间问题。就算陆川再强，也没有人认为以他一人就能抗衡无尽魔域。唯一的好消息是，大战之后白风城总算安定了下来，接下来好几天都没有再发生意外。萧狗儿，萧狗儿，来！陆川拒绝了罗然邀请自己入住城主府的请求，依旧躺尸在神农镇这边。这几天一到开饭的时候，就会有一只胖乎乎的小狗来陆川这里蹭吃蹭喝。这小家伙应该是白风城平民养的，可能是转移的时候没有带走留下来的。陆川是个很复杂且奇怪的人，
他对很多人或事都没有足够的耐心，但是却无法拒绝这种毛茸茸的小东西。陆川给小狗找个了碗，一到饭点，给自己来一碗，给小狗也来上一碗。一个在桌上，一个在桌下，一大一小吃的都满嘴流油。小狗吃完饭会在陆川身边趴一会，然后一声不吭的离开。陆川也从来不强留小狗，任凭它来去随意。这成了南城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无尽魔域，一个实力能够跟整个浩然大世界对抗的神秘世界。人们对无尽魔域的整体印象很少，也很不好，因为他们除了发动战争，似乎并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好在一直以来，狭窄的幽泉之眼都限制了魔域大军进入浩然大世界。然而这次幽泉之眼却整个炸开，炸开的面积几乎占据了1/10的未眠海。这意味着无尽魔域的大军将可以毫无阻碍地穿过幽泉之眼发动战争。幽泉之眼的另一头，无尽魔域之中，这里天空是灰色的，环境压抑的让人窒息。无边无际的大军正在集结，人族只占这些士兵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士兵都是叫不出名字的魔物。大军正中心有一座华丽的高台，魔域的统治者魔主正在看着部下集结。魔主看上去肆意英俊少年模样，但是他的实际年龄已经超过5万岁了。端坐在高台之上，魔主撑着下巴，看着无边的大军集结，有些意兴阑珊。一旁站着位身穿白色长裙、气质清冷的女子，因为戴着面纱，看不清容貌。她是魔域大祭司。大祭司的存在远比魔主要古老得多。魔域有话，叫做流水的魔主，铁打的大祭司，见证过许多时代的兴盛衰亡，只有这一次，他把一切压了在这一代魔主身上。子夏战死了。大祭司伸出手，一颗黑色的水晶小球出现在手中。黑色的小球布满了裂痕，似乎下一刻就会碎裂开去。这种小球名为魔核，是魔域生灵天生特有的一种东西，也是他们的弱点。只有实力足够强大，魔核才能够用特殊手段取出。魔核不灭，即便身体消亡，也很快能恢复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天元大陆的修士谈魔色变的根本原因。高战力魔物根本杀不死，耗不尽，即便身体消亡，很快又会在魔核中重生。然而此时，大祭司手中的魔核却寸寸碎裂开去，化为齑粉消散在空气之中。这意味着子夏的神魂被彻底湮灭，再也无法复生。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大祭司抬起头，透过浓重的黑云看向天空，天象诡谲，凶星异常活跃，恐怕会有变数。魔主听闻，却是不屑地笑了起来。天元大陆不过弹丸之地，灵气资源匮乏，就连神道3境也不过几个而已，能出什么变数？大祭司摇了摇头，眉间的愁云并未散去，推演不出来。每当试图接近那些凶星之时，一切都会被遮盖。魔主笑着摇摇头，大祭司不必多虑，此次幽泉之眼无故炸开，乃10万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抓住这次机会，进入浩然大世界。大祭司听完，眉头渐渐舒展开来。是啊，他已经等了10万年了，要是这次再把握不住，恐怕就要等下个10万年了。吞天大帝10万年前于龙场悟道，如今大帝的悟道场将会重新现世，那里一定有成帝的契机，那里是你的机会，也是整个魔域的机会。小狗儿，小狗儿，过来坐。小胖狗准时的来蹭饭了，陆川很识相的给他端上了好吃的。能得到这暴君如此照顾，这份殊荣也算是狗生巅峰了。听说你前些天杀了一个可以开启领域的魔域将军。陆川刚拿起筷子，一个淡淡的女声在不远处响起。一名打着赤脚、穿着粗布麻衣的少女出现在不远处。少女长得并不好看，皮肤黑黑的，脸上也满是雀斑，像极了乡下整天在泥地里打滚的假小子。陆川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了少女身上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力量，跟先前那魔域将军不相上下。也就是说，这女子是神道3境的高手。滚，烦不烦？陆川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因为在这女子声音中听出压抑的兴奋与敌意。只有武痴才会出现这样的情绪。也就是说，这少女是来找自己打架的。少女看着陆川，瞳孔逐渐收缩起来，身体因为兴奋而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脸上的表情扭曲着。因为少女在陆川说出那声滚的时候，她感受到了一种强大，一种无法形容的强大。明明只是一境修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觉？少女已经不想去思考这个问题了，极度的兴奋已经让她的瞳孔开始出现异常。她的瞳孔变成了蛇一般的树瞳，针状的树瞳中开始有符文明灭不定。腾蛇之眼，大漠落家。吃瓜群众看到少女瞳孔的变化，吓得一哆嗦。大漠落家4大古族之一，存续的时间比上3宗要久远得多。而洛家最有特色的标志就是一瞳腾蛇之眼。传说这腾蛇之眼与太古神兽腾蛇有关，能赐予拥有着很强的天赋神通。只有纯正的洛家血脉
才有极低的概率开启腾蛇之眼。眼前这名黑瘦的少女，毫无疑问，一定是洛家的核心成员。小公子小心，这女娃娃是洛家的人。吃瓜群众好心的提醒起来。少女咧嘴一笑，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看向陆川：“跟我打一场，赢了你就可以好好吃饭。”陆川眼皮子一跳，一把将筷子拍在桌子上。桌下的小胖狗被拍桌的声音吓了一跳，抬起无辜的大眼睛看着陆川。嘿嘿嘿，陆川瞬间变脸，嘴角勾起温和笑容，对小胖狗道：“没事，没事啊，你吃你的。”小胖狗歪着头呜咽一声，似乎听懂了陆川的话，低头继续干饭。看了看小胖狗，陆川深呼吸一口气，又拿起筷子，转头看向少女，语气阴沉的提醒起来：“小瘪三，你考虑清楚，一旦动手，只有你死我亡，不会有第三种结果。”或许少女并不知道，她应该感谢一下那条干饭狗，要不是怕惊着她，陆川估计已经把她的头给拧了下来。在这一刻，少女真壮的瞳孔突然流出了鲜血，她的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了。然而这颤抖却是因为恐惧。腾蛇之眼有个能力，就是可以看到他人身上的气，可以通过气的浓度来判断强弱。但是刚才陆川不经意间露出的气，却染黑了少女眼前的世界。他从未见过这么纯粹的暴虐之气，这股气庞大到遮天蔽日，似乎要将天地撕裂。少女呆愣在原地，她知道自己一旦出手，后果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死。吃瓜群众这几天接触下来，可是很清楚陆川的性格了。只要不去惹陆川，什么事情都好说，但是你要作死不长眼，那就对不起了。吃瓜群众一个个兴奋的就差嗷嗷直叫了，等着这少女上去送人头。普通修士对于四大古族的印象其实很差，这几个家族就是天元大陆的蛀虫，有事的时候避世不出，美其名曰顺应天命，而没事的时候，他们就占着几个大灵矿、大秘境，疯狂的掠夺资源。就这德行，众人巴不得四大古族早点玩完才好。少女在原地呆愣了很久，直到吃瓜群众快要失去耐心，她才转身离去。最终她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对陆川出手。噗！少女离开没多远，一口鲜血就从口中喷了出来。对于陆川来说，这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无关紧要。但是对于少女来说，却直接导致到心出现裂痕。要是这条裂痕修补不好，恐怕她将永远停留在这个境界。只是这裂痕，她怕是一辈子也不要想修复了。陆川不会给她这个机会。这就叫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呜！陆川刚吃完午饭，遥远的海中响起了低沉的号角声，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了未眠海，他们知道大战开始了。仅仅过去1个时辰，天空划过一抹流光，一个巨大的飞行法器从天而降，悬浮在了白风城之上。第一道防线失守，魔域大军已经全线进入未眠海，所有后勤人员撤离白风城，前往无相城。噩耗突来，所有人被这消息震得愣愣发呆。太快了，仅仅才1个时辰而已，为什么第一道防线就陷落了？第一道防线不是森罗大阵吗？为什么会这么快就被突破？有人不愿意相信这个消息，大声地质问了起来。魔域大军数量超乎想象，根本无法抗衡，快点，所有人上来，后勤要先一步转移去无相城，建立好补给点。这个回答让所有人充满绝望。无相城，对，我们还有无相城。有人反应过来，奔向那巨大的飞行法器。无相城是天元大陆第一大城，城墙高耸，有天险可守，一定还有办法。前辈，我们要走吗？南宫初雪领着明月阁弟子从慌乱的人群中脱离了出来。陆川看着这些修士如同无头苍蝇在城中乱窜，忍不住摇摇头。走，肯定是要走的，但不是跟他们一起。南宫初雪有些不解，请前辈明示。陆川指了指足有半个白风城大的飞行法器，这东西太大了，目标太明显，不要跟他们一起走，容易被一锅端。你们直接回明月阁。南宫初雪听出了陆川不会同路，担心问道：前辈不跟我们一起走吗？陆川摇摇头：你别管我，多操心一下怎么把门下弟子保全好。这次战争之后，天元大陆上的势力会重新洗牌，明月阁能不能有一席之地，就靠你自己了。好。南宫初雪狠狠点点头，接着带着门下弟子去了城门口。明月阁也就几百人，跟整个白风城10万大军比起来，根本不起眼。没有人关心明月阁要去哪里，更没人关心他们的死活。又1个时辰之后，整个白风城跑了个精光。人们在法器中看着整个城，只剩下孤零零的陆川一人，心中满不是滋味。他们不知道你陆川为什么不走。陆川落得个清静，也终于舍得从椅子上把屁股给挪开了，站起身伸了个懒腰，被骑手朝着不远处的民房溜达过去。很快，陆川就找到了小胖狗，他趴在一间紧闭的房门之前，眼神中满是悲伤。这里应该是他的家，只是他的主人似乎不要他了。听到脚步声，小胖狗抬起头，看到是陆川之后，
小尾巴摇了摇，轻轻的呜咽了一声。修狗儿，走啊，溜达。陆川笑着打声招呼。小胖狗起身，看了看紧闭的大门，迈出的腿又收了回去。他怕，要是自己不守在这里，万一主人回来看不到自己该怎么办？小胖狗歪着头，摇着尾巴，站在门前不肯离开。陆川也不勉强，将准备好的一碗肉放在了小胖狗面前，轻轻的揉了揉狗头，笑道：“如果饿了，就去渡口找我，我肯定在那。”小胖狗舔了舔陆川的手，他并不明白陆川在说什么。走了，不用送。陆川笑着举起手，轻轻的挥了挥。小胖狗看着陆川的背影，大大的眼睛中满是疑惑。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好人今天闻起来的味道有些不一样。天元大陆的修士溃败的比想象中的还要快。陆川刚到达渡口，看到海平面驶来数艘如同小城一般巨大的战船。很快战船靠岸，大量的修士如同蜂群一般从船上涌了下来。他们很害怕，脸上都带着扭曲的恐惧。陆川在码头边上找了一个不错的位置，乐呵呵地看着仓皇逃命的人，同时眼神搜寻着什么。很快，一个身穿万寿门长袍的修士出现在视野之中。陆川轻轻的一抬手，一道剑气带起破空之声，洞穿了那人的眉心。陆川是个很记仇的人，万寿门前些日子给自己找事干，能给他们好果子吃。一个人的死，在奔逃的人流中引不起什么浪花，但是100个人呢？当杀到第100人时，终于有人发现了陆川在劫杀万寿的门的修士。年纪轻轻，为何如此卑劣？在这种情况下，死毒手。一名有些狼狈的中年男子带着几人前来问罪。这领头的中年男子是玄天宗宗主骆云天。然而此时他早已没有上三宗宗主之威，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有仇啊，还能为什么？陆川有些无聊的又弹了一下手指，奔逃的人流中又有几名万寿门的修士倒下。你这厮！骆云天见眼前这少年完全无视自己，在魔域大军那边憋着的恶气在陆川这里爆发出来。大战之际，劫杀前线士兵，不管你是哪宗弟子，我都可以杀了你。骆云天气急败坏的一巴掌抽向陆川的脑袋。你他妈烦不烦？好好的当你的丧家之犬不好吗？陆川有些生气，后果很严重。面对挥向自己的巴掌，陆川后发先至，直接扣住了骆云天的脉门。在骆云天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狠狠朝着自己面前一拉，接着左手一个勾拳，狠狠地击中骆云天的下巴，骨头碎裂的刺耳之声响了起来。这一套组合拳把骆云天整个下巴被打碎，甚至没了小半张脸。凄厉的惨叫响起在这奔逃的人流之中。闲的你！陆川看着因为下巴被打碎而说不出话的骆云天，忍不住翻了个白眼，然后拧断了他的脖子，怕这货死得不彻底，又踩烂了他的脑袋。做完这些，陆川才坐了回去，继续搜索人流中的万寿门众人，一直忙到傍晚，100万大军成功上岸，确定没有漏网之鱼后，才堪堪地停下了手。而此时天空之上已经漂浮着20艘巨大的飞行法器，将整个天空都遮蔽。看来是要将这些退回来的修士运往无相城。陆川估算了一下，就算一艘飞行法器只装10万人，也足足能装下200万修士。从前线退下来的修士数量多得让陆川有些吃惊。陆川有些好奇，这样规模的修士大军溃败得如此之快，魔域的实力到底强到了什么地步？乌合之众而已。阿福此时出现在陆川身边，语气中满是轻蔑。如果换成实力前3的大陆，还能跟魔域打一打，天元大陆完全没这个资格。陆川翻着白眼，你丫这2天跑哪里去了？这2天都没看到驴子的踪影，这有些反常。阿福听到陆川问话，贼眉鼠眼的朝着旁边扫了扫，确定没人偷听，才小声道：这2天我去找了一下资料，发现了魔域进攻天元大陆的原因。陆川皱了皱眉头，怎么还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阿福兴奋地打了一个响鼻，嘿嘿，如果推测没有错误的话，应该跟大地悟道场有关。悟道场？陆川有些茫然。阿福点点头，10万年前有大气运者于龙场悟道，成就大帝之位，悟道场最近可能会重现世间，应该会有成帝的契机。具体位置我推测不出来，只能等悟道场出现的时候才能定位到。陆川点点头，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就在这时候，天空之上运送修士的飞行法器有一艘突然炸开，刹那之间火光冲天，一道比太阳耀眼100倍的白光扩散开去，接着又是第2艘紧跟着炸开，然后是第3艘，不过几分钟时间，20艘飞行法器全部爆炸。这么短时间，飞行法器全部炸烂，上去的修士全部殒命，这不得死个几10万。战争的残酷可见一斑，都是以万为单位计算阵亡人数。这帮傻玩意，这么大目标，不是喊着人家来打吗？阿福忍不住翻起嘴皮子，嘲笑起来。嫡媳，嫡媳！嘶哑的吼声在天地之间响起，没来及上去的修士连忙停住了脚步，
慌乱中不起阵了法。三个身影此时出现在了飞行法器炸开后的天空之中，强大的威势如同山岳一般从几人身上压了下来。闹哄哄的白风城瞬间死一般的安静下去。诸位不用舟车劳顿了，此地风水甚好，埋在这里，下辈子可以投个好胎。天空之上居中一名身穿黑色铠甲，手持盘龙枪的中年男子看着下方的蝼蚁嗤笑起来。陆川看着三人有些好奇，问道：驴子，修行者之间每个境界实力相差这么大，其实只要几个拥有神道3境实力的魔族就能屠光这些修士，为什么魔域还要大兴兵戈，让大军压境呢？你懂个球！驴子翻了个白眼。对抗高阶修士，低阶修士可以利用战阵与阵法，并不是完全无计可施。要不是眼下这些修士方寸大乱，胡搞瞎搞，阵法都弄不出，就天上那3个道一境的掉毛，会被这上百万普通修士吊起来打。陆川点点头，这样啊，那我还是溜了，到时候魔域无数大军结阵，万一砍不过多丢人。噗！阿福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别人是别人，你是你，不一样的。阿福连忙拦住陆川，吹起了彩虹屁。你可是有史以来最强剑神，杀戮效率高过流水线的猛人，神道3境是什么臭鱼烂虾，能跟您比？嘿嘿，会说话就多说点。陆川又坐了回去，阿福也少见的没有挨抽。列阵，列阵，找好自己的位置，不要乱，不要乱。终于有人出来主持大局了。然而此时大军已经被吓破了胆，这声音很快淹没在恐惧之中。安静！天空之上，那手持盘龙长枪的将军此时再次开口。巨大的威压扫过白风城，众人被压得再次闭嘴。吾乃魔域先锋营统帅摩柯加什，有一名副官先前战死在这里，有谁知道是谁干的吗？谁告诉本将军，本将军可以保证他安全离开这里。碍着你的。阿福看着陆川是满脸的幸灾乐祸。白风城一片鸦雀无声，没有人给出答案，因为知道的人早就撤了。没人知道吗？真让本将军失望。摩柯加什摇摇头，对着左右2人轻轻的点点头。另外2人没有任何废话，从天空之上落下，开启了单方面的屠杀。刹那间，白风城是鬼哭狼嚎，惨叫震天。孽畜，休得放肆！此时一道青色光芒从天边急速而来，一把飞剑带起赫赫威势，直冲落入城中的2个魔人。飞剑之后，有一人从天边走来，一座巨大的宫殿虚影在他的背后若隐若现。此人看似走得不快，却又有种说不出的诡异感，仿佛空间跳跃一般，几个眨眼就到了白风城上方。看到那若隐若现的华丽宫殿，有人反应过来。青色飞剑，流水落花，天上人间，是昆仑神宫的主人叶向晚。听到这个名字，已成待宰猪狗的修士瞬间激昂起来。昆仑神宫是最为神秘的一个宗门，是天元大陆修士心中的朝圣之地。这一代昆仑之主名为叶向晚，是一位道一境的剑修。昆仑神宫几乎不出世，但是关于他的传说却在修士口中代代相传。那个身影逐渐清晰起来，是一名身穿破布麻衣、满脸大胡子的中年男人，与众人想象中的飘逸出尘的剑仙模样有些出入，但是那一身恐怖锋锐的剑气，证明这人就是叶向晚。叶向晚，叶大剑仙，久仰大名。摩柯加什看着与自己对峙的中年男子，扯着嘴角笑了起来，身边燃起了黑色火焰，周围的空气被这火焰拉扯的扭曲起来，让摩柯加什的身影看上去有些不太真实。他能叫出叶向晚的名字，看来对于天元大陆的情报，魔域做得非常出色。叶向晚面无表情的冷笑起来，一帮人嫌狗厌的东西，跟你们说话脏了老子的口水。呵呵，摩柯加什忍不住摇头笑了起来，那希望叶剑仙的骨头也跟嘴巴一样硬。叶兄，杀畜生这事怎么能不叫上我呢？就在此时，一抹白光从海上升起，一名白衣剑仙踏浪而来。西门长歌，蓬莱阁的西门长歌。蓬莱阁隐藏在未冕海之上的4大古族之一，众人没想到西门家也来了人，那是不是意味着其他3家也会来人？如果将所有神道3境聚集在一起，加上上百万修士，未尝没有一战之力。众人的情绪再次波动起来，燃起了生的希望。叶兄！西门长歌豪气干云，脚下轻轻的一踏，天空之上风云再起，一个巨大的剑阵急速的形成，天地之间瞬间充斥着毁灭的凛然剑意。西门兄痛快，等一下一起喝酒。叶向晚哈哈大笑，一伸手，下方与那2名魔人缠斗的青色飞剑回到身边。无知者在劫难逃。摩柯加什轻轻的摇摇头，下一刻，他身边的火焰呈燎原之势爆发开去，一只高达100米的魔兽从燎原之势的黑色火焰中站了起来，黑色的魔气冲天起，与叶向晚的青色剑幕、西门长歌的白色剑阵分别占据天空的一部分。让我领教一下这代昆仑之主的寒山剑意。摩柯加什脚下轻轻一点，
来到魔兽肩膀之上，咆哮的火焰再次升腾而起，在魔兽身上形成了一副火焰铠甲。想看，那就给你看！一股滔天剑意从叶向晚身上爆发出来，山岳的沉重与恐怖的冰寒急速的蔓延开去。这剑意与魔科加持的黑色火焰撞到了一起，两种极端的属性摩擦出绚烂的光彩，照亮了整个黑夜。与此同时，那白色剑阵也颤动起来，爆发出令人炫目的神光。因为西门长歌与魔人的战场在地面堵住了城门的出口，白风城的修士不得已全部挤了回来，再次回到了渡口。众人又看到了那个杀了骆云天，腰间挂着2把长剑，有些慵懒的少年。他坐在码头边的长桥尽头，撑着下巴，出神地看着波澜壮阔的大海。对于白风城的战斗，他似乎毫无兴趣。天黑的时候，小胖狗从紧闭的门前站了起来。白风城的震荡很幸运的没有波及到他。小胖狗蹦蹦跳跳的准备去找陆川，因为吃饭的时间到了。跑了没几步，小胖狗又返回了门前，叼起了自己的小碗。他来到往常的地方，然而却是人去楼空，看不到那熟悉的人。小胖狗嘴里的碗叮当的掉在地上，眼中充满了悲伤。主人不在了，刚认识的新朋友也不在了。小胖狗眼中噙着泪水，在陆川坐过的地方不停绕起了圈，一边绕一边耸动着小鼻子。很快他又停了下来，对着空气不停地嗅了起来。他闻到了陆川的气味。小胖狗对这个味道很深刻，因为这是他闻过最好闻的味道，比碗里的肉还香。小胖狗欢快地叼起碗，奔向码头的方向。百里宗主，我们应该趁着这个机会突围出去，到了无相城，我们就有机会。是啊，百里大人，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人您下令吧。上3宗之一玄天宗宗主死翘翘，云梦泽宗主影响力不大，没有什么话语权。现在只有镇元宗宗主百里宇泽才有能力镇住场子。百里宇泽看向几个道一境打架的战场，整个天空都在颤动，白风城也在急速的被摧毁。再打一会，恐怕他们会死在这些人对轰的余波之下。现在是他们离开白风城的最好时机。但是百里宇泽却很清楚，即便到了无相城，他们也不可能守住。天元大陆全境陷落，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就算4大古族全部出动，加上昆仑神宫，也不可能挡住魔域大军。百里宇泽把目光投向陆川。先前陆川在白风城宰掉魔域那名道一境的女子，罗然就给他传递了信息。他自然知道这个好看到不像话的少年就是明月阁那个杀神，因为镇元宗的罗然曾经跟陆川接触过。自然而然，百里宇泽作为镇元宗宗主，也是为数不多能够猜测陆川实力的人之一。能够轻松灭杀一名道一境强者，或许可以。百里宗主，我们不能全死在这里。既然你不愿意下令，那么我们就别怪我们不讲道义。此时有人打断了百里宇泽的思路。兄弟们，跟着我一起冲出去。好，可谓是一呼百应，生死面前没有人会讲什么道义。让开，让开！阵阵咆哮之下，有一名伤员被送到了百里宇泽面前。这不是百花教的弟子吗？他们不是率先撤走了，怎么回来了？看到这名伤员，众人心头涌起不好的预感。百里宇泽连忙将一颗丹药塞进伤员嘴里。伤员的情况稍微好了一些，但是也仅此而已。他的神魂即将溃散，什么药都救不回来了。百里大人，们被魔域大军拦截，不要去无相城，后路被断了。伤员断断续续地吐出几句话，便没了声息。百里宇泽脑子嗡嗡作响，起身的时候整个人有些恍惚，差点直接晕了过去。这个消息瘟疫一般蔓延出去，所有人都面如死灰，除了绝望还是绝望。百里大人，百里大人，您没事吧？身边人连忙扶住百里宇泽。唉，百里宇长长的叹了口气，苦笑起来。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天元大陆不到1天，已经可以宣告陷落了。罢了，罢了，都各自逃命去吧。百里宇泽挥挥手，整个人看上去瞬间老了10几岁。祸不单行，福无双至。绝望蔓延之际，一道道苍凉的号角声在远方的大海中响了起来。海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一堵黑色的水墙，那是翻涌而起的大海，宛如天河倒灌。白风城在这水墙之下，渺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众人的心脏随着号角声剧烈的跳动着，天地随着这翻涌而起的大海颤动着。灰色爬上了所有人的面庞，这是死人才会出现的颜色。他们在心中已经自己为自己宣判了死刑。那翻涌的大海前进的并不快，似乎有意放慢了推进。无形的压力被释放到了最大，有些修士因为太过于恐惧，开始疯狂的呕吐起来。有些修士想要逃跑，却怎么也迈不开步伐。轰隆隆，轰隆隆！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白风城后方响起了马蹄践踏大地的声音，一尊高达上万米的人形战灵出现在群山的之后。这是何等的巍峨，何等的不可思议！
这人形战灵挥起手中战刀，削平了挡路的群山，朝着白风城而来。前有狼，后有虎，整个白风城成了一个夹心饼干，现在是想逃都逃不了了。列阵！列阵！列阵！百里羽则嘶哑的嗓音响彻云霄，这声音带着必死之志。人总是这样奇怪的生物，在恐惧中会变成一无是处的懦夫，然而在必死之境下却会成为那呲牙的困兽。他妈的，死也要拉2个垫背的，跟这帮畜生拼了！修士们的决心有些讽刺的在这绝境下团结起来。整个白风城在此时变得诡异的很安静，没有人在说话，只剩下修士们掐诀布阵的声音。一只小胖狗叼着小碗穿梭在人群之中，幸好没有人脚痒，给小家伙来上一脚，不然他们恐怕会被陆川给先灭了。汪汪汪！小胖狗终于看到了那个身影，开心的把小碗扔到陆川面前。你还真来了呀！陆川低头揉了揉小胖狗的头，有些无奈的摊摊手。晚上可没有饭吃，没做呢。小胖狗跑了一路，被饿坏了，歪头看着陆川。他以为陆川不懂自己的意思，用爪子碰了碰自己的小碗，汪汪叫了2声。陆川哭笑不得，对着身边的阿福来了一拳头，拿点大力丸出来。你有病啊，不能好好说话。阿福气的嘴唇都翻了起来，露出一嘴大板牙。陆川斜眼看了他一眼，阿福立马老实的拿出一个小袋子。一条臭狗也配吃驴爷的大力丸？你奶奶的，便宜你个小兔崽子了！阿福不满的碎碎念起来。陆川懒得搭理这货，打开袋子，抓出一把银色的小单丸，放到了小碗里，把小碗推到小胖狗面前。陆川笑的眼睛都快眯了起来。吃吧，虽然没味，但是顶饱，吃了以后你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小胖狗也是真的饿极了，即便大力丸啥味没有，但是放到了碗里的一定是能吃的。吭吃几口，直接干完了半碗大力丸。陆川看得好笑，把剩下的半袋子大力丸也倒进了小胖狗的碗里。糟蹋东西啊，天老爷爱！阿福看得的是咬牙切齿，恨不得马上把小胖狗给一蹄子踹死。紧张的气氛因为小胖狗的到来似乎被冲淡了不少。布阵完毕的修士看向喂狗的陆川，陆川清瘦修长的身影在淡淡的月光下被拉得很长很长，腰间2把颜色对立的长剑有些不合常理，因为修士是不会这么用剑的，修士只会用飞剑。小公子，快些进大阵里来吧，能多活一会是一会。离得最近的修士似乎不愿意见到这气质超然的贵公子死在那滔天的海浪之下，好心的喊了一声。或许他们不会知道，就是这临时的一点善心保住了他们的小命。陆川抬眼看了看出生的修士，忍不住笑着摇了摇头。老话说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拍了拍手，陆川缓缓起身。翻涌的大海此时已经能够看得很清楚了，眼前所见比想象中的要恐怖得多。这翻涌起来的海水犹如一块遮天黑幕，要将眼前的世界隔断。不要自乱阵脚，守住阵眼，只要阵法不破，我们就有机会。百里羽则颤抖的声音响了起来。然而他说的话他自己都不信。这遮天黑幕拍打下来的时候，就是整个白风城湮灭之时。百里羽则再次看向那个清瘦的身影，他不知道现在应不应该，还抱着希望。脚下的大地随着遮天黑幕的逼近开始剧烈的摇晃起来。不仅如此，整个白风城开始经历一场恐怖的地震。陆川背着手就那么漫不经心地看着。汪汪汪汪！小胖狗突然窜到陆川面前，对着遮天黑幕恶狠狠地咆哮起来。他似乎在保护陆川，即便他很害怕，即便他的尾巴已经夹了起来，身体在不停地发抖，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站到了陆川身前。或许这就是陆川喜欢狗比喜欢人多一些的原因吧。好意我心领了，笑着拍了拍小家伙，一步轻轻地跨出。众人看得目瞪口呆，不明白这公子哥是要做什么。他要干什么？不要分心，他估计被吓傻了，找死我们也拦不住。可惜了。众人都以为陆川是得了失心疯，只有百里羽则的瞳孔在此时亮了起来。顶住大阵，只要撑过这一下，我们就有活下去的机会。百里羽则充满斗志的声音在摇晃的白风城中经久不息。陆川一步走到了海面之上，脚下涟漪轻荡。阿福也跟了上去，看着遮天的黑幕，忍不住笑了起来。这算不算大场面？阿福带着3分调侃问道。陆川摇摇头，并指成剑在面前轻轻一划，淡淡道：这才是大场面。滔滔白浪从前方的大海滚滚而起，银白皎亮的波涛推涌追逐，不停地拔高，最终居然将周围的大海全部翻起，露出了斑驳的海底。这滔天巨浪越高越响，宛如千军万马携着雷鸣一般的轰然巨响奔腾而去。白风城的人看得傻了眼，他们的嘴张得像箱子口那么大，一下子就愣住了。接着所有人下意识地咽了2-3口唾沫，但是嗓子里
依旧还是发干。百里羽则仿佛全身力气被抽空，想要瘫倒在地上。他强撑着身体，远远地看着那个清瘦的身影，眼中似乎有大火在蒸腾燃烧。或许他们真的有了一线生机。轰！大海之中，两扇由翻涌而起的大海形成的天幕狠狠地撞到了一起。刹那之间，地动山摇，山河崩裂，崩散的海浪如同山岳一般砸了下来。在这恐怖如天威的相撞之下，所有人心中升起一股绝望的无力感，感受到自己渺小的如同尘埃。陆川背着手，踏着海浪而行，一步一步走得不快也不慢。遮天黑幕逐渐散去，一条整齐的黑线出现在了逐渐归于平静的大海之上。那黑色的长线并不是浪潮，而是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因为人数太多，铺满了肉眼可见的海面，这才看上去犹如一条黑线。一座华丽的高台在这无边大军的中心位置。魔主欣赏着未眠海的风光，在魔域那恶劣的环境中，他是见不到这种旖旎风景的。魔主幻想着自己如能在龙场悟道，走上那极致的巅峰，未来以后这里就是魔域的家了。前方的高台慢慢的停了下来，魔主秀气的眉眼轻轻的皱了起来。为何停下？魔主有些生气，他认为天元大陆上没有任何人或物能够让魔域大军停下前进的脚步。很快，魔主就知道自己的大军为什么停下了脚步。一个俊美的少年就那么踏着海浪，堂而皇之的挡在了自己数百万大军面前，而前进的大军因为他而停了下来。可笑吗？挺可笑的。魔主微眯着眼睛看向那名少年，淡淡的月光洒在他的身上，有种说不出的出尘之意。此时魔主身边的大祭司眉眼狠狠地皱了起来，双眸中闪过一丝恐惧，凶星闪耀，天象开始变动。他是天象变动根源，有意思。魔主笑了起来，轻轻挥了挥手，一个人族就算能搅动天象，他拿什么阻挡我魔域大军？变阵，给本王踏过去！停下的魔域大军在魔主的命令下再次开始前行。最先开动的是大军最中心的那支军队，这支军队是魔域的最强悍的冲锋部队，所有士兵都是由身高接近10米的地龙魔人组成。这种魔人有地龙血脉，不仅力大无穷，身体强度也非常高。他们身上的鳞片是最好的铠甲，能够抵挡大部分法器的杀伤。这是最好的先锋部队，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冲锋。10万地龙士兵踏着海面发起了冲锋。一只庞大如山岳的地龙战灵虚影出现在这支部队的上方，这战灵的体型之恐怖，几乎遮蔽了半个天空。与此同时，两只钢铁洪流一左一右紧紧地护卫着地龙魔人大军侧翼，一起冲锋起来。极度的压迫感犹如山崩一般狠狠地撞了过来。陆川算是明白天元大陆的修士为何溃败得如此之快了。跟这些令行禁止、训练有素的士兵比起来，天元大陆那些散兵游勇的修士真的什么也不是。看着冲锋而起的大军，陆川笑着摇了摇头。有时候人多并不能决定什么。魔主不知道这少年用什么来阻挡魔域大军，但是很快他就知道了答案。陆川深深地吸了口气，右手缓缓搭上杀生的剑柄。其实作为一名剑客，陆川更喜欢的是与绝顶高手1对1的厮杀，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杀生出鞘了，一抹黑光冲天起，而此时天空之上大量的雷云聚集了过来。在杀生出鞘这一刻，天道似乎也感受到了危险，开始对陆川进行天罚。陆川似笑非笑地扯了扯嘴角，剑三人祸。杀生脱手而去，缓缓地沉入面前的大海之中。下一刻，陆川调动起丹田中由那剑意形成的星云，星云旋转起来，恐怖的力量注入了沉入大海的杀生之中。杀生沉没的地方涌起一团黑色的海水，这黑色聚而不散。猛然，那团黑色之中分裂出无数的黑色丝线，这黑色丝线如同蛛网一般，以那一点黑色为中心，疯狂地朝着四面八方蔓延而去。这黑线犹如阴险毒辣的海蛇，无声无息地穿过了冲锋的大军。等到冲锋的大军发现海面上蔓延着数之不尽的黑色丝线时，已经晚了。10万地龙魔人加上侧翼护卫的15万铁骑，每个人的脚下都连接着一根黑色丝线。一股股诡谲暴虐的剑意通过这些丝线被疯狂地输送了过来，他们的心神几乎在瞬间陷落，成了一个个行尸走肉一样的傀儡。陆川举起手，轻轻地挥了挥，冲锋的大军停了下来，接着大军转向，将兵锋对准了后方的同袍。魔主看到这一幕，腾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色铁青。你们想造反不成？魔主咆哮起来。然而没有人回答他，有的只是这25万大军整齐迈进的步伐。他们被控制了，切断那些黑线。大祭司手中法诀急速地掐了起来，一个个晦涩难懂的符文从他的身上冲了出去。这些符文搅动起大道规则，空气中出现一条条崩坏的裂痕。
这些符文落到海面之上，想要阻断那些黑线。然而刚接触到那些黑线，大祭司就感觉到一股恐怖的无双剑意汹涌地通过符文传了回来。噗！大祭司脸色惨白，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连忙切断了与那些符文的联系。这不是真元的力量，没有携带任何规则之力，只有最纯粹的杀戮力量。大祭司瞬间意识到了什么，声音沙哑地说了起来：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他的力量不属于这个世界。说着，大祭司抬头看向天空中已经汇聚完毕的灭神雷劫，怪不得天道会针对他。撤军！看着那少年清瘦的身影，大祭司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这两个字。然而魔主却不为所动，摇摇头，傲然道：我不愿意再等了，本王就不信数百万魔域儿郎加上50名神道3境的高手，还压不住他一人。大祭司张了张嘴，嘴唇颤抖两下，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在他心里，此时撤军也是10000个不愿意的。禁卫，给本王冲散这些叛徒！魔主大手一挥，豪气冲天的发号起了命令。后方一只银白色的洪流冲了过来，这颜色与魔域整体的黑暗压抑显得格格不入。这支军队是整个魔域的精锐，也是魔主敢踏足浩然大世界的最大底气。银色的洪流对那25万被控制的大军发起了冲锋，黑色与白色两股洪流很快碰撞到了一起。禁卫如一把利剑从地龙魔人的大军中穿了过去，将整个大军一分为二。然而接下来的画面却不是魔主想象的那么美好。两支大军混战在一起的时候，爆炸发生了，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迟滞，被控制的大军几乎在一瞬间完成了自爆。轰隆！一声巨响，天地之间亮起一点灼热的黑光，几乎所有人在这一刻眼睛爆盲。接着混战的大军中冲出一股炽热的浪潮，伴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咆哮的能量如同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一般腾空而起，猩红色的血雾妖艳绽放，仿佛朵朵妖娆艳丽的彼岸花，争奇斗艳。魔域大军25万精锐自爆，这股力量居然短时间内蒸干了周围的海水，弥漫而起的蒸汽笼罩了整个战场。而此时陆川剑招再起，没入大海的长剑从海中飞射而起，落入手中。看着漫天的蒸汽，陆川轻轻地挥了挥手中剑。剑6雪怨，一点水蒸气化为水滴，正好落在了杀生的剑尖之上。水滴渐落散开，变成了水珠。然而散落的水珠却诡异地停在了空中，圆润可爱的水珠在这瞬间被冻结了起来。这冻结的水珠仿佛是死亡的信号。从杀生剑尖开始，一股无法想象的寒气咆哮着冲了出去。下一刻，弥漫战场的蒸汽被冻结，然后是海面，最后连空气也没有幸免于难。陆川一剑下去，这里成了寒冰的地狱。冻结的世界中，能够看到那晶莹的寒冰中有很多很多的人影。剑意天伤，陆川再次起剑，一剑朝着天空撩起，身上的剑气此刻也跟着冲天而起。天空被染成了黑色，就连那咆哮的灭神雷云也在这冲天的剑气下微不足道。冲上天顶的黑色剑气化成了无数的长剑，接着天上下起了剑雨，寒冰的地狱在剑雨的冲击下开始破碎，被冻结的魔域大军也跟着寒冰化成了粉末。轰隆隆，似乎见不得陆川造的杀孽，天道开始发威，一条红色的灭神之雷从天穹之上直冲而下。脑瘫玩意！陆川冷冷的嗤笑一声，反手一剑挥向雷劫。这次的灭神之雷没有上次的好运，直接被一剑斩得支离破碎。你该死啊！杀我100万魔域儿郎！一声咆哮在漫天剑雨中响起，一个红色的领域突然爆发开来，直接将整个海面笼罩。无数血色符文在领域中明灭不定。魔主浑身燃起血红色的火焰，如同火神临世，带着极致的威压，缓缓地朝着陆川走来。行走之间，大道轰鸣，空间开裂。开裂的空间响起阵阵阴冷的呼嚎，仿佛死去的冤魂在血泣着自己的不甘。行走之间，魔主大声地命令起来：大祭司，你带人先回去。不要，希儿！大祭司悲怆的声音响起，希儿是魔主的小名，整个魔域也只有大祭司有资格这么叫他。听到这声希儿，魔主愣了一下，停止了前行，低着头，眸子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闪动。能否容我去告个别？没有预想中的火星四射，只响起魔主淡然的声音。魔主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似乎就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死亡，所以他才会说告别这2个字。然而面对死亡，魔主却显得很淡然，甚至从容不迫。陆川将杀生回鞘，点点头：你也回去吧，没太大兴趣。魔主摇了摇头，拒绝了陆川放自己一马。犯了错就要弥补，我犯的错只能用这条命去填了。大军损失过半，最精锐的禁卫与地龙魔人2支大军全灭，魔域的根基被动摇。
这样的损失恐怕要几万年才能补回来。这一切，魔主都认为是自己自大引起的后果。如果在那20多万士兵自爆之前，他能够开启领域，就能保住剩下的大军。只是这世上哪有如果二字？魔主是个骄傲的人，骄傲的人不会容忍自己的犯错，更不能容忍自己的失败。他决心为自己的错误买单，用这条命去跟陆川拼一下。求死！陆川挺直了身体，算是对魔主的一种尊重。可以，我等你。陆川向来没什么耐心，现在愿意等魔主，说明从心头他已经认可了这个骄傲的人。多谢。魔主回来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人，一名戴着面纱的女子。陆川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是很明显，他们要死在一起。女子看着魔主，甜甜的笑了起来，开心整个眼睛都快眯起。他们牵着手，不再分开，就像小时候他牵着她走过繁华的魔都大街。只是那时候他的手小小的，他可以轻松的握住。现在他的手已经很大了，能够很轻松的握住他的手。相处数万年，他们在这一刻终于放下一切，走到了一起。时间无言，却解释了一切。没有人知道这一夜最后发生了什么，人们只知道这一夜有一名贵公子在这个漆黑的夜走向了魔域的100万大军。天空的雷劫被斩破，数百万的魔域大军没了踪影，幽泉之眼被重新封印，天元大陆逃过了这场大劫。丁，恭喜宿主完成幽泉之眼任务，宿主未达成条件无法获得称号。丁，宿主达成特殊称号条件，获得特殊称号孤勇者。孤勇者，宿主孤身战斗之时可以获得特殊加成，引动4项凶星，搅乱天象。陆川并不在意什么狗屁称号，陆川在意的是任务完成之后进入青铜神殿的奖励。宿主完成史诗级任务幽泉灭却，获得进入青铜神殿的资格。准备传送，开始传送。10、9、8、7、6，一阵白光在身边亮起。等陆川眼前清晰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周围全是一些色彩斑斓的星云，脚下是不可凝视的虚无。这里空旷孤寂，没有一点声音，安静的让人发疯。突然，一个台阶在陆川脚下生成，那是用青铜打造的台阶，斑驳的铜锈在诉说着无尽的沧桑。陆川没有犹豫，踏上台阶，接着第2阶青铜阶梯生成。陆川就这么一直踏着青铜台阶而去，一直到999阶。终于，陆川看到了阶梯尽头的东西，一扇门，一扇饱经沧桑的青铜门，既不豪华也不壮观，甚至有些破烂。青铜门就那么孤零零地矗立在深空之中，等待着有人将它推开。陆川来到门前，轻轻地把手按了上去。随着青铜门一声吱呀，尘封的故事在此刻被打开。出乎陆川意料的是，这破破烂烂的青铜门背后却是另外一番天地。门后是一座大殿，一座看不见边际的大殿。大殿中矗立着9根青铜柱子，宛如擎天之柱般壮观。陆川来到离自己最近的一根青铜柱下，抬头仰望，柱子上有一些图案，然而陆川看上一眼就觉得脊背发凉。图案上勾勒的是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正在云端垂钓，然而他钓的不是鱼，而是云下的人。老者身边放着一只鱼篓，鱼篓没有盖住，鱼篓中探出几双手爬着边沿，似乎想从中逃出来。陆川心中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连忙跳到下一幅画面。这幅画面中，老者已经收起了鱼竿，提起鱼篓，鱼篓空洞的口子中有几双充满绝望的眼睛若隐若现，那种深深的绝望让陆川都有些头皮发麻。接着是下一幅画面，这幅画面多了一个人，一个穿着背心、大裤衩，脚上踢着人字拖、胡子拉碴的二流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陆川一看到这货，脑子里就不由自主地蹦出二流子这3个字。这幅画面中，二流子举着人字拖，把钓鱼的老头按在地上，人字拖狠狠地抽在老头脸上。等等，背心、大裤衩、人字拖，这货不会也是从蓝星来的吧？陆川心中涌起一阵激动，这地方还能见到老乡，那真可以两眼泪汪汪了。继续往下看，接下来的画面几乎都是那二流子暴打各路神仙的画面，看得陆川莫名的兴奋。陆川仔细地在青铜柱上寻找着，希望能找到记载的只言片语。最终，陆川在青铜柱的最上方看到了一行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吞天大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几个字口气之大，嚣张至极。陆川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就那背心大裤衩的二流子模样，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时大殿中异变突起，一条死寂的黑色长河诡异地出现在大殿之中。看着这死寂的长河，陆川的脑袋开始疼了起来，这疼痛愈演愈烈，仿佛有无数的钢钉被钉进了脑子，疼得要炸开一般。然而陆川却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任凭疼痛炸裂，只是死死地盯着这条长河。陆川终于想起来在哪里见过这条长河了，在自己的被封印的记忆中，也有一条这样无法踏足，
黑色的死寂长河。与记忆中那条完全死寂的长河不一样，这条出现在青铜神殿的长河在缓缓的流淌。不多时，一个淡淡的虚影出现在长河之中。陆川看不清的他的面貌，但是这个人却有一种让人不自觉去亲近的想法。这个身影顺着长河而去，渐渐的消失在尽头。在消失的那一瞬间间，他回了过了头，对着陆川笑了起来。陆川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因为这个人不就是青铜柱画面中那个用人字拖抽人的二流子吗？但是陆川又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他们应该是同一个人，又好像不是同一个人。随着那个虚影的消失，长河也突然扭曲了起来。扭曲的长河幻化成了宇宙星河，无数的星云在星河中熠熠生辉。然而还未来得及欣赏这幅美景，这宇宙星河就开始碎裂。陆川的心脏伴随着星河的碎裂剧烈的跳动起来，心头升起一股无法言喻的痛。这是星空毁灭吗？那个人是要告诉我，整个星空会因为某种灾难而毁灭吗？陆川眉眼皱起，剧烈的疼痛反而让他的头脑愈发的清晰起来。定，时间到！系统的声音在此刻响起。陆川眼前白光闪过，在睁开眼时，自己已经回到了现实，躺在椅子上，看着晴朗的天空，有些出神。垂钓的老头，二流子老乡，死寂的长河，毁灭的星河，还有那让人如沐春风的虚影，青铜神殿到底想要给自己传达什么信息？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看到终极？阿福出现在陆川身边，一脸的兴奋。终你奶奶个腿！陆川一拳夯在阿福头上，什么狗屁终极，关我鸟事，老子就想回家。嘿嘿，那就回家。阿福挨了一拳，浑不在意，不怕死的又凑到陆川面前。大地道场3个月后出世，在天荒大陆，那里一定有成帝的契机。咱们现在就出发，一定要快，不然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陆川斜斜瞥了阿福一眼，嗤笑道：“你丫是不是知道点什么？这么热衷让我成帝？还有你不是说只有道场开启，你才能定位？现在为什么提前这么多？”嘿嘿，我只是个可爱的系统，我啥也不知道。阿福吹着口哨，把头扭到了一边。这场大劫之后，天元大陆上3宗一蹶不振，其他势力也几乎是死伤殆尽，整个天元大陆的势力都重新洗牌。陆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除了修行，就是帮明月阁在新的环境中站稳脚跟。有陆川的帮助，明月阁很快跻身为超一流宗门。为了报答幻颜丹返老还童的恩情，陆川又给明月阁留下了一些剑谱。这些剑谱都是陆川依照这个世界的修行方式创造出来的，可以完美解决明月阁没有攻击性功法的弊病。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陆川带着阿福离开了明月阁，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也没带走一片云彩，走得悄声无息，走得了无牵挂。其实真正的离别就是这样，没有长亭古道，没有桃花潭水，只是在一个和往常同样温柔的夜色里，有些人就永远的留在了昨天。白风城，白风城的平民早已经搬了回来，重建了家园，这里也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只是云梦泽出海的飞云船却已经不见了踪影，码头依旧熙熙攘攘，却再也看不见壮观的修行者商队。不知道什么时候，码头多了一对打鱼的夫妻，女孩生得清纯唯美，男孩英俊潇洒。对了，女孩喜欢叫男孩仙儿。这样神仙一样的人儿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但是他们过得好像还不错。走啊，小狗儿，溜达！一名腰间挂着2把长剑，身边跟着一头瘦驴的慵懒贵公子停在了一间民房前。公子揣着手，笑盈盈地看着那条不长个儿只长肉的小胖狗。大头不要去，你是谁啊？一个缺了门牙的小姑娘从门后冲了出来，满脸紧张地抱住小胖狗。小姑娘因为太紧张，手上不自觉地用上了力，小胖狗被勒得直翻白眼。不要紧张，小丫头，我跟你家修狗儿可是好朋友。陆川乐呵呵地说着，顺便弹了弹小胖狗的小鸡鸡。小胖狗满眼幽怨地看着陆川，阿姨挺好。陆川笑着点点头。有心狗天不负，这小胖狗等到了自己的主人。再见。陆川揣起手走向渡口。小胖狗看着陆川愈行愈远，眼中噙满了泪水。再见就是再也不见的意思。船家，借条船出海可行？陆川来到码头，对着明艳动人少妇吹起了流氓哨。女子看到陆川，本来阴沉的脸色立马变得阳光明媚起来。星儿，星儿，快看谁来了！女子对不远处修补渔网的俊俏少年喊了一声。少年有些不耐烦地皱了皱眉眼。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叫我小名，我今年都多少岁了，不要面子。少年的话戛然而止，他看到了陆川，接着嘴角慢慢地勾了起来。送你一条船吧，免得人说我小气。少年豪气地挥了挥手。多谢。陆川也跟着笑了起来。要走了？不回来了。或许吧。祝你们早生贵子。最后，陆川踏着小船前往了无尽的大海深处。南宫初雪
看着空荡荡的小院，狠狠地咬着嘴唇，尽量不让眼泪落下来。可是最终眼泪还是止不住。他知道陆川迟早都会离开，但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更没有想到陆川会这么心狠，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这么走得悄声无息。红叶真人站在门口，看着清冷的小院，沉默无言。2个小丫鬟站在院子里，端着洗漱的工具，茫然无措。陆川的到来还有离开，都像是一场梦，虚幻的不真实。天荒大陆在整个浩然大世界中能排到前3的地界。这么说吧，天荒大陆不仅面积是天元大陆的上千倍，资源也不是一个量级的。就这地儿，随便拉个有名有姓的出来，都能按着天元大陆上3宗锤。天荒大陆与其他大陆不同，这里没有宗门，只有王朝。几个传承了数十万年的王朝，把持着天荒大陆大部分资源与土地。当然也有些小国，在这些庞然大物的夹缝中艰难的求存。风灵渡口是大魏王朝的最重要与其他大陆的通商口岸。今天的风灵渡口戒备森严，大魏王朝的虎豹旗接管了渡口，所有平民被告知待在家中不得出门，因为今天是王朝商队返航的日子。浩然大世界太过于庞大，在这里的商船跑商一般周期都是以年为单位，少则3-5年，多则上10年。如果大魏王朝想要与天元大陆这通商，恐怕一个来回得好几10年。当然这里的商船也是大到无法想象，就以大魏王朝的白鹿号来说，就足足有一座城市那么大。这种商船也被称为海上之城，而这样的商船大魏有9艘，每次往返商船都会带来无法想象的财富。每次商船返航都是大魏王朝不亚于祭祀庆典的大事。这次商船去的是排名第1的昊天大陆，耗费了整整12年时间，商队将带回大量的稀有矿石还有天才地宝。如果顺利的话，整个大魏王朝的兵力将会提升一个档次。附近早就被清理干净，大量的战船在周围海域警戒着，只等着商船出现。大魏长公主曹云兰负责这次任务。曹云兰是个很美的女子，看上去约莫20来岁，身着一身黑红色凤袍，绝美的脸庞上2颗紫色的瞳孔冷漠如冰，橘红色的唇瓣紧抿，头戴镶金玉冠，不怒自威。她不仅是大魏王朝深受百姓爱戴的长公主，也是整个天荒大陆最年轻的道一境强者，年仅21就入了神道3境。纵观天荒大陆历史，这份天资也能排进前10了。曹云兰站在高台之上，眺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嘴角勾起淡淡的笑意。报，大关海北域3000里处出现一艘小渔船。曹云兰眉眼微微皱起，这次商队返航容不得一点失误，不允许出现一点意外。整个大关海都应该被清理了，怎么会出现小渔船？如果是渔民，不可能这么深入。将渔船拦截下来，弄清楚身份，如果没有威胁，就暂时安顿在战船上，下去吧。曹云兰轻轻地挥了挥手。曹云兰身边一身着官服的女子无奈地摇了摇头。长公主哪里都好，唯一的缺点就是心地太好了。这个时候出现不明渔船，没有任何理由，应该直接歼灭。公主殿下，大吴火神营动向不明，要提前防备。一望无际的大海之上，一叶小舟孤独地前行着。陆川已经在这破海上待了整整1个月。用阿福的话来说，这才哪根啊？这个世界80%都是海洋，想要跨越大陆，要么你实力通天，可以在大洋上毫无阻碍的穿行，要么就跟着跨洋船队。只是跨洋船队速度相对较慢，一来一回几年、几10年不等。小船的船头架着一口锅，陆川正忙活着今天的午餐。这茫茫大海只有鱼吃，吃了整整1个月的海鱼，陆川现在看到这玩意就想吐。至于阿福，10天前就被陆川强行征为苦力，这个时候正满心怨念的在前面拉着小舟飞速的前行。咚咚咚，突然远方的海面上响起了还有尖锐的警报声。3艘冲锋舟飞快的接近陆川，呈3角之势将陆川的小渔船围在中间。陆川有些茫然的停下了正在切生鱼片的手，看向3艘冲锋舟。3艘冲锋舟上总共6名士兵，都穿着做工精细的黑色铠甲，一个个身材高大，杀气腾腾，一看就是身经百战的锐士。一进修士，为首一名士兵摘下头盔，看向陆川，好漂亮的贵公子。士兵心中忍不住夸赞了一句。陆川在明月阁修行了一段时间，因为没有5行霸体的修行法门，修为被卡在了凝气境。这次陆川来天荒大陆，除了找大帝道场，还有个重要事情，就是寻找5行霸体的修行方法。见陆川不过是一进修士，为首的士兵稍微松了口气。为了不吓到眼前的漂亮公子哥，士兵尽量压低声音，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凶。我们是大魏虎豹旗，这里已经戒严，小公子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去做什么？陆川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真就经典3问。白风渡口来的，旅游，还有什么问题吗？陆川倒是没犯病，
毕竟对方态度还算可以。士兵想了想，虽然不知道白风渡口在哪里，但是一个凝气境修士应该没什么问题。可否去战船上休整片刻？等这里事情处理完，我们再送你去码头。这就是长得好看的优势。要陆川还是那副糟老头子的模样，估计会被这些士兵直接铐起来给抓回去。你们船上有吃的吗？陆川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吃了1个月鱼，嘴里都淡出鸟了。有。士兵点点头。蠢驴，上船了。陆川敲了敲船舷。砰！阿福破水而出，跳到了小船上。阿福鼓着智慧的眼神，气得七窍生烟。平时让你打打也就算了，现在还要帮你抓鱼，还得拉船，拉船也就算了，召之即来，挥之则去，当老子是什么呀？士兵们看着阿福，立马警惕起来。刚才他们居然没有察觉小船前方的海里有这么一头驴子。各位不用紧张，我家蠢驴，教育一下就好了。陆川一拳头夯在阿福头上，直接把这货打得空中转体720度，脖子都转了好几圈才堪堪停下。然而下一刻，阿福又直挺挺地爬了起来。士兵们看得眼皮子直跳，这他娘什么妖孽玩意！修理完阿福，陆川跟着士兵们去了最近的一艘战船。战船非常的壮观，跟故乡的航空母舰差不多一个吨位，而这还只是最普通的战船。这样的战船，整个海面上有好几10艘。小公子，你待在房中就好，吃的等一会送来。士兵把陆川送到一个房间中看守起来。陆川也不在乎，只要有吃的就行。从中午一直吃到下午，酒都喝了10几坛，看守士兵是头皮发麻。他们不明白，这贵公子模样的少年怎么跟个饿死鬼一样。直到傍晚，陆川终于吃饱喝足，晃着空了的酒坛，叹起气来。有空一定要去搞个酒葫芦，能装几吨的那种。轰！还没消化好呢，战船突然响起一声惊天巨响，接着就是冲天的火光。敌袭！敌袭！门口看守的士兵推开房门，一把将陆川拉了出来。小公子，快点出来去甲板上，我们遭到袭击，船快沉了。啊！陆川有些呆萌的张了张小嘴，以为陆川吓傻了。身材高大的士兵直接将陆川提起夹在腋下，奔向甲板。噗！陆川差点没被士兵腋下那味儿给熏得当场去世。甲板上火光冲天，战船不知道被什么东西轰得稀巴烂，有一半已经沉入海中。海面上漂浮着大量士兵的尸体，远方海面上也有几艘战船正在剧烈的燃烧，冲天的火光照得整个海面通红一片。看到这一幕，夹着陆川的士兵气得浑身颤抖，火神营的狗杂种！噗，兄弟，兄弟，儿太冲了，先放我下来！陆川实在受不了了，大声嚷嚷起来。士兵这才想起还夹着一个小不点，连忙将陆川放下。士兵脚下一震，一块碎裂的木板冲进大海，接着把陆川扔到木板上，不要回头，朝着那个方向滑。士兵刚刚说完，一颗炽烈的巨大火球带着优美的抛物线，直直的朝着他所在的位置砸来。火光映照着士兵满脸通红，呼啸声宛如死神的召唤。这火球是大吴火神营的杀手锏，是用焚天真火打造而成的东西，别说血肉之躯，就是战船也扛不住。明知必死，士兵却在这最后一刻拔出了腰间的战刀，眼神坚毅地看着越来越大的火球。啪！就在士兵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之际，一声突兀的响指在耳边响起，接着天空之上那巨大的火球被什么东西给切开，化成了无数的碎片。看着漫天火雨潇潇下，士兵呆愣在甲板上。一饭之恩，救你一条命。这个时候，一个慵懒的声音响起，而声音的来源正是那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公子哥。士兵有些不敢相信地看向陆川，陆川笑眯眯地跟他挥了挥手。还不快走，船快沉了。士兵这才反应过来，对着陆川抱了抱拳。救命之恩他日再报，小公子快快前往码头。说完，士兵离开战船，前往其他未被焚毁的战船。殿下，不好了，我们的人在大关海被袭击了。不仅火神营，还发现了西蜀的破卤味，23艘战船已经被焚毁大半。殿下，此地危险，请返回大丰城再做定夺。飞云渡口边，曹云兰脸色阴沉地听着手下的汇报。谁给他们的胆子？曹云兰脸色铁青地从牙缝中蹦出这么几个字：让渡口的护卫前往出示海域，无论付出任何代价，务必挡住火神营跟破卤味。我马上联系皇兄，增援会很快赶到。曹云兰命令刚下达，周围的护卫吃了一惊。没了护卫，要是突然出现刺客，万一长公主有个什么3长2短，没有人担得起这个责任。殿下，万万不可！最近秋红酒馆活动频繁，特别是针对您的行动。曹云兰可是这代大魏皇帝的掌上明珠，不仅天资出众，而且管理国家也是一把好手。甚至有传言，皇帝老子有考虑过将皇位让给这个不过20岁的长公主。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曹云兰将会成为大魏王朝传承30万年以来第一位女皇。而且这次护卫返航商船，这种关系到大魏国力兴衰的事情，也让曹云兰来做。可见让位给他的传言，或许并不是空穴来风。够了！曹云兰打断下属的话，语气凝重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马上让护卫前往出使海域。”是。士兵只能无奈地服从命令。秋红酒馆是天荒大陆最臭名昭著的杀手组织，没有之一。这个组织神秘至极，什么活都敢接，上杀皇族、王公大臣，下杀贩夫走卒、平民百姓，只要有钱赚，什么都敢干。而且迄今为止，秋红酒馆还没有任务失败的情况。最近有传言，有人花了近1000万上品灵石，在秋红酒馆买了曹云兰的人头，至于真假就不好分辨了。渡口的护卫很快被调走，支援出使海域，只剩下曹云兰与那女官站在码头上。皇兄的白灵军就驻扎在大丰城，赶过来最多2个时辰，希望能来得及吧。曹云兰看着茫茫大海，满是忧愁。殿下，身边的女官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晴儿，有什么直说就行。曹云兰眉头微微皱起。女官深吸了一口气，满脸严肃道：“那属下冒犯了。太子殿下的援兵应该不会来了，他巴不得这次商船出事，就算我们能勉强保住商队，我们也不会活着回到大都。”你说什么？曹云兰大怒，厉声呵斥道：“上官晴，如此大不敬之言，你可知什么后果？”上官晴不为所动，轻轻的摇摇头。商队返航的路线与时间，还有停靠的渡口，本就是绝密之事，除了皇族，没有其他人会知道。您就不意外，火神营与破虏卫是怎么精确定位到这里的？这些年太子殿下荒唐不经，陛下早就起了心思。您风头正盛，外界又传言四起，这次返航本应该是太子表现的机会，可是陛下却让您主导此事。上官晴没有继续说下去，他知道长公主是个聪明的人，只是心中还有那么一丝光明罢了。只是皇家的事，心中留下这一点光明，那就是灭顶之灾。曹云兰脸色阴晴不定，最终深深地叹了口气。如果皇兄真的做到这个地步，殿下，这次的袭击并不是针对商队，商队有湮灭境修士护卫，除非火神营与破虏卫拼光家底，不然不可能对商队造成毁灭性打击。大巫与西蜀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我们该走了。上官晴看了看空荡荡的码头，担心地说着。啪啪啪！这个时候，一阵鼓掌的声音响了起来。想不到上官大人年纪轻轻，做事就能瞻前顾后，实在难得。声音落下，一个中年男子突兀地出现在码头之上。这男子看上去40来岁，穿着一身粗布麻衣，脸上有深深的皱纹，像是街头讨生活的平民。男子非常的高，但是却跟竹竿一样，面黄肌瘦，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男子手上提着2颗血淋淋的人头，笑眯眯道：“长公主殿下真是金枝玉叶，您父王居然派了2名道一境的死士守卫在您周边。”曹云兰脸色惨白，死士的事情他是知道的，只是一直没有见过而已。现在这2名道一境的死士居然就这么死了，没有掀起一点动静。白七看到男子，上官晴心头一惊。白七，秋红酒馆排名第7的杀手，这也是唯一一个能够查到的秋红酒馆杀手名字。3年前，西蜀老剑皇突然暴毙，据说就是死在此人手下。上官晴手上轻轻一抖，一只判官笔模样的法器出现在手中。他挡在曹云兰身前，语气不似先前那般风轻云淡，焦急道：“殿下，我来挡住他，您快去与大部队会合。现在这种情况不可能出得了码头，只能朝着大海跑，与大部队会合还能有一线生机。”曹云兰一把将上官晴拉到自己身后。上官晴一介文官，不过区区8境，跟着杀神队上给对方塞牙缝都不够。白七，谈笔生意怎么样？曹云兰已经恢复往日那般清冷的模样。哦，白七忍不住笑了起来。殿下，您是想说出双倍的价格买回自己的命吗？我出10倍。曹云兰淡淡道。啧，财大气粗。白七忍不住满脸欢喜，10倍的话就是1亿上品灵石。据我所知，你们大魏3座灵脉1年的产量也就这个数吧。曹云兰眼神冰冷，看来传言有人1000万灵石买自己项上人头的事并不是假的。大魏传承数十万年，这点灵石还是能拿出来的。曹云兰稳住心神，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平静。真是让人心动啊，这快赶上我100年的收入了。白七有些为难的算了起来。晴儿，等一下我拖住他，你想办法尽快回大都，将此事上报给父皇。上官晴的心头响起曹云兰的声音。哟，是不是想着你还拖住我，让上官大人找机会逃，好去搬救兵啊？白七阴阳怪气的嘲讽起曹云兰。杀过太多人的他，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什么事情能瞒过他的眼睛？怎么，我的条件不足以让你心动？曹云兰紫色的眸子微微的眯了起来。
心动，谁能不心动呢？只是……白七话未说完，突然发难，一个模糊的影子从他身体上冲了出来。这影子速度极快，带着雷霆之势杀向曹云兰。走！曹云兰一直防着他这手。在影子出现的那一瞬间，一声高亢嘹亮的凤鸣在天地之间响起，炽烈的白色火焰爆发而起，将整个码头笼罩。与此同时，曹云兰回身一掌拍在上官琴的胸前，一股柔和的力量将他送往大海。琴儿，跑！殿下！上官琴安稳地落在海面上，眼泪止不住地奔涌而出。他们二人虽然名义上是主仆，但是感情上却胜过亲姐妹。曹云兰这一系列动作怎么能不让她悲痛交加？炽烈的白色火焰瞬间将周围的一切气化，火焰扭曲着周围的空间，让人头皮发麻。然而那个冲出来的影子却没有受到火焰影响，一拳轰在了曹云兰的胸口。曹云兰犹如断线的风筝般飞了出去，口中喷出一大口鲜血。看到这一幕，上官琴目眦欲裂，但是他并没有冒失上前，因为他知道自己上去了也是瞬间死亡的下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大观海，让剩余的虎豹骑回来护驾，才能有一线生机。想到这里，上官琴不再犹豫，发疯一样催动真元，朝着大海深处冲去。啧，想去搬救兵？白七笑着摇摇头。一个淡淡的虚影再次从他身体上冲出，几乎是眨眼之间就到了上官琴身后。实力相差太大，上官琴还没有反应过来，心脉就被震断，神魂也在溃散的边缘。然而上官琴把冲到喉头的一股鲜血硬生生的吞了下去，飞速的冲向大海。白七，你个孽畜！刚刚爬起来的曹云兰看到这一幕，气到癫狂，全身白色火焰再次爆发，整个码头再次被火焰给扬了一遍。一只巨大的火焰凤凰以曹云兰为中心腾空而起。不死凤凰，啧，怪不得你家皇兄这么怕你，愿意花千万灵石来买你人头，这可是君临天下之相啊！白七说着，突然捂住嘴，讪笑道：“不好意思，说漏嘴了，但是没关系，反正你也不可能活着回去告状了。”噗！曹云兰听到这话，一口老血又喷了出来，心中那一点仅剩的光明在此刻熄灭。这些话可谓是杀人诛心，这白七恶毒之极，明明在实力上绝对碾压，却还要攻心。听说这不死凤凰有好几条命，杀了可以重生，不知道你有几条命呢？白七话音刚落，一个影子诡异的出现在曹云兰身后，接着曹云兰的心脏被洞穿，毫无拖泥带水。曹云兰漂亮的紫色瞳孔逐渐失去色彩，整个人重重的倒了下去。然而下一刻，曹云兰的尸体突然化为白色火焰，消散不见。一声凤凰的悲鸣在天地之间响起，没有来得及散去的火焰在此刻暴涨而起，火焰之中，曹云兰散去的身影逐渐凝聚起来。然而此时，曹云兰的境界却从道一境跌落到了第9境。这样啊？白七看着曹云兰浴火重生，轻轻的点点头。一个境界可以换一条命，你是道一境，杀你10次应该就够了，刚才杀了你1次，还有9次。曹云兰知道这次是没有任何生还的机会了，抬眼悲伤的看着大兜的方向。到头来最想自己的死的居然是自己的哥哥，多么的讽刺。砰！阿福拉着木板在海面上疾行，突然一个娇俏的身影从天而降，猛然砸到了木板之上。哇哈哈，老子时来运转了吗？这都能捡到妹子？陆川忍不住仰天大笑起来，然而笑了没2声就戛然而止，因为陆川发现这从天而降的妹子快死翘翘了。这女子正是上官琴，挨了那影子一下，以她的修为能坚持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陆川看得眉头直皱，人家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自己这里倒好，天上掉下个死鬼。去你奶奶的，晦气！一脚将上官琴踢向海里。让陆川没有预料到的是，这妹子的求生欲之强，居然死死地扣住了木板边沿，即便指甲整个都翻了起来，也不肯松开一点。陆川跳到上官琴身边，蹲在她面前调侃道：“小妹妹，你快死翘翘了，放心去吧，逢年过节大爷想起来会给你烧点钱的。”或许是回光返照，此时的上官琴脸色变得不正常的红润起来，精神也好了许多。上官琴知道自己时间不多，带着祈求的口气说了起来：“求求您帮我带个话，给大观海上的大卫虎豹骑，白七正在刺杀长公主，快点回去护驾。”哎，关我屁事！陆川斜眉歪眼的嗤笑一声。上官琴一口鲜血当场喷了出来，咬牙道：“少不了你的好处，大卫长公主身份尊贵，如果她得救，你可以提任何要求。”任何要求？陆川大眼睛睁得溜圆。没错，任何要求。上官琴急的眼泪直掉，他已经坚持不住了。大卫，陆川看向拉着木板的阿福，有什么来头？阿福撅着驴嘴，不屑道：“有个毛的来头，就是传承时间比较长而已。”传承时间长？陆川点点头，问道：“你们大卫
有没有五行霸体的修行法门？嗨嗨！上官琴咳嗽2声，碎裂的内脏被喷出的鲜血裹挟而出。有，就算没有，也能想办法给你弄到。那就好办。陆川一把提起上官琴，接着一脚踏在阿福头上，直冲渡口而去。小王八蛋，欺人欺驴太甚！阿福气得差点吐血，拉着木板在去通知虎豹骑，对方是白七。一个小修士应付不来。神情恍惚的上官琴断断续续地说着：“哎，看不起人是吧？卧槽，你可别死翘翘啊！万一你那个什么长公主不认账，到时候老子找谁要去？”陆川将一股剑气打入上官琴体内，给他把命吊住。公主殿下，该上路了。白七抬起了自己44码的大脚。白七有个习惯，杀人的时候喜欢最后用脚踩死猎物，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特别是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站立的在自己脚下死去，那种感觉让整个身心愉悦。曹云岚绝望地躺在地上，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复活了。复活了10次的他，境界已经从道一境跌落到了凝气境。或许他应该早些听晴儿的话，先下手为强。念着那一点血肉亲情，最终却是害了自己。曹云岚深深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殿下，殿下，快救救殿下！在曹云岚做好准备迎接死亡的那一刻，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预想中死亡的疼痛并没有袭来。曹云岚睁开眼睛，看到海面上走来一个少年，少年手中提着上官琴。少年生得很好看，腰间别着2把长剑，一身白底黑纹的长袍。海风吹起他的长发，嘴角带着似有似无的笑意，看上去有些浪荡，但是却又有一种莫名的心安。这副模样像极了大卫茶馆说书人口中那行走江湖的游侠儿。傻丫头，你还回来干什么？曹云岚心中埋怨，嘴角却勾起了笑意。他挣扎着想爬起来，但是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最后他只能无奈地躺在地上，看着漫天的星辰，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他与上官琴这份超越死亡的情谊，却终究抵不过一个杀手。然而白七的那一脚，终究还是没有踏在曹云岚的身上。不是不想，而是不能。那个少年出现的时候，他心头就升起了一股奇怪的感觉。要是这一脚他敢踏下，曹云岚不会死，而自己会死。对于死亡的感觉，白七这种杀手要比大部分人来的敏锐得多。白七收回了脚，静静地站在码头上。他想要看看这个一境的小修士凭什么让自己有这种感觉。白七还记得上次带给自己这种感觉的是那个年老体衰的西蜀剑皇。白七讨厌用剑的人，因为剑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兵器，用剑的人虚伪且自视甚高。可是2次死亡的冲击都是用剑的人带给他的。陆川踏上了码头那被烧焦的土地，松开了手中提着的上官琴。殿下，殿下！上官琴强撑着身体扑到了曹云岚身边。经历生离死别的2人再也控制不住抱头痛哭起来。女人嘛，总是感性一些。陆川说着看向白七，笑眯眯地对他点点头。敢问兄台尊姓大名？白七，白色的白。1、2、3、4、5、6、7的7，杀手。白七嘴角也勾起了笑意，因为他能看得出来，眼前这个少年跟自己是一样的人。无论表现得多么热情，但是眼神深处那冷漠是掩饰不住的。杀手！陆川笑着点点头，好职业。我记得有人说过，杀手与妓女是2种最古老的职业。说这话的人一定很有趣。白七有些骄傲地挺了挺胸口。陆川耸耸肩，说这话的人有不有趣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应该会很有趣。很有趣。白七点点头，语气突然严肃起来。你要管这件事？陆川点点头，铿锵有力地回答了一个字：管。白七皱了皱眉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你现在要断我财路，咱们就是不共戴天之仇了。此言差也。陆川摇摇头，我救他们可不是白救的，你拦着不让我救他们，那也是断我财路，没得谈。白七说着，身上的真元鼓荡起来，天地瞬间风云变色，一个肉眼可见的黑色领域倒扣而下，将整个飞云渡口笼罩。被黑色领域笼罩的大地从正中间裂开，漆黑的裂缝中传来凄厉的呼嚎，如同万鬼出笼，仿佛这裂缝连接着传说中的九幽彼岸。11境，天罚境。曹云岚与上官琴2人看到这一幕，脸色愈发的难看。2人不自觉地看向陆川，然而陆川就是那么站着，动也不动。他们只能绝望地抱在一起，用体温驱赶那无尽的绝望。神道3境是每个修士梦寐以求的高点，然而绝大多数修士进入道一境界之后，就会永远停留在这个境界。道一境修士虽然稀有，但是也并不是多么不可企及。只有到1境以上，才算是真正的触及到了大道本源，才有机会走出独属于自己的道，去触碰那传说中的大地之位。曹云岚想不通，一个杀手，一个为钱卖命的杀手，
凭什么有什么资格得到大道青睐，走到这一步？没得谈。陆川将手搭在了剑柄之上，那就不谈了吧。白七笑着摇了摇头，白七的身影逐渐模糊，最终彻底消散在领域之中。与此同时，那裂开的巨大深渊中冲出了无数的影子。对了，忘了告诉你，我的领域叫无限幻影，演变自吞天大帝留存世间的一招，可惜只有一招。白七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让人辨不清方位。吞天大帝，一个多么振聋发聩的名字，仅仅的留下的一招半式就能让白七进入天罚境，而且在这个境界所向无敌。陆川倒是越来越对自己那个二流子老乡感兴趣了，可惜食人牙慧终究上不得台面。陆川闭上了眼睛，希望你的骨头跟嘴巴一样，也这么犀利。白七声音落下，无数爬出深渊的黑影朝着陆川冲了过来。黑影带起崩裂的呼啸，空气中出现无数的诡异符文，这些符文似乎是某种大道规则。整个领域笼罩范围的一切事物，在符文的影响下迅速的凋零枯萎，就连那历经数万年不朽、镇守在渡口边上的神兽石像，也化为了漫天飘洒的齑粉。陆川一步踏出，来到两个女人身边，为他们挡住了这诡异的大道规则。这是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肃杀干冷的空气在此刻仿佛都温暖起来。曹云兰愣愣地看着陆川清瘦的背影，似乎要将这个身影刻在灵魂深处。其实我挺讨厌你们修士的战斗方式。陆川缓缓地抽出了腰间的杀生，随意地挥了一下，冲到面前那铺天盖地的影子被瞬间打散。你们要么隔着108000里扔元气弹，要么就搞个领域出来躲躲藏藏。真男人就该真刀真枪的正面肉搏。美女，你说是不是啊？陆川说着，回头对曹云兰挑了挑眉毛。曹云兰嘴角一哆嗦，差点一口气没提上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讨论这个问题？再说了，正面肉搏那是莽夫才干的事情，怎符合修士尊贵的身份？有意思，你居然不受凋零的影响，你一进修士是怎么做到的？白七的声音再次响起，他很惊讶，但是并不慌，因为凋零本就是死亡的一部分，死亡是真正的大道，没有人能够一直无视死亡，只要在领域中待得足够久，就一定会被腐蚀。呵呵，你太菜了，甚至比起魔主那个愣头青差了都不是一星半点。魔主可是货真价实的湮灭境，也就是这个修行体系的天花板。阿福给陆川的实力评价也是这个，相当于湮灭境界的实力，但真实情况却是陆川却能吊着魔主打。阿福的解释是，陆川混沌剑气的属性能够压制这个世界的术法属性。真的只是这样吗？当然不是。陆川从来自诩为一名剑客，而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剑神。什么是剑客？剑术精湛的人，简单而纯粹。就是这份简单的纯粹，陆川能够将一切集中在一剑之上，一剑杀人，一剑斩神。陆川动了，很快，不是什么术法，就是单纯的快，身体肌肉力量的爆发。一剑起，一剑落，集中一点，登峰造极，就是这么简单。剑气斩破眼前的一切，领域中没有实质的影子被湮灭，有形的领域被斩破，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绚烂的法宝对轰，一切发生的太快，快的有些不太真实。砰！陆川回到了原点，长剑刚刚归鞘，整个领域如同掉落在地的瓷器一般，片片碎去。白七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他的眼睛鼓得很大，满是不可置信。他惊骇的像是退潮之后，发现自己才是没穿内裤的那个。白七死死地盯着陆川，仿佛要在陆川身上看出点什么，然而他却什么也没有看出来。陆川还是那个样子，一个一进小菜鸡，一个嫩到能掐出水的少年郎。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隐匿于凋零之中，不可能被找出来。最终白七没有忍住，还是问出了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不知道。陆川耸了耸肩。陆川的确不知道，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只要知道白七在这个领域里就行了，杀生会带自己找到他。呵呵，有意思，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贱。白七叹了口气，缓缓转身迈开腿，然而刚走2步，他的头颅就冲天起，鲜血喷射而出，带起风一样的声音，很好听，如梦似幻，生死逆转。看着白七无头的尸体，曹云兰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直到身边的上官晴抓着自己的手无力地耷拉下去，他才回过了神。晴儿，晴儿！曹云兰呆呆地看着上官晴，他快要死了。上官晴其实早就应该死了，能撑到现在完全就是个奇迹。白七那一击打烂了他的5脏6腑，神魂也被打碎。这最后一口气是陆川的剑气给他吊着。现在曹云兰脱险了，最后的心愿完成了，吊着命的这口气再也提不上来了。晴儿，不要睡，不要睡，求求你，求求你！曹云兰紧紧地抱着上官晴，无措地呢喃起来，眼泪大颗大颗的
滴在上官琴的苍白的嘴唇之上。殿下，您的脸脏了。上官琴想举起手，想给曹云兰擦擦脸上的血渍，然而这只手终究没有举起来。陆川看着他们，上官琴的最后一句话触动了内心的某根弦。陆川冰冷的内心在此刻似乎有了一些温度。很久很久，曹云兰才接受了上官琴死去的事实。他抱起上官琴的尸体，看向大兜的方向：“琴儿，我们回家去看大兜的烟花。”曹云兰踉跄着走着，摔倒又起来，反反复复，直到摔倒之后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他抱着上官琴的尸体，再次嚎啕大哭起来，哭自己的无能，哭自己的那一文不值的良心。要是没有那点良心，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最终哭得累了，曹云兰昏睡过去。陆川默默地守在一边，第一次产生了同情这种情绪。一直跟在后面的阿福看着这一幕，轻轻地松了口气，喃喃自语起来：“求人，求人，你看见了吗？你什么时候才愿意出鞘呢？天杀的秋红酒馆，天杀的白妻，竟敢刺杀我大魏长公主！”一支上万人的大军出现在了渡口。一名身穿蟒袍的少年看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曹云兰与上官琴，哭天抢地的冲了过来，那声泪俱下的悲痛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死了亲爹。然而就在少年卖力的表演时，曹云兰却缓缓地抬起了头，紫色的瞳孔中不带任何情绪，漠然的让人心颤。见曹云兰死而复生，少年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接着立马勾起一副恶心的笑脸：“兰儿，你没事吗？真是太好了，接到你遭遇袭击的报信，我快马加鞭的就赶了过来。上官大人怎么了？他没事吧？多谢皇兄关心。”曹云兰木然的摇摇头：“商传的事情就劳烦皇兄费心，我先回了。”少年听着曹云兰冷漠的声音，心头一阵惊颤，连忙点头答应下来：“好，这里交给我就行。来人，护送公主回大兜。”“不用了。”曹云兰抱起上官琴的尸体，看向陆川：“公子，能否再麻烦您一次，送我回大兜，事后必有重谢。”陆川乐呵呵的点点头：“可以，顺路。”那一点同情的情绪虽然是昙花一现，但是种子已经种下，总会有盛开的一天。皇兄，白妻的人头就送给你了，西蜀可是悬赏千万灵石呢。曹云兰临走之时留下的这么一句话，让少年久久坐立不安。太子殿下，为何是忧愁？陆川带着曹云兰刚刚离开，一名看上去30左右的男子突兀地出现在了码头。男子面如美玉，唇若点珠，资质风流，仪容秀丽，端端称得美男子3字。此人名为周瑜，大吴国师。在这个只知修行的世界，周瑜是天下为数不多读书人的种子了。此人胸藏伟帝惊天之术，复印安邦定国之谋，仅仅用200年时间，将整个大吴王朝拉到了不属于他的高度。其实这次针对曹云兰的刺杀，真正的主谋是周瑜，因为以大魏太子那尿性，就算有贼胆，也没有那个脑子。周瑜，看看你干的好事！蟒袍少年冷眼看着周瑜：“你不是保证过今天曹云兰一定会死吗？殿下稍安勿躁。”周瑜轻轻笑了笑，那温和的笑容让人如沐春风。“你让我怎么稍安勿躁？”蟒袍少年突然情绪爆发，脖子上青筋暴起。现在曹云兰没死，一旦回到大兜，将此事上报给父皇，整个大魏将没我容身之地。无妨，无妨。周瑜笑着摇了摇头，胸有成竹说了起来：“长公主虽然没死，但是已经跌落到了凝气境。不死凤凰虽然保住了她的命，但是也消耗了她的生命之精。曹云兰活不了太久，我相信你父皇不会扶一个短命鬼登上皇位吧？那又怎么样？”蟒袍少年依旧不依不饶，怒气冲天，以曹云兰的手段跟人脉，你觉得我能活到她死的那天？周瑜摇摇头，轻声道：“从这里到大兜至少5天的路程，如果殿下不放心，这不是还有5天的时间吗？”他最喜欢大魏的太子，因为足够蠢，而且自我感觉良好。这种人当上大魏的皇帝，可比曹云兰那个精明的女人当皇帝可爱多了。你要我半路截杀曹云兰？蟒袍少年脸色煞白：“殿下，您既然怕曹云兰回大兜，为什么不干脆一些呢？”周瑜说着叹了口气：“殿下，您最大的软肋就是太心善了，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蟒袍少年冷笑起来：“白妻都没有拿下曹云兰，你要让我去当炮灰，还不算太笨。”周瑜心中忍不住嘀咕一句：“殿下无需多虑，白妻之死完全是因为他自己太过于轻敌。我已经联系了秋红酒馆，曹云兰没死，任务不算结束。3日之后会在白斜镇重新动手，到时候您率领白灵军与秋红酒馆前后夹击，这次必然手到擒来。当然这中间的费用还是得您来出，您家大业大不会在乎这点小钱吧？”说完，周瑜紧紧盯着蟒袍少年，那深色的瞳孔仿佛要洞穿灵魂。蟒袍少年下意识地吞了吞口水，却是没有即刻答应下来。周瑜不怕他不答应，因为这蠢货
已经无路可走。无论是为了自己的储君地位，还是为了自己的小命，他都不会让曹云兰安全回到大都。现在这个结果比预想中杀掉曹云兰来的要好很多。曹云兰时日无多，没可能再继承皇位，而这草包为了自己的小命，一定会去劫杀曹云兰。如果那佩剑少年能宰掉这1万白灵军，对于大吴来说可是个非常不错的消息。太子殿下，在下告退。周瑜嘴炮一通之后，身影渐渐散去。离开之前，他看了一眼陆川离去的方向，不知道为何总有些心绪不宁。那个一境少年先前杀掉白七的时候，似乎引动了不祥的四凶天象。白邪镇，大魏沿海各省通往大都的必经之地，因为地处交通咽喉，虽然是个小镇，但是却比很多城市要繁华得多。镇上来了一个奇怪又漂亮的少年，少年牵着一匹瘦驴，身边跟着一位气质华贵的美人，驴背上驮着一名女子。这少年自然是陆川了。本来以陆川的速度，2天就能到达大都，然而曹云兰却让陆川放慢了脚步，故意拖延时间，在第3天进入了白邪镇，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既然接了曹云兰户的护送任务，陆川还是很有契约精神，一切雇主说了算。陆川带着曹云兰住进了白邪镇最大的客栈。客栈1楼是吃饭的地儿，陆川这些天肚子里没有水，心头闹得慌。安顿好曹云兰还有上官琴的尸体，自己就一个人溜达到楼下，叫了一桌子酒菜开灶。嘿嘿嘿，大帅比！阿福诡异的出现在陆川身边。现在不是饭点，除了陆川，没有人吃饭。小二见陆川生得好看，气质优雅，心有好感，加上没有其他食客，便没有去驱赶阿福。有屁放！陆川有些不耐烦。阿福有些扭捏的扭了扭屁股，小心翼翼的道：“嘿嘿嘿，我给你发个支线任务怎么样？老子就知道你没憋什么好屁。”陆川眼睛一瞪，就要给阿福来上2拳。阿福连忙跳开，讪笑起来。大地道场还有半个月才开启，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再做个任务也不亏吗？什么任务？说来听听。陆川抿着小酒，倒也没有直接拒绝。见陆川有酒有肉，心情似乎不错，阿福连忙凑了上去，让曹云兰登上大魏皇帝的宝座。怎么样，这任务够简单吧？嘿嘿。哈！陆川突然放下筷子，用胳膊把阿福的脖子给紧紧箍住，瞬间阿福舌头耷拉了3尺长，眼睛直朝外鼓，一副要死的样。那小妞没多久好活了，你让老子做这个任务，万一任务途中他突然暴毙怎么办？可嗨，你先救他命不就行了？阿福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哈喇子顺着舌头淌了一地。你当我什么妙手神医啊？陆川翻了个白眼，松开胳膊之后，一脚踢飞了阿福。客栈被撞出一个大洞，赔了一大锭金子，这时才算过去。哎呦，我知道这是比较难，那小妞燃烧了自己的生命之精，加上不死凤凰的特性，就算大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但是你可以啊！阿福是真头铁。陆川刚拿起筷子，他又出现在陆川身边。哈！阿福这话给陆川整不会了，阴阳怪气起来。嘿，有意思，我怎么不知道自己还有起死回生的能力呢？造孽啊！自己的能力忘得一干二净。阿福听完，痛心疾首的甩了甩大舌头，趁着陆川不注意，大舌头卷走了桌上盘子里的几颗花生米。这几颗花生米，刚才陆川用筷子扒拉过，沾着一些口水。这变态驴子嚼着花生是一脸的享受。陆川看的是直恶心，自从自己恢复到少年模样，这蠢货的行为就开始有些不正常了。狗东西，你要是说出个1、2、3来，老子今天晚上可要吃驴肉火烧了呀！息怒，息怒！阿福满足的吞下花生米，撅着嘴唇，贱兮兮的看着陆川腰间。你就没想过，那把白色长剑为什么不搭理你吗？不搭理就不搭理呗，还能为什么？陆川忍不住翻了个白眼。那把名为囚人的白色长剑，陆川把它带出来之后，一直不能出鞘，更不能使用，因为囚人是一把救人之剑，你没有怜悯这种情绪，所以他耍小性子不待见你。阿福说着，又贱兮兮的甩出舌头，要去卷盘子里的卤牛肉，结果被陆川一筷子把舌头插穿在桌子上。香！阿福死猪不怕开水烫，舌尖灵活翻了回来，在筷子上一阵舔。卧槽，你个死变态！陆川是忍无可忍，拖着阿福走出客栈，开始惨无人道的暴打。整整10分钟后，陆川才心满意足的走回客栈，继续吃喝。不多时，曹云兰从楼上走了下来，径直来到桌前，施施然行了一礼：“公子见安。”坐。陆川让小二给曹云兰添了一副碗筷。曹云兰没有动筷子，而是直截了当的跟陆川谈了起来：“公子知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得在这小镇停留？”“不知道，关我屁事。”陆川一口酒一口菜，吃得满嘴流油，哪有空闲搭理曹云兰？这个回答着实意外。曹云兰咬了咬嘴唇：“我想再跟公子做笔生意。”陆川斜了曹云兰一眼，
忍不住扯了扯嘴角，嗤笑一声：“除了我要的五行霸体修行方法，你还拿得出别的东西作为报酬吗？”曹云兰低着眉眼想了想道：“大魏传承数十万年，皇家宝库什么都有，只要公子点头，试了之后，我可以让公子进宝库一趟。”没兴趣。陆川摇摇头，兴趣缺，我只要五行霸体的修行方法。这属于典型的油盐不进了。曹云兰沉思片刻，最终咬了咬牙：“只要公子答应，我可以满足公子任何要求。”只要是个男人，应该都能听懂曹云兰话里的意思。陆川是个男人，还是个活了10万年的老妖怪，当然听得懂。噗！只是陆川一口酒当场喷了出来，连忙捂住胸口，一副小媳妇害怕怕的模样。“你想做甚啊？大爷我貌美如花，岂能便宜了你？”曹云兰呆愣了一下，接着心头是又羞又恼，自己堂堂大魏公主，身份尊贵，相貌也是闭月羞花，现在却被如此嫌弃，丢弃了身为女人的自尊，却换来这么个答案。曹云兰有些心灰意冷的叹了口气：“叨扰公子了。”曹云兰满眼疲惫的起身。曹云兰走后，阿福又不知死活的贴了上来：“嘿嘿，帅哥，怎么样？任务接不接啊？反正也不亏，就算完不成也没有惩罚，试一下了。万一真完成了，嘿嘿嘿，求人说不定就能出窍了呢。系统卑微他这个份上，也属于是独一份了。”陆川丢了一颗花生米到嘴里，一边嚼着一边斜眉歪眼的盯着阿福：“接也可以，先给我说清楚，求人是怎么回事？”阿福喜上眉梢，智慧的眼球又突出一些。其实求人涉及到一项禁忌，复生。复生？陆川皱了皱眉头。阿福没再嬉皮笑脸，严肃的点点头：“没错，复生。求人是不杀之剑，没有能力杀人，但是却可以斩断生魂与冥部的联系。”“哦，有点意思，继续。”陆川将剩下的花生米推到阿福面前。阿福乐得肝颤，大舌头一卷小半碟花生米进了嘴。别看我说的轻巧，这种能力其实已经触碰到了生死禁忌。生老病死，天地大道，你的剑能斩断生死之间的那根线，扰乱这个秩序。我有这样牛逼？陆川得意的来了个战术后仰。嘿嘿，跟冥部抢生意当然牛逼了。阿福乐呵呵的凑了过去。你要知道，冥部掌管死亡世界，保证死亡这个秩序的正常运转。在每个有生命的世界都有他们的分店，从古至今敢跟冥部对着干的，除了那二流子，估计也就你有这个能力了。二流子？吞天大帝？陆川来了兴趣。阿福点点头。当初吞天大帝把冥部给打穿了，骨灰差点给人扬了，这导致死亡秩序出现大混乱，死者没有了归处。那二流子又是个管杀不管埋的主，死亡秩序混乱之后，导致星空出现了许多大恐怖，甚至无数年前存在的大诡异也在这个时代复苏过来。牛逼啊！哈哈哈！陆川听得直乐。不对啊！陆川皱了皱眉，既然求人会干扰死亡秩序，要是被冥部知道了，我不是要被乱棍打死？对啊，但是……阿福点点头，话锋一转，求人可以斩断生魂与冥部的联系，将濒死之人从死亡中拉回来，同时也有能力直接开启冥部与现世的通道，将一切灵体送入冥部。所以呢？陆川有些茫然，这有什么意义吗？你怎么还不懂？阿福眼皮子直哆嗦，这孩子看上去挺机灵的，怎么脑瓜子这么憨呢？你把求人激活，利用开启通道的能力，咱们可以去跟冥部大佬谈生意啊！冥部的富有是不可想象的。滚！你丫的狗东西没个好主意！陆川一脚把阿福踹了出去，结果又赔了一锭金子。陆川又不傻，跟冥部大佬谈生意，能好得了吗？不得上刀山下火海的去卖命啊！吃饱了，陆川搬了张小凳子，乐呵呵的坐在门口晒太阳看美女。这小奶狗的模样，引得路人频频侧目。然而陆川的行为却完全匹配不上那盛世美颜。嗨，美女，过来耍耍呀！有病！什么？有病？那就不耽搁您治病了呀。慢走，您嘞？你有病！美女，你可不要乱说，小心我告你诽谤！诽谤啊！嗨，美女钱掉了。尼玛的，看背影想犯罪，看正面想撤退。卧槽，这大长腿！姐姐，我要喝你的洗脚水。不过短短2个小时时间，整个小镇就传开悦来客栈住着个小色魔、小变态的消息。此时楼上的曹云兰却是有些坐立不安。3天前离开渡口的时候，他就放出了自己的不死鸟，赶回大都报信。不死鸟是曹云兰半生灵兽，与他一起诞生在这个世上。在浩然大世界，一些天选之人的降生，往往都伴随着上天的恩赐。不死鸟就是上天对曹云兰的恩赐。如果不出意外，现在不死鸟应该返回，可是直到现在却都没有一点动静。曹云兰之所以会选择停留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以自己为诱饵。他断定自己那蠢货皇兄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自己回到大都，在半路截杀自己。
而白鞋阵是最好的选择。曹云兰非常清楚自己的情况，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必须要铤而走险。如果直接返回大都，见到父亲说明情况，恐怕结果也不会有多大变数，因为自己已经跌落到了凝气境，加上命不久矣。父亲不会为了自己一个将死之人而废掉储君，造成不必要的动荡。种种原因加起来，曹云兰不能回大都，要在这里赌上一把。只要不死鸟第一时间把信带到，那么自己就有绝杀的机会。天色逐渐暗了下来，住店的客人多了起来。陆川看够了美女，顺便又吃起了晚饭。一楼吃饭的人开始多了一些，看模样大都是一些跑商的人。曹云兰再次来到陆川这里，这次没有谈生意，而是吃起了饭。他明白不死鸟没有返回，肯定出了意外，现在只有跟陆川待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两人都没有说话的意思，气氛有些压抑。直到天色彻底黑了下去，大堂中点起了灯火。小二有些奇怪，今天的堂食的客人为什么比往常多这么多？有些桌的客人明明吃完了却一直没有离开。不知道何时，外面下起了蒙蒙细雨，整个小镇都沉入了潇潇夜雨的之中。不甚明亮的烛火映照在大堂中食客的脸上，推杯换盏，闲谈之间却透着一股怪异的劲儿。他奶奶的，这鬼天气！客栈的门被推开，一名身高8尺的黑脸壮汉骂骂咧咧地走了进来。小二上酒，这鸟语淋在身上都进到骨子里了。小二连忙跑了过来，一脸陪笑道：“客官，您看这没治了，要不……怎么着？你还撵大爷走？”汉子声若震雷，打断了小二的话。汉子说完环视了一圈，除了陆川这一桌只有2人，其他桌几乎都是满员。我跟那小哥拼一下就好。汉子一把推开小二，径直来到陆川面前。好俊俏的小哥！汉子看清楚陆川模样，忍不住夸赞一句：“小哥，拼一桌，你的酒钱我付了如何？”陆川似笑非笑地看了看曹云兰，这汉子演技也太拙劣了。从进门到现在，这憨批瞟了曹云兰不下5次，但凡有心都能推断出他是专门来找曹云兰的。汉子身上还有一股血腥味，虽然极力的用一种香料掩饰，可是那股血腥味还是没有压住。随便坐。陆川将喝了一半的酒推到汉子面前。多谢。汉子拱了拱手，拿起酒壶咕噜噜喝了个干净。汉子坐下之后看向曹云兰，曹云兰的脸色很差，轻轻地对汉子点了点头。汉子松了口气，凑到曹云兰身边，小声道：“殿下，您的信大都已经收到，但是陛下却没有过多的反应，我们只能自作主张，带人驰援您，但是在半路上遭遇劫杀，只有我一人逃了出来。”曹云兰明白这场豪赌自己终究还是棋差一招。信中我并未提及自己的遭遇，为何父皇不闻不问？曹云兰有些不死心。汉子无奈地叹了口气：“有一封信，比您的不死鸟先进入大都。”曹云兰点点头，看来是对方比自己动作快一步，把自己的情况先一步送到父亲手中。曹云兰原本想着打个信息差，在自己情况没有传回大都之前，将太子勾结大吴买凶杀人的事情传到皇帝手上。只要这个信息先一步传回，那么以自己的分量，皇帝必会派大军支援自己。然而自己的情况却先一步传回大都，这件事情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其实要是陆川愿意帮忙，这件事就很好解决，因为以陆川的速度，绝对可以第一时间把消息传回去。只是这世间没有如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殿下，此地不宜久留。汉子看了看大堂的食客，轻轻地摇摇头。曹云兰看向陆川，现在唯一能够仰仗的就只有他了。这也是曹云兰最后的打算，即便不死鸟送信失败，那么还有陆川兜底。只要陆川不食言，将自己安全送回大都，那么还有一点点翻盘的可能。去哪呀？大晚上的。陆川倒是不太在意，既然自己答应了曹云兰送他回去，那么就一定会履行契约。汉子张嘴想说点什么，却被曹云兰轻轻地按住。汉子无奈地叹口气，坐了回去，又要了2壶酒。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整个客栈的气氛越来越诡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让人窒息的味道。没有人在说话，只有陆川嚼东西都声音不时地响起。砰！突然，客栈的门被冷风吹开，一股寒流卷了进来。这鬼天气，小二骂骂咧咧的给自己壮着胆子，小跑着来到门口。啊！刚想关上门的小二突然一声惨叫，接着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他浑身颤抖着看着漆黑的门口，2只如同灯笼一样的红色眸子在黑夜中亮了起来。夜色浓重的好似化不开，漫长寂静的街道上出现了2只猩红的灯笼。这灯笼轻轻地眨了2下，空气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拉得扭曲起来，空间也不真实的跟着蠕动起来，像是海上的波浪层层叠叠而去。紧跟着，客栈的地面开始震荡起来，由远及近，震感越来越强烈。这是大量骑兵行进才会引发的特殊震荡。客栈中所有食客在此时站了起来，他们面朝门口，
恭敬地对着那猩红的灯笼行了一礼。砰！客栈的门口突然被一股力量击碎，木屑漫天飞舞。一个奇怪的人，不对，应该是2个人，出现在了大大敞开的客栈之前。一名身高3米、满身肌肉犹如岩石一般凸起的壮汉堵在了门口，压迫感山呼海啸般袭来。壮汉上身穿着红色的肚兜，下身是一条红色的灯笼裤，头上扎着朝天辫，两颊用鲜血染红，咧着嘴开心地笑着。肚兜与裤子极其不合身，绷得很紧，这副德行配上那憨屁一样的笑容，像极了地主家的智障儿子。壮汉肩膀上坐着一个7、8岁的小孩，说是小孩其实有些勉强，因为这人看上去虽然身材矮小，骨龄也是7、8岁的小孩子，但是脸皮却松散地耷拉着，这是一种很奇怪、很别扭的未老先衰的感觉。壮汉与那小孩手中都提着一个灯笼，灯笼似乎什么生物的眼睛，散发幽幽红光之时，偶尔眨巴一下。怪物啊，怪物啊！门前的小二再也绷不住了，这幅画面简直就是强烈的精神的污染。小二从地上爬起来，惊恐地尖叫着，想要逃离客栈。然而他刚刚跑出2步，就消失在了扭曲的空气之中。听说老七被一个少年给杀了。此时那未老先衰的小孩开口了，声音却是孩童的模样。嘿嘿嘿，听到小个子的话，那大个子傻笑着，口水顺着嘴角淌了下来。而其他食客在听到小个子的话之后，全部扭头看向陆川所在的位置，一尽修饰，可笑，可笑。小个子忍不住摇了摇头。噗！陆川此时终于忍不住，一口喷了出来。这他妈是啥呀？杂技团的小丑吗？然而除了陆川，另外2人却是面色凝重，全身肌肉紧绷。同桌的汉子此时端酒的手开始止不住的发抖。秋红酒馆的人，汉子尽量让自己平静下去。我们上千人的援军就是在半路遇见了这玩意，几乎是一个照面就全军覆灭。曹云兰面无表情地听着，拳头紧紧地握起，因为太过用力，指甲嵌入肉中。殿下，此人手段诡异无比，不能正常揣度。等一下我去拖住他，你与小哥先行离开。汉子灌下最后一口酒，狠狠地将酒壶砸在桌子上，腾的一下站了起来。秋红酒馆的杂碎，爷爷在这。汉子手中多了一把黑色军刀，越过酒桌，挡在了陆川与曹云兰面前。怕吗？当然怕，这世间除了陆川这种神经病不怕死之外，没有哪个正常人不怕死。但是汉子依旧义无反顾，他是曹云兰的亲卫，亲卫就要有亲卫的样子，永远不能让主子死在自己之前。阿大，他叫我们砸碎。小个子的脸扭曲起来，呵呵，大个子依旧傻笑着，死死地盯着陆川，口水泛滥成灾，一副要把陆川吃进肚子里的模样。乖，不急，跟他耍耍再说。小个子轻轻拍了拍大个子的后脑勺。陆川呢，都懒得看他们一眼，津津有味地吃着碗里最后一点米饭，吃得不过瘾，把盆子里菜汤也倒进了碗里。这目中无人的样子，就是路人见了估计都能把肺给气炸，更何况是这些当事人了。小个子轻轻地打了一个响指，先把目标人物解决，再跟他慢慢玩。大堂中的食客得到命令，一拥而上，冲向曹云兰。殿下，快走！汉子挥舞起黑色军刀，全身真元在此时爆裂涌出。汉子的应该是8境，这等实力放在天元大陆，那就是妥妥的一方大佬。然而在这怪物遍地的天荒大陆，8境实力不能说低，但是也只够堪堪自保而已。汉子把军刀大开大合的挥舞起来，没有花里胡哨的术法，就是战阵冲杀的直来直去。一时间，整个大堂中刀气纵横，爆裂无声。诡异的是，以汉子刀气的破坏力，别说是一个小小的客栈了，就是整个小镇估计也会被卷烂。然而现实是，不仅客栈完好无损，汉子的刀气轰在扭曲的空气中，也仿佛打在了棉花上，不仅没有爆裂，甚至没有带起一点声音。那些杀手却在这诡异的空气中穿梭自如，看似磅礴的刀气无法伤及他们分毫。空间神通，小心！曹云兰提醒一声。噗嗤一声裂响，一名杀手诡异地穿过空气，突兀地出现在汉子身前。汉子反应不可谓不快，立马抽刀回挡，然而还是慢了一步，一把匕首拉开了他的腹部，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衣服。汉子踉跄地退了2步，因为疼痛面容扭曲起来。曹云兰连忙上去扶住汉子，将一些丹药塞进他口中，稳住伤势。汉子满脸愧疚，属下失职，没有保护好您。曹云兰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怎么敢责怪你们，天要亡我罢了。砰！此时一名杀手欺身杀来，汉子一把推开曹云兰，险之又险地挡住了角度刁钻的匕首。让属下最后为您战一场吧。汉子调动起全身真元，一步踏出，任凭几名杀手冲向自己，完全放弃了防御。几把匕首几乎同时刺进了汉子的身体，而汉子身上此时黑气喷涌而出。
黑气将身边的几名杀手卷了进去，紧跟着一股炽烈的光芒亮了起来，一股肉眼可见的冲击波蒸腾而起。然而这些冲击波却诡异地消散在了扭曲的空气中。汉子用自爆的方式想为曹云兰搏出一线生机，然而实力差距过大，只是平白送了一条命罢了。呼！此时陆川终于吃完了这顿晚饭，吃饱了就没事干，没事干那就得找事干。数名杀手此时同时攻向曹云兰，曹云兰已经跌进，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杀手离自己越来越近。他无奈地闭上了眼睛。小妞，你在这蹦跶个啥？陆川打了个饱嗝。下一刻，必死的曹云兰突然消失，位置由陆川代替，他本人则到了陆川吃饭的位置。普普通通的一招移形换位，直接解了曹云兰的必死之局。一道黑色的剑气拉起一条半圆的弧光，这弧光切割掉扭曲的空气，几名杀手瞬间被一分为二，鲜血的腥味弥漫开来。陆川一步踏出，冲向门口，速度快到在空气中拉出阵阵虚影。陆川每走出一步，就有一根黑色的丝线穿透扭曲的空气，从周围的地面升起。每一根黑色的丝线上都破开一名杀手的身体。简单又粗暴的杀人方法。等到陆川到达门口之时，除了那一对奇葩，其他杀手已经死了个干净。阿大，小心！小个子见陆川不受空间扭曲的影响，未老先衰的脸上爬满了惊悸。名为阿大的3米壮汉看上去傻乎乎的，但是出手却是极为狠辣迅捷。砰！阿大一拳轰出，带起山崩地陷的威势，直取陆川头颅。比陆川脑袋还大的拳头上布满了红黑色的符文，周围的空气被拉出一条条大道规则。陆川伸出一根指头挡在了面前，这根指头与阿大的拳头狠狠地撞到了一起，伴随着一道低沉的碰撞，一圈圈肉眼可见的冲击波从指头与拳头碰撞的撞击点扩散开去。霎时间，整个客栈都被掀翻，碎屑和残片横飞，犹如利箭一般四射而出。你找死！小个子张嘴，一滩黑绿色的液体从口中喷涌而出，一股腥臭的味道弥漫开来，黑绿色的烟雾从液体上蔓延而出，周围的一切快速的腐蚀。砰！然而下一刻，一股黑色的剑气顺着陆川的指尖穿透了阿大的拳头，又斜斜地洞穿了小个子的头颅。小个子没有料到阿大的肉身强度居然挡不住这黑色的剑气，他的嘴巴张得很大，惊愕还停留在那死不瞑目的脸上。放心，你兄弟马上就去陪你了，下辈子记得去马戏团找个班上，不然这造型太可惜了。陆川吐槽一句，下一刻一点黑光从指尖散开，黑光分散成无数细小的剑气，阿大的身体瞬间被切割成了碎片。这一对精神污染的奇葩终于死翘翘了，但是陆川却没有停手，甚至拔出了腰间的长剑。好戏才刚刚开始。以陆川敏锐的感知能力，早就发觉这对奇葩不过是傀儡而已，正主是那对灯笼。这一对奇葩刚刚暴毙，那一对犹如眼睛的灯笼在漫天血雾中飘了起来，一股股诡异的波动从灯笼上散发而出，整个世界又开始不正常的扭曲起来。陆川被拉入了一个奇怪的空间。砰砰砰！浓重的夜色中，大量的不明建筑或从地下升起，或从天而降。这些建筑有破烂的瓦房，有精致的别墅区，有挺立的高楼大厦。绚烂的霓虹灯下，好像另一个时空的小镇被搬到了这里。这些建筑仿佛埋葬了无数年的邪祟之物，出现之时带起了大量的阴气。仅仅是几息的时间，周围就成了一个森森鬼域。陆川站在这个世界中，一时间有些出神，无数的思绪涌上心头。这是哪里？这是自己离开了无数年的故乡啊！故乡的街，故乡的房，唯独没了故乡的人。贱种！陆川突然暴怒，这是自己心中对故乡最割舍不下的挂念，现在却被那对灯笼具象到了这个世界之中，这是不可原谅的亵渎。陆川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么大的情绪波动了。砰！陆川一脚重重的踏下，用出了所有的力气，以右脚为中心，这个世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崩裂。那对红灯笼不会料到他的行为到底激怒了什么样的存在。这个被具象出来的世界寸寸碎裂开去，真实的世界逐渐出现在眼前。集中一点，登峰造极。陆川将所有力量灌注到了黑色长剑的剑尖之上，狠狠地斩向天空。天顶之上盖顶的乌云被剑气横扫一空，雨停了，黑夜的深空居然能看见星星了。然而恐怖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剑七黑月，陆川手腕轻翻，手中杀声呼啸着脱手而去，升上天顶。杀声在天顶爆发出炫目的黑光，山呼海啸的剑气纠缠而起。以杀声为圆心，一轮黑色的剑气月亮在天顶之上急速的形成。你疯了？你想打沉这片土地吗？阿福突然出现在陆川身边，焦急地喊了起来。陆川神经质一样的抽了抽嘴角，
咧开小嘴笑了起来。阿福头皮一阵发麻，他知道陆川又犯病了。狗杂种，狗杂种，你他妈干了什么？阿福气得暴跳如雷，看向飘在空中的2个灯笼，破口大骂起来。而此时，那如同2只眼睛的灯笼露出深入灵魂的恐惧。自杀谢罪啊！自杀谢罪啊！畜生！你想这片土地的无数生灵跟着你个智障陪葬吗？阿福咆哮着，然而为时已晚。砸！陆川伸手对着天顶之上的黑色圆月狠狠地挥下了手，简简单单攻击方式，然而却带着无尽的压迫与绝望。黑色的圆月在此刻呼啸着从天顶之上朝着大地砸下，这片大地被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黑色的圆月宛如一颗巨大的流星，狠狠地撞来。如果真的被撞实了，恐怕真的会如阿福所说，这片大地都会沉没。帅哥，大帅比，收手吧！阿福急得直蹦跶，要是真的被砸下来，无数生灵将会湮灭。对于陆川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陆川不是走的以杀正道，太多的杀孽会影响他成帝的道路。哇，爹，你在哪里？就在此时，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响了起来。一个小男孩抱着一只小猫出现在客栈的废墟上。小男孩看着废墟，一边哭一边寻找着自己的亲人。这撕心裂肺的哭声突然惊醒了陆川。陆川扭头看向那孤零零站在废墟之上的小男孩，冰冷的心突然触动一下。小男孩撕心裂肺的哭声犹如一根根尖针扎进了陆川的脑袋中。陆川轻轻地敲了敲额头，啊，头疼。陆川有严重的狂躁症，这是典型的精神病症状。不过自从来到这个世界，这个症状已经好了许多，就算犯病也不会太严重。刚才那红灯笼居然具象了陆川心头最深的挂念，这才惹得这神经病病情加剧。散！陆川轻轻地挥了挥手，天上的黑月瞬间散去。或许这片土地的人不知道，因为一个小男孩的哭泣，在睡梦中的他们躲过了一场毁灭的浩劫。死里逃生，红色灯笼知道眼前少年不可力敌，立马准备开溜。然而他想多了，陆川这个人是真的很记仇。红色灯笼刚想有所动作，陆川就已经到了他面前。知道跑不掉了，红色灯笼还想做困兽之斗，一股诡异的精神力量从他身上散发开来。陆川中过一次招，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跌倒2次？陆川几乎以瞬移的速度抓住了灯笼，狠狠地将它困在手中。狗东西，喜欢玩阴的是吧？陆川全身力量集中到手中，直接把灯笼给撕成了2半。别杀，别杀，这是好东西，留给我，留给我，我给你做个法宝。阿福连忙冲了过来，想要拦住陆川。不过要是他能拦住，陆川也不是陆川了。陆川没有搭理阿福，撕烂灯笼之后，又用剑气将它搅了个粉碎。浪费啊，浪费啊！看着漫天的碎片，阿福气的是直摇头。这可是少见的死物成精，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岁月。而且看能力应该是精神类的，你精神状态不好，拿来炼化之后，说不定可以帮你稳定精神世界。你他妈说什么啊？你说老子是精神病？陆川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脚踢爆了阿福的狗头。陆川看着客栈的废墟，慢慢地走向那哭得伤心的小男孩。小男孩抬起头看向陆川，声音嘶哑地问道：哥哥，你看到我爹爹了吗？陆川摇摇头，轻轻地揉了揉小男孩的头，看情况整个客栈的人应该都死了。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不知道什么原因，陆川的眼睛有些刺痛起来，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眼睛此时开始出现变化，黑色的瞳孔颜色逐渐变淡，转向白色。刚刚恢复的阿福看到陆川的模样，智慧的双眼兴奋地凸了出来。然而很快阿福又失望了，因为那瞳孔很快又恢复了正常。小兔崽子，为什么不哭得惨一点？公子！此时曹云兰的惊叫声把陆川惊醒，侧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一支骑兵浩浩荡荡进了小镇。曹云兰落入了先前那蟒袍少年的手中。刚才陆川出手的时候摧毁了整个客栈，曹云兰为了不给陆川添麻烦了，也防止自己被不明飞行物给砸死，跑得就有些远了。曹云兰已经很小心，但是只有一境的她实在太过于弱小。陆川抱起哭到几乎昏厥的小男孩，一步踏出，瞬间来到了那蟒袍少年的身前。你不要过来，不然我杀了他！蟒袍声音颤抖地威胁起来。刚才那差点落下的黑色月亮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冲击，但他还是不怕死的，带人冲进了白邪阵。因为他明白，要是今天曹云兰不死，死的就会是他。横竖都是死，为什么不拼一把？一把蓝色的匕首抵在了曹云兰的脖子上。看着眼前面无表情的陆川，蟒袍少年颤抖的手已经有些控制不住，划破了曹云兰白皙的皮肤，滚烫的鲜血顺着匕首流到了蟒袍少年的手上。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来打乱我的计划？蟒袍少年几乎是咆哮着吼了起来。一切计划都是这么的完美，
曹云兰在码头就应该必死了。然而偏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把一切都给搅黄了。我是你祖宗，小瘪三！陆川气得笑了起来。砰！陆川身影炸裂而去，拉出一串幻影。上万名骑兵根本没有时间反应，蟒袍少年的匕首也来不及滑下。咔嚓！一声脆响，陆川拧断了蟒袍少年的脖子。蓝色的匕首掉落在地，蟒袍少年的瞳孔开始涣散，惊悸的瞳孔中满是不甘与不可置信。或许他没有想过，陆川真的敢一上来就直接宰了他这个大魏储君。周围的骑兵从蟒袍少年死亡中反应过来，蠢蠢欲动，准备发起冲锋。曹云兰捡起那蓝色匕首，对着陆川行了一礼：“公子，让我来处理吧。”陆川点点头，将怀里的小男孩交给曹云兰：“孩子父亲应该没了，他是你的子民，好生安顿。”曹云兰接过小男孩，心疼地将他抱在怀里。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修士无视普通百姓的生命，早就是家常便饭。还有机会？曹云兰神情坚毅起来。只要自己还活着，一天也好，一年也罢，只要登上那高位，就有机会改变这种情况，还大魏子民一个太平天下。陆川不知道曹云兰跟这支骑兵说了什么，只是回大都的路上，这支骑兵成了这位长公主的护卫。在陆川等人启程之后，白斜镇上突兀地出现了一间酒馆。小酒馆没有名字，孤零零地立在官道旁，静静地等待着上门的客人。夜幕降临的时候，一名风姿翩翩的美男子推开了酒馆的门。酒馆内很朴素，一张小桌，一个柜台，一盏昏黄的油灯，还有一名风姿绰约的老板娘。老板娘看上去30多岁，有一种明艳的美，笑起来的时候有2个浅浅的梨窝。周公子，该付钱了。老板娘为男人倒了一杯酒，笑盈盈地将酒杯推到他的面前。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被誉为读书人种子的大吴国师周瑜。你们的钱可真好赚。周瑜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一个戒指放到老板娘面前。老板娘趴在柜台上把玩着精致的戒指，动人的曲线一览无遗。这件事就这么了吧？老板娘轻轻地叹了口气。储君已死，曹云兰也命不久矣。大魏皇帝的在位年限快要到了，大魏王朝10年内必有大乱。你的目的达到了，你死了2名得力干将，这口气咽得下去？周瑜挑了挑眉毛，看向那风姿绰约的老板娘。不然呢？老板娘有些慵懒地撑着下巴，看着墙上的灯火，有些出神。这可不像你秋红酒馆的多作风。周瑜摇了摇头，有些不太死心。老板娘冷冷地扯起嘴角：你想死我不拦着，但是你想拉着我一起，就别怪我不讲这点香火情了。莫生气，开个玩笑罢了。周瑜连忙摆手：咱们换个话题，怎么样？你想说大帝道场的事情吧？老板娘摇了摇头：劝你一句，不要去掺和。不知道有多少牛鬼蛇神等的，就是这一天，道场未必是道场，但一定会是修罗场。理是这么个理，可是你甘心吗？周瑜叹了口气：你卡在湮灭境已经上万年了吧，就不想搏一次？你呢？老板娘嗤笑一声：你读书读出了个儒圣，难道不想再进一步，河道入地？两人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他们都明白对方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很多很多年，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大都，大魏王朝的都城，繁华程度自然是不用多说的。陆川并未随着曹云兰进宫，而是随便找了个小饭馆，一边吃饭一边等着曹云兰差人把东西送来。至于曹云兰之后的命运如何，陆川是没有什么心情搭理的。然而一直等到了天黑，陆川都没有等到东西送来。其实不用猜都知道，肯定是曹云兰那小妞又出事了。陆川很是恼火，从玄武大街一路冲向皇宫。前方禁地，擅闯者杀无赦。皇宫大门的守卫拦下了陆川，结果被陆川2个大逼斗给扇得飞了出去。这可惹了大祸。大魏作为天荒大陆数一数二的王朝，沿袭了数十万年，从来没有出现过暴徒冲击皇宫的事情。皇朝震动，大量的御林军还有守卫皇宫的高手出动，将陆川堵在了金銮殿前。一时间剑弩拔张，大战一触即发。小兄弟，好俊的身手！一名身穿蟒服老太监来到最前方。小兄弟，您就是长公主口中的那位高人吧？这阴阳怪气的口音听得陆川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挥手打断了太监的话：阴阳人，没空跟你啰嗦，让曹云兰把东西给送出来，老子晚饭还没吃呢。太监眼皮子直跳，作为大魏王朝的司礼监，何曾受过这等污言秽语？人老成精，这太监虽然心中怒极，但脸上还是挂着谄媚的笑意。小兄弟您放心，您救了长公主，可是天大的功劳，无论什么要求都会满足的。啊！陆川翻了个白眼，我等了1个下午了，那东西呢？老太监眼皮子直跳，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小兄弟稍安勿躁，现在长公主那边有些问题，只要一解决，东西一定双手奉上。
解决你妈呢？解决，能不能有点效率？陆川嗤笑起来，小兔崽子，你妈没教过你跟人说话要有礼貌吗？老太监实在绷不住了，气得像是被掐住脖子的鸭子，嘎嘎乱叫起来。跟我装大尾巴狼是吧？陆川脚下重重一踏，巨大的广场瞬间塌陷下去。小王八蛋，敢来这里闹事，你还是第一个！老太监怒极反笑，老子都能做你爷爷了，你踏马一口一个小王八蛋！陆川一步踏前，直接来到老太监面前，一巴掌抽在他脸上。老太监实力其实不弱，至少有个9境，奈何遇到陆川这个怪胎，直接被一巴掌扇得飞了出去。曹云兰，给老子滚出来！陆川一声暴喝，气浪滚滚而起，把周围的士兵全给震飞了出去。偌大的皇宫响起了陆川的声音，在一处幽静小院中的曹云兰听到这个声音，紧张地站了起来。他并不是不兑现承诺，而是实在没办法。一回到皇宫，曹云兰就被软禁了起来，甚至直到现在连皇帝的面都还没有见到。本来还想托人给陆川带个话，然而身边人全被调换了一个遍，这才造成没有及时通知到陆川，导致出现了当下的局面。御书房中，当朝天子曹宣正在思考着下一任皇帝的事情。曹宣已经在位498年了，依照祖制，大魏每一任皇帝在位不得超过500年，无论多么雄才大略，也不得违背这个规定。据说这是一位高人给大魏初代皇帝留下的箴言，其中关系到国运。每一任皇帝卸任之后，要么进入通天塔修行，要么就放下一切俗世挂念，去云游四海。不过绝大多数皇帝卸任之后都会选择进入通天塔修行，因为整个大魏的资源可谓是用之不竭，能够很好的供养通天塔。世人皆知，大魏能够屹立在天荒大陆数十万年不倒，只有一个依仗，那就是通天塔中的那些前任皇帝。这些卸任的皇帝有整个大魏资源供养，甚至曾经出现过半步地境的怪物。曹宣还有2年就要进入通天塔了，到了这个时间，其实他应该进行权力交接了。不过最近几千年来，曹家的血脉却在一代一代不停的减少，很少有新生儿诞生。到了曹宣这里，妃子娶了一大堆，然而却只有3个后代，一个曹阳，一个曹云兰，还有一个去年刚出生的男孩。其实有人给大魏推算过国运，已经到了盛极必衰的阶段了。当然，大魏这些老老少少可不这样认为。曹宣很头疼，曹阳死在了白蛇镇，对于这个儿子，他本就没抱多大期望，死了也就死了。然而寄予厚望的曹云兰，现在却出了大问题。他已经找人看过了，曹云兰因为不死凤凰的特性，最多还有几年的阳寿就会进入涅槃重生，这是最好的估算，前提是需要用大量的天材地宝给曹云兰续命，其中需要用到的几种灵药价值连城。而且曹云兰说好听点是涅槃重生，说难听点就是无限期的陷入沉睡。曹云兰已经从曹宣心中被革除，这也是为什么他要软禁曹云兰的原因。曹云兰的死亡已经不可避免，不能在他身上浪费大量的天材地宝。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要把分留给曹云兰的权利给收回来。现在唯一的人选就只剩下1岁的孩子，还有2年，曹宣就要进入通天塔了，到时候孩子也才3岁而已。在孩子成年之前，必须要有人撑起大魏王朝的正常运转。而通天塔的前任皇帝们有个不能违背的规定，那就是大魏王朝没到亡国灭种的前夕，不能出手干预，不然会耗尽大魏国运，出现不可弥补的严重后果。这些年大吴异军突起，老牌王朝西蜀也蠢蠢欲动，必须要有人镇得住场面。曹宣心头烦躁，顾命大臣的人选一直都没有定下来。陛下，那狂徒在金殿前打起来了，有人给曹宣报告着金銮殿前的情况。那小子是什么来头？查清楚了吗？曹宣的眉头狠狠地皱着。作为大魏皇帝，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自然是瞒不过他的。跟曹云兰一起回来的陆川，他是知道的，他也知道那个年轻人想要什么。大魏皇宫宝库中就有5行霸体的修行方法，但是曹宣就是想吊着，想查清楚陆川身份后再把陆川收入麾下。陆川被晾了1天，也是曹宣给的下马威。虽然曹云兰让人带过话，警告他不要用那一套拿捏吓人的把戏去对付陆川，曹宣根本没在意，一个毛头小子就算实力强横，心性也不会有多成熟。曹宣很自信自己的御下手段，拿捏一个16、17岁的小家伙，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然而曹云轩认为的16、17岁毛头小子，却是个活了10万年的老怪物，而且还是个脾气暴躁的老怪物。门口的太监听到曹宣语气不太好，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连忙说着：“没有，只知道此人第一次出现是在大观海之上，之后救下了长公主，斩杀了秋红酒馆2名天罚境的刺客。哎，是朕大意了，不应该让云兰去飞云渡口的。”曹宣沉吟一阵，秋红酒馆看来应该是周瑜在幕后操作，这王八蛋。本来这次任务是曹宣给曹云兰刷经验用的，让他长点威望，
而且返航的商队有一名湮灭境实力的护卫，不可能出现意外。然而曹轩却漏算了秋红酒馆这个变数。这万年以来，秋红酒馆虽然名声在外，但是却从来没有过针对大卫的刺杀活动。那少年能斩杀2名秋红酒馆的刺客，实力不俗，让周统领去拿下他，最好能为我所用，不愿意的话就送到寒冰大狱去吧。门口的太监欲言又止，然而最终却无奈地退了下去。金銮殿前，陆川正坐在那老太监的身上，斜眉歪眼地看着瑟瑟发抖的大军。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陆川一巴掌抽在老太监屁股上，疼得老太监眼泪花都飙了出来。诚信，对不对？人无信不立。你们大魏这么大一个王朝，居然想赖账，这不太好吧？是不太好。少侠能不能让老奴去跟陛下通报一声？老太监口气完全变了，成了一条乖巧的哈巴狗。住手！就在此时，一阵暴喝响起，震得整个空间不停地颤动。一名身材魁梧、手持长弓的将军大踏步而来。周统领，救我！看到这人，这老太监瞬间来了精神，声音也大了起来。周朝阳，禁军统领，大魏明面上2个湮灭境之一。周朝阳是比较罕见的，在战阵冲杀中悟得大道，一身实战本事无人能出其左右，一手弓箭更是玩的是出神入化。最有名的战绩是1300年前，周朝阳在大魏皇宫弯弓搭箭，相隔数百万里，射杀了大吴一名同境界修士。也是从那时候起，周朝阳便有了杀力冠绝天下的称号。只要拉开距离，恐怕整个天荒大陆都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哦哟，来了个狠角色，这么看得起我？感受到周朝阳那一身锋锐到极致的杀力，陆川忍不住阴阳怪气起来。小兄弟，你救了长公主，我不想跟你过不去。周朝阳倒是挺有教养，言语之间没有咄咄逼人之意。放了郑公公，你所做之事既往不咎，据禁卫处报道，给你一个副都统的职位。啊，啥？这番话把陆川给整懵了。这好好的，自己怎么就要去当官了呢？不满意吗？周朝阳皱了皱眉头，你初来乍到，一个副都统的职位已经很不错了，往后升迁则需要战功。周朝阳虽然态度不错，但是这不容置疑的语气，着实有些让人不舒服。我刁，陆川算是反应过来，这是要让自己给大卫卖命啊！欺负人啊！陆川伸了个懒腰，站了起来。我就想要自己合理合法的报酬，怎么就这么难呢？你们脑子里装的屎吧？你不愿意？周朝阳有些意外地看着陆川，在他看来，在天荒大陆的修士，应该没有人能拒绝这个好处。陆川扭了扭脖子，龇牙笑了起来。我家驴子说，让我少造点杀孽，免得以后成帝路上引来大诡异。哎呀，我也想啊，可是条件他不允许啊。砰！说着，陆川嬉笑着抬起一脚，踢爆了那老太监的脑袋，红的白的喷了一地。你敢在金銮殿前杀我大卫司礼监？周朝阳暴怒，一股滔天的杀意爆发而起。你说我敢不敢？陆川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一股漠然爬了上来。剑三，人祸！陆川拔出黑色长剑，狠狠地插在面前，以长剑为中心，黑色的丝线如同蛛网一般蔓延出去。仅仅是一个呼吸，周围的士兵全部被黑色丝线连接，瞬间这些士兵成了一个个行尸走肉。给我炸！陆川打了个响指，周围的士兵冲向金碧辉煌的大殿。周朝阳察觉出异常，没有啰嗦，直接弯弓搭箭，瞄准陆川。停下，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陆川胸口一挺，直直地对上周朝阳的弓。来，让你爹看看，你个不孝子怎么个不客气法？极致的嘴臭，极致的享受。轰！陆川嘴臭周朝阳的时候，那些被控制的士兵已经冲到了大殿门口。人祸的爆炸冲天起，恐怖的能量引起了周围剧烈的震荡，血肉化成雾气，弥漫在空气之中。然而让陆川有些意外的是，这种程度的爆炸居然没有毁坏大殿。看来建造这大殿材料还是比较抗造的。妖孽，居然控制他人自爆！周朝阳见到这一幕，勃然大怒，一股气旋在他的左手形成，气旋凝聚成一根红色的长剑，恐怖的杀意暴冲而起。惊风！周朝阳一声暴喝，手中长剑激射而出，箭头带起令人惊悸的呼啸声，仿佛有千军万马在同时冲锋一般。与此同时，周朝阳足尖点地，身影化为一抹流光，消失在原地，急速地远离陆川。周朝阳军武出身，并不惧怕近身肉搏，但是他一身实力皆在弓箭之上，自然不可能跟陆川面对面的硬刚。这一切发生在须臾之间，陆川用指头夹住箭头的时候，周朝阳的身影已经到了大殿的顶部，跟陆川已经拉开了足够的距离。看着陆川轻松夹住了自己的一箭，甚至用古怪的剑气包裹住箭头，没有让这一箭爆裂开去，周朝阳瞳孔猛然一缩。他立马明白眼前这个看上去只有一劲的少年
有着不弱于自己的实力。周朝阳不敢大意，手中急速地结起了复杂的法印。玄武大阵起！随着周朝阳声音的响起，大殿房顶之上那些乌龟模样的脊兽全部活了过来。无量金光从这些脊兽身上亮起，金光中充斥着大量的符文，空气中被拉出剧烈的轰鸣之声。这些金光连成一片巨大的光幕，形成一个蛋壳模样的金色罩子，倒扣而下，将整个皇宫笼罩其中。而陆川堪堪被挡在了罩子之外。玄武大阵启动了。此时正在喧嚣夜市吃夜宵的一名女子惊讶地看向皇宫方向。这名女子正是先前出现在那小酒馆中的老板娘，她身边跟着一名美男子，拿着2根羊肉串，乐呵呵地眯起了眼睛。或许没有人会想到，大吴的国师周瑜会明目张胆地出现在大魏的都城，甚至还堂而皇之地逛着夜市。哎呀，玄武大阵可是上古遗留下来天之4象阵之一，号称防御最强的阵法，应该有上万年没有启动过了吧？周瑜美滋滋地调侃起来，甚至还吃了一口从未碰过的羊肉串。周兄好雅兴。此时，一名中年文士穿过人群，来到周瑜2人面前。这中年文士身长8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感。文士身边跟着一男子，一身白袍，相貌堂堂，气质更是儒雅风流。诸葛兄，别来无恙。周瑜笑呵呵地拱了拱手，又对着身边的女子道：白菜，跟你介绍一下，西蜀军师诸葛明，通古晓今，算无一策，一手神鬼8阵图，纵横天下无人能破。而那位就是西蜀常胜将军，号称一身是胆的赵统大人。名为白菜的女子瞳孔微微地缩了一下，这2人都名头实在是如雷贯耳。见过2位大人。白菜施施然行了一礼。白菜，好别致的名字。诸葛明笑着点点头。姑娘神光内敛，气息几乎不可闻，与普通人无二。当今世上似乎只有1人可以做到这一步。白菜挑了挑眉眼，笑问道：不知道诸葛军师说的是哪位？秋红酒馆主人。诸葛明说着，紧紧地盯着白菜的眼睛。秋红酒馆曾经暗杀过西蜀的老剑皇，这可是一笔血海深仇。气氛一时间有些紧张起来。嘿嘿嘿，有话好说，有话好说，都是来看戏的，没必要，没必要。周瑜连忙打起了圆场。诸葛明轻轻的点点头，并没有追究下去的意思。毕竟这里是大魏都城，真在这里暴露了身份，就是10条命也不够死的。4大凶星这几天非常的活跃，甚至有相互靠拢的意思，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诸葛兄的大眼神算，不知道有什么发现没有？周瑜不动声色地挡在白菜面前，一边说着，一边看向诸葛明。诸葛明对于周瑜的小动作没有太过在意，点点头道：4大凶星的确在相互靠拢，而且还在映照天荒大陆，有人在吸引他们。这也是诸葛明冒险来到大都的原因。如果真的有人吸引凶星映照，恐怕会有大魔诞生。诸葛明的话让其他人心惊肉跳，皆是不约而同地看向皇宫的方向。陆川松开手指，那气旋化成的长剑化为一阵清风，消散在空气之中。接着一伸手插入地下的黑色长剑飞起，落入手心之中。陆川用杀声轻轻地敲了敲面前的蛋壳，居然响起一阵金鸡咬铁般的金属碰撞声。很强的功能大阵，没有攻击性，但是防御能力达到了极致，可以试试以点破面，集中一点摧毁它，这是你的强项。阿福出现在陆川身边，贴心地解释起来。你话很多啊。陆川斜着眸子看了阿福一眼。啊，哈哈。阿福眼皮子一跳，讪笑道：要有参与感嘛，那不打扰您上班了。阿福连忙开溜，免得被陆川当成出气筒。一群贱种，给脸不要脸的东西。陆川眯起好看眸子，看向大殿房顶的周朝阳，木然地笑了起来。周朝阳听到这话，气得差点原地爆炸，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嘴臭还这么嚣张的人。一股恐怖的波动在周朝阳身上散发开去，他的背后瞬间出现一张巨大的红色阵图，红色的阵图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杀意。周朝阳弯弓拉弦，随着弓弦弧度的扩大，身后阵图之上涌出无数的羽箭，飞鸿急射。周朝阳率先发难，松开紧绷的弓弦，背后大阵猛然亮了起来，红色羽箭如同潮水般漫天而下。小孽畜，杀我大魏士卒，今日你就死在这里陪葬吧！